老渣男！从今往后，我余威与你杨欢恩断义绝。清风徐来，绛红色的薄裙随着风儿紧贴着她那7双赛雪的肌肤，勾勒出令人遐想的曲线。然而，白发苍苍垂垂老矣的杨欢，此刻却无心欣赏眼前这宛如画卷般的美景。他静静地躺在藤椅上，浑浊的双眼中透露出无尽的深情。他抬起颤抖着的胳膊，布满老人般的枯手，轻轻落在女人的腰之上，声音颤抖地说道：“微微啊，就算分手了，我们还是能做好朋友的。”啪！一声清脆的响声打破了短暂的宁静，玉手重重地甩在他满是褶皱的老脸上。余威愤然踏上飞剑，化作一道红光疾驰而去，只留下怒斥声在空中回荡。呸！老渣男，去你妈的炮友！杨欢下意识地捂着脸，另一手赶忙扶住被巴掌甩得闪了的老腰，心中五味陈杂。自从母胎穿越到这个世界，遇上同村的余威开始，他坚决贯彻了萝莉养成计划。两人自幼便是青梅竹马，感情极好，同吃同浴同睡，自然也就早早偷尝了禁果。某日，玄天宗玄机仙子顾离途经他们的小山村，意外发现了余威的惊人天赋。尽管此时余威已非完璧之身，但未曾生育的他依然是不可多得的仙苗。看在他们感情真挚、生死相依的份上，顾离放弃了弄死杨欢的念头，一并收了他们为亲传弟子。只是杨欢的资质实在是不堪入目，乃是最垃圾的伪灵根，但好歹也算半只脚踏入仙门。就这样，青梅竹马的两人成了同门师兄妹。时光荏苒，转眼千年，仙缘深厚的余威依旧风华绝代，宛如那盛开在仙界的绝美仙葩。他的修为更是早早的超越了师尊顾离，顺利的接过宗门大权，成为了玄天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宗主。而杨欢的萝莉养成计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非常成功。这些年来，他从余威这位顶级仙子手中薅到了海量的灵石、丹药、功法、秘籍，甚至余威为了他不惜消耗自身本源，逆天而行，强行帮助他凝结金丹，这才让他勉强成为了宗门长老。只是在那之后，无论多少灵丹妙药，杨欢的修为都如同被禁锢一般，再也无法寸进。眼瞅着大限将至，大半截身子入土，突然谣言四起，杨欢出轨外门女弟子，狠心抛弃寒月仙子余威的消息，如一阵狂风般迅速传遍了整个宗门。余威一怒之下，宣布与杨欢分手，并进入宗门秘境闭关。宗门宗主之位则由太上长老玄机仙子顾离暂代。杨欢所在的道玄峰更是被玄天宗的人围得水泄不通，讨伐声、谩骂声汇聚成洪流，仿佛要淹死这个为老不尊、薄情忘义的老渣男。老渣男出来单挑啊！我忍你很久了，我连多看一眼宗主大人都觉得是亵渎，你个糟老头子竟然敢抛弃他！苍天呐，请降下雷劫劈死他吧！各位同门，随我上到玄峰，同诛杨欢老贼！曾经杨欢和余威的爱情故事是玄天宗的美谈，他们伉俪情深，是大家羡慕的对象。然而许多人在私下里却为余威感到不值，认为他的美貌与修为值得更好的道侣。当然也有许多人为杨欢感到惋惜，只因他那糟糕的资质使得他无法与余威并肩站在仙路的巅峰。不过出了这档子事，舆论的力量自然被带偏了，越来越多的人登上到玄峰，是要为余威讨个公道。就在这时，一柄仙剑从天而降，锐利的剑气纵横四野。够了！尔等退下！清冷的声音仿佛带着一种无形的威严，在众人耳边响起。刹那间，道玄峰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山巅的小院内，身着一袭紧身白裙的玄机仙子顾离与杨欢相对而坐。顾离的美眸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轻叹了一口气，随后轻声问道：“微微此去，快则30-50年，慢则100年，甚至1000年，而你却要背负骂名，值得吗？”杨欢苦笑一声，缓缓摇了摇头：“师尊，我至多还有3年5载好活，有什么值不值得的？”他说着，拄着拐杖艰难地站起了身子，浑浊的双目望向宗门秘境的方向，继续说道：“这些年，微微为了我，已经错过了许多仙缘。宗门传承秘境3000年才开启一次，若是再错过，这才是最不值得的事啊！”说完这番话，他缓缓转过身，目光落在顾离脸上，眼神中闪烁着期盼：“师尊，我死后替我好好照顾微微。”注视着眼前宛若风中残烛的徒儿，心中也是百感交集。顾离的思绪回到了几天前，为了说服余威进入宗门秘境接受传承，自己好话说尽。可惜余威死活不愿意，他宁可放弃仙缘，也要陪杨欢走完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光阴。然而像之前的无数次那般，杨欢主动找上门，让自己配合他演一出戏。既然是演戏，自然就需要演员。外门女弟子风评极差的柳凝霜进入了两人的视线。她道根平庸，但姿色却胜余威半分。为了一点的修炼资源，她可以辗转在众多长老与弟子之间，游刃有余。顶级绿茶，茶功出神入化。与柳凝霜一番沟通过后，三人一拍即合，上演了杨欢出轨外门风骚女弟子的戏码。这出戏固然是成功的，但也让杨欢背上了骂名。想到这儿，顾离朝着正在院子里清理落叶的柳凝霜望了一眼，然后轻声问道：“你打算怎么处置她？”杨欢闻言也朝着院子里望了一眼，笑道：“既然她还是完璧之身，就说明这丫头还是有底线的。我打算留她在道玄峰为我收尸，行吧？”
那就依你。顾离答应了下来，随即玉手一挥，一道光芒闪过，将佩剑悬在了房梁上。为师在你的道玄封布了禁制，五行归元剑也留在你这，剑灵会保你平安。师尊，微微应该还没进入秘境吧？你先去看看他吧。我这糟老头子的，能有什么危险？他还想说些话，却见杨欢已经昏昏欲睡。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属实正常。顾离叹息一声，对这个废柴弟子也是心思复杂。论天赋，自然是垃圾中的垃圾，但是若论他为人处事的分寸，却又令人相当钦佩。难怪余威能对他如此痴情，照顾好杨长老。顾离吩咐了柳凝霜，又给道玄风加了几道禁制，这才踏上飞剑，化作红光远去。师尊走后，杨欢缓缓睁眼，独坐山巅眺望远方，看着秘境的方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相伴千年，只此一别，便是阴阳相隔了。余威，希望你能带着师兄的心愿，走到那大道尽头，看看永生是何等境界。就在这时，杨欢的脑海中响起了一道声音：检测到宿主成功扮演痴情舔狗1000年，风铃月影启动。我操！杨欢愣了几息，才想起来这是自己的系统，整个人激动地挺直了腰板，兴奋地将拐杖用力扔下山崖。1000年，整整1000年！狗系统，你知道我这1000年是怎么舔的吗？杨欢满是褶皱的老脸上泛着泪花，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千年了，自己这穿越者必备的系统，他终于激活了。从1000年前得到这个该死的系统开始，杨欢就按照激活要求扮演痴情舔狗，可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需要他舔到如此地步，不光对着余威舔，还要让高高在上的师尊也认可他，才算成功。名为风铃月影的系统并没有回应杨欢心中的呼唤，而是继续履行着他的义务。直至1000年过去，杨欢早就忘记了系统的存在，化为真爱。可如今想来，所谓真爱，一开始只是为了完成系统任务。请注意，现在为宿主打开默认礼包，奖励太上无极混元圣体，激活程度1%，奖励东法乾坤九转阴阳诀。尽管拥有了听上去屌炸天的体质，但是杨欢看上去依旧是行将就木、风中残烛的模样，只不过身体的各项机能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质的禁锢在这一瞬间烟消云散，只剩下大道通天。杨欢仰天长啸，我又行了，又行了！还没来得及细看乾坤九转阴阳诀的简介，系统的提示音便在杨欢的脑海中再次响起。请注意，现在开始介绍风铃月影系统的功能。功能1，可修改目标的属性，限制修改目标属性需消耗灵石，限制不能修改自身属性。功能2，异性为宿主发生消费或赠与行为，1倍返还，限制魅力值90以上的异性才能触发返还。请注意，系统商城已为主人开启，后续商品将陆续更新。杨欢很快便理解了风铃月影系统的2个功能。先看看商城里有什么好东西。在脑海中点开系统商城的界面后，一排排神韵内敛、散发着无上气息的物品琳琅满目地出现在眼前。杨欢不禁嘶的一声倒吸了一口凉气，乖乖，不得了！掌天平、流星泪、天逆珠、混沌塔、吞天鼎、藏神棺、焚诀、混沌经、九龙乾坤诀、九星震天诀、踏星仙功。杨长老，山崖边风大，您可得小心着点儿。柳凝霜软糯的嗓音恰似一缕春风，轻悠悠飘进杨欢耳中，将他飘远的思绪猛地拉回现实。杨欢微微一怔，定了定神，抬眸循声望去，眼前女子身姿婀娜，宛如春日里随风轻摆的柳枝，面容更是娇艳欲滴，恰似初绽的桃花。与此同时，系统面板上关于她的信息逐一浮现：姓名柳凝霜，势力噬魂魔功，年龄19，修为炼气5层，魅力值95，亲密度0，神秘数字0，其他玄阴圣体未激活。杨欢目光缓缓扫过这些信息，从那青春正好的年龄到颇具潜力的修为，再到那足以颠倒众生的魅力值，无一不与眼前这明艳动人的女子完美契合。可唯独视力一蓝，恰似一根尖锐的刺，狠狠扎在他心间，让他本就雪白的眉毛瞬间凝成了麻花。玄魔大陆广袤无垠，疆域辽阔的让人望不到边际。宗门世家与凡人国度星罗棋布的散落其间，宛如夜空中闪烁的繁星，镶嵌在5大洲域的每一寸土地上。这些势力为了争抢珍稀资源，捍卫各自心中的信仰，亦或是谋取生存空间，千百年来明争暗斗从未停歇，激烈的角逐与血腥的厮杀在这片大陆上反复上演。其中三宗二公一世家犹如6座巍峨耸立的巨峰，凭借着深厚底蕴与强大实力，傲立在众多势力之巅，成为超脱世俗、俯瞰苍生的庞然大物。尽管在过去数百年间，6大势力未曾爆发过那种惊天的泣鬼神的大规模正面冲突，可零星战火却如枯骨之躯，绵延了数千年之久。仇恨的种子在岁月的滋养下，早已在人们的心底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近些年来，玄天宗与噬魂魔宫都在暗中布局，两者之间暗流涌动，私底下的争斗手段层出不穷，远不止无间道这一种。随着一次次小摩擦不断升级，一场足以颠覆乾坤的大战，仿佛汹涌的海啸，随时可能呼啸而至，将一切卷入无尽深渊。想到这儿，杨欢缓缓转过身，
脸上挤出一丝看似淡定的笑容，回应道：“放心吧，老夫在这道玄峰都待了1000年了，还能怕这点风？没事的。”可实际上，注视着那正缓步向自己靠近的柳凝霜，修为已然跌落到炼气3层的杨欢，心中却如同揣了一只受惊的小鹿，慌乱不已。他怎么都没想到，竟然会选中一个噬魂魔宫的无间道来演自己的姘头。此刻，整个道玄峰只有自己与他2人，四周静得可怕。尽管柳凝霜此刻看上去就像一只乖巧无害的小白兔，可杨欢心中对他的防备却如同层层加固的堡垒，愈发森严。毕竟，改变命运的系统已然激活，未来一片光明，充满了无限可能。要是在这阴沟里翻了船，那自己这1000年的苦熬岂不是全打了水漂？杨欢眼神陡然一凝，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立刻在脑海中急切地呼唤起系统：“统爷，快修改属性，亲密度改成100。修改柳凝霜的亲密度需要花费1亿灵石，您的灵石余额不足。”卧槽，你他妈的坑爹呢！就改一个亲密度属性，竟然要花1个亿！然而，系统对他的吐槽无动于衷。无奈之下，杨欢只能尝试修改其他属性。修改视力属性，修改柳凝霜的视力需要花费4亿灵石，您的灵石余额不足。修改修为属性，修改柳凝霜的修为需要花费2亿灵石，您的灵石余额不足。我要你这条毛系统又有何用？啥都不能改，你叫个毛的风铃月影！系统，杨欢的内心憋屈得一逼，却又无可奈何。谁叫自己储物袋里的灵石不够呢？眼瞅着2人的距离越来越近，已然不到1丈，杨欢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蹦到嗓子眼了。而就在这时，柳凝霜的脚步戛然而止，随后朝着他展颜一笑，那笑容仿佛春日里盛开的繁花，明艳动人。可在杨欢此刻的眼里，柳凝霜却仿佛一个暗藏剧毒的蛇蝎美人，那看似甜美的微笑背后，似乎隐藏着致命的危险气息，让他不寒而栗。杨长老，弟子按太上长老的吩咐，精心准备了一些吃食。杨欢闻言，高悬的心猛地一松，长吁了一口气。原来他是喊自己吃饭，看来自己暂时性命无忧。不过杨欢心底也暗自警醒，这几天一定要想尽办法提升修为，好歹的有自保之力，不能这般被动。想到这儿，杨欢脸上重新堆起温煦的笑容，语气尽量装的淡定从容：“你有心了，凝霜能留在道玄峰伺候长老，是凝霜的福气，长老不用那么客气。”柳凝霜一边轻言细语，那声音仿佛山间潺潺的溪流，轻柔婉转，一边款步走向杨欢。紧接着，一双仿佛羊脂玉雕琢而成的玉手顺势挽上了他的胳膊，那嗓音甜得仿佛刚从蜂巢里咬出的蜜，几乎能滴出蜜糖来。凝霜扶长老回屋用膳，虽说在杨欢听来，他这故意夹着的声音有些做作，亲昵的动作里也透着一股让人隔音的虚情假意。可在回屋的路上，柳凝霜有意无意地用他那饱满柔软的胸脯轻轻蹭了几下，杨欢还是忍不住大为受用。一边吃着美女豆腐，杨欢一边在心底飞速盘算着，作为噬魂魔宫精心安插的无间道，柳凝霜想要从外门一步步摸爬滚打，攀升到玄天宗的权力核心，没有个几百年的干磨功夫，根本就是痴人说梦。然而，若是攀上自己这条大腿，那可就相当于找到了一条水磨功夫的捷径，他能获得数不尽的便利，甚至能借助自己在宗内的地位，更好地隐藏他那见不得人的身份，所以他才会这般极力地讨好自己。要是没有统爷突然降临，往后这3年5载，自己积攒了这么多年的修炼资源，保不齐就得被他跟哄小孩似的全数骗走。不过现在情况可大不一样了，柳凝霜呀柳凝霜，从今往后你就乖乖做一个留在老夫身边的工具人吧。想到这儿，杨欢那堆满岁月褶皱的脸上缓缓浮现出一抹充满玩味的笑容。凝霜丫头，如今这戏也演完了，你若是想要离去，老夫……话音未落，柳凝霜神色瞬间一凛，可眨眼间又换上了一副楚楚可怜的柔弱模样。长老，您是想赶凝霜走吗？他说着，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几息之间，双眸之中便涌出了晶莹剔透的泪珠。柳凝霜一边用葱白般的手指轻轻抹着泪，一边哭得梨花带雨。凝霜原本以为杨长老就算背负骂名，也要为宗主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一定是全天下最好的男子。可是凝霜没想到，长老竟然是这样的人。呜！柳凝霜垂着头，哭的那叫一个肝肠寸断，声音越来越大，可眼角的余光却时不时的偷偷瞄一眼杨欢的表情。他坚信，就凭自己这倾国倾城的美貌，再加上这炉火纯青的演技，杨欢一定舍不得拒绝自己留在道玄峰。只要能留在这儿，往后有的是机会把眼前这个糟老头子的海量修炼资源骗到手，而且还能远离外门那些满脑子只想着占自己便宜却又吝啬的一毛不拔的臭男人。在他心里，名声这玩意儿就跟过眼云烟似的，一点都不重要。眼下重中之重是尽快提升自己的修为与在玄天宗的地位，只有为噬魂魔宫立下汗马功劳，才有那么一丝希望救出被关在炼狱深处的娘亲。就在这时，一块绣着精致花纹的锦帕突然出现在柳凝霜的眼前，打断了他的思绪。他下意识的抬眸，怔怔地望着身前的杨欢，眼中仿佛溺水之人看到了救命稻草。擦擦吧，
老夫最见不得女人哭了。杨欢将锦帕塞在了柳凝霜手中，转身向着屋子的方向佯装迈着艰难的步伐。老夫大限将至，至多再活个3年5载，你要是愿意，就留在倒悬峰吧。听到身后那细碎的脚步声，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轻柔触感，杨欢的嘴角微微一勾，仿佛偷了腥的猫。好戏开场，杨长老，凝霜做的这些饭菜可还合您口味吗？柳凝霜娇声问道，那声音如同春日里婉转的黄莺啼鸣。说话间，他借着给杨欢夹菜的时机，柔软娇躯有意无意的轻贴在他胳膊上，盈盈美眸中闪烁着灵动光芒，恰似夜空中闪烁的繁星。太上无极混元圣体激活后，天地间的灵气仿佛被吸引一般，随着杨欢的每一次呼吸，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经脉之中，正逐步改善着他的身体机能。随着身体机能的全面复苏，杨欢闻着饭菜的香味，久违的饥饿感油然而生。好吃，你也吃。杨欢含糊地应着，没几口，碗里的红烧灵猪肉便被他风卷残云般咽下肚。陡然间，他眼神骤变，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震惊。定，检测到柳凝霜赠予宿主普通灵猪肉，触发万倍返现，奖励吞天怒罗肉1斤。上古异兽吞天怒罗，这可是连地境强者都垂涎3尺的生物。相传吞天怒罗降生时便有合体期的修为，待成年后更是能与准地强者一较高下。可成长之路向来布满荆棘，其肉不仅能无限制地提升修为，还能延长寿命，这使得他们成为了人们猎杀的对象。如今吞天怒罗早已绝迹，别说是1斤肉，就连1根毛都难觅踪迹。倘若这1斤吞天怒罗肉现世，恐怕瞬间便能在这片大陆上掀起一场惨烈的战火。杨欢紧盯着系统空间里静静躺着的这1斤肉，内心欢喜的如同要炸开一般。统爷真尼玛给力，一块灵猪肉竟然能返还1斤吞天怒罗肉，发达了！兴奋之余，杨欢继续大快朵颐。红烧灵猪肉在他咀嚼吞咽间，化作最为精纯的灵气，朝着他体内各条经脉奔涌而去。既然通过进食就能获取修炼所需的灵气，而且还不用担心消化不良，杨欢更兴奋了。手中的筷子如雨点般朝着桌上的美味佳肴夹去。柳凝霜瞧着杨欢这般喜爱自己亲手做的饭菜，吃得狼吞虎咽，津津有味，那双美目瞬间笑成了弯弯的月牙儿。俗话说得好，抓住一个男人的心，要从抓住他的胃开始。杨长老，慢慢吃，当心别噎着。他一边说着，一边又往杨欢碗里加了半尾鲜嫩的灵桂鱼，声音柔的能滴出水来。您要是喜欢，凝霜往后天天给您做。定，检测到柳凝霜赠予宿主普通灵鱼肉，触发万倍返现，奖励龙渊灵蛟肉1斤。定，检测到柳凝霜赠予宿主普通灵鸡肉，触发万倍返现，奖励梧桐火凤肉1斤。随着一道道佳肴入口，在浓郁灵气的滋养下，杨欢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状态愈发好了。他不经意间瞥向还在不断往自己碗里夹菜的柳凝霜，看着他脸上那满是期待的神情，心中不禁暗自思索，噬魂魔功在培养无间道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论外在，柳凝霜拥有倾国倾城的姿色，世间罕有男人能抗拒她这般娇艳欲滴的美色诱惑。论做人，她心思细腻深谙如何巧妙利用自身的先天优势，轻而易举地打动人心。只要给她足够的修炼资源与时间，她绝对会成为噬魂魔功安插在玄天宗的一枚重要棋子。倘若自己能成功策反她，想到这儿，杨欢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他往柳凝霜碗里夹了一筷子蔬菜，笑着说道，老夫可不是什么嘴馋之人，你有这份心意便足够了。来，你也多吃些。定，柳凝霜亲密度加5，脑海中骤然响起的系统提示音让杨欢愣了一瞬。难不成噬魂魔功的人从小都缺爱吗？自己不过是单纯想表示下亲近，找个话题试图走进他的内心罢了，竟然能提升亲密度。如果亲密度提升到100，会不会发生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呢？统爷，快来为我解释解释。然而除了刚才的提示音，系统并没有理会他的询问。行，你清高，你高冷，老子早晚有一天会把你玩明白。系统。就在杨欢满心琢磨着如何进一步提高亲密度时，一旁的柳凝霜内心却如平静湖面被投入一颗石子，泛起层层涟漪。在噬魂魔功的那10几年，他经历的只有残酷严苛的训练以及人情冷暖的淡漠，何曾感受过这般真切的关爱？即便来到玄天宗做卧底，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男人个个虚情假意，背后不过是对他美貌的垂涎与觊觎。然而眼前的这个糟老头子却好像与所有人都截然不同。他为了让心爱之人在仙路上走得更远更好，甘愿背负老渣男的骂名。如今余威已经顺利进入玄天宗的秘境，他明明有诸多办法可以洗清自己的骂名，可却依旧将自己留在倒悬峰上。由此可见，杨欢是个至情至性、真心待人的好人。想到这，柳凝霜的美眸中泛起了晶莹，她微微垂下头，小口小口地嘬着碗里的蔬菜，轻声道：“杨长老，往后您要是想吃啥，尽管跟凝霜说。”杨欢闻言，又往他碗中加了块红烧灵猪肉，缓缓说道：“你还年轻，正是修炼的大好时机。若把时间都花在照顾老夫身上，岂不是白白荒废了青春，耽误了修炼？”这看似责问的话语，
实则饱含着深深的关心。柳凝霜听了，本就低垂着的头埋得更低了，双颊微微泛起红晕。定，柳凝霜亲密度+5，一顿饭的时间，亲密度就涨了10点，这让杨欢更加笃定，柳凝霜一定是极度缺爱。既然缺爱，那就给足她关爱。杨欢在脑海中再次调出柳凝霜的属性面板，仔细检阅后，并没有发现她被噬魂魔宫的摄魂术控制，也没有被下了蛊毒。像她这样的无间道，底子干净，潜藏在玄天宗，极不容易被人察觉。既然噬魂魔宫对她的掌控微乎其微，那就意味着自己有极大的把握能成功策反她。倘若真能成功策反，并且激活她体内的玄阴体，未来在与噬魂魔宫的对抗中，她或许能发挥出关键作用。杨欢决定乘胜追击，尽快将柳凝霜的亲密度刷到100。更何况，他如今还是个绝佳的返还工具人，说不定随着亲密度的不断提高，他还能带给自己数之不尽的返还呢。不过，想要成功策反一个无间道，还得让他死心塌地留在自己身边。以两人现在这种略显尴尬的关系，肯定是行不通的。杨欢一边吃着饭菜，一边绞尽脑汁思索着对策。忽然，一个大胆的想法从他的脑子里蹦了出来。随即，杨欢放下筷子，朝着柳凝霜笑着问道：“凝霜丫头，你我的名声在玄天宗已是不堪，长此以往，仙路便会更加坎坷。你有想过该如何吗？”柳凝霜被他这么一问，美眸瞬间焕发出异样光彩，旋即又垂下头，小声回应道：“您为了宗主，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声，就这份深情，已然让凝霜感动不已。凝霜只想一直留在长老身边，好好伺候长老。”杨欢摩挲着下巴，故作深沉道：“老夫也想将你留在道玄峰，只是你我的关系总得给宗门一个合理交代，不然。”柳凝霜一听，心中暗自窃喜，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极浅的笑意。他果然是个老好人。随即，他放下碗筷，身姿轻盈的起身，朝着杨欢盈盈一拂，声音软糯：“凝霜全凭杨长老做主。”杨欢目光灼灼地看向他，深吸一口气，神色郑重地继续说道：“你若真心想留在道玄峰，老夫便收你为徒，待老夫100年之后，由你继承道玄峰，继续为宗门效力。”柳凝霜本以为杨欢会向自己提出一点过分的要求，却没想到他只是想收自己为徒。这样一来，不仅能让自己与他的关系名正言顺，往后在修炼资源方面更是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支持，一定是老天眷顾。当初答应演这出戏，简直太值了。徒儿，柳凝霜，给师尊磕头。说罢，柳凝霜双膝跪地，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响头。启禀主人，杨欢打算收柳凝霜为徒。收徒？玄机仙子顾离慵懒地横卧于榻上，一袭轻纱附身，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他那令人遐想万千的婀娜曲线，美眸中闪过一丝疑惑，轻声地喃道：“这老小子又想玩什么把戏？”他玉手轻抵着头，随意一挥，身前瞬间浮现出一道晶莹的光幕。顾离目光淡淡地扫过捋着白须、笑容满面的杨欢，随后将全部注意力聚焦在柳凝霜身上，凝视着比自己和余薇还要美上几分的柳凝霜。顾离心中不禁隐隐泛起一丝担忧，这小丫头确实姿色出众，难不成欢欢被她迷了心智？顾离黛眉微微蹙起，美眸紧紧盯着光幕中两人的一举一动。此时，柳凝霜已站到杨欢身后，正为他轻轻捏着肩膀，模样显得格外亲密。这小丫头一颦一笑间，骨子里透着股魅意，但又不是先天媚体，怪哉怪哉。这时，剑灵的声音再度在他耳边响起：“主人，需要剑灵探一探他的底细吗？”顾离并未立刻回应剑灵的提议，而是透过光幕深深地打量了柳凝霜几眼，而后语气平淡地说道：“既然欢欢打算收他为徒，必然有他的考虑。”说到此处，他嘴角勾起一抹好看的弧度，稍作停顿后继续道：“至于这个小丫头，这几日你探一探她的底细吧。”“是，主人。”顾离紧盯着光幕，许久未曾移开目光，直至虚实过半，见杨欢与柳凝霜分别回房修炼，他才从榻上支起身子，一手捂着朱唇打着哈欠，一手向上伸了一个懒腰，那惊天地地的身材展露无遗。“小丫头，若是你妄图利用欢欢达成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别怪本座无情了。”仲夏的深夜朦胧且迷人，到玄峰上的小院中弥漫着雾蒙蒙的天地灵气，仿佛人间仙境。杨欢修炼了几个周天之后，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境界竟突破至炼气4层，并且正稳步朝着炼气5层迈进。尽管太上无极混元圣体并未让他的外在恢复到年轻时的模样，但相较于过去的千年岁月，如今他的修炼速度快了10倍不止。如此一来，重新筑基结丹指日可待，甚至突破到元婴期，似乎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只不过激活了1%的圣体就能如此牛皮，如果完全激活的话，岂不是可以比肩传说中的地境了？杨欢握紧双拳，用力一挥，心中对自己的未来愈发充满了信心。重获新生的喜悦并未让杨欢迷失方向，他深知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修炼之路必须稳中求进。呼，杨欢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没再继续修炼，转而开始参悟乾坤九转阴阳诀。当他的心神完全沉浸在灵诀之中时，一道仿佛来自33外天的神秘声音将他的意识引入一片朦胧之地。大道3一，一化3，3合1，用则分3，
本则长衣。杨欢猛地睁开双眼，试图探寻这道威严且虚无缥缈声音的来源，却惊觉自己不知何时已被无数紫气环绕。前辈。然而他的询问并未得到任何回应，耳边依旧回荡着那道神秘声音：日月照乾坤，阴阳化太极，星辰引灵路，双星归道途。那宛如大道天音般的声音让杨欢心中似有所悟，他盘膝坐于紫气之上，竖起耳朵，全神贯注，不愿错过任何一个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声音渐渐隐去。杨欢的修为虽未精进，但神魂之中似乎多了一颗道种。无正道太上无极浑元镜，观鸿蒙混沌万界，那日月乾坤之轮转，化阴阳二气之相合。听到这话，杨欢瞪大了双眼，脸上满是不可思议之色，口中更是忍不住惊呼出声：诸天万界以地境为极，太上无极混元镜又是什么境界？这一次惊讶的询问得到了回应，地境也敢称极，蝼蚁罢了。杨欢眼神急切地扫视八方，一心想要找到声音的源头。然而映入眼帘的除了无尽的紫气，连个鬼影都没有。乾坤九转阴阳诀与你有缘，好生修炼。威严的声音说到此处骤然停顿，紧接着杨欢周身的紫气如波涛般汹涌翻涌，下一息他感觉自己仿佛被一双巨眼紧紧凝视，在紫气的猛烈冲击下，连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哈哈哈！妙极！太上无极混元圣体，竟然是太上无极混元圣体。随着畅快的笑声愈发响亮，一颗灰蒙蒙的珠子忽然悬在了杨欢的头顶，发丝般粗细的灰色丝线从珠子上垂落，将杨欢的神魂包裹，帮他抵御了一波又一波紫气的冲击。混沌至宝护主，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听闻此言，缓过神来的杨欢抬头凝视着悬在头顶的小珠子，刹那间一股莫名的亲切感涌上心头。这可不就是陪伴了他千年之久的系统吗？混沌至宝，统爷竟然是混沌至宝。杨欢正欲弄清楚头顶小珠子究竟是何种宝贝，柳凝霜的声音却将他的意识拉回了现实。师尊，何事？杨欢应了一声，随即缓缓睁开眼睛，却惊见朝霞已透过窗棂的缝隙洒落在屋内。怎么回事？我不过才参悟了一小会儿，怎么就天亮了？师尊，天亮了，凝霜已备好早膳，现在来伺候您洗漱更衣。杨欢挑了挑白眉，满是褶皱的嘴角微微上扬，接着缓缓说道：老夫还没老到洗漱更衣都要靠别人的地步，你且先去。然而柳凝霜并未离去，反而伸出玉手轻轻推开了门扉，一条浑圆笔直光滑如玉的美腿迈入门内。我操！杨欢内心呐喊了一声，随即快速将衣襟的下摆遮在双腿中间。他眼皮微睁，匆匆瞄了一眼，便赶忙重新闭上眼睛。不是杨欢不想看，而是他需要在柳凝霜眼前立一个独爱道侣的痴情师尊人设。毕竟从今日起，杨欢便是他的师尊了。虽然师尊缠徒弟的身子的事大陆上时有发生，但他的实力还不及柳凝霜，万一出点意外可不好。双儿，为师自己来。杨欢本想从柳凝霜手中夺过脸帕，却扑了个空。由于整晚在床上盘腿修炼，双腿早已麻木，他一个不稳，一头撞进了依据绝尘的柳凝霜怀中。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杨欢既大呼过瘾，又满心担忧。我操，他不会误会我吃他豆腐吧？然而柳凝霜只是愣了几息，却并没有立即推开他，反而温柔地将杨欢扶正，拿起脸帕轻柔地在他脸上擦拭起来。昨日师祖离去时特意嘱咐凝霜要好好伺候师尊。说到这儿，他将脸帕丢进水盆，又细心地为杨欢穿上鞋袜，接着伸出一双玉手在他腿上轻轻按摩起来。听师祖说，师尊修为倒退的厉害，几近凡人，身子一日不如一日，凝霜一定会照顾好师尊的。随着灵气缓缓渗透至腿上各处经脉，杨欢的麻木感瞬间消散。他轻轻拍了拍柳凝霜的肩头，说道：没事的，老夫已经习惯了。说着，杨欢从怀中取了一个储物袋，塞到柳凝霜手中，继续说：袋子里有灵石几千，凝神花、柳阴枝，莫要为了伺候老夫而荒废了修炼。定！柳凝霜亲密度+5。杨欢没想到这点小小的恩惠竟让柳凝霜的亲密度又涨了5点。这会儿他恨不得直接使用超能力砸他，让亲密度直线飙升。不过仔细一想，一味的砸资源说不定会引起柳凝霜的怀疑，与其适得其反，不如顺其自然。用了早膳便修炼吧，不用整日跟在老夫身边伺候。既然你已拜老夫为师，那老夫一定会做好一个称职的师尊。柳凝霜收好储物袋，美眸中波光流转，轻轻了一声，扶起杨欢，朝着主厅走去。与昨日丰盛的晚膳相较，今天的早膳清淡了许多。灵米粥入口，杨欢便觉体内灵气悠悠泛起一丝涟漪，有了些许增长。身为千年废柴，杨欢太明白实力意味着什么。瞅瞅身旁坐着的柳凝霜，这丫头实力可比自己强上几分，还是个无间道。为了能尽快提升修为，同时还得把自己的秘密藏得严严实实，杨欢心里头吃的重要性一下子就跟修炼平起平坐了。定！检测到柳凝霜赠予宿主普通灵米，触发万倍返现，奖励龙血米100斤。噗！杨欢猛地喷出一小口灵米粥，呛得直咳嗽。昨晚系统返还的那些食材可都是绝技宝贝，要是被懂行的人瞧见，
指定的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但龙血米不一样，虽说也稀罕，好在能用灵石从青兰州的药王谷买到。长期吃龙血米，不仅能延年益寿，还能在经脉里凝出龙力，让修士的力量蹭蹭往上涨。每年秋季，药王谷收割龙血米的时候，整个大陆的修士都眼巴巴盯着。一斤龙血米起码得10万灵石，100斤那可就是1000万灵石。要是搁黑市或者拍卖行，价格更是高的没法估量。杨欢正低头扒拉着灵米粥，琢磨着怎么把龙血米换成灵石。冷不丁，柳凝霜的玉手轻轻落在他背上，温柔地拍着，声音里满是关切：“师尊，您慢点，小心烫着。”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一块锦帕，动作轻柔，眼神专注，仔细地为杨欢擦去嘴角的水渍。这次他没像往常那样借机把胸前的丰满往他身上贴，反而神色平和，一举一动都规规矩矩的，就连眼神里惯有的那股魅意也被清澈纯净取代了。杨欢眼角余光不着痕迹地瞥了柳凝霜一眼，没阻止他。就从这个小举动里，杨欢敏锐捕捉到和昨日不一样的变化，少了几分刻意的魅惑劲儿，却多了几分真心实意。杨欢心里头莫名涌起一阵欣喜，难不成这丫头被自己成功策反了？可瞅瞅系统里柳凝霜的属性，又给这份期待泼了盆冷水。姓名柳凝霜，势力噬魂魔宫，年龄19，修为炼气6层，魅力值95，亲密度15，神秘数字0，其他玄阴圣体未激活。看来这丫头修炼天赋确实不错，想策反她还得费不少功夫。杨欢心里暗自感慨，接过柳凝霜递来的锦帕，送上门的美色，谁不想要谁傻子？杨欢自然也有心思，不过当下还不是时候，得先稳稳立住人设，让柳凝霜舔自己才是正途。行了行了，你也快吃吧，吃完赶紧修炼去。说到一半，杨欢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大胆的想法，他直起身子，目光在柳凝霜身上打量几圈，接着从怀中掏出一个储物袋，这儿有100斤龙血米，你这几日去一趟房市，找多宝阁的莫老三，就说老夫托他卖了。柳凝霜没伸手接储物袋，反倒瞪大了那双美眸，捂着小嘴，惊呼声从指缝间溢出：“龙血米！”杨欢早料到他会有这反应，不紧不慢地擦了擦嘴，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儿。老夫命不久矣，留着这些身外之物也没啥用，不如换成灵石，给咱这小院布置个聚灵阵。话还没说完，脑海中又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叮！柳凝霜亲密度+5。顿了几息，杨欢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慈祥的笑容，看向柳凝霜：“或许在修炼上，老夫教不了你太多，但绝不能让你的修炼条件比别人差。等你拿龙血米换了灵石回来，老夫就去请师尊，也就是你的师祖，为到玄风布下聚灵阵。”杨欢接下去说的话，柳凝霜像是没听进去，他的这个打算一下戳中了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柳凝霜只觉得自己就像漂泊在茫茫大海里的孤舟，此刻终于找到了温暖的避风港。顷刻间，他美眸泛红，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嘴唇微微颤抖，带着哭腔说道：“师尊之恩，凝霜没齿难忘，但这龙血米对师尊更有用，要不……”杨欢脸色一正，摆了摆手，打断他的话，严肃道：“老夫的寿元可不是这100斤龙血米能救回来的，区区100斤而已，你拿去卖了便是。”说到这，杨欢话锋一转，语气冷了几分：“昨日老夫瞧你还是炼气5层，怎么一夜之间就到6层了？是不是昨晚吃了提升修为的丹药？前一刻还在说龙血米的事儿，眨眼间就质问起修炼的事儿。”柳凝霜正沉浸在感动里，一下被问得慌了神，俏脸泛红，支支吾吾道：“凝霜见外门弟子修炼时，皆以丹药为辅。”啪一声，杨欢一掌拍在了桌上，吓得柳凝霜的衣具觉沉抖了3抖。杨欢喉结上下滚动2下，强压下心头异样，收回目光，故作威严道：“混账！丹药，含了一个药字，是药便有3分毒。我被修士争天命，逆天行，修的是道，练的是身，断的是骨。服用太多丹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女人修炼速度太惊人了，若是不阻止她服用丹药，搞不好还没完成策反，就被她咔嚓了。”杨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恨铁不成钢道：“炼气期是修士的根基，万丈高楼平地起，你若根基不稳，何谈将来正道？”尽管杨欢在玄天宗是出了名的废柴，可他这番话却让柳凝霜羞愧得无地自容。柳凝霜原本想着尽快提升修为，将杨欢当成跳板，好在玄天宗出人头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可他万万没想到，被自己当做跳板的老家伙竟然对自己这么好。原来师尊想要变卖龙血米，是为了我修炼时不再服用丹药。柳凝霜心里满是感动，眼眶里的泪水再也忍不住，簌簌落下。他站起身，接过杨欢递来的储物袋，朝他微微一扶：“师尊教诲，凝霜谨记在心。莫要哭哭啼啼的，叫外人看去，还以为老夫欺负你呢。”杨欢笑着打趣道，随即招呼柳凝霜坐下，再用些早膳。与此同时，远处的宗主峰上传来一道满是疑惑的声音：“这老小子啥时候攒了上100斤龙血米？启禀主人，剑灵不知。”顾离随手把几枚玉简丢在身前矮几上，玉手揉着发酸的眉间，轻启谈口：“100斤龙血米可不是小数目，欢欢就这么交给一个外门弟子，真不知道他咋想的。”
他说话的同时黛眉微蹙，青葱白玉般的手指不断在矮脊上来回敲击，满脸都是不解。这时顾离身前的光幕中传来了剑灵的声音：“主人，柳凝霜准备下山了，要解开禁制吗？”顾离紧盯着光幕里柳凝霜的身影，半晌没吭声，直到画面里柳凝霜被禁制拦在倒悬峰山脚。剑灵，跟着这丫头，她可以死，但龙血米绝不能有闪失。是，主人。光幕消散，五行归元剑化作一道流光，从倒悬峰山顶飞速冲下，眨眼间就悬在了柳凝霜腰间。本座乃五行归元剑灵，此去房事，山高路远，主人前本座护你左右。五行归元剑的出现，让柳凝霜惊得合不拢嘴。他一直以为挂在房梁上的这把精美长剑，只是杨欢用来装饰的，没想到竟是大名鼎鼎的仙剑五行归元剑。柳凝霜自小就梦想成为剑修，此刻轻轻抚摸着剑鞘，俏脸上满是满足神色。剑灵大人，您的主人是玄机仙子，也就是我的师祖顾离吗？面对他的询问，剑灵语气里满是不屑。小丫头，你与杨欢只不过空有师徒之名罢了，算不得主人的徒孙。修士收徒乃平生大事，没几个挚爱亲朋见证，这徒弟便不算正式收下了。所以剑灵说的这话倒也没错。柳凝霜并没有露出不悦的神色，反而追着剑灵问道：“一定是师尊担心我不安全，去求师祖，让剑灵大人来保护我的吧？”没等剑灵回答，他俏脸染上一抹红霞，一脸幸福模样。我就知道师尊最好了。叮，柳凝霜亲密度加5。听到系统的提示音，杨欢立刻在脑海中调出了柳凝霜的属性面板。这会儿柳凝霜的亲密度已经来到了25。统爷，我啥都没干呢，这怎么又提升了5点亲密度？你是不是出 bug 了呀？系统。杨欢见系统毫无回应，双手在胸前合十，口中念念有词，不断祷告着：天灵灵，地灵灵，这样的 bug 多来几次吧。系统，统爷，你说说看，这上100斤的龙血米到底会不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系统依然没有回应。杨欢顿了顿，不厌其烦的又追问道：要是那丫头真拿回来1000万的灵石，到时候能万倍返还吗？要是那丫头只图眼前的利益，拿了龙血米自己逍遥快活去，你说咱能追得回来不？话音刚落，屋外便响起了顾离的轻笑声：哥哥，你搁这操心着担心奈的，有用吗？杨欢被吓了一跳，浑身一凛，赶忙起身打开门扉，毕恭毕敬地拜了下去：拜见师尊。师尊怎么今个儿有空来到玄峰了？顾离白了他一眼，自顾自地坐到了桌旁的凳子上，没好气地说道：怎么，你这道玄峰为师来不得？千年以来，杨欢对顾离的脾气可谓了如指掌，若是他一本正经，或是语气带着严肃的意味，大概率是有正事要谈；若是像今天这般语气轻松，还带着些调侃，那便意味着他要搞事情了。杨欢趁着顾离还没发火，赶紧为他沏了一杯灵茶，陪着笑脸说道：徒儿这道玄峰，师尊自然是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说着，杨欢也给自己沏了一杯茶，不等顾离开口，便深深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就算师尊不来，徒儿也打算多往宗主峰跑跑，毕竟这世上除了微微，徒儿最放不下心的便是师尊了。没想到3年5载之后，便再也见不到师尊了，徒儿这心呐就疼得厉害。原本顾离是打算好好教训杨欢一顿的，上100斤的龙血米，想都不想就交给一个风评极差的女弟子，这要是真换回来灵石倒也罢了，可若是柳凝霜心怀歹意，届时天下之大，上哪去抓他？顾离刚才降临到玄峰时，听到了杨欢自言自语时的担忧，既然这老小子明知有风险却仍这么做，到底出于什么目的？难不成他真打算收柳凝霜为弟子？这么做是为了考验他的人品？不过此刻顾离心中就算有再多的疑问，也被杨欢的话堵了回去。看着眼前这个半只脚已经踏进棺材的徒弟，他心中颇为不忍。尽管杨欢在修仙上天赋平平，但他为余威，为宗门确实付出了不少。1000年来，为了刺激余威进步，杨欢舍身冒险，多次被噬魂魔宫绑架，险些丧命。而且他对修仙也有独到的见解，常常通过一些光怪陆离的故事，燃起师兄弟们的斗志。想到这儿，顾离微微甩了甩头，心中暗忖：算了，由他吧，反正剑灵已经跟了去，龙血米丢不了。顾离端起茶盏浅尝了一口，目光一直盯着杨欢，没有接他的话，而是另起了一个话题：你真打算收柳凝霜那丫头做徒弟？笑容在苍老的脸上瞬间僵硬，杨欢眼中闪过一丝不悦。原来昨日留下五行归元剑，名义上是为了保护自己，实则是为了监视自己。MMP。 杨欢抬眸瞄了一眼3000多岁仍风韵犹存的顾离，心中暗道：等老夫再修炼个180年，太上无极混元圣体积活度够高的时候，看我冲不冲你就完了。顾离看似无意的眼神早已看穿了杨欢，他对自己这徒弟的人品十分清楚。他又嘬了一小口茶水，笑眯眯地问道：怎么，为师关心关心你都不行了？既然实力不如人，杨欢选择了坦诚相待。他悠悠地回应道：怎么会，徒儿感激还来不及。徒儿寻思着先拿龙血米试探试探那丫头，若是那丫头靠谱，徒儿再来与师尊说。接着杨欢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唯独将柳凝霜是无间道的身份隐瞒了下来，毕竟他的存在意味着无数的返还奖励，杨欢可不想失去一个那么优秀的工具人。按你这意思，
你是想感谢那丫头，才收她为徒的？杨欢面带笑容，点了点头。你确定不是被她的美色所迷？你确定不会被她利用？你确定她能给你养老送终？顾离的一连三问瞬间让杨欢的脸色黑了下来。都做了1000年舔狗了，难道自己就不能有点自主权吗？况且自己准备培养和策反的是噬魂魔宫派来的无间道，若是成功，将来必定会妙用无穷。不过杨欢转而一想，既然师尊这样问，他的出发点也全都是为了他好，心中的不悦顿时消散了大半。放眼天下，除了微微，哪还有人能美得过师尊？明着拍了一句马屁。杨欢见顾离嘴角开始向上勾起，又连忙补充道：尽管徒儿不善修炼，但不是还有师尊您吗？回头那丫头若是通过了考验，您教她修炼，徒儿教她做人。哐当一声，顾离重重地将茶盏放到了桌上，俏脸升起几许怒容，语气不善道：你意思是说为师做人很差个？杨欢真恨不得扇自己几个大逼兜，话说快了，有点说飘了。哪有的是，宁霜那丫头生得漂亮，又乖巧懂事，尽管风评不好，倘若调教得当。说着说着，杨欢再次带偏了话题，画了一张更大的饼。这一次顾离没有打断他，反而认真地听了下去，直到杨欢闭上嘴，他才提出心中的疑惑：那丫头天赋稀疏平常，究竟有什么值得培养的？杨欢知道，若是不放点狠料出来，自己的计划将会很难实现。他深吸了一口气，眼神一凛，缓缓说道：2000多年前，青兰州的柳家惨遭噬魂魔宫毒手，据说魔宫是为了得到柳家的玄阴体。什么？顾离美眸瞪大，惊呼出声，一个大胆的猜想瞬间在他脑海中成型。你是说，那丫头是传说中的？论修炼，杨欢不及任何人，但论情报分析，他却胜过任何人。玄天宗能后来居上，成为玄魔大陆6大势力之一，离不开杨欢对情报、对时局的分析。杨欢见自己的抛出的猛料已经取得了效果，满是褶皱的老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师尊，徒儿若是猜的没错，您的五行归元剑这会儿应该在那丫头身上吧？咱们不如多等几日，看看再说。看看就看看。顾离说罢，玉手轻挥，两人的身前立即浮现了一道光幕。杨欢口中提及的方式，坐落于苍月城内，作为距离玄天宗最近的城池，这里商机蓬勃。它更是多宝阁在苍兰州最为关键的分布，毕竟6大势力之一的玄天宗近在咫尺，各方资源汇聚，可谓商机无限。进了苍月城，柳凝霜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多宝阁，而是悠哉地漫步在繁华大街上。杨欢与顾离原本猜测，他或许会趁着这闲暇，购置些胭脂水粉、绫罗绸缎，好好装扮一番。可谁能想到，柳凝霜竟转身走进了一家成衣铺子。掌柜的，我要挑件衣裳，身高大致这样，身材偏瘦，为我推荐呗。甜美的嗓音宛如黄莺出谷，瞬间吸引了掌柜的注意。掌柜抬起头，只一眼便被柳凝霜那倾国倾城的美貌勾住了魂。待瞧见她腰间悬着的玄天宗玉牌，掌柜立刻堆满了极为职业的笑容，恭敬问道：仙子，您是想买成衣，还是挑选布料呢？猜得没错的话，这是要给男子购置吧？柳凝霜嘴角上扬，露出一抹迷人微笑，轻点真手，柔声回应：没错，我师尊偏爱青色、墨色，您帮忙看看有啥合适的。说话间，他的目光被掌柜身后一件白衣吸引，美眸瞬间绽放出璀璨光芒。金丝白云缎，仙子好眼力。掌柜见柳凝霜一语便道出了他家镇店之宝的材质，立即让出了位置，好让他慢慢欣赏。放眼整个苍月城，也只有本店有金丝白云缎，若是仙子准备孝敬师尊，此衣乃不二之选。柳凝霜端详了许久，眼神中渐渐流露出一丝惋惜，轻叹了口气：老先生真是太看得起小女了，这金丝白云缎我可买不起。掌柜见他这么说，脸上毫不掩饰地闪过一丝遗憾，然后取了几件青色、墨色的成衣放在了柜台上。金丝白云缎固然是好，但是日常穿着还是这几件锦缎来的舒服。柳凝霜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拿起衣服，隔空在身前比划了几下，瞧着尺寸差不多，便爽快付了钱，将衣服收入囊中。与此同时，到旋风上的小屋内，响起顾离那带着几分揶揄的笑声：看来这丫头不用你教，也比你会做人多了。呵呵，为师做了1000年的师尊，也没见哪个徒弟给我买件衣裳。哎，顾离边叹着气边将双臂环抱在胸前，这不经意的动作更衬得他那惊天动地的曼妙身姿。杨欢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赶忙端起茶盏，轻抿了一小口灵茶，转而将目光重新落到光幕上。这会儿，柳凝霜已经逛了好几家店铺，除了为杨欢购置了不少衣物和日常用品，他还精心挑选了一些柴米油盐。这时，悬在柳凝霜腰间的五行归元剑闪烁起一道晦暗的光芒，剑灵那略带不满的声音随即传入他耳中：小丫头，杨欢派你来是让你出售龙血米的，你正事不干，偏买这些凡人用的东西做甚？柳凝霜没有回答他，只是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容，反问道：剑灵大人，你知道被人关心是一种什么感觉吗？等了片刻，见剑灵没再吭声，他便也没放在心上，又购置了一些物品后，转身朝着城西走去。城西的方式分为外室与内室，内室的最深处便是多宝阁的所在地，在内外室的门廊处，柳凝霜出示了玄天宗的弟子腰牌，顺利进入内室。与外室相比，
内饰尽显高端大气，格调瞬间提升了好几个档次。街道两旁的摊位上满是待价而沽的灵草、丹药、灵气，甚至在个别摊位上还摆放着极为罕见的灵宝。柳凝霜初次来到这般地方，心中难免有些紧张，毕竟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他都无法看穿其修为深浅。不知不觉间，他紧紧握住了五行归元剑的剑柄，另一只手则牢牢捂在衣襟内的储物袋上，仿佛这样便能获得一丝安全感。小丫头，放松点，这里是多宝阁的地头，没人敢在这里闹事，除非……这时，剑灵那带着些许调侃的语气再度传来。除非什么？柳凝霜轻声问道。剑灵嗤笑一声，除非他们嫌自己命太长了。即便听了剑灵这番话，柳凝霜依旧保持着高度警惕，一步一步朝着多宝阁的方向走去，直到送上拜帖，被侍女引进了多宝阁，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没过多久，一位身着锦袍，模样看上去40多岁的男子，带着爽朗笑声走进了柳凝霜所在的休息室。男子第一眼见到柳凝霜时，双眼猛地迸射出一道金光。好美的女子，眉如远山寒带，眼似秋水银波，肌肤7霜赛雪，一袭素白长裙，腰间束以金丝粉带，更衬得她清丽脱俗，宛如仙子下凡。男子上下打量了柳凝霜一番后，收敛了眼中的惊艳之色，换上一副客气的语气问道：“仙子是玄天宗杨欢长老的徒弟？”柳凝霜面带微笑，从椅子上起身，轻声回应：“小女子柳凝霜，奉师尊之命前来拜会贵阁莫前辈。”男子见他应了下来，笑着摆了摆手，说：“仙子不必多礼，坐吧。在下莫不三，是多宝阁苍兰分阁掌柜。”待侍女送上香茗，两人寒暄过后，柳凝霜小心翼翼地递上了杨欢给他的储物袋。“莫前辈，这里是百金龙血米，师尊命我带来贵阁换些灵石。”莫不三接过储物袋，灵石扫过后，并没有收下，反而表示了疑惑。据我所知，杨长老并不缺灵石，他怎么会？说到这，莫不三深深地看了柳凝霜一眼，发现他只有炼气6层时，心中顿时明白了一切。行，有生意不做，那多宝阁就不叫多宝阁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将储物袋往身边挪了挪，继续道：“再有1月有余，便到了药王谷开售龙血米的日子了，大家都在等新米开售。这个时候拿龙血米来卖，这价格吗？”出发前，杨欢就交代过，多宝阁的莫不三是个非常精于算计的人，龙血米入了他的眼，少不了一番讨价还价，所以不管他怎么说，咬死一个价，绝不能松口。然而，柳凝霜似乎有着自己的打算，他并不打算完全听从杨欢的嘱咐。只见他瞬间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语速飞快地说道：“莫前辈，龙血米向来都是一价难求的灵米，药王谷每年的那些份额，基本都被6大势力和其他几个次一等的势力瓜分殆尽了，能流到市面上的少之又少，怎么会卖不上好价钱呢？”柳凝霜这番言辞犀利的话语，让莫不三不禁刮目相看。他着实没想到，一个看似柔弱的小丫头，竟然如此能言善辩。不过，杨欢既然选择用龙血米来换灵石，想必是打算布置高阶的聚灵阵，也只有高阶聚灵阵才会需要如此大量的灵石。这么看来，他可是有求于多宝阁，那这一价的空间必定相当大。想到这，莫不三露出了一个老奸巨猾的笑容，说：“来，仙子先喝口灵茶，我们慢慢说。”接下来，莫不三从药王谷最初种植龙血米的渊源讲起，一路谈到当下的天下局势，滔滔不绝。关于灵石的事，他一个字都未提，但每一句话又让柳凝霜觉得龙血米好像真不值什么钱的样子。当柳凝霜蹙起黛眉，眼神中流露出复杂的神情时，光目前的顾离又开了口：“嚯，看来这丫头被莫老三那家伙忽悠住了。”说着，他转头看向杨欢，脸上带着几分幸灾乐祸的神情，调侃道：“哎呦呦，这百金龙血米看来卖不上好价钱了。”杨欢依旧悠然品着茶盏中的灵茶，表情淡定自若。反正这龙血米是白嫖的，卖不上价就卖不上价，反正还能靠柳凝霜返还，慌个坤巴。不过师尊今天有些不对劲，他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难道是因为自己得了好东西，却没孝敬他，惹他生气了？念及此，杨欢偷偷瞄了顾里一眼，却不料正好撞到他的眼神。我操，完了！你看我作甚？顾里柳眉微挑，杏目圆睁，那嗔怪的语气，恰似春日里带着暖意的微风，轻柔却又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味道。难道是为师说的不对？杨欢忙不迭地将口中还未咽下的灵茶囫囵吞下，脸上瞬间堆起讨好的笑容，打着哈哈道：“对，师尊说的全对。凝霜这丫头出涉江湖，阅历尚浅，哪能是莫老三那老狐狸的对手？”见他这般服软，顾里满意的微微颔首，葱白般的玉指隔空轻点杨欢，问道：“说吧，这些龙血米哪来的？还有，你要那么多灵石做什么？”杨欢微微沉思，转瞬便拿定主意，决定将自己拥有系统的秘密深埋心底。与其引出一堆麻烦的疑问，倒不如把这一切都推到余威身上。反正自己这些年积攒的身家，大多都是从余威那儿薅来的。这般想着，杨欢轻轻放下茶盏，目光悠悠望向宗门秘境的方向，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前些年微微心疼徒儿，一心想着能让我多活几年，便想尽办法弄来了一些龙血米。可惜事到如今，这些龙血米早就不起作用了。”说话间，他颤巍巍地抬起手，
佯装擦拭眼角并不存在的泪痕，接着道：“徒儿想着，若是能将宁霜培养成才，将来他必定会成为您和微微的一大助力。”杨欢这一开口，便如潺潺溪流，絮絮叨叨地说了足足1炷香的时间。这一次，顾离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摆出高冷的姿态，而是神色专注，听得极为认真。近来，玄天宗与噬魂魔宫之间的摩擦愈发频繁，宗门弟子的伤亡也日益增多。若年轻一代弟子中能涌现出几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或许便能狠狠打压魔宫那嚣张的气焰。毕竟宗门大战尚未正式打响，当下这些小摩擦全靠冲在最前头的年轻弟子们硬扛着。倘若柳凝霜当真如杨欢所言，是传说中的玄阴体，且与青兰州的柳家有所关联，那么若干年后，玄天宗便能打着为柳家报仇的旗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光明正大的向噬魂魔宫宣战。念及此，顾里柳眉舒展，嘴角挂上了一抹欣慰的笑容，说道：“行了行了，我看你啊，就是铁了心要收这个漂亮丫头做徒弟。”说着，他朝着茶水见底的茶盏扬了扬下巴，趁着杨欢起身倒水的间隙，调侃道：“咱可说好了呀，你收徒弟可以，可不许有什么歪心思。”话落，顾里脸色陡然一肃，正色道：“不然，为师可就要替余薇那丫头好好收拾你了。”师尊呐，徒儿都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哪还能有别的心思？杨欢一边说着，一边拎着茶壶，也给自己的茶盏倒满了水，语气平淡，却又透着几分真挚。徒儿只想临死前为师尊、为宗门再做点什么。这一次，顾离没了刚才的耐心，摆了摆手，打断了杨欢的长篇大论。行了，少说些虚头巴脑的，还是先看看这丫头接下来要怎么做吧。杨欢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一个无奈的笑容，然后将目光投向两人身前的光幕上。此时，苍月城的多宝阁中，莫不三还在继续着东拉西扯，反观柳凝霜却是依旧锁着眉头。片刻之后，莫不三自觉时机已然成熟，他伸出手指点了点桌上存放着100斤龙血米的储物袋，脸上挂着精明的笑容，说道：“多宝阁自从进驻苍兰州，便承蒙玄天宗诸多照顾，咱们不仅是携手共进、共同进退的盟友，更是患难与共、亲如一家的亲朋。老夫做主。”莫不三故意停顿了一下，透着精明的眼神落在了柳凝霜的俏脸上。他试图从她的表情来判断该如何开一个合适的价格。然而，就在他停顿的间隙，柳凝霜率先开了口：“多宝阁不愧是大陆第一商会，格局之大，叹为观止。”我不。柳凝霜端起茶盏，打断了才想开口说话的莫不三。凝霜以茶代酒，敬莫前辈一杯，多谢前辈成全。他这一番操作不仅把莫不三整得晕头转向，就连光幕前的杨欢与顾离也都露出了震惊之色。好厉害的丫头！莫不三此刻恨不得狠狠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都怪自己刚才东拉西扯了半天，铺垫的倒是不少，可偏偏就是闭口不谈灵石的事儿。现在倒好，这丫头抓着一个点就开始扣帽子，自己要是不接她这茬，多宝阁便显得没格局；可要是接了，那这龙血米的价格可就得由她来定了。想到这，莫不三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开口解释，乃成想柳凝霜抢在他之前，语速极快，如飞剑般将话说了出来：“莫前辈，刚才来多宝阁的路上，小女子在房市看到卖龙血米的摊位，挂着16000灵石1两的牌子，这一斤就得16万灵石呢，着实有点贵。咱都是盟友亲朋的，就15万一斤如何？您看如何？”柳凝霜一边说着，一边还将莫不三之前说的那些话巧妙的全都还了回去，气得莫老三心中狂呼 MMP。15万灵石的价格几乎锁死了龙血米的利润，若是收下这批灵米，短时间内又无法全部脱手，那这一单生意可就要亏损惨重了。可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亲朋好友托自己收点龙血米，要是不收，自己可就成了不仁不义之辈，进退两难。莫老三眉头拧成了一团，绞尽脑汁思索着该如何把价格压下去。就在这时，柳凝霜缓缓起身，那如幽兰般的香气随之飘散开来。她连步轻移走到莫不三面前，微微俯身，语气中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崇拜，说道：“师尊提到多宝阁，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莫前辈。他说莫前辈是为仁义，豪爽，眼光更是独到，命小女子一定要在价格上表示诚意，别人卖多少，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比别人低一些，这样叫做合作共赢。”对此，莫老三只得在心中悠悠地叹了一口气，脸上勉强挤出一个尴尬至极的笑容。话都被你说完了，我还能说啥？行吧，你说怎么卖，我就怎么收吧。哎，多宝阁身为大陆第一商会，既然做的是一买一卖的营生，名声与信誉便是重中之重。若是今日不以15万灵石一斤的价格收了这批龙血米，这丫头出了多宝阁的门，在房市那么一吆喝，那么自己这座分阁就算完了。念及此，莫不三深深地看了一眼身前的柳凝霜，心中陡然涌起一股杀意。然而在此地杀人动静太大，莫不三思前想后，最终将桌上的储物袋收入了怀中。仙子说的在理，合作才能共赢。说着，他递给了柳凝霜一个沉甸甸的储物袋，继续说道：“这里是1500万灵石，还请仙子收好。”柳凝霜嘴角含笑，接过储物袋，仔细清点一番后，稳稳收入怀中。而后，他向莫不三行了一礼，说道：“
多谢莫前辈，灵石数量庞大，还请莫前辈见谅。小女子需立刻返回宗门。这会儿，莫老三心里别提多憋屈了，比吃了苍蝇还难受，早就不想再跟柳凝霜多说一个字。他起身回了一礼，冷冷道：“仙子请便。”待柳凝霜离开后，莫老三冷着一张脸又坐了回去。一番沉思过后，冷冽如寒风般的声音从他口中传出：“隐卫，去把刚才那女子的灵石夺回来，若是她敢反抗，杀了便是。”是，掌柜的。揣着千万灵石，本应该火速返回玄天宗的柳凝霜，却像是全然忘了这回事。他竟然在房室内逛了起来，一双美眸环顾四周，似是担心着什么。此时，悬在他腰间的五行归元剑悄然亮起一道隐晦光芒，紧接着，道旋风上的光幕里传出剑灵的声音：“启禀主人，几个贼人盯上了柳凝霜，对方有几人？修为如何？”顾离清抿着茶，神色漫不经心，悠悠反问道：“3人，为首的是元婴期，余下2人皆为结丹。”剑灵的汇报让杨欢心里咯噔一下，涌起一阵担忧。他望向光幕中正若无其事摆弄灵草的柳凝霜，而后又将目光挪到顾离身上。顾离察觉到他的眼神，白了他一眼，随后面朝光幕淡淡的开口：“玄天宗的灵石不是谁都能抢的。”剑灵明白。剑灵声音刚落，杨欢便感受到顾离那如炬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你是担心这丫头，还是担心这1500万的灵石？”对杨花而言，柳凝霜的价值可比灵石重要太多了。短短2天时间，从他身上薅来的不仅仅只有龙血米，还有更为珍贵的吞天怒罗、龙渊灵蛟和梧桐火凤肉。尽管目前他的身份是个无间道，但是少了他这样的工具人，绝对是巨大的损失。遥想当年，徒儿被噬魂魔宫捉走时，师尊带着微微杀至魔渊炼狱。徒儿还记得师尊当年说过，一个活着的人远比灵石更具价值。杨欢的话让顾离顿时语塞，他蹙起柳眉，暗啐了一口：“你与柳凝霜有可比性吗？余威的执念是你，只要你活着，他便是宗门的天骄，是宗门未来的希望。为了你，余威会在修仙路上不断创造奇迹。可柳凝霜又有什么价值？他是不是传说中的玄阴体，还有待确认。退1万步说，就算他是玄阴体，一个尚未成长起来的玄阴体，对宗门的弊远大于利。虽然玄天宗不惧其他任何一个势力，但是玄阴体的消息一旦走漏，势必会惹上无穷无尽的麻烦。”想到这儿，顾离眼神一凝，为了安抚杨欢，他佯装叹了口气，语气放柔说道：“他才炼气期，对上元婴与结丹，没有生还的可能，除非他天赋异禀，能够驱使五行归元剑，不然。”顾离的话中之意，基本判了柳凝霜的死刑。杨欢缓缓闭上双眼，那张饱经沧桑、满是褶皱的脸上浮现出几丝遗憾。既然师尊能说出这样的话，就代表他已经放弃了柳凝霜。五行归元剑乃玄天宗正宗仙器，非大成期以上修士不可操控。就算是顾离这样的渡劫期强者，也没法完全发挥出仙剑的全部威力。柳凝霜只有炼气期的修为，估计连仙剑出窍都做不到。看来他此行凶多吉少了。不过苍月城属于玄天宗的地界，谁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谋害玄天宗的修士？想到这，杨欢睁开了浑浊的双目，眼中闪过一道厉色。剑灵，此3人是噬魂魔宫的，本座未曾察觉他们身上有讨厌的默契。杨欢一手托肘，另一只手不断摩挲着下巴。不是噬魂魔宫的人，那会是哪一方势力的人？多宝阁一向声誉良好，从来没见他们做过杀人越货的勾当。难道这3人是见色起意？唉，失算了，早知如此，就不应该让他去。望着光幕中还在逛着房事的柳凝霜，杨欢满是褶皱的脸上露出了焦急的神色。千年以来，顾离还是头一回见杨欢对一个女人如此上心，心里不禁泛起一丝疑惑。他紧盯着杨欢的脸庞，仔仔细细观察了好几息，除了看出他有些沮丧，并未察觉到其他异样情绪。看来自己这徒儿对柳凝霜没有男女之情，他是真的想要为宗门培养人才。念及此，顾离掐出一道硬诀，打入光幕之中，随后轻轻拍了拍杨欢的肩膀，轻声宽慰道：“为师姐开了封印在五行归元剑中的一道剑气，关键时刻可保那丫头一命。”杨欢闻言，双目陡然一凝，立刻起身，恭恭敬敬地朝着顾离行了一礼：“多谢师尊。”五行归元剑中温养着3道威力各异的剑气，顾离解封的这道是可以凭人力补充的剑气。几百年前，杨欢被噬魂魔宫绑架时，曾见过顾离施展这道剑气，一剑之威，宛若神罚临世，无可匹敌。大成期修士处之极王，就连渡劫期修士也要暂避锋芒。有此道剑气在，柳凝霜稳了。当2人的目光重新落到光幕上时，发现柳凝霜正在和一位摊主交涉着。大哥，这可是我们玄天宗丹峰炼制的聚气丹，一颗可抵寻常3克，若是关键时刻使用，那可是能救命的。与命相比，1000灵石一颗，您觉得贵吗？本就被柳凝霜那倾国倾城的姿色迷得七荤八素的摊主，此刻只想多和他说会话，哪里还在乎聚气丹值多少灵石？不贵，不贵，这个价格很公道。你有多少？大哥，我全都收了。见摊主豪气万丈，完全不把灵石当灵石的模样，柳凝霜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容。大哥，您不但修为高深，更是识货之人。说着，他取出2个小瓷瓶放在了摊主手中，甜甜的说道：“这里是20颗聚气丹，2万灵石，谢谢大哥。”
大哥人真好。摊主在一声声大哥的攻势下，彻底迷失了自我，稀里糊涂地收下了聚气单，老脸笑得宛如盛放的菊花。妹子，既然你大哥也叫了，不如咱们交换一下传讯玉璧。大哥，对不起，我还没有传讯玉璧。柳凝霜婉言拒绝了摊主加好友的请求，随即俏脸上露出了遗憾的表情，继续说道：师尊会经常让我来房市采买的，有缘我们一定会再见，下次一定。就这样，柳凝霜把从杨欢那儿还有之前在外门坑来的丹药全都在房市卖了个精光，兜里一下子多了10几万灵石。与此同时，到玄风的小屋里，杨欢和顾离看到他这一系列操作，两人对视一眼，眼中都满是疑惑。师尊，你说他要那么多灵石做什么？顾离摇摇头回应道：为师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但是为师比较好奇，那么多的丹药他是从哪得来的？杨欢撇撇嘴，心中暗道：他在外门混了那么久，风评又那么差，坑点丹药不是正常操作吗？小插曲过后，柳凝霜已经出了房市，朝着来时的那家成衣店行去。掌柜见柳凝霜一个时辰不到又折返了回来，立即挂上了笑脸迎了上去。仙子去而复返，小店真是蓬荜生辉呢。兜里揣着海量的灵石，柳凝霜说话的底气都足了许多。他指了指掌柜身后的金丝白云缎，笑道：掌柜的，这件衣服作价几何？掌柜的伸出一根手指，笑着回应道：此衣作价10万灵石。他见柳凝霜没有被价格吓跑，眼珠一转，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此衣由幻梦城的大师经9981道工序，耗费3年光阴精心制作而成。哐当，柳凝霜直接将一个储物袋扔在柜台上。掌柜的，包起来，我买来孝敬师尊的，您可得帮我包得精致些。这丫头倒还挺有孝心的。顾离目光紧盯着光幕，看着柳凝霜美滋滋地从成衣店走出来，冷不丁地冒出这么一句。杨欢下意识地朝顾离瞄了一眼，却惊觉他那双明亮的眸子里闪烁着一抹别样的色彩。刹那间，他的表情僵在了脸上。尼玛，怎么拐着弯骂人呢？你直接说老夫没孝心不就得了？要不要老夫全掏出来给你？你看上哪个尽管拿便是，皱一下眉头算老夫输。噗嗤！顾离瞧见杨欢吃瘪的模样，忍不住捂着嘴轻笑出声，随即强忍着笑意说道：行了，都一把年纪了，为师说你2句还闹脾气呢。杨欢一听，白眉瞬间挑起，心里那叫一个不乐意，骂1句还不够，你怎么还来劲了呢？什么叫一把年纪？老夫才1000岁出，点头好不好？论年纪，你比老夫大了不知道多少岁了。提到年纪，师徒一场，杨欢竟然还不知道自己的师尊到底几岁了。他赶忙别过头，摆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模样，随即在脑海中与系统取得了联系。统爷，打开属性面板，老夫倒要看看他到底几岁了。姓名顾离，势力玄天宗，年龄3721，修为渡劫3层，魅力值93，亲密度95，神秘数字0，其他5行灵体。顾离接近4000岁的年龄还是比较符合杨欢的预期，但是高达95的亲密度却让杨欢心中产生了无数的问号。师尊不是一向待我不冷不热的吗？怎么会有那么高的亲密度？按道理，亲密度越高，不是应该表现得更为亲密吗？统爷，你是不是又出 bug 了？系统。尽管杨欢满心都是亟待解答的问题，但系统显然没有要回应他的意思。再往下看，顾离的属性面板里写着生日的那一栏，正好是今天。杨欢瞬间恍然大悟，怪不得师尊今天阴阳怪气的，说话酸溜溜的，而且还见不得柳凝霜待他好，原来是他嫉妒了，准确的说是他吃醋了。杨欢怎么也没想到，都快4000岁的女人了，脾气竟还像个小女孩似的，这般任性，真是拿他没办法。想到这，杨欢苍老的手掌上缓缓闪烁起淡淡的光芒，紧接着手掌猛地向下一翻，轻轻从桌面拂过，眨眼间5个精致的玉盒从系统空间被挪到了桌上。顾离眼神中带着一丝狐疑，打量着桌上的玉盒，忍不住开口问道：欢欢，你是打算在为师面前炫富？他说着，玉指成钩，敲了敲离他最近的一个玉盒，继续说道：不就是落霞州的天津玉吗？这几块玉石看着也就是个头大些，做工嘛看着也普普通通。随着顾离的这番吐槽，杨欢的额头上仿佛瞬间拉下了3条黑线，脸都黑了不少。他懒得再费口舌解释，直接双指并拢，凝聚起一股精纯灵气，轻巧地开启了其中一个玉盒。顿时，一声清脆悦耳的凤鸣声从盒中骤然传出，紧接着整个小屋仿佛被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所笼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古老、神圣且令人敬畏的气息。在玉盒开启的瞬间，一道耀眼的金光从盒中冲天而起，将整个房间照亮。金光之中，一只凤凰的虚影缓缓浮现，她身姿优雅，仿佛9天仙子翩翩起舞，羽毛如同一簇簇燃烧的火焰，散发着炽热而璀璨的光芒。在凤凰虚影的周围，一棵梧桐树的虚影也随之显现，树干粗壮而坚实，树皮呈现出岁月的痕迹，仿佛见证了无数的春秋更迭。梧桐火凤。顾离美眸瞬间瞪大，俏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他下意识地紧紧捂住红唇，发出了一声充满惊叹的呼声。异象持续了几息，便消散在空气中，随之显露出玉盒中的梧桐火凤肉。杨欢端起玉盒，
将它置于顾离的手中，语气恭敬道：“祝普天之下最美的师尊生辰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突如其来的祝福让顾离一时有些不知所措，愣了好几息后，一股幸福的暖流如同涓涓细流从他心底缓缓滋生。仔细算来，距离上一次有人为他庆祝生辰，起码已经相隔了2000多年。在这漫长的2000多年里，每年的今日，他几乎都是独自一人度过，没有祝福，没有问候，更没有如此珍贵的礼物。顾离几乎都快忘记了今天是自己的生辰，也难怪他看到柳凝霜对杨欢关怀备至时，心中会涌起一股莫名的酸楚。此时此刻，他的美眸中闪烁起晶莹的泪花。为了不让杨欢瞧见自己这般脆弱丢人的一面，顾离紧紧抱着玉盒，迅速别过头，偷偷抹去眼角的泪花。然而当他回眸的瞬间，那微微泛红的眼眶还是没能逃过杨欢的眼睛。作为资深舔狗，这个时候杨欢自然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给了顾离一个灿烂的笑容，随即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开了桌上的玉盒。当所有的异象全部消失后，他轻声为顾离介绍起来：“师尊待老夫，待徒儿恩情似海，徒儿无以为报。这5件灵物是徒儿的一点心意，还望师尊笑纳。徒儿一直想挑个吉日孝敬师尊，思来想去，徒儿觉得还是今日最为合适。”惊喜、感动、幸福差点淹没了顾离的心房。他伸出手打断了杨欢，哽咽道：“为师，真不知道说什么好。”看着桌上这些几乎绝迹于世间的稀世珍宝，顾离只觉心跳陡然加速，俏脸瞬间爬上了朵朵红霞，宛如春日里盛开的娇艳桃花。谢谢，徒儿孝敬师尊是应该的。杨欢老脸上洋溢着笑容，嘴上说着谦逊腼腆的话语，心中却满心期待着系统的提示音。毕竟送了这么贵重的礼物，而且师尊都被自己感动得语无伦次了，怎么这也该长点亲密度了吧？然而系统像出了 bug 一般，等了半天也不他吱一声。无奈之下，杨欢心中叹了一口气，只得再接再厉。徒儿天资愚钝，不能像微微那般与师尊并肩仙路。不过徒儿知道，师尊乃5行灵体，若是享用了这5件灵物，修为势必会有所突破。梧桐火凤属火，吞天怒罗属土，龙渊灵蛟属水。注视着杨欢这张写满岁月的脸庞，顾离的思绪飘到了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杨欢还年轻，长着一张英俊秀气的面庞，五官精致分明，宛如精雕细琢的艺术品。身材挺拔修长，肩宽腰窄，线条流畅而充满力量感，仿佛是上天精心雕琢的杰作。尽管他资质平庸，是最不起眼的伪灵根，但他的模样却恰恰长在了他的心坎上。无数个魂牵梦绕的夜晚，思绪到此，顾离深吸了一口气，轻轻甩了甩头，将杂念从脑海中甩去。顾离啊顾离，你在想什么？他是你的徒弟，更是余威的道侣，怎能有如此龌龊的想法？况且他命不久矣。顾离在心中暗自自责的同时，眼神不经意间又瞟向了杨欢，随即再度露出震惊的神色。昨日见你还是炼气3层，今日怎就4层了？杨欢闻言，刚想编造一个理由企图蒙混过关，却不料光幕中传来了柳凝霜的惊呼声：“你们是谁？你们是谁？结，这么快就把咱哥俩忘了？”剑灵口中的贼子终于出现了2人，而另外1人则是躲在远处，紧紧盯着这边。苍月城禁止杀戮，犯禁者人人得而诛之，但要是出了城，就没了这样的束缚。柳凝霜原本打算出了苍月城立即返回宗门，岂料这才跨出城门没几步，便被拦了下来。此刻见到2个结丹期修士堵着只有炼气7的柳凝霜，路过的人们脸上无一不是露出了惋惜之色。那小姑娘真可怜，竟然遇上了霍家兄弟。谁说不是呢？这霍家兄弟是出了名的好色之徒，只怪那姑娘生得太美。看来今晚城北的乱葬岗又要多一具尸体了。忽然一道声音盖过了吃瓜群众的议论声：“你们快看那姑娘的腰牌，她是玄天宗的弟子。”哗！随着这道声音，城门口的众人皆是发出了惊呼声。在苍蓝地界，玄天宗是当之无愧的霸主，即便门下弟子无端作恶，杀人放火，也没人胆敢动其分毫。霍家兄弟竟然敢光天化日之下调戏玄天宗弟子，简直是胆大包天。老大霍景良与老二霍景晨互视一眼，2人皆是从对方的眼神中发现了一丝退意。然而他们已经收了隐卫的灵石，若是不能将美女身上的储物袋抢回来，那么他们兄弟俩便是死路一条。但是谁又能料到，眼前这个美得宛若天仙的女子竟然会是玄天宗的弟子，得罪了玄天宗，等同于判了死刑。此刻兄弟俩心中燃起了熊熊怒火，恨不得将多宝阁的隐卫剁碎喂狗。虽然兄弟俩萌生了退意，但是过去那断刀口舔血的日子还是激起了他们的血性。俗话说得好，富贵险中求，既然进退都是死，不如搏一把。论实力，对方只有区炼气7，兄弟俩的修为高了柳凝霜2个大境界，若是打起来，完全可以碾压他。论智谋，兄弟俩凭借多年欺善怕恶的经验，有无数种手段可以将他搓扁捏圆。眼前的美女太过年轻，显然没有江湖经验，他又能翻起什么风浪？兄弟俩的眼神中渐渐露出了坚定的神色，他们互相点了点头，丑陋的脸庞上随即露出了狰狞的笑容，就连注视着柳凝霜的眼神中也流露出浓浓的贪婪和淫欲。见他们狞笑着向自己步步紧逼，
柳凝霜的俏脸上浮现了害怕的神色。然而，从小就接受了是魂魔宫那惨无人道的训练，她又岂会是寻常女子？尽管柳凝霜修为不如霍家兄弟，但她怎会真就怕了他们？区结丹期而已。柳凝霜的玉手攀上了五行归元剑的剑柄，美眸紧盯着眼前的霍家兄弟，以防他们抱起伤人。苍月城禁止杀戮，只要进了城，他二人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不敢贸然出手。况且我手中还有五行归元剑。他心中这样想着，随即挪动脚步，同时与他们保持安全的距离，慢慢绕着圈子向城门靠去。大胆狂徒！我家师祖乃是玄天宗玄机仙子，顾离，你们这是在自寻死路！柳凝霜娇喝着，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霍老二见柳凝霜想要返回苍月城，一个箭步拦在了他的身后，随即怪笑道：“贱人，胆大妄为的是你，竟然敢冒充玄天宗弟子！”当柳凝霜回头之际，霍老大又大声吆喝起来：“呸！你个不要脸的贱女人，快把骗老子的灵石还回来！”在霍家兄弟默契的配合下，他们成功将柳凝霜堵在了城门前。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顿时陷入了两难之境。就算搬出了玄机仙子顾离，也未能将霍家兄弟震慑住。柳凝霜心中一紧，握在剑柄的玉手向上提起，露出了一截明光澄亮的剑刃。然而，更多的剑刃仍旧藏在了剑鞘之中，未能被他拔出。情急之下，柳凝霜紧蹙着黛眉，心中默念：“剑灵大人，弟子只能靠你了，求求你救救弟子。”另一边，霍家兄弟的舆论造势相当成功。这会儿，人们看向柳凝霜的眼神也有了变化。那么漂亮的姑娘佳佳，竟然是骗子！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妈常说，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她胆子也真够大的，骗谁不好，偏偏要骗霍老大。霍景良见形势大好，狞笑着又往柳凝霜的方向走近了几步。贱人，除无待留下，老子今天就放你一马！远处的霍景琛牛眼转动，立即明白了自家大哥的意思，跟着喊道：“姐，你要是真缺灵石，好好陪咱哥俩几天，靠身体赚灵石不丢人。”呸！你们欺人太甚！沉默许久的柳凝霜羞愤无比，用尽全力喊出了声。紧接着，握在剑柄上的玉手用力向上一提，当！五行归元剑出鞘，霎时间剑芒如虹，强大的剑气切割着周遭的空间，形成了一道道锋利的剑网。柳凝霜拔剑的一幕不仅震惊了霍家兄弟以及周遭吃瓜群众，更是让光幕前的玄机仙子本尊站起了身。这丫头怎会有如此的剑道天赋？望着一身素裙持剑傲立的柳凝霜，杨欢浑浊的双目中同样爆发出了一道金光。以炼气期的修为，竟然能让五行归元剑出鞘，天赋异禀。师尊，你觉得以他的修为能摆平眼下的困境吗？顾里柳眉一挑，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好看的弧度，轻笑道：“既然这丫头能让仙剑出鞘，那接下来就不是修为的事了。”说罢，顾离掐起剑指，朝着光幕打了一道剑气。剑灵试试他的深浅，不着急动用剑气。是，主人。得到剑灵的回应后，顾离转头朝着杨欢说道：“你在这继续看吧，为师去一趟苍月城。以这丫头现在的修为，还承受不住仙气的威能，一个不慎，说不定就死了。”杨欢点点头，他对师尊的实力有着绝对的自信。有劳师尊了，你呀，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顾离带着淡淡的笑容摇了摇头，玉手轻挥，桌上的5个玉盒随着他的身影一同消失不见。当杨欢的目光重新落回光幕时，苍月城门前的剑气风暴已经尽数收敛。柳凝霜也没想到自己能够驱使仙剑，不过短暂的愣神过后，他发现体内的灵气正不断被仙剑汲取。10息，或许只需5息便会被他抽干灵气。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剑灵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朵。还愣着做什么？出剑！剑灵的声音刚一消散，柳凝霜那双宛如澄澈湖水般的明眸瞬间被赤红之色所浸染，恰似燃烧的血海，透着无尽的杀意。他紧握住剑柄，身姿傲然挺立，宛如一朵盛开在冰原上的傲雪寒梅，绝美却又带着致命的危险。目光仿佛2道寒芒，死死地锁定城门前的霍老二。一袭白色素裙无风自动，3000青丝如同倒挂的飞瀑，飞扬狂舞。从柳凝霜身上散发而出的凛冽杀气，犹如来自地狱九幽的寒风，冰寒彻骨。所到之处，空气仿佛都被冻结。面对这股强烈的杀气，霍老二瞬间吓得汗毛根根倒竖，如同一只受惊的野兔，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仿佛一只无形的大手正紧紧扼住他的咽喉。出剑！柳凝霜嘴角微微上扬，勾起一抹残忍而又迷人的微笑，恰似夜空中绽放的血色玫瑰，绝美却又致命。在噬魂魔宫生活的10几年里，他所学的无一不是杀人的狠辣招式，若出剑必是杀剑。内命来！他冷喝一声，宛如9天玄女的怒喝，声音清脆却又充满威慑力。娇躯如离弦之箭，向着城门口的霍老二迅猛急冲而去。奔袭途中，玉手如翩翩起舞的蝴蝶，连挥3剑，刹那间剑芒闪烁，恰似划破夜空的流星。无形的剑气呼啸而出，卷起地上的尘土，仿佛一条黄色的巨龙，瞬间遮蔽了2人的身影。当烟尘缓缓散去，柳凝霜的白色素裙依旧一尘不染，宛如初雪般纯净，而霍老二的身体却已然被斩成了4段，鲜血如泉涌般喷出，将城门下的地面浸成了一片血海。远处的霍老大目睹弟弟惨
惨死在柳凝霜剑下，脸色瞬间变得如同白纸一般苍白，毫无血色。他怎么都无法相信，眼前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竟能连越两阶，如此轻松地将结丹期的修士斩杀于剑下。然而，弟弟的死并没有让霍老大心生畏惧，反而如同点燃了他心中的怒火，激起了他的血性。刹那间，结丹期的修为全面爆发，一股强大的气势从他体内汹涌而出，一柄散发着寒光的战刀出现在他手中，刀身上的纹路仿佛是恶魔的低语，透着无尽的杀意。当挥舞的战刀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破风声，闪烁着寒芒的刀刃朝着柳凝霜直击而去。贱人，还我弟弟命来！霍老大怒吼着，声音中充满了愤怒与悲痛，犹如受伤的野兽在咆哮。结丹期的修为全面爆发，如同江河决堤，势不可当。不仅霍老大自己坚信能为弟弟报仇，就连围观的众人也都笃定柳凝霜必定会成为他刀下的亡魂。当战刀携着雷霆万钧之势准备将他斩成齑粉之时，柳凝霜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屑，那眼神仿佛在看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他那曼妙的身姿仿佛翩翩起舞的仙子，以优雅至极的姿势轻巧地避过了战刀，随即玉足轻点地面，如蜻蜓点水般向前连踏2步。就凭你！他轻蔑的声音仿佛来自地狱的死神低喃，冰冷而又无情，仿佛已经宣。接着他用沙哑的声音说道：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天骄，原来你的倚仗是他。男子说着，伸出枯槁般的手指了指柳凝霜手中的仙剑，继续说道：你强行驱使五行归元剑，想必此刻很不好受吧？哈哈哈！如黑袍男子所言，柳凝霜体内的状况糟糕透顶，不仅全身经脉断裂超过7、8成，仿佛破碎的蛛网，就连五脏六腑也破损严重，如同遭受了一场浩劫。他此刻还能站着，已然堪称奇迹。此人与刚才那2人是一伙的，他的修为远高于你，切莫冲动。主人已在来的路上，你若能拖延片刻。剑灵一反常态的关心，却未能达到他想要的结果。只见柳凝霜抬起玉臂，剑指不远处的黑袍男子，语气坚定地说道：不管你是谁，想要杀我，没有那么容易。黑袍男子闻言，双手抱臂在前，嗤笑道：不，杀了你未免可惜，你若愿意做我的炉鼎，今日便饶你一命。哈哈哈！感受到体内的力量正在迅速流逝，柳凝霜黛眉紧蹙，但眼神却毫不示弱。即便毫无胜算，他也不打算就此屈服。炉鼎！柳凝霜冷笑一声，语气中充满了鄙夷。就凭你，也想让我做你的炉鼎？做梦！黑袍男子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即被狂妄的笑声所取代。哈哈，那我倒要看看你这小丫头能硬气到几时。话音未落，黑袍男子的身影突然消失在原地。话音未落，黑袍男子的身影如同鬼魅般突然消失在原地。下一息，他便出现在柳凝霜的面前，速度之快让人目不暇接。枯槁的手掌带着阴冷的掌风，仿佛寒夜中的鬼手，直击他的胸口。千钧一发之际，剑灵的声音再度传入柳凝霜的耳中：倘若被他这掌击中，你绝无生还的可能。放开心神，让本座接管你的身体，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听剑灵这么说，倔强的柳凝霜并没有照做，反而眼神中浮现出一抹疯狂的意味。此时此刻，一幕幕的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想到了在噬魂魔宫的艰苦岁月里死在自己剑下的闺蜜，还想到了被那个可恶的家伙关在炼狱中的母亲。9月，对不起，我答应过要为你报仇的。娘亲，女儿好想再见你一面。心中呢喃着对闺蜜的愧疚，对母亲的思念。柳凝霜美眸中的疯狂随即被一抹决然取代，在绝望的边缘，她的内心深处涌现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柳凝霜的身体开始散发出淡淡的幽光，随之而来的力量与五行归元剑产生了共鸣，某种沉睡的力量瞬间从她的体内激发，恐怖的气息令黑袍男子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他仿佛感受到了来自深渊的凝视，全身的血液都仿佛凝固了。他冒着气血逆流的风险，收回了即将落在柳凝霜胸前的手掌。突如其来的变化让黑袍男子不得不慎重对待。好诡异的幽光，好可怕的气息，他究竟是谁？莫老三到底安的什么心？此时，黑袍男子心中对莫不三的怨恨如潮水般汹涌。他暗自发誓，一旦解决了柳凝霜，必定要让莫不三付出代价，没有这么坑人的。就算自己是多宝阁的隐卫，需要听命分阁掌柜的命令，但也不至于被如此利用，成为送死的棋子。黑袍男子深吸了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怒火，将全身的灵气汇聚于掌心，准备发出致命一击。这一掌定要取你性命。他狞笑着，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凶光，仿佛已经看到了柳凝霜倒下的身影。然而在这危难之际，柳凝霜身前的空间泛起了一阵奇异的涟漪，在这涟漪的中心，一道曼妙的身影缓缓显露，仿佛从另一个世界穿越而来。一声娇喝仿佛雷霆般响起，响彻整个城门。放肆！是谁给你的勇气，竟敢欺我玄天宗的弟子？随着顾离的话音落下，大地为之一颤，令人心悸的力量瞬间笼罩了整座苍月城。霎时间，苍穹之上惊雷四座，城门口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玉足尚未落地，便有6品莲台垫于足下，翠色罗裙衬托着顾离曼妙的身姿，缓缓凝实在众人眼前。翠袖轻摇不生莲，眉如远山寒霜雪。
罗裙轻摆风中舞，眼似寒星照夜兰。她的美不同于柳凝霜的妖娆，而是美得如同一尊谪仙，不可亵渎，令人不禁生出朝拜之心。顾离侧目瞧了一眼，随即玉手轻挥，一座虚幻的莲台托起状态诡异的柳凝霜，将她护在其中。丫头，凝神静气，护住心脉，有本尊在，谁都动不了你。说罢，顾离的美眸直视3丈外的黑袍男子，强大的灵石瞬间识破了他的身份。呵呵，原来是多宝哥给你的勇气。说着，顾离五指成爪，朝着黑袍男子隔空一捏，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地束缚着他，将他的身躯捏得扭曲变形。咔嚓咔嚓，骨骼的断裂声不断在城门口作响，强烈的疼痛让黑袍男子眼睛瞪得滚圆，瞳孔中充满了恐惧与绝望。尊者饶命啊！不，孱弱的求饶并不能减轻他的痛苦，反而让顾离柳眉轻蹙，露出了厌恶的神色。砰！黑袍男子的身躯被无形的大手捏爆，化作了漫天血雨，洒满了整个城门口。恐惧与震惊充斥在所有人的心头。顾离的震慑让此间变得真落可闻。废青，速来见本尊！顾离的声音不响，却仿佛如洪钟一般，在城主府的上空敲响。与此同时，城门口的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惊呼：天呐，是玄机仙子顾离！没想到那个姑娘真的是玄机仙子的徒孙。齐空山、孙江河拜见玄机仙子，慕容世家、慕容博文拜见玄机仙子。顾离无视了众人的朝拜，而是用灵石覆盖了柳凝霜。此时的柳凝霜已被幽光层层包裹，冰冷刺骨的寒意将身下的莲台都覆上了一层霜雪。仔细探查了一番后，顾离柳眉一挑，眼中露出了欣喜的神色。柳凝霜现在的状态正是历代玄阴体激活时的特征，一旦他体内的阴寒之力彻底觉醒，玄天宗将会多出一位能与余威比肩的天骄。顾离暗自庆幸，这次多亏了杨欢，不然失去柳凝霜绝对会是近年来玄天宗最大的损失。废青不知尊者降临，还请尊者恕罪。莫不三拜见玄机仙子。与苍月城主废青一同来的还有多宝阁的莫不三，两人一跪一立，皆是做足了礼数。顾离冷冷地瞥了一眼莫不三，冷哼了一声：你多宝阁好大的胆子！莫不三环顾四周，随即眼神一凛，表情变得僵硬起来，心中暗忖：麻烦大了，抢灵石罢了，这家伙怎么把这尊大神引来了？这可怎么办？正当莫不三锁着眉头想着办法时，顾离的声音再度响起：莫老三，本尊与你说话，你就是这种态度？说罢，渡劫气的威压轰然爆发，将莫不三整个人笼罩在其中。莫不三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冷汗瞬间浸湿了他的衣衫。哥，晚辈不敢，还请尊者息怒，这一定是误会。他用尽全力，双手抱拳朝着顾离拜了下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牙齿都打起了颤。本尊懒得与你废话。顾离说着，转头看向一旁的废青，语气冷漠道：废青，本尊着你彻查此事，3日之内给本尊一个交代。哼！说罢，顾离踏上6品莲台，带着柳凝霜远遁而去。尽管此时6品莲台中的柳凝霜已瞧不真切，但莫不三仍旧朝里望了一眼，只一眼便让他震惊不已。玄阴体？什么玄阴体？废青见莫不三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之色，连忙小声问了一句：没什么。莫不三轻描淡写的回应道，但内心却如同惊涛骇浪，难以平息。玄阴体现世，又被玄机仙子顾离收为徒孙的消息，绝对会在大陆上掀起狂潮。3000多年前，柳家家主柳如烟以无敌之姿横空出世，打遍天下，未曾一败。不足100岁，柳如烟的修为便已问鼎渡劫7巅峰。他的实力，他的成就，刷新了玄魔大陆上所有记录。他的名字成为了无数修士心中的传奇，世人尊称如烟大帝。正是因为柳如烟是玄阴体，他才会有如此成就。待他飞升之后，青蓝柳家再也没出过玄阴体，家族也随之落寞。2000多年前，噬魂魔宫突然对柳家出手，据说是为了探寻玄阴体的秘密。不过当年之事太过隐秘，随着知情者一个接着一个的陨落之后，当年的事已鲜为人知。如今玄阴体再现，是否预示着什么？莫不三不知道，他只知道这天下要变了。念及此，莫不三朝着废青抱拳行了一礼，郑重地说道：废城主，地上这滩血肉是我多宝阁引位，我也不知他为何得罪了玄机仙子，但此事我多宝阁绝不会推卸。尊者要的交代，3日内我必定会送至城主府，届时还请废城主在尊者面前替我美言几句。莫不三借着说话的功夫，微不可察地递给了废青一个储物袋，两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另一边，顾离带着柳凝霜已经回到了道玄峰，尽管柳凝霜此时的状态并不好，但是他仍然将满是灵石的储物袋交到了杨欢手中。师尊，苦儿幸不辱命。他朝着杨欢甜甜一笑过后，悬着的心神忽然松开，身体也跟着一软，陷入了昏迷。杨欢本想上前将他扶正，却被顾离拎起后颈，飞速退出了屋子。下一息，柳凝霜所在屋子被闪着幽光的冰晶覆盖，寒气逼人。杨欢目视前方，长吁了一口气，要是顾离不在身侧，搞不好自己就被冻成冰雕了。这丫头的玄阴体已经开始激活了。顾离边说边拽着杨欢的肩膀又退了几步。此时
冰晶已经从小屋的范围迅速扩张，将两人刚才所站的地方覆盖。顾离蹙起柳眉，语气严肃地说道：“到玄峰怕是对你来说不太安全了，这段时间不如你上为师的宗主峰先住着。”师尊，凝霜这丫头不会有事吧？杨欢没有立即答应住到宗主峰，反而先是关心起柳凝霜，这让顾离心中有了不悦。老娘辛辛苦苦跑去苍月城给你把人接回来，你倒好，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老娘关心你的安全，邀你去宗主峰住着，你还不乐意 ？MMP！ 顾离越想越气，俏脸上立刻笼罩了一层寒霜。他冷哼一声，挥手照出一柄飞剑。走不走？不走我可走了。望着蔓延而来的冰晶，杨欢迈着老腿跟着顾离上了飞剑。叮！检测到柳凝霜赠予宿主金丝白云段，触发万倍返现，奖励极品仙宝虚空幻影。叮！检测到柳凝霜赠予宿主普通成衣4件，触发万倍返现，奖励霓裳锦缎4匹。系统的提示音虽迟但到，这一次的返还竟然是上界才会有的仙宝，而且还是极品品级，简直赚大发了。杨欢心中激动万分，如果不是顾离在场，他真想长啸一声，以宣泄心中的畅快。在他的认知中，世界是由高纬度世界与低纬度世界组成的。传说中，修士飞升之后所到达的世界被称为上界，而玄魔大陆这样的世界则被称为下界。既然世界有上下之分，那么宝物自然也被分成了许多等级，从最低的灵气开始，按品级划分为下品、中品、上品与极品4个小等级，往上是灵宝，再往上是仙器，然后是仙宝、鸿蒙灵宝，直至传说中的混沌至宝。玄天宗明面上的仙器五行归元剑便是一件中品仙器，一件中品仙器就能被宗门视为镇宗之宝，那么极品仙宝的珍贵程度自然不言而喻。杨欢的老脸上浮现了兴奋的笑容，高兴之余差点从飞剑上跌落，情急之下他的双手直接搂上了顾离那纤细的腰肢。顾离正全神贯注地驾驭飞剑，忽然感觉到腰间一紧，一股熟悉的男子气息扑面而来，他的心跳不由得漏了一拍，脸上不禁泛起一抹红晕。杨欢，你做什么？顾离故作镇定，语气却带着一丝慌乱。啊，这个我差点掉下去了。杨欢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解释道，声音中带着一丝尴尬。他稳住了身形后，立即松开了搂在顾离身上的双手。哼，下次注意点。顾离白了他一眼，心中却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为什么被他搂着我一点都不反感呢？又为什么他松开了手之后我感到有点失落呢？天哪，我到底怎么了？胡思乱想之间，顾离驾驭着飞剑越飞越远，眼看就要飞出玄天宗时，他的耳边传来了杨欢的声音：“师尊，看着点路啊，这好像不是去宗主峰的路。”尴尬，大写的尴尬。顾离的额头仿佛垂下了3条黑线，他冷哼了一声，随即操控飞剑急速迂回，朝着宗主峰飞去。然而他的这番操作可把杨欢整得差点又掉下飞剑，他只好将双手再次搂上了顾离的腰肢，迎着风儿喊道：“师尊，您慢点，徒儿的修为顶不住啊。”尽管被杨欢这样搂着有点暧昧，但是顾离的心里还是挺快乐的。他默默运起更多的灵气，将飞剑的速度又提升了好几分。感觉到自己腰肢上的手越搂越紧，顾离的脸颊也越来越红，心儿也跟着越跳越快。杨欢有些懵，但又怕被甩下去，不得不紧贴着顾离以保持平衡。许久没开荤，加之太上无极混元圣体的激活，让他重焕青春。身前的顾离自然敏感地察觉到了他的变化。千年以来，两人还是第一次如此亲密。顾离的心中宛如有千百万只蚂蚁在来回爬动，让他既感到羞涩，又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悸动。而杨欢只顾着搂紧，生怕一个不慎从飞剑上跌落。幸好宗主峰就在眼前，两人暧昧的姿势不过维持了半炷香的时间，直至飞剑落在了宗主峰上，两人这才分开，也同时长吁了一口气。一阵沉默过后，杨欢率先张开了口：“师尊呐，徒儿老胳膊老腿的，真的遭不住啊！”杨欢捂着胸口大喘着气，渡劫气的速度太吓人了，远不是他这样的炼气期能承受的。不过吐槽归吐槽，软香在怀的感觉还是不错的。顾离瞪了他一眼，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处洞府，冷声道：“这段时间你就住那，好好修炼，争取多活几年。”说罢，他丢给了杨欢一个储物袋，然后头也不回地朝着自己的住处走去。叮！检测到顾离赠与宿主极品聚灵丹100枚，触发万倍返现，可选择奖励100万枚聚灵丹或极品神元丹100枚。叮！检测到顾离赠与宿主2万灵石，触发万倍返现，奖励2亿灵石。系统的提示音直接震惊了杨欢。尽管之前从柳凝霜那薅来的奖励更具价值，但这一次的奖励却更符合实际需要。有了海量的灵石，系统的第一项也是最强的一项功能终于可以使用了。另外的选择项，杨欢选择了100万枚聚灵丹。与其选择只能充当百十的神元丹，还不如选择能让自己修为快速增长的聚灵丹。毕竟神元丹的介绍中明确告知了注意事项，非渡劫期以上修士不可服用。有了丹药，又有了灵石，杨欢老脸上的笑容比之刚才更加灿烂了几分。杨欢背负双手，哼着小曲儿，迈进了属于他的洞府。待洞府的禁制被他开启之后，仙宝虚空幻影被他从系统空间中取了出来。顿时，一阵耀眼的金光填满了整座洞府，
让身在其中的杨欢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金色的梦幻世界。金光中，仙宝虚空幻影缓缓展开，它看上去与金丝白云缎很像，就连材质摸上去也十分接近。金色光芒与灵气交织，形成了一道道绚丽的光带，在空中舞动，如同活物。按照惯例，杨欢揣着激动的心情，咬破手指，将一滴鲜血滴在虚空幻影之上。下一息，极品仙宝完成认主。与此同时，气灵的声音也在杨欢的脑海中响起：“主人，请为气灵取个名字吧。”杨欢摩挲起下巴，认真思考了几息，笑问道：“统一，这个名字怎么样？”漂浮在杨欢身前的虚空幻影很人性化的做事一一：“好的，主人，从今往后，统一就是我的名字。”说罢，虚空幻影收敛了四散的金光，随后穿在了杨欢身上。仙宝之所以称之为仙宝，不仅仅因为它有华丽的外在，而是它那神秘与强大的内在。仙宝虚空幻影小幅降低穿戴者受到的伤害，在穿戴者周身虚空中形成幻影，隐匿穿戴者真实修为。熟悉了仙宝的功能过后，杨欢的笑容越笑越大，嘴角都快离耳朵根了。这样一来，有了隐匿真实修为的功能，自己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提升修为了。想到就去做。杨欢抓了一大把聚气丹，往嘴里一塞，含糊道：“统一，老夫要修炼了，为我护法。”宗主峰的深处，古木参天，灵气朦胧氤氲，云雾缭绕其间，如梦似幻。寒潭边的岩石上，一套翠色罗裙，一双白色云履，还有一件淡紫色的小衣，整齐地摆放着。潭水在女子轻柔的动作下，泛起一圈圈细微的涟漪，仿佛是大自然谱写的轻柔乐章。水珠顺着她如墨般的发丝，如玉般的肩头悄然滑落，发出清脆的滴答声，恰似珍珠落入玉盘，清脆悦耳，在这静谧的山林间回荡。然而，冰冷的潭水似乎未能平息女子心中的燥热。此刻，她的俏脸依旧滚烫，宛如天边绚丽的晚霞。她怎么敢重施逆徒啊！倘若杨欢能听到这话，必定会大呼冤枉。在实力尚未达到足以支撑他肆意妄为之前，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重施。顾离在潭水中再待了一会儿，直到感觉俏脸上的热度渐渐消退，才缓缓朝着岸边挪去。当他那如玉般的手捏着小衣的细绳，缓缓穿过浑圆笔直的玉腿，正准备向上提起时，美眸突然一凝，随后轻轻叹了口气，又默默地将小衣退了下去。接着，一撮火苗在他掌心凭空凝聚，幽蓝的火焰瞬间将这套精致的上下2件小衣焚烧殆尽，只留下一缕青烟，袅袅升腾，忽清静了。就在下一息，顾离却突然惊呼一声：“哎呀，忘记带内衣了！”平日里，宗主峰只有他一人常驻，即便他不着寸缕，也不会有丝毫顾虑。然而此刻，宗主峰已不再只有他一人，即便身着罗裙，可内里空荡荡的，那种异样的感觉让顾离浑身不自在。他仿佛一只受惊的小鹿，偷偷摸摸地回到主殿，直至重新穿上一套淡粉色的内衣，那股久违的安全感才如潮水般重新涌上心头。他注视着一抽屉五颜六色、款式各异的内衣，忍不住暗自啐了一口。这老小子心思都放在这方面，怪不得一直修炼不到元婴期。倘若这话被杨欢听到，他恐怕又要喊冤叫屈了。无法突破到元婴期，并非他不勤奋努力，实在是往西天赋太差。既然仙路已然断绝，在这漫长无边的岁月里，总得给自己寻些事情来打发时间吧。在过去的1000年里，杨欢凭借穿越前的见识，将许许多多的好东西带给了余威与顾离，更是造福了玄天宗几乎所有的女性。这些好东西如春雨绵绵，悄悄地滋润着玄魔大陆，逐渐改变了女人们的生活习惯。就拿她们每个月都不可或缺的用品来说，经杨欢改良，变成了既轻薄透气又带有精巧小翅膀的物件。这些年，玄天宗凭借7度空间苏菲赚取了大量的灵石，还有那满抽屉让顾离称怪的五颜六色物件，杨欢称之为内衣。内衣的设计精妙绝伦，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女人们的生理健康问题，穿着起来舒适无比，还能巧妙塑形，勾勒出女性玲珑有致的身材曲线。自从她的出现，不仅挽救了一个又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更是让勾栏的生意火爆到了天际。因此，即便杨欢在修炼天赋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可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在女人们心中的特殊地位。而且杨欢年轻时常的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宛如画卷中走出的翩翩公子。即便如今他已行将就木，垂垂老矣，但只要稍加打扮，以他现在的模样，依旧能吸引众多小迷妹的目光。比如现在穿上虚空幻影的杨欢，周身仿佛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辉，隐隐散发着一股道韵，宛如谪仙灵士。尽管他苍老的脸上镌刻着岁月的深深痕迹，但那浑浊的眸子里却藏着深邃的智慧，仿佛能看穿世间万物的变迁与沧桑。挂在嘴角的淡淡浅笑，又让人感到亲切和温暖。在虚空幻影的加持下，他整个人焕发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仿佛与天地间的灵气融为一体，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股仙风道骨之气。顾离侧卧在柔软的榻上，目光如丝，静静地注视着光幕中正在专心修炼的杨欢，美眸中闪烁着别样的光芒，既有欣赏，又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情愫。那丫头倒是挺会挑的，金丝白云缎穿在这老小子身上，确实有点味道。玉手轻轻一挥，光幕中的画面又转到了道玄风。此时，悬于山巅的5行归元剑闪烁着夺目的剑芒，
犹如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无数道剑气仿佛银色的匹链，从剑间倾泻而下，将到悬峰的山巅守护得水泄不通。同时，密不透风的剑气巧妙地将泛着幽光的冰晶与柳凝霜隐匿其中，不留一丝痕迹。玄阴体是宗门的重中之重，在柳凝霜完全激活前，顾离绝不允许走漏半点消息。晚风轻拂，带着丝丝凉意，悄然吹走了白日的燥热与喧嚣。当玄天宗的各峰归于宁静之时，北方荒州的一处魔气缭绕之地却别有一番动静。穿过浓厚如墨的魔气，白骨擂气而成的山阶尽头，是一片透着幽森恐怖的宫殿群。这些宫殿仿佛是地狱的门户，每一座都散发着阴冷的寒气，让人不寒而栗。其中一座大殿之内，靡靡之音不绝于耳，仿佛是来自地狱的诱惑旋律。几名身材婀娜、穿着暴露的女子正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她们的舞姿轻盈曼妙，如风中摇曳的花朵，却又透着一丝诡异。脸上戴着的诡异面具遮住了她们的真实面容，让人无法窥探她们内心的喜怒哀乐。幽冥血玉打造而成的主座上，已坐着一个面色阴柔的男子，他的皮肤苍白如纸，双眸深邃如同无底的黑洞，透出幽幽的寒光，嘴角挂着一抹邪异的微笑，让人不寒而栗。红色的酒水宛若浓稠的鲜血，在他手中的琉璃杯中转动，泛起一圈圈妖异的涟漪。男子优雅地抿了一口，接着将眼神落在了大殿下方。此时，一个浑身赤裸且遍体鳞伤的女人正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她的身体在剧烈颤抖，仿佛风中残烛，随时都可能熄灭。凌乱的头发如乱麻般散落在肩头，遮掩着她那绝望而空洞的眼神，让人看了心生怜悯。姐，你们柳家的女人滋味真是不错。男子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玩味，他捏着琉璃杯站起身来，缓缓地走下了主座。他缓缓走到女人面前，俯下身，用指尖轻轻抚摸着她的脸颊，看似温柔的动作，却如同毒蛇在舔舐猎物。本尊今日得到一个消息，关于你女儿的消息。男子的话让女人的心脏不由自主地加速跳动，空洞的眼神瞬间聚焦，一抹邪邪的笑容浮现在男人的脸上。他似乎很满意女人的表现。本尊养了你们柳家2000年，终于盼到了玄阴体。他说着，将手中的琉璃杯塞到了女人的手里，怪笑道：姐，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来，你也喝一杯。不，这不可能。女人的喉咙里发出惊恐的尖叫，声音凄厉而绝望。紧接着，她用尽全身力气，将手中的琉璃杯猛掷向那名男子，杯中如血般的红酒飞溅而出，洒落在他的头发上，使得他本就苍白的面容在酒液的映衬下更显狰狞恐怖，仿佛是从九幽地狱爬出的恶鬼。猩红的长舌从男子的口中探出，他舔了舔从额头流下的酒液，笑声越发癫狂。来人啊，将他带下去，好生看管。他若是死了，你们也别活了。是。几个黑衣侍卫如鬼魅般出现，将女人拖了下去。女人的哭喊声渐渐远去，消失在大殿的深处。待女人被拖走后，男子似乎也没了欣赏舞姬的兴致，他简单的朝前跨出一步，身形瞬间从大殿内消失不见。下一息，他便出现在了苍穹之上，衣袂飘飘，仿佛魔神降临。男子望向玄天宗的方向，如蛇蝎般的双眼内泛起一阵邪恶的红光。忽然，他的嘴角一撇，苍白的脸庞上露出了难看的表情。灵邪，你若再多看一眼，本尊的五行归元剑一定会再临噬魂魔宫。面对威胁，灵邪只是凄了一声，随后便从苍穹之上消失不见。他的行为让远在苍兰州的顾离心中感到狐疑。两人斗了3000多年，没有一次像今天这般。灵邪只是不屑地回应了一声，甚至连狠话都没撂下。难道他转性了？顾离蹙起柳眉，轻轻甩了甩头，否定了自己内心的这个想法。他的野心比任何人都大，心眼也比任何人都小，绝不会无视我的威胁。难不成他有了奇遇？在实力上，他有了必胜我的信心。想到这，顾离闭起美眸，嘴角挂上了一抹不屑的笑容。哼，小垃圾！大佬们的风云际会只在一瞬间，除了个别的一些人，谁都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譬如在洞府内打坐修炼的杨欢，就完全没有感知到外面发生的事。这会儿，他已经完全沉浸在乾坤九转阴阳诀的修炼之中。杨欢认为，尽管名为风灵月影的系统比较呆板，但在某些方面做的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就拿灵诀来说，系统似乎怕他贪多嚼不烂，目前只向他开放了一小部分，而且还给他配上了许多的图片与注释。所以在100万枚聚气丹的加持下，杨欢练着练着就忘记了时间，直到过去了半月有余，他才从修炼中缓缓苏醒。咕噜咕噜，杨欢睁开双目的第一件事就是揉起了自己的肚子。10几天没吃东西，可把他饿得够呛。不过他没有着急去寻吃的，反而用起灵石不断检查着自己的身体。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我操！杨欢惊呼一声，双手不自觉地拍在蒲团边的地板上，一蹦3尺高。这就练气7巅峰了。这才震惊完自己的修炼速度，杨欢又兴奋地嚎了起来。老夫的丹田还有经脉，我操！10几天不计消耗的修炼之下，杨欢的丹田内充斥着无穷无尽的灵气，而且全身的经脉也扩张了10倍不止。如果与普通修士去做对比，普通修士与现在的杨欢根本没有可比性。就算天赋如余威、顾离那般的天骄，
在炼气期巅峰时也远不如杨欢。此时此刻，杨欢的心中充满了兴奋与狂喜。他从未想过自己竟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重回炼气期巅峰，他更未想过有朝一日他的天赋竟然会变得如此惊人。前所未有的自信充斥在他的心间。杨欢眯起双眼，右手紧握成拳，曲臂挥出一击。原本只想宣泄心中的畅快，却不料破风声呼啸而过。不远处的矮鸡印生成了一滩齑粉，肉体强大如丝，再次提振了杨欢的信心。这一刻，他仿佛觉得整个世界都能被他踩在脚下。乾坤九转阴阳诀，太上无极混元圣体，果然非同凡响。不过，身体的饥饿感却让杨欢的白眉皱了起来。理论上，修士在修炼时，灵气会随着功法的运转，部分转化为身体所需的各种能量，不应该会有饥饿的感觉才对。杨欢摩挲着下巴，思来想去，没有搞清楚其中原委。直到他脑海中灵光一闪，千年来自己已经习惯了各种玄学，却将科学丢到了一边。如果以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似乎就能解释通了。尽管人体蕴含着无穷的奥妙，但归其根本，人体还是以细胞、组织与器官组成的。常言道，修是修炼，修的是道，练的是体，断的是骨。其中，炼体便是不断强化细胞与器官的过程。为了维系强大的肉体，修士自然需要来自更多维度的能量。所以，自己感觉到，是肉体的强大加速了新陈代谢，进而激发细胞与器官对能量的渴望。杨欢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然后缓缓走向洞府的出口。他需要找到一些食物来补充体力，同时也要去问问师尊柳凝霜如何了。毕竟策反无间道要趁早，不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修为越高就会变得越难被策反。杨欢走出洞府，阳光洒在他的脸上，温暖而明媚。他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感受着身体内澎湃的力量，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嘿哈呀！主殿前，顾里手握一柄普通灵剑，正一招一式地练着玄天宗的入门剑法。淡蓝色的劲装包裹着他那惊天地地的身姿，杨欢的目光瞬间被他的剑舞吸引。尽管剑法只是入门级别，但由顾里使出，却让人有种返璞归真、大道至简的意味。在杨欢眼里，斩、跳、刺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他自认一招都接不下。这不仅是修为境界的差距，更是对大道感悟的差距。老脸挂上温煦的笑容，杨欢理了理衣袍，朝顾里走近了几步，随后行了一礼：“师尊好剑法。”顾里听到声音，剑势一顿，转身看向杨欢，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尽管他看上去仍旧是炼气4层的样子，但他的气质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头发依旧银白，但在阳光下似乎闪烁着更加耀眼的光芒，脸上的皱纹似乎也变得更加细腻，少了几分岁月的痕迹。面色红润有光泽，一双浑浊的双目似乎比以往也更明亮了几分。搭配上柳凝霜送他的金丝白云缎，用仙风道骨来形容他尤为贴切。这几日可有感悟？顾离将心中的惊讶强行驱散，语气带着几许师尊该有的威严问道：“弟子愚钝。”杨欢还没说完，就见顾离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俏脸浮现出失望的表情。罢了，没有感悟便没有感悟吧，只要修炼再勤快点，多活几年，应该还是能够做到的。听他这么说，杨欢的内心感到了一阵温暖。虽然师尊脾气算不上好，但师尊对他的关心是真挚的。师尊教诲，徒儿谨记在心。顾离闻言摆了摆手，随即召唤出一柄飞剑。为师打算去你到玄风桥上一眼，你去不去？去，我去。能搂腰，傻子才不去。上了飞剑，杨欢第一时间便将双手搂上了师尊的纤腰。两世为人，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驾驭飞剑跟开车理论上是相同的。一旦把控速度和方向的是女人，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男人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况且师尊的小蛮腰手感实在太好了，搂上去的感觉简直令人爱不释手。狗狗狗，哈呀酷哈呀酷！腰间传来的温度让顾离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颤了颤。他扭头瞪了杨欢一眼，仿佛在说：“老小子，你别太过分。”然而下一息，顾离却怔住了。与之前相比，杨欢不仅在气质上有了变化，就连气色与精神面貌也有了不同。尽管老脸依旧满是皱纹，但看上去气色红润有光泽。杨欢的眉宇之间有着藏不住的兴奋，甚至口中还喊着他听不懂的玩意儿。显然他此刻的精神异常活跃，这就让顾离感到颇为疑惑。按理说，杨欢大限将至，身体机能每况日下，表现出行将就木的模样才对，为什么他却让人感觉年轻了不少？想到这，顾离心中咯噔一声，不好，难道他不久便要陨落？现在是回光返照。余威进入宗门传承秘境前，自己答应过他要好好照顾杨欢，但是这才过去多久？不行，绝不能让杨欢就这么陨落，自己一定要想尽办法让他活下去，而且要让他快快乐乐的多活几年。顾离又深深地看了杨欢一眼，强行抛开心中的杂念，语气平和道：“欢欢，抓紧为师。”杨欢闻言，以为师尊要飙飞剑了，脚步下意识地往顾离的方向挪动了一些。这样一来，搭在他腰间的双手不仅搂得更紧了，甚至两人的身体都贴到了一起。然而飞剑升空后，并没有像杨欢预想中的那样，反而飞得异常平稳，而且速度并不快。两人就这么贴在一起，
谁都没说话，各自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以顾离渡劫期的修为，最多只需几个呼吸就能抵达到玄峰，但是今天却花了足足半炷香的时间。两人落地后，杨欢偷瞄了顾离一眼，心想：师尊怎么今天飞那么慢？难道是每个月的那几天身体不方便？反观顾离，他下了飞剑之后，俏脸已经爬满了红霞，就连掌心都在不停冒汗。他连忙运起体内的灵气，平复他那躁动的心，颤抖的手更是偷偷施了一道净化术，将自己从内到外清洗了一遍。该死的杨欢，充实意图！师尊，喝点热水。徒儿刚泡的红糖水。见杨欢不知何时端了一杯红糖水，顾离的美眸中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眼神。现在喝什么红糖水？不对！顾离俏脸一肃，眼神变得不善起来。MMP， 好，老小子，这么完事吧？突然，顾离闪到杨欢身后，拎起他的衣襟，向着远处的冰晶丢去。臭小子，你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混账东西？极高分贝的怒斥声差点震碎了杨欢的耳膜。此时此刻，顾离的美眸中燃起了熊熊烈火，恨不得将他焚烧殆尽，碎尸万段，先奸后杀！可恶，太可恶了！这老小子简直目无失常，简直无法无天，简直……怎么回事？我的小腹怎么会隐隐作痛？临时内视之下，果然是老朋友来了。紧接着，顾离眼中的怒火被惊讶取代，他望着即将一屁股落到冰晶上的杨欢，玉手一招，柔和的力量又将他扯了回来。顾离清了清嗓子，略有些尴尬道：可，为师感觉嗓子有些痒痒的，你再泡一杯吧。方才共乘飞剑时，杨欢就觉得师尊有些怪怪的，然后他通过系统面板上的信息确认了心中的猜测。为了演好自己的人设，也为了提升最后的那5点亲密度，杨欢果断泡了一杯红糖水。可惜终究是错付了，杨欢恨不得给自己几巴掌。做了1000年舔狗都习惯成自然了，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以后谁爱做舔狗谁做舔狗，反正老夫再也不做舔狗了。老夫是太上无极混元圣体，注定会成为高手中的高手，大佬中的大佬，该舔的是师尊才对。想到此处，杨欢哪还会再泡什么红糖水？他别有深意地看了顾离一眼，然后朝着泛着幽光的冰晶走去。这就让顾离尴尬了，他望着杨欢远去的身影，心中暗忖：徒儿原本是一番好意，却让我整成了一场误会。罢了，等他气消了，回头再好好与他说说吧。顾离轻叹了一口气，快步追了上去，与杨欢并肩走了10多步，两人之间谁都没看谁，也没有交流，气氛透着浓浓的尴尬。杨欢倒是不觉得什么，反正自己有系统，靠谁不如靠系统。而顾离的心中却产生了诸多想法，前一夕还想着自己是他师尊，再怎么的徒弟总该哄着师尊，下一夕就变成了千年师徒一场。这老小子又是回光返照，自己得哄着他一些。最终经过了一番强烈的内心斗争，顾离深吸了一口气，似乎做出了决定。只见他扯了扯杨欢的袖子，小声说：欢，刚才是为师错了，你就别放心上了。在杨欢的认知里，师尊顾离是闻名天下的玄机仙子，是修士们心中高高在上的谪仙。他不仅修为高深，更是杀伐果断，武能安宗定乾坤，文能提笔写春秋，凭一己之力扛起了当初那个孱弱不堪的玄天宗，更让宗门发扬光大。纵观3年多年长河，他是当之无愧的巅峰。然而一位巅峰强者，而且身份还是自己师尊的女人，竟然低声下气地向自己道歉，这就让杨欢心中震惊不已。定，顾离亲密度加5，恭喜宿主达成首位亲密度100的异性，现在为宿主发送奖励。奖励1：太上无极混元圣体积活度 5%， 奖励2冒号1000点系统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商城中的物品。奖励3：顾离下一次为宿主发生消费或赠与行为10万倍返还。杨欢还没从顾离向自己道歉的震惊中缓过神来，连续不断的系统提示音直接让他蒙圈了。我操，我爱你，我爱死你了！吃了没文化的亏，杨欢想不出别的词来宣泄心中的畅快，兴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他捧起顾离的俏脸，在他的额头、脸颊连续印了好几下。随着这句我爱你以及杨欢僭越的举动，让顾离的美眸瞪圆，俏脸瞬间红温。充实逆徒，为师把你当徒弟，你竟然常为师身子。这个瞬间，顾离似乎忘记了他是渡劫期修士，娇躯变得瘫软无力。短暂的失神过后，他奋力推开了杨欢，语气颤抖地问道：你做什么？哎呦，我的头好疼，我的心也好疼，师尊，我是不是要死了？杨欢装出一副痛苦的模样，瘫坐在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他暗中运起灵气，将自己逼得气血逆流，噗的一声又喷出一大口鲜血，实实在在地冲了一回尸。若是解释不清，按师尊的脾气，说不定会一掌拍死他。正所谓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也只有逼得自己狠一些，才能遇见更美好的未来。尽管杨欢是在飙演技，但却让顾离心中不禁涌起浓浓的自责，一定是刚才那掌将他击伤了。他才练气期啊，怎能受得了渡劫期的力量？顾离不排斥杨欢的僭越举动，只是第一次被男人亲吻，让他觉得局促不安罢了。不过杨欢现在的状态看上去非常糟糕，脸色惨如金纸，眼神涣散，气息无比紊乱，眼看就要不活了。欢，振作一些，你要是死了，
让余威怎么办？让我怎么办？顾里本以为这番话能唤起杨欢心中的执念，却不料情况似乎比自己预想的更加糟糕。杨欢双眼一瞪，口吐白沫，随后四肢开始剧烈抽搐。这一幕让顾离的眼中立刻充满了惊恐的泪水。师尊，我怕是撑不下去了。不，我绝不允许你死。你是第一个吻我的男人，你要对我负责的。顾离的声音透着不可动摇的决心，眼神中写满了坚定的信念。杨欢见他如此，心中一紧，正飙着的演技差点就露馅了。天哪，造孽啊！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杨欢只得在心中暗暗叹了一口气。罢了，装死吧，眼不见为净。然而他才闭上双眼，就听到顾离歇斯底里的呼喊声：不，我说了，我绝不允许你死。话音刚落，杨欢感觉自己的嘴里被塞进了一枚丹药，随着丹药化开，无比精纯的能量瞬间抚平了逆乱的气血，又将受损的经脉修复如初。一念地狱，一念天堂，巨大的冲击将杨欢的意识冲散。在陷入昏迷前，他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叮，检测到顾离赠予宿主神玉丹，触发10万倍返现，奖励1枚混沌乾坤丹。顾离将昏迷中的杨欢放平，见他呼吸逐渐平稳，脸色恢复了红润后，长吁了一口气，注视着杨欢这副垂垂老矣的模样，他的心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念头。顾离对自己的姿色有着无比的自信，3000多年来缠他身子的男人千万，毫不客气地说，只要是活着还能喘气的男人，就没有不缠他身子的。尽管杨欢一直表现出眼里只有余威一人，但是从此刻开始，他明白了，这老小子跟别的男人一样，都是见一个缠一个的主。顾离心里乱糟糟的，但是对于杨欢缠他身子的事，并没有多大的抵触，因为嘴巴会说谎，但他的身体不会。胡思乱想之间，又一声我操打断了顾离的思绪。看了一眼昏迷中的杨欢，他的嘴角抽动了好几个来回。都这样了，还想着那破事？紧接着，顾离背过身子，不再看他。余威这才进入宗门传承秘境没几天，你能不能克制一下，或者先和我培养感情？再不济，你可以找五姑娘啊，也不至于欲火攻心，沦落至此啊。玄魔大陆民风彪悍，师尊与徒弟结成道侣的事亘古有之，所以内心早就有些荡漾的顾离垂下了头，语气有些娇羞。哎呀，要是被微微知道。说到这，他朝着宗门秘境的方向望了一眼，继续低喃：欢服下了神玉丹，寿元应该能增加不少，但也活不到微微从秘境出来，不如往后的几年我替微微照顾她。如果杨欢现在醒着，并且听到顾离这么说，绝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做冲师逆徒。可惜他现在想醒也醒不了。顾离为他服下的神玉丹属于上界之物，神玉丹不仅有迅速恢复修饰生命力的功效，还有一定的破镜效果。杨欢的太上无极混元圣体积活度达到5%之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多强大，仅仅是人为的气血逆流，根本算不得严重的伤势。他只消耗了神玉丹很小一部分的能量，更多的能量沿着经脉进入了杨欢的丹田。此刻，杨欢的丹田内原本如同晨雾般缭绕的灵气开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神玉丹能量的不断注入，丹田内的灵气开始逐渐浓缩，原本轻盈如雾的灵气渐渐变得粘稠，仿佛清晨的露珠逐渐凝聚。这些灵气在丹田内旋转压缩，形成了一个微小的漩涡。漩涡的中心，灵气的密度越来越大，开始出现了液化的迹象。杨欢的意识虽然模糊，但却因为是太上无极混元圣体的缘故，身体本能的开始了突破。随着时间的推移，丹田内的灵气漩涡越来越快，灵气的液化过程也在不断加速。一滴晶莹剔透的液状灵气在漩涡的中心形成，它如同一颗璀璨的珍珠，散发着淡淡的光芒。液状灵气一形成，便开始自动旋转，带动着周围的灵气继续液化。一滴又一滴的液状灵气在丹田内形成，它们逐渐汇聚成一个小小的液池，这个液池便是筑基期修士的丹田标志灵池。然而杨欢丹田内的灵气实在太过庞大，小小的灵池根本无法容纳，他只得选择扩张。最终灵池从最开始那一汪潭水的大小演变成了汪洋大海，放眼望去，灵海之大无边无际，其中所蕴含的灵气总量简直无法估量。杨欢的修为在这一刻得到了质的飞跃，虽然他本人并未清醒，但他的体内却完成了一次惊人的蜕变。与此同时，玄天宗的天空忽然出现了大量浓厚的乌云，宛若游龙般的雷光闪烁其间。顾离蹙起柳眉望向天际，随后眼中露出了震惊的神色。不好，是天地异象，难道柳凝霜已经完全激活了玄阴体？轰轰轰隆隆，低沉而悠长的雷霆之声，仿佛来自远古的神灵在众人耳畔低语，裹挟着神秘莫测的气息，令人心生敬畏。厚重如墨的乌云像是一块巨大的黑色幕布，严严实实地覆盖了整个道玄峰，甚至将小半个玄天宗都笼罩其中，让天地陷入一片压抑的昏暗。霎时间，天地间的异象吸引了整个宗门的目光，无数弟子长老们或是驾驭着闪烁寒光的飞剑，如流星般划过天际，或是乘坐灵舟，仿佛乘风破浪的巨舰，纷纷从四面八方朝着道玄峰疾驰而来。一时间，风声、剑鸣声交织在一起，场面蔚为壮观。道玄峰究竟发生了什么？
难不成有稀世宝贝即将现身？不懂别瞎空儿乱说，一个废物老渣男住着的山峰能有什么宝贝？哎，你可别真不信，正宗仙气这几日一直悬在山顶，说不定真有什么宝贝。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各种议论声此起彼伏，如潮水般将道玄峰推向了风口浪尖。随着议论声愈发响亮，整座道玄峰很快便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天空中的乌云仿佛受到了众人情绪的刺激，翻滚得愈发剧烈，雷声震耳欲聋，似要将整个天地震碎。看那雷云的中心，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酝酿。难道是传说中的天劫？天劫，那不是只有大乘期突破到渡劫期才会遭遇的吗？这时，一位长须飘飘的长老挺身而出，大声喝止了众人的喧闹。他捋着胡须，神色严肃地说道：“不管怎样，此番天地异象对宗门而言至关重要。”长须长老与身旁的美妇人对视一眼，两人眼中都闪过一抹凝重的神色，仿佛预感到了一场巨大的危机即将降临。各封听令，速结九星天玄阵。他话音刚落，各封弟子便如训练有素的士兵，迅速再到玄峰外集结。他们按照九星天玄阵的阵图，有条不紊地排列开来，动作迅速娴熟。九星天玄阵是玄天宗的阵宗大阵之一，主防御，最低需要999人通力协作，方能发挥出其真正的威力。这会儿参与结阵的长老弟子远远超过了最低要求，甚至还有9名峰主参与其中。仅仅不到30个呼吸的时间，一个巨大的中型能量罩便拔地而起，将道玄峰稳稳地护在了其中。山巅之上，顾离身姿婀娜，迎风而立，宛如一朵盛开在狂风中的娇艳花朵。手中的五行归元剑忽然亮起一道夺目的剑芒，仿佛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他玉足轻轻向前迈了一步，身姿轻盈，仿佛仙子临世。下一息，他那曼妙的身姿便出现在了阵眼之上，引得众人一阵惊叹。在顾离的操控下，九星天玄阵瞬间多了一层五行之力的加持，五行之力相互交融，光芒大放，使得阵法的防御力瞬间暴涨。凝神静气，心随阵转。顾离的声音清脆悦耳，却又带着一股强大的穿透力，传遍了整个阵法。众人见玄机仙子亲自坐镇持阵，眼中都露出了兴奋与崇敬的神色。作为上一任宗主以及现任宗主的师尊，顾离在玄天宗内声望极高。尽管他的修为已被余威超越，但他依然是宗门的定海神针，是众人心中的精神支柱。随着顾离的指挥，九星天玄阵开始缓缓旋转，每一颗星辰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些光芒在阵法的引导下，交织成一道道复杂而神秘的符文。符文在空中闪烁跳跃，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秘密。最终，这些符文汇聚到阵眼之上，使得阵眼的光芒愈发强盛。听我号令，御！顾离再次高声喝道，手中的五行归元剑猛地一挥，剑势凌厉，剑尖指向了一道落向道玄峰顶的雷霆。轰轰轰！集众人之力，仅一剑便将这道雷霆斩成了虚无。不愧是玄机仙子，竟然连雷霆都能斩灭。坐下，基本操作罢了，别大惊小怪的，别咋呼呼的，专心结阵。然而，就在众人惊叹顾离的强大实力时，他的脸色却并未有丝毫放松。3000多年前，他随着师尊去青兰州的柳家做客，名义上是交流修炼心得，实则这些应邀的修士全都是柳家请去为柳如烟护法的。那时候，玄魔大陆上还未曾出现过玄阴体，众人都以为柳家的天骄即将突破，需要外援抵御可能出现的危险。直到冰晶碎裂，柳如烟成功在天地异象中存活下来，大家才发现他的修为仅为炼虚期6层，远不是众人所认为的渡劫期。为了争夺柳如烟身上的秘密，众人形成了3派，以柳家为首的是一派，以顾离的师尊为首的是中立派，而当时的顶级势力合欢宗又是另一派。中立派坚守立场，不参与这场纷争，而柳家与合欢宗却大打出手，双方杀得昏天黑地。尽管两派实力悬殊，但在柳家子弟浴血奋战下，最终将柳如烟留在了柳家。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以及如烟大帝的传奇事迹，让顾离深刻地认识到玄阴体现世将会引发怎样的惊涛骇浪。此时此刻，他迫切地希望能够顺利度过此劫，并且希望能够顺利掩盖玄天宗有玄阴体的事实。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此番的天地异象并不是针对柳凝霜，而是另有其人。我操，我怎么重新筑基了？丹田中的灵气完成化海后没多久，杨欢悠悠转醒。他环顾四周，看到那遮天蔽日的乌云，震耳欲聋的雷声，庞大的九星天玄阵以及消失不见的师尊，表情瞬间变得震惊无比，眼睛瞪得如同铜铃。这是有强敌打上宗门了？怎么连九星天玄阵都用了？难道是其余几家势力联手了？杨欢环顾四周，试图理清当前的局势。他的记忆还停留在丹田灵气化海之前，此刻一切都变得陌生和混乱。然而众人都在忙着结阵抵御雷霆，似乎没人能解答他心中的疑惑。轰隆隆，又是一道雷霆从天而落。苏醒后的杨欢莫名地感到了一阵心悸，他抬眸向天际望去。我操，这阵仗是有人要渡劫？不对，师尊之前说过，凝霜那丫头激活玄阴体时会引发天地异象。想到这，杨欢又将视线转向泛着幽光的冰晶。在天地之力的影响下，
此时的冰晶似乎受到了某种强烈的刺激，正在迅速向外扩张。杨欢眼神一凛，也顾不得自己的形象，撒开腿就准备逃离。在他眼里，这些冰晶可不是什么善茬，不然前阵子师尊也不会让他住到宗主峰去。可惜冰晶扩张的速度犹如闪电，远超杨欢奔跑的速度，仅仅几个呼吸，他便被冰晶追上。尖锐的冰晶并没有像杨欢预想中那样将他刺成刺猬，反而在接触到他的瞬间，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突然将他像柳凝霜一样覆盖起来。这一幕悉数落在了顾离眼里。不，顾离心神俱颤，心中发出一声绝望的呼喊。就连九星天玄阵的能量罩都泛起了一阵涟漪，仿佛也感受到了他内心的痛苦。此时他心急如焚，目光紧紧锁定在被冰晶覆盖的杨欢身上。他双手紧握着五行归元剑，指节因为用力而变得苍白，仿佛要将剑捏碎。诸君，听我号令！您！顾离将全身的力量汇聚于剑尖，娇喝一声，声音中透着决绝与疯狂。斩天！他猛地挥出手中的剑，剑势如长虹贯日，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朝着天空中的雷霆斩去。在九星天玄阵的加持下，顾离渡劫期的修为全面爆发。只见他身姿轻盈，于阵眼处站定，周身散发着夺目的光芒，整个人仿佛被一层神秘的光辉笼罩。手中的五行归元剑爆发出璀璨光芒，如同绚丽的烟火，又似灵动的蛟龙，以一往无前之势直冲向九霄。破！随着顾离的一声轻喝，他挥剑直指苍穹，剑尖划破长空，带起一道耀眼的光弧，剑光如流星般划过天际，直冲翻滚的乌云，瞬间将正在酝酿雷霆的乌云斩出一道豁口。这一剑之威可撼动天地，这就是渡劫期修士的力量，不愧是玄机仙子，撞在我玄天宗与天不老。尊者我爱你，我想每天都给你洗脚。别人喊话不是惊讶就是自豪，唯独这个弟子与众不同。不过他还没喊完，就被几人拽着脱离了大阵，落到了道玄峰上一处隐蔽角落。小插曲过后，众人又将注意力转回了天空中的一边。斩天一剑虽然强横无比，但是天地之力仿佛无穷无尽。没过多久，乌云再次凝聚，恢复了原本的模样。正当顾离思索着如何应对这无穷的天地之力时，那些泛着幽光的冰晶却发生了诡异的变化。被冰晶覆盖的杨欢并没有被冻成冰雕，反而他似乎与冰晶之间产生了某种神秘的联系。他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周围的冰晶除了有些冰冷之外，并没有让他感到有危险的气息。杨欢试着活动了一下四肢，随后他惊奇地发现，这些外表坚硬无比的冰晶，内部却如水般柔软。他开始尝试行走，脚下的冰晶承受着他的重量，随后像水面一样荡漾开一圈圈波纹，又迅速恢复坚硬的形态。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这些冰晶的内部竟然会是这样。既然没有危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杨欢打算先去看看柳凝霜怎么样了。毕竟外面正劈着雷，就算他重新筑基了，也帮不上忙。九星天玄阵作为玄天宗正宗大阵，对修士的修为要求很高，不是他区区筑基期可以参与的，所以确认工具人是否安全才是他最关心的。他迈出第一步，冰晶在脚下裂开，又迅速合拢，仿佛在为他铺路。杨欢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了这片冰晶世界的主宰，他的意志引导着冰晶的流动。随着他不断前进，不到半炷香的时间，便来到了柳凝霜所在的小屋。此时躺在床上的柳凝霜被更为精致和复杂的冰晶所覆盖，看上去像一个冰晶茧。她面容平静而安详，仿佛正经历着一场美好的梦境。但从她此时的肤色来看，透着一股诡异。她那七双赛雪的肌肤被一层幽幽的墨色覆盖，裸露在外的四肢隐隐泛着妖艳的红芒。尽管杨欢过去修为不高，但他的见识却异常丰富。不好，这是噬魂魔宫的血迹契约。他心中一惊，随即脑海中闪过一丝明悟。柳家玄阴体噬魂魔宫，怪不得是血迹契约。噬魂魔宫的血迹契约是一种极为歹毒的术法，结合了蛊毒与诅咒的特点。血迹契约能将施术者与受害者的灵魂紧密绑定，使受害者的灵魂受到施术者的控制。施术者还能汲取受害者的天赋、生命、灵魂，甚至术法的力量会随着血脉传承下去，影响受害者的后代。杨欢眼中闪烁着阴晴不定的光芒，紧锁的白眉流露出他内心的复杂情绪。他在脑海中调出柳凝霜的属性面板，可惜没有一条属性表明他中了血迹契约。遇上血迹契约这种隐蔽性极强的术法，统爷探查不出也是正常的。杨欢嘀咕着，随即在系统商城中寻找可解此术法的东西。然而偌大的系统商城竟然没有对应的商品，这就让他很郁闷。血迹契约外显，说明施术者正通过契约汲取受害者的一切。若玄阴体被施术者全部抽走，柳凝霜可能会陨落，这是杨欢无法接受的。毕竟柳凝霜是他的反线工具人，亲密度很好刷。为了获得更多的反线以及系统积分，他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统爷，修改柳凝霜的势力属性。修改柳凝霜的势力需要花费4亿灵石，确定取消。确定，修改成玄天宗。定，已完成修改，谢谢，欢迎下次光临。姓名柳凝霜，势力玄天宗，年龄19，修为炼气9层，魅力值95。
亲密度25，神秘数字0，其他玄阴圣体。确认了它的属性被成功修改后，杨欢摸着灵石空空如也的储物袋，眼神中露出了希冀的光芒。Come on， 花了那么多灵石，一定要管用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先从柳凝霜身上褪去的是幽幽的墨色。没过多久，红芒也随之消散，7双赛雪的肌肤重新呈现在杨欢眼前。他长舒一口气，苍老的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容。统爷威武，统爷给力，统爷棒棒的。系统与此同时，北方荒州的噬魂魔宫深处，一股滔天的怒火如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整座宫殿都被震得颤栗不已。是谁破了本尊的血祭契约？灵邪站在宝座前，双眼赤红，仿佛2团燃烧的火焰，熊熊燃烧着他内心的愤怒。他的愤怒如狂风暴雨般席卷了整个宫殿，所到之处一片肃杀。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魔宫侍从和舞姬们，此刻都惊恐地匍匐在地，浑身颤抖着，不敢发出一丝声响，生怕触怒了盛怒之下的灵邪。但是灵邪的怒火需要发泄，他需要鲜血来平息他心中的狂暴。灵邪心中的怒火需要宣泄，他急需鲜血来平息内心的狂暴。他的目光在一众匍匐在地的舞姬身上扫过，最终定格在一位平易近人的舞姬身上。你过来！灵邪伸出手指指向那名舞姬，声音冰冷而又充满威慑。本尊现在火气很大，诸君听令，斗转星移，9星天旋变。随着顾离的命令下达，阵法中的星点发生了变化，9星天旋阵从原先的松散状态逐渐变得凝实。到旋风上，原本如同巨大气泡般笼罩着整个山峰的能量罩，随着阵法的变化而收缩，淡淡的金光弥漫在能量罩上，如同坚固不摧的守护，将接连落下的3道雷霆阻挡在外。噗噗噗！即便大阵扛住了雷霆的伤害，但是其反震之力如同重锤般敲击在每个人的胸口。不少结丹期的弟子口吐鲜血，气色瞬间萎靡，接连退出了大阵。太上长老，还有几道雷霆？长须长老看了一眼天空的乌云，随后朝着顾离问道：“已落6道雷霆，若是不出本尊意料，还有最后3道。”顾离一边说，一边掐着剑诀，五行归元剑仿佛与他成为了一体，剑身上亮起了璀璨的剑芒。他朝着被剑气笼罩的倒悬峰顶望了一眼，心中暗忖：当初如烟妹妹激活玄阴体时，似乎引发的天地异象并不是雷劫，今日的种种似乎到处都透着古怪。不过有9星天玄大阵在，雷劫又有何惧？顾离吞下了几枚极品聚神丹，磅礴的力量顿时灌注在五行归元剑上，开天。然而强横无比的这一剑却未能对第7道雷霆造成有效的狙击，雷霆径直穿过大阵形成的能量罩，直指到玄峰顶的剑气防护。不，顾离目眦欲裂，美眸中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不好，这道雷霆针对的是神魂。他第一时间从阵眼脱离，以极快的速度朝着第7道雷霆飞去。可惜这道雷霆速度之快，非人力所及，转瞬之间他便钻过了剑气防护罩，无声无息地落向了被冰晶覆盖的小院。与此同时，杨欢莫名地感到一阵心悸，仿佛自己被不知名的恐怖锁定了一般。在雷霆即将劈中杨欢的瞬间，整个小院被一种诡异的寂静所笼罩，冰晶覆盖的地面在雷霆的威压下开始微微颤动，仿佛连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轰！第7道雷霆从杨欢的头顶没入，没有预料中的巨响，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有一道幽蓝的光芒瞬间将它吞没。杨欢的身体在雷霆的冲击下微微颤抖，他的双眼紧闭，脸上的表情却开始变得扭曲，仿佛正经历着无法言说的痛苦。周围的世界在杨欢的眼中开始扭曲变形，雷霆的力量不仅仅摧毁了他的肉身防御，更是直接冲击着他的神魂。他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光怪陆离的幻境之中，四周是无尽的黑暗，只有雷霆的光芒在不断闪烁，勾勒出一个个诡异的景象。杨总，您觉得我今天这身 OL 装好看，还是昨天的纯欲装好看？美艳的秘书倚在杨欢的胳膊上，媚眼如丝，好闻的香水味钻入杨欢的鼻腔，胳膊上传来的柔软将他吊成了翘嘴。啪啪啪，大手在秘书的翘臀上轻轻拍了几下。杨欢大笑道：小骚货，有这点闲工夫，不如我们再对齐一下项目的颗粒度。秘书咬着红唇，慢慢蹲了下去，缓缓将披在肩上的秀发扎成了马尾。杨总，你说的是昨晚的那个项目？随即画面一转，高定西服被破烂的 T 恤取代，整齐的发型变得如同鸟窝。杨欢两眼无神地望着街角的落地窗。魔都10家青年杨欢因长期职场霸凌、性骚扰女下属，记者将话筒递给了一名意气风发的男子。他说道：杨欢已被踢出我公司董事会，接下来他将面临法律的制裁。随着街角的落地窗被杨欢用头砸破，画面到了这戛然而止。微微吃地瓜，梳着2只羊角辫的余威接过杨欢递来的地瓜，甜甜的回应道：欢哥，那你吃什么？杨欢偷偷揉了揉饥肠辘辘的肚子，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容。你先吃，我一会再去挖几个。人人都知道我杨欢是废物，你们抓我没用的，把我放了吧。回应杨欢的指示，啪啪2个大逼兜。寒月仙子是何许人也？他可是近500年来最年轻的渡劫期修士。啪！俗话说得好，欲成仙必先斩青丝。啪！杨欢选择了沉默。啪！说话也是打，
不说也是打。来来来，你们打死我吧！当噗啊！余威的剑连斩10数人，终于站到了杨欢身侧。这位朱兄，有见到我家欢哥吗？杨欢 MMP，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浑身是血的断臂男子，紧握着一杆破损的战旗，巍然不动。杨欢带着好奇攀上土丘，绕到他的身前。你来了！杨欢瞳孔陡然一缩，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喃喃道：你是谁？我是你。杨欢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反问道：那我又是谁？你是我。在幻境中，杨欢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最不想记起的事情，也看到了最值得感动的瞬间。他看到了属于他的喜怒哀乐，更看到了自己孤独地站在一片废墟之中，整个世界都变得荒凉而绝望。这些幻觉如此真实，以至于他几乎无法分辨真假。他的心中充满了无力感和绝望。不，这不是真的！杨欢在心中呐喊，他努力地想要挣脱这些幻觉的束缚，但他们却如同枯骨之躯，紧紧地缠绕在他的神魂之上。就在这时，一枚灰色的小珠从他丹田中的灵海深处升起，灰蒙蒙的丝线牵引着灵海中的灵气，向杨欢的奇经八脉涌去。灵气如同一道道清泉，渐渐冲刷着他的神魂，驱散了那些恐怖的幻觉。当杨欢醒来之时，灰色小珠已消失不见，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呼呼呼，冷汗遍布了杨欢全身。此时他仿佛被抽干了全身的力气，倒在了身前的冰晶茧上。然而冰晶茧似乎活了过来，他将杨欢的身躯扯了进去，与柳凝霜放在了同一张床上。尊者，速回阵眼，第8道雷霆就要来了。美妇人长老的声音将顾离生生喊停了下来。顾离皱起柳眉，朝天际望了一眼。乌云深处，雷声轰鸣，宛若千军万马奔腾，又似巨龙在云层中翻滚。他放弃了进入冰晶一探究竟的想法，身姿化作一道流光，瞬间回到了阵眼处。诸君，凝神静气，九星天旋在变。这一次顾离的声音异常严肃，让大阵中的所有人心生警惕。天佑我玄天宗！不知是谁，他那颇具感染力的声音激发了众人不屈的意志。天佑我玄天宗！天佑我玄天宗！一声声的呐喊从玄天宗的弟子口中喊出，让顾离心中感慨。天佑我玄天宗！顾离也不禁跟着高呼，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在他的引领下，整个九星天玄阵的力量被激发到了极致，每一颗星点都如同燃烧的星辰，散发出耀眼的光芒。随着顾离的指挥，大阵中的弟子们纷纷调整了自己的位置，他们的气息与阵法完美融合，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乌云深处，雷声愈发激烈，仿佛天穹都在颤抖。终于，第8道雷霆如同一条紫色的怒龙，携带着毁灭一切的力量，从天而降，直扑九星天玄阵。来吧！顾离大喝一声，将手中的5行归元剑高高举起，剑尖直指雷霆。剑身周围的空气都因为剑气的激荡而发出尖锐的笑声。然而，当第8道雷霆才落到大阵之上，第9道雷霆就携着灭世之威一同落了下来。噗！一口鲜血从顾离的口中喷出，他的气息瞬间萎靡到了极点，面色惨如金纸。尊者，不好！太上长老，戴宗主！惊呼声此起彼伏，九星天玄大阵顿时出现了一阵涟漪。诸位封主，继续结阵。是。长须长老与美妇人长老第一时间驾着飞剑拖住了受伤颇重的顾离。阿离，你怎么样？受伤重不重？长须长老边说边从怀中取了一枚丹药，渡进了顾离的嘴中。清风，本尊没事，只不过神魂有些震荡，过几日便好。陈清风点点头，朝着美妇人说道：阿彩，你护着他，老夫去主持阵法。9道雷霆一过，其余5大势力必定有所动作，不得不防。白彩蝶深以为然，只见他美眸微眯，霸气道：他们敢，老娘冻死他们！尽管9道雷霆过后，天边的乌云有了散去的迹象，但是玄天宗的大阵并没有撤去，反而越来越多的弟子长老自发地进入大阵，成为阵中的一个新点。九星天玄大阵之所以会是玄天宗的正宗大阵，就是因为它太适合团战了，不仅防御堪称逆天，就连杀伐也是玄魔大陆中的第一梯队。有此阵在，玄天宗便立于不败之地。而且陈清风与白彩蝶是宗门的大长老与二长老，管理宗门均超3000年，经验丰富，他们同样有着渡劫期的修为。顾离相信他们能够妥善处理好眼下的情况。现如今他唯一担心的就是杨欢是否还活着。至于柳凝霜，玄阴体太过逆天，应该没事的。神魂受损之下，顾离并没有冒险进入冰晶，反而盘膝坐在剑气防护之外，耐心等待。另一边，冰晶茧中的柳凝霜似乎有了苏醒的迹象。柳凝霜的睫毛轻轻颤动，意识如同被浓雾笼罩的湖面，渐渐被一阵温暖的微风拂过，迷雾开始散去，露出了清澈的水面。他的心跳随之加速，体内的灵气也开始流转。随着他逐渐苏醒，最先起了变化的便是冰晶茧。看似坚固无比的冰晶茧，从内部开始缓缓化作了精纯的阴寒之力，从他的4肢百骸钻入经脉。然而他身旁的杨欢似乎也能汲取这部分阴寒之力，但他吸收的速度却不如柳凝霜。没过多久，冰晶茧的能量被2人吸收完毕后，
蔓延在整座山峰的冰晶也随着他化作阴寒的灵气，朝两人所在之处汇聚。柳凝霜的身体仿佛成为了一个无底的黑洞，贪婪地吸收着周围的阴寒之力。他的体内灵气如同江河般奔腾，每一次流转都让他的力量更加凝实。他的肌肤上泛起了一层淡淡的冰霜，这是他体内阴寒之力过于充沛的外在表现。而在他身旁，杨欢虽然吸收的速度不如柳凝霜，但他的身体也在发生着变化。他的体内似乎有某种神秘的机制在运作，将吸收的阴寒之力转化为自身的力量。随着冰晶的消融，倒悬峰上的气温骤降，整个山峰被一层薄薄的霜雾所笼罩。天空中乌云再次开始聚集，感受到异象再次来临，顾离睁开美眸，眼神中写满了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次不够，还要来第二次。柳凝霜那丫头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尽管伤势未愈，顾离毅然决然地准备回到阵眼主持阵法。然而陈清风却将他拦在了阵眼外，他语重心长地说道：“阿离，你且好好恢复，老夫再怎么说也是渡劫七修士。”他说着，手中出现了一把长尺，手掌在通体泛着淡淡蓝光的尺身上摩挲两下，笑道：“老伙计，看你的了。”紧接着，他将长尺抛向天空，手中掐起印诀，亮天。量天尺的威能虽不及五行归元剑，但作为赫赫有名的极品灵宝，它的防御力却是异常惊人的。不过，这一次的天地异象似乎并没有刚才的猛烈，尽管乌云中也有雷鸣声，但却不见有雷霆落下，反而一滴滴的雨水从天而降。初看之下，这些雨滴与寻常雨水无异，但细细观察便会发现这些雨滴中蕴含着异常的阴寒之力，因为它们在下落的过程中竟然使得周围的空气都产生了一丝丝的霜气。这些雨滴落在九星天玄阵的能量罩上，并没有像普通雨水那样四散溅开，而是如同被某种力量吸引，缓缓地融入了能量罩中。顷刻间，一层淡淡的幽光将整个大阵笼罩。切莫慌乱，守好自己的位置。顾离娇喝一声，随即思绪飘到了3000多年前的那个傍晚，同样的乌云，同样的大雨，同样的幽光，这才是玄阴体激活时的天地异象。念及此，顾离的美眸中露出深深的狐疑之色。刚才那9道雷劫难道不是针对玄阴体，而是另有其人？除了柳凝霜以外，到玄峰上只有杨欢了。难道？顾离心中虽然有所猜测，但随即摇了摇头，轻轻叹了口气，将那些念头抛诸脑后。被幽寒冰晶附身，他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唉，罢了，这都是命。想到这，顾离不再关注到玄峰上的情况，转而全力恢复神魂上的伤势。另一边，到玄峰顶的幽寒冰晶已被柳凝霜与杨欢吸收殆尽，在霜雾的笼罩下，山顶的小院仿佛被一层神秘的面纱覆盖，增添了几分朦胧之美。小屋内，杨欢正盘膝而坐，五心朝元，进入深度的冥想状态。由于太上无极混元圣体吸收了一部分幽寒冰晶的阴寒之力，激发了乾坤九转阴阳诀的自行运转。此时，他体内的灵气开始自发的在各条经脉中流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循环。随着自身的灵气与阴寒之力融合，杨欢体内的能量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本炽热如火的阳属性灵气，在阴寒之力的调和下，变得更加圆润而深邃。这两种极端属性的灵气，如同阴阳鱼般相互缠绕，相互制衡，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平衡状态。随着灵诀的全力运转，杨欢体内交织的灵气，仿佛天地间的日月交替，阴阳互补，生生不息。他的体内仿佛形成了一个微型的宇宙，大日耀天，星月隐现。这时，躺在床上的柳凝霜缓缓睁开了眼睛，他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体内流转。然而，玄阴体的激活似乎对他来说，似乎不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堪堪炼气期的修为，又没有相对应地功法，导致他无法驾驭这股强大的力量。不受控制的阴寒之力，随着他起床的动作，竟然瞬间将床都冻成了冰雕。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柳凝霜感到震惊，她的美眸瞪得滚圆，红唇微微张开。我这是怎么了？我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无数的问题困扰着她，就连声音都带着一丝迷茫与不安，仿佛被困在一个迷宫之中，找不到出口。刷儿，谁？柳凝霜猛然回头，玉手向着声音的方向拍去一掌。当他发现说话的竟然是杨欢时，他已经控制不住手掌上的阴寒之力了。咔嚓咔嚓，幽寒冰晶瞬间将杨欢冻成了冰雕。幸好柳凝霜的修为不高，仙宝虚空幻影亮起一道金光，挡下了攻击。不过四散的阴寒之力还是将杨欢的白眉和银发镀上了一层寒霜。师尊，你没事吧？柳凝霜心中咯噔一声，俏脸顿时露出了惊慌的神色。自己这便宜师尊是玄天宗出了名的修炼废物，一身修为早已因为大限将至消散了七七八八，自己不会一掌将他打死了吧？情急之下，他连忙挪动身子，想要靠近杨欢，看看他是否受伤。他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因为他的身体还在适应这股新的力量。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想要触摸杨欢，却又害怕自己的阴寒之力会再次伤害到他。我没想到会这样，师尊，对不起。柳凝霜的声音中带着哭腔，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为自己的失控感到自责。虚空幻影几乎卸掉了刚才那一掌的所有力量，
杨欢自然是没有受到阴寒之力的侵蚀，他微微一笑，尽管苍老的脸上被冻得还有些僵硬，但他的声音依旧显得很温和。为师没事，你无需自责。紧接着，杨欢话锋一转，问道：你可知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吗？我被他这么一问，柳凝霜这才运起灵气，仔细内视了一番。随着灵气的流转，他感觉到自己的经脉中充满了无比恐怖的阴寒之力。不过，这些阴寒之力似乎还不怎么受自己控制，只是出于本能的在体内形成了循环。你或许是玄魔大陆唯一的玄阴体。杨欢的话将柳凝霜的思绪拉回了现实，见他眼中露出了震惊之色，杨欢笑道：3000多年前，青兰州柳家出过一位玄阴体，人称如烟大帝。从如烟大帝的辉煌成就到柳家的兴衰变迁，杨欢缓缓地向柳凝霜讲述了他所知的一切。为师猜测，你或许就是被噬魂魔宫覆灭的柳家后代。杨欢的话音落下，柳凝霜的脸色变得阴晴不定。不可能，我从小……柳凝霜的声音戛然而止，提到噬魂魔宫，似乎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记忆。在他的记忆中，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叫做炼狱，那是一个阴暗而绝望的地方，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他的母亲是他唯一的亲人，直到6岁那年，一个面相阴柔的男子来到了他的面前，改变了他的命运。那一夜，柳凝霜蜷缩在破旧的小屋外，耳边传来的全是他蹂躏母亲的声音。他的心中充满了恐惧与无助，无法理解这一切为何会发生。接着，他便被这个叫做灵邪的男人带出了炼狱。那一刻，他的世界仿佛被撕裂，失去了唯一的依靠。你以后就叫柳凝霜，是我灵邪的女儿。如果你能完成接下来的3个任务，我就还给你们母女俩自由。尽管那时候柳凝霜还不明白自由是什么，但是噬魂魔宫的一切与炼狱相比，宛如天堂。他一心只想将母亲从炼狱中拯救出来，给她更好的生活。柳凝霜花了10年的时间，完成了灵邪交给他的前2个任务，成为了一个杀人的工具。然后他又花了3年时间在玄天宗附近的凡人国度生活，洗去身上的戾气，最终通过考核进入了玄天宗，开启了第3个任务，成为噬魂魔宫埋在这儿的钉子。双儿，其实为师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是噬魂魔宫的人。杨欢的声音虽然平淡，但透着一股深沉的理解和宽容。柳凝霜的心中一惊，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被平静所取代。他知道杨欢的话中没有指责，没有愤怒，只有对他的关心和指引。师尊，您既然知道，为何还愿意收我为徒？柳凝霜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眼中露出了疑惑的神色。杨欢微微一笑，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慈爱的光芒。为师知道，你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说到这，他温柔地撸了撸柳凝霜的头发，缓缓说道：噬魂魔宫乃魔道，人人得而诛之，但是你与他们不同，为师看得出你有你的执念和坚持。既然老夫已收你为徒，那你这辈子就是老夫的人。说说吧，你的执念是什么？我的执念是什么？我的执念究竟是什么？柳凝霜的目光在杨欢身上徘徊，俏脸上写满了复杂的表情。接着他低下头，仿佛在内心深处不断地自问：刚才为师见你身上有血祭契约的痕迹。杨欢说到这，故意迟疑了一会儿，直到他的目光重新抬起，他才继续说下去：那份契约已经被我用法宝破解，噬魂魔宫再也无法对你施加任何控制。轰！柳凝霜的脑海中仿佛有一道雷霆炸响，他的内心世界在这一刻经历了剧烈的震动。听杨欢这么说，他的俏脸上立即浮现了震惊的神色。师尊，你说的都是真的？见杨欢带着笑意点了点头，柳凝霜的美眸中泛起了晶莹的光泽。最初在噬魂魔宫接受训练的时候，他的身边有许多的男孩和女孩，他们都是灵邪的孩子。然而魔宫的训练残酷至极，不仅逼迫这些几岁、10几岁的孩子去杀人，甚至为了筛选出所谓的优秀者，让他们相互残杀，美其名曰大浪淘沙。柳凝霜曾无数次想过逃跑，但是某一天，灵邪将几个孩子的残尸丢在了他们的面前。他站在高台上，身影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阴森可怖。你们都是我灵邪的好孩子，解。他说着伸出一根手指，随后指尖处闪烁起明亮的幽光。在孩子们惊恐的目光中，地上的残尸瞬间化作一缕缕魔气，被他贪婪地吸入口中。谁胆敢犯禁？灵邪的声音突然变得冰冷，他指着一个因恐惧而失禁的男孩，脸上浮现了邪魅的笑容。本尊这里不需要懦夫。柳凝霜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那个男孩，只见他的身体逐渐被一层诡异的墨色笼罩，四肢开始泛红。转瞬间，男孩的身体化为无形，他的生命力仿佛被某种不可名状的力量抽离，尽数汇入灵邪的口中。柳凝霜不敢直视灵邪的眼睛，恐惧紧紧攫住他的心脏，他害怕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你们所有人的身上都有本尊的血祭契约，解，服从或死。自此以后，血祭契约成了柳凝霜挥之不去的梦魇。为了活着，为了救出母亲，他在接受训练时比任何人都刻苦，甚至为了更进一步，亲手杀了与他相伴多年的闺蜜。直至此时此刻，柳凝霜从杨欢的口中得知，他身上的血祭契约竟然被解除了。这个消息如同春日的暖阳，融化了他心中的冰霜，
让他对杨欢的感激之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定，柳凝霜亲密度加25。杨欢早就料到会加亲密度，但他没想到竟然会加那么多，内心的激动几乎让他忍不住要欢呼出声。为了在柳凝霜心中树立起一个完美的师尊形象，他带着温和的笑意微微点头：你既已拜老夫为师，那么老夫自然会为你的人生负责。女人的感觉宛如一道波浪线，当她达到高潮的时候，如果再多加一把力，一定会让她体验到非一般的感觉。因此杨欢从怀中取出了2枚玉简，交到了柳凝霜的手中。师尊，这是玄阴功与太阴剑诀。杨欢努力保持着平静的语气，因为他有些心虚，毕竟这2本功法是系统商城中最廉价地功法，不是价值1000积分的玄阴功买不起，而是50积分的玄阴功残篇更具性价比。当然了，太阴剑诀也是同样的道理。渡劫期巅峰境界是玄魔大陆的天花板，杨欢觉得柳凝霜能先修炼到渡劫期就不错了，完全按没必要给他买完整版的。好不容易薅来的系统积分的留着，不但可以给自己买宝贝，说不定还能用来刷其他反线对象的亲密度。都怪为师没用，玄阴功最多只能修炼到渡劫期。为师猜测，你应该想成为一名剑修，所以为你准备了这本太阴剑诀。不过很可惜，这剑诀似乎也只能修炼到渡劫期。杨欢的话还没说完，便被柳凝霜的拥抱打断。柳凝霜紧紧地抱住了杨欢，眼中闪烁的泪光中制止不住地落了下来。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杨欢的出现如同一盏温暖的灯火，为他带来了希望和温暖。柳凝霜哽咽道：师尊，您已经为我做了太多，这些功法对我来说已是无价之宝，我一定会珍惜，并且努力修炼，不辜负您的期望。定，柳凝霜亲密度加10。系统的提示音差点将杨欢吊成了翘嘴。拥有1000年舔狗经验的他，自然知道女人现在需要什么。杨欢温柔地拍了拍柳凝霜的背脊，随后一下一下地轻轻顺着她的青丝。为师能为你做的不多，在为师死后，不许师尊这么说。柳凝霜将手指抵在了他的唇上，将杨欢的后半句话堵了回去。然而当柳凝霜抬眸的时候，正好迎上了杨欢那灼灼的目光。在这一瞬间，他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快了3分，美眸中露出迷醉的神色。在仙宝虚空幻影的衬托下，再加上修为重新返回了筑基期，杨欢的外表似乎年轻了一些，这就让他的气质更为仙风道骨，隐隐有了年轻时的潇洒倜傥。温暖的拥抱，充满亲和力的微笑，以及2人现在几乎能感受到彼此心跳的姿势，一切的一切让柳凝霜不禁为之心动。在他心中，杨欢不仅是他的师尊，更是他的救命恩人。他的温柔，他的神秘，都让他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迷恋。他甚至开始幻想，如果有一天能够念及此。柳凝霜闭起美眸，壮着胆子将自己的红唇轻轻地在杨欢的双唇上印了一下。随后他还未等杨欢缓过神，立即脱离了他的怀抱，站到了一旁，偷偷注视着他。杨欢没想到他竟然会主动送上香吻，脑海中立刻闪现了4个大字：冲师逆徒。尽管被冲的感觉还不错，但是绝不能丢了师尊的威严。杨欢瞪了柳凝霜一眼，严肃道：双儿，下不为例。为师的心中只有你师娘一人，若是被人看了去，柳凝霜才不管他心里有谁，反正亲也亲了，他一定会负责到底的。只见他双手缠上了杨欢的胳膊，使劲用内衣具绝尘蹭着，娇滴滴地说：好啦好啦，师尊教诲，徒儿谨记。作为师尊，杨欢必须树立自己的威严。作为男人，如此角色主动献吻，其释放的信号不言而喻。舔了别人1000年，第一次被别人舔，杨欢心中仿佛如盛放的烟花，璀璨斑斓。他想冲师就让他冲吧，反正我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就行了，日后再说嘛。杨欢是这么想的，自然也就没有推开柳凝霜，反而用另一只空闲的手撸了撸她的头，笑道：你这丫头可别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啊。师尊放心，徒儿绝对加倍努力。柳凝霜带着微笑回应道，随即将杨欢的胳膊搂得更紧了一些。除了娘亲之外，从来没有人像杨欢这般，他不仅对我完全信任，而且还不在乎我的过去。师尊，不，他似乎更像我梦里的那个男人，成熟、迷人、神秘。此刻他只想这么搂着杨欢，他生怕这只是一场梦，醒来后会回到那个令他饱受折磨和痛苦的地方。杨欢不知道他心里具体在想些什么，也没有去猜测，只是静静地陪着他，给予他足够的温暖。小屋内的气氛变得温馨且宁静。过了良久，柳凝霜松开了手，悠悠地叹了一口气：师尊，我的娘亲被关在炼狱，我想救她，你能不能？尽管杨欢在他眼里跟凡人差不多，但是他后台硬啊。师尊是赫赫有名的玄机仙子顾离，道侣又是战力无双的寒月仙子余薇，若是能出动2位仙子，再加上玄天宗的几位长老，想必那个讨厌的男人应该会放人吧。炼狱，杨欢白眉一挑，声音带着些许惊讶。炼狱是噬魂魔宫的一处秘境，其内部景象宛如幽冥地狱，不但环境恶劣，而且充斥着各种危险。最先，这处秘境是作为试炼之地，向魔宫所有人开放的。然而随着世事变迁，不知何时它被关上了炼狱之名。据可靠消息，炼狱的深处有一扇神秘的狱门，
穿过它，便可进入玄魔大陆中的一处禁地。每隔1000年，噬魂魔公会将积压在炼狱内的无数生命，通过狱门献祭给禁地内的不祥。不过，噬魂魔宫为何这么做，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几百年前，他曾被魔宫的高手掳去，便是关押在炼狱之内。杨欢对此一直心有余悸，但是如果只是想把人从炼狱里救出来，还是能办得到的。只不过以杨欢现在的实力，他是办不到的。而且他相信师尊顾里也不会为了柳凝霜的娘亲，在当前这个敏感时刻选择与噬魂魔宫正面冲突。毕竟玄魔大陆的局势错综复杂，任何一方都不敢轻举妄动。或许一根导火索就足以引发6大势力之间的混战。杨欢沉思了片刻，捋着白须，语气带着慎重道：“此事为师会与你师祖说。”接着他话锋一转：“去炼狱救人的难度，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你必须让宗门看到你的价值，不然徒儿明白，苦儿一定会努力修炼。”柳凝霜起身向杨欢一扶，美眸中透露着坚定的眼神。既然已经激活了玄阴体，又有玄阴功与太阴剑诀，他相信救出娘亲的那一天不会太久了。至于那个所谓的父亲，他发过誓，迟早有一天会亲手将他碎尸万段。杨欢见他被自己扑了成功，心中不免有些感慨，现在的女孩子真是胸越大脑子越少，忒好骗了，怪不得师尊不怎么好骗。正当杨欢在脑海中念叨顾离的时候，到玄峰上空的天地异象也接近了尾声。这时顾离的伤势已恢复了90%多，突然他睁开美眸，眼神中射出2道令人心悸的金芒。诸位道友，不知今日到访我玄天宗所谓何事？顾离的倩影矗立于飞剑之上，手中5行归元剑正散发着夺目的剑芒，散发的气势仿佛能撕裂苍穹。3000青丝随着夜风飘扬，衣袂猎猎作响，如同一位从天而降的谪仙，不染尘埃。翠袖轻摇不生莲，眉如远山寒霜雪，罗裙轻摆风中舞，眼似寒星照夜蓝。说话间，一名书生模样的男子摇着折扇踏空而来。男子面容英俊，气质卓尔不凡，给人一种公子如玉、温润而泽的感觉。尽管他外表俊朗，但盯着顾离的眼神中却带着浓浓的贪婪。当他与顾离相距约莫数十丈的时候，便停下了脚步，小声：“见过玄机仙子。”男子微微拱了拱手，虽然行了见礼，但他的语气之中毫无恭敬的意味，反而带着一丝轻蔑和挑衅。顾离瞥了他一眼，轻哼了一声，语气平淡的说道：“原来是你这个伪君子！”你毫不留情的言语顿时让男子的脸色红温，手中的折扇微微颤抖，显露出他内心的波动。下一息，强大的气势从他的身上散发而出，眼神中的贪婪随即被一抹阴沉取代。随后，众人身前的空间泛起了一阵涟漪，如同水面被投下了一颗石子，波纹荡漾开来。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一条浑圆笔直的长腿从涟漪的中心缓缓显露，紧接着便是如玉偶般泛着光泽的手臂。随着涟漪的扩散，一个曼妙的身影逐渐清晰。一袭月白色的长裙，裙裾随风轻舞，如同云朵般轻盈，长发如瀑，随意的披散在肩上，眉眼间带着一股不驯的野性，嘴角挂着一抹挑衅的微笑。战大哥爱来就来，爱走就走，哪轮得到你这个骚蹄子多嘴？女人说着，朝战今天抛了个媚眼，同时向他靠近了一些，但他似乎与折扇男子的距离更近。你这个千人骑万人操的骚贱货，还做着嫁给战今天的美梦呢。林月不屑地瞥了女子一眼，语气中充满了对她的轻视。紧接着，在顾离惊讶的目光中，林月搂住了他的小蛮腰，并朝着战今天的方向努了努嘴。这都多少年了，人家战大哥心里只有我们阿里好不好？顾离轻轻扭动身体，摆脱了林月的搂抱，先是看了看战今天，然后严肃地说：“林月，你若再敢胡说八道，休怪我顾离不讲情面，听到了没？听到了没？你把人家当姐妹，人家可不念你这份情呢。”最后出场的女子说完，便发出了讥讽的笑声，眼神中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得意。然而她还没得意多久，林月便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前，叮当，泛着幽光的环刃与一柄寒气逼人的匕首短兵相接。林月冷待，本座与阿离的关系，岂是你能挑拨的？冷待，哼，要战便战。你以为我魔渊谷怕了你合欢宗？两女似乎过去有仇，这才刚一见面，言语之间便擦出了剧烈的火花，现在更是站到了一起。顾离见他们打了起来，他又朝战今天瞧了一眼，意思让他劝劝。然而战今天自从现身之后，注意力全都在顾离身上，若不是眼下还有其他3个势力，他恨不得将顾离拖进小树林，说上一会儿悄悄话。尽管玄魔大陆的6大势力明面上互不相干，但是经过几千年的争斗，眼下的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交情。好比顾离与合欢宗的2长老林月是闺蜜，战宗副宗主战今天是顾离的舔狗，魔渊谷大长老冷待是战今天的小迷妹，错综复杂的关系与情感交织成了眼前的混乱局面。然而作为中州公孙世家的3长老，折扇小白脸处了半天，竟然无人将他放在眼里，这就让他心中窝着火气，宛如冒着黑烟的火山，随时可能喷发。公孙世家称霸玄魔大陆无数年，家中高手无数，
能人辈出，其威名可谓是人尽皆知。今日的遭遇却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辱和愤怒。公孙无忌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阴毒，他先是冷冷地瞥了一眼战惊天，随后又将目光转向顾里。他的折扇轻轻摇曳，表面上显得轻松自如，但内心深处却在暗自策划着阴谋诡计。奸夫淫妇，还有那2个小骚货，老子早晚有一天要让你们付出代价。心中暗骂的同时，公孙无忌悄悄地向北方探查了一番，然后心中暗自思忖：那么久了，那边还没动静，看来林邪那家伙今天应该不会来了。他想到这，深深地望了一眼顾离，脸上浮现出一抹虚伪的笑容，说道：这样的场面，林兄未到，真是一大遗憾。话还没说完，一阵狂风骤起，公孙无忌的喉咙被战惊天的铁掌紧紧掐住。娘娘腔，你再多说一句，战某今天就宰了你。公孙无忌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话竟会激起战惊天如此强烈的杀意。看来林邪与顾离之间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尽管脖子被掐得生疼，呼吸也变得困难，但公孙无忌并不相信战惊天真会下手杀他。他用折扇轻拍战惊天的手臂，缓缓地说道：战兄，恕罪，是小弟失言了。战惊天见他求饶，冷哼一声，一甩手将他丢出了10几丈。公孙贤弟，江湖险恶，未知渡劫期，还是乖乖在家修炼吧。公孙无忌闻言，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握紧折扇的指节也泛着白。修为迟迟未能突破至渡劫期，一直是他的短板，也是他心中最深的痛。战惊天的话无疑是在他最敏感的伤口上撒盐。他理了理有些凌乱的青衫，尽管心中怒火如焚，但表面上依旧保持着温润如玉的风度。战兄教训的是，小弟受教了。接着话锋一转，不过修炼之事不劳战兄费心，我公孙无忌自有分寸。尽管在战惊天面前吃了亏，但他仍旧不愿在众人面前失了面子。既然林邪不来，自己还是先走为妙。毕竟在家族的大忌面前，个人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公孙无忌朝着战惊天与顾离拱了拱手，语气淡漠道：既然玄天宗无恙，那在下就先行告辞了。顾离见他说的那么冠冕堂皇，自然也不能让玄天宗失了礼数，虽然心中不情愿，但还是礼貌地回了一礼，道有请便。公孙无忌离开后，战惊天见林月与冷黛的战斗仍在继续，便带着一脸谄媚，搓着手来到顾离身边。许久未见，自己的意中人仿佛又年轻了不少，而且这脸蛋，这身材，这修为，若是能娶回战宗，光宗耀祖啊！嘿嘿嘿，阿离妹妹。顾离白了他一眼，刚准备无情地将他的念头扼杀在摇篮时，却听到旋风上传来了杨欢的声音：战惊天，你个老不死的，1000年了，你还缠我师尊身子！以战惊天的修为，就算是玄天宗的9星天玄大阵，也无法阻挡他敏锐的目光。他迅速锁定了到旋风上那道令他深恶痛绝的身影。不过在战惊天的印象中，杨欢似乎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模样。几百年前，杨欢还维持着年轻时的相貌，尽管他修为渣渣，但是他的那张脸却能勾起无数女修为之疯狂。战惊天的亲妹妹战甜甜就是杨欢的迷妹之一。为了得到杨欢的心以及他的人，战甜甜甚至给余威下了战书，以战定杨欢。尽管抢男人的事最终不了了之，但自那以后，战惊天便记恨上了杨欢。因为杨欢不仅亲妹妹至今未嫁，甚至成为了自己追求顾离路上的绊脚石。这些年来，战惊天无数次想将杨欢剁了喂狗，但又怕妹妹伤心，顾离记恨，就一直没敢真的动手。不过杨欢现在的状态似乎没几年好活了，待他一死，咩哈哈。想到这，战惊天脸上的表情从震怒变成了得意。然而当他的目光落到搀扶着杨欢的女子身上时，表情又从得意变成了嫉妒。革老子的，难道这老小子是先天沟女圣体？怎么出现在他身边的都是绝色美女？苍天呐，大地呐，能不能降下几道天雷将他劈死啊？战惊天心中暗自咒骂。而此时9星天玄阵突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紧接着阵中传来了无数愤怒的咆哮。呸，哪来的老狗，竟敢觊觎玄机仙子的美色？战老贼，来单挑啊！兄弟们，亮家伙，弄死他！玄机仙子顾离不仅仅是他战惊天的女神，更是玄天宗所有男修们共同的女神。自家女神岂能容忍外人染指？9星天玄阵爆发出了比防御天地异象时更强大的力量，只要顾离一声令下，区区渡劫期修士杀之如土狗。战惊天，此地乃我玄天宗腹地，速速离去，莫要自误。这时大长老陈清风一边主持着大阵，一边用冷冽的目光紧紧锁定战惊天。哪怕战惊天修为再高，他也不是护宗大阵的对手。好不容易有机会能与女神亲近，就这么被杨欢搅黄了。战惊天气的肺都快炸了。只见他指向到旋风上的杨欢，怒喝道：你给老子等着！撂下狠话，战惊天的眼神又在顾离身上恋恋不舍地转了几圈，随即远遁而去。与此同时，林月与冷黛的激战似乎也接近了尾声。毕竟两人激战时也时刻关注着场上的动向。随着公孙无忌与战惊天的先后离去，冷黛早就无心恋战了。骚蹄子，这次就先放过你，下次见面必取你首级。冷黛娇斥着向后一跃，从容地躲过了林月的环刃攻击，随后追着战惊天的方向而去。战哥哥，
你慢点。深夜，宗主峰的偏殿仍旧亮着灯火，两女一男围桌而坐，另有一素群女子正为他们沏着灵茶。欢欢，不如跟师伯去合欢宗吧，师伯传你采阴补阳大法，再活个上100年应该不成问题。林月笑嘻嘻地说着话，勾魂夺魄的媚眼始终没从杨欢身上离开过。姓名林月，势力合欢宗，年龄3824，修为渡劫3层，魅力值91，亲密度90，神秘数字0，其他先天魅体。杨欢这才通过系统看完了林月的属性，身旁的顾离就用力敲了敲桌子，发出了不满的声音：“跟你去合欢宗，恐怕他死得更快。”顾离说着翻了林月一个白眼，语气中带着一丝揶揄，继续说：“欢欢20岁时你就缠他身子，如今他都这样了，你还不放过他？”杨欢听了这话，嘴角微微一抽，心里郁闷极了。MMP， 什么叫都这样了？老夫可是太上无极混元圣体，自从激活度到了5%，老夫感觉整个人都年轻了，甚至连腹肌都有了。就算1挑2，老夫都能把你们干趴下。不过这些话他只敢在心里想想，若是说出口，绝对会被二女暴打一顿。毕竟他年轻时是吃过他俩苦头的。什么叫我缠他身子？你清高，你不缠？林月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顾离的玉手捂住了小嘴。骚娘们，信不信老娘撕烂你的嘴？此时顾离的俏脸已经红到了脖子根，显然林月的话戳中了他内心的某些隐秘。林月口不能言，只能朝着杨欢瞟起了媚眼，示意他赶紧说话。然而杨欢哪敢说话，他轻轻抿着灵茶，装作没看见。林月缠他身子，杨欢早在1000年前就知道了，毕竟每次见面他都会撩拨一番。但是师尊也缠他身子，这就令杨欢有些匪夷所思了。他偷偷瞥了一眼顾离，却不料两人的眼神正好对到了一起。这一刻，从师尊的眼神里，杨欢读到了许多复杂的情绪，有羞怒，也有娇羞，似乎还有些少女才有的腼腆。杨欢急忙将目光移开，心中却如同春日的田野，百花齐放，万物复苏，又到了交配的季节。不过转而一想，林月这骚娘们的嘴从来都是骗人的鬼，从她嘴里出来的话10分有12分都是假的。况且师尊向来矜持，此刻不过是面子上过不去，哪会真就缠自己身子？念及此，杨欢清了清嗓子，淡淡的说道：“师伯，100年不见，您的风采更胜往昔，您到底是怎么保养的？”此话一出，顾离与林月同时一愣，心中各有所思。顾离心中微微泛起一丝苦涩，果然在杨欢眼中，林月还是更漂亮一些。而林月听到这话，却是露出了灿烂无比的笑容，连那双媚眼都笑成了月牙儿。真的吗？你真是这样觉得的？哎呀，讨厌，伦家平时都没怎么保养呢。林月的表现不仅让杨欢嘴角抽了10几个来回，更让顾离和柳宁双心中暗自骂骂咧咧。阿离，林月说着朝柳宁双看了一眼，随口问道：“丫头，你叫什么？”柳宁双微微一伏，有些惊讶，鼎鼎大名的林月仙子竟然会主动和自己说话。师祖，徒孙是柳宁双，你唤他什么师祖？你的师祖是本尊。顾离的语气带了几分冷意，他似乎对柳宁双的表现有些不满。他的话仿佛将偏殿的温度降了一点下来，但是林月的下一句话又让温度提了上来。他不是欢欢的徒弟吗？欢欢叫我师伯，这丫头叫我一声师祖，有什么错？说着，林月牵着柳宁双的手，让他坐了下来。阿离，你也是的，余薇那丫头就像你，冷冰冰的，难道你想让这丫头也随你吗？他见顾离美眸一瞪，似要反驳，立马将话题又引到了杨欢身上。欢欢，你的一身修为哪去了？提到修为，杨欢与顾离同时轻叹了一口气，然后两人互视一眼，由杨欢先开了口：“能活着就不错了，修为不修为的不重要。”话音刚落，顾离就接上了话茬：“月姐，你刚才说的那采阴补阳大法，真能延长欢欢的寿元？”林月见他这么问，一双媚眼亮起了一道微不可察的光芒。合欢宗地功法基本都有延年益寿的效果，还能美容养颜，你们要学的话，我可以传给你们。说着，他凑到顾离耳边，用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你不是也缠他身子吗？不如先这样，然后再那样。”片刻过后，只见顾离先是红了耳朵，然后俏脸发烫，最后就连脖子也染上了红晕。以杨欢对林月的了解，他刚才的那番话绝对很劲爆。尽管心中非常好奇他究竟说了什么，但是自家师尊已经红温了，这个节骨眼还是低头喝茶最明智。然而好奇宝宝柳宁双却出乎意料的开了口：“师祖，我能学吗？”顾离与林月同时向他看去，眼中皆是带着疑惑的神色。柳宁双见他们只是看着自己却不说话，心里感觉毛毛的，随即垂下头小声说道：“那我不学了。”这时顾离瞪了杨欢一眼，然后朝着门口的方向努了努嘴，说道：“杨欢，你且先回洞府，宁双丫头留下，为师有话与他说。”杨欢撇撇嘴，点头称是，心中却嘀咕了2句：“不让听就不让听，谁稀罕？老夫还巴不得赶紧回洞府修炼灵诀呢。”待他离去，顾离认真审视了柳宁双一阵，只把他看得便体生寒时，才收回了目光。“行了，阿离，别吓着这丫头。”林月轻轻拍了拍柳宁双的手，给了他一个宽慰的微笑，转而向顾离传音道：“这丫头和如烟妹妹一样，是玄阴体吧？”顾离柳眉轻轻一挑，
眼神紧盯着林月。本想编个理由搪塞过去，却不料被林月接下去的话堵了回去。你可别忘了，我们是怎么认识的？3000多年前，顾里与林月是在柳家结识的。在那之后，他2人又与柳如烟相识。那时候三女同为炼虚期，年龄又比较接近，自然成了至交好友。因此，关于玄阴体的一些秘密，不仅顾里知道，林月也非常清楚。顾里美眸一凝，心中暗忖：这骚娘们真不好对付，心思太缜密了。一定是她通过天地异象察觉到宁霜那丫头是玄阴体。既然瞒不住，顾里决定大大方方地承认了。只见他微微点头，随即传音问道：那你有什么打算？这丫头是你的徒孙，你问我有什么打算？林月传到一半，忽然露出了狡黠的笑容。要不让这丫头拜我为师祖，让我带回合欢宗去？不行！顾离瞪了他一眼，斩钉截铁地否定了林月的说法。阿离，你师尊与你说过3000多年前的事吗？什么事？关于我家老祖想纳如烟妹妹为炉鼎的事。顾离美眸瞪圆，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显然，关于这件事，师尊从来没向他透露过半分。林月沉吟片刻，然后缓缓地将当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顾离。3000多前年，合欢宗的老祖由于受过道伤，修为止步在渡劫期第8层。为了突破到渡劫期巅峰期，甚至更进一步飞升上界，他不惜一切代价，从合欢宗的禁地取出了一本残缺的宝典《九转阴阳录》。宝典的内容包罗万象，最令老祖心动的便是其中关于双修与炉鼎的记载。据宝典所述，天地间共有9大最适合作为炉鼎的圣体，玄阴体便是其中之一。与之双修，阴阳共济，增修为，疗道伤，固神魂。因此，当柳家出现天地异象时，合欢宗老祖才会不惜与柳家开战，也要得到柳如烟。故事说到这，顾里恍然大悟，他不仅明白了当年的纷争，更是对林月此刻的意图有了几分猜测。月姐，你的意思是让这丫头做欢欢的炉鼎？顾离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确定，但是林月却点了点头。他继续传音道：欢欢是余威的执念，若是他死了……林月顿了顿，深吸了一口气，问道：你也不想他从秘境出来后发疯吧？提到余威发疯，二女的眉头皆是蹙到了一起。显然这段记忆对他们来说并不美好，但是让这丫头做欢欢的炉鼎能行得通？顾离的传音立刻得到了回应。只见林月清了清嗓子，转头朝着柳凝霜问道：凝霜丫头，我和你师祖有法子让你师尊多活几年，只不过他故意没有把话说尽，而是停顿下来，美眸注视着柳凝霜，想看看他会怎么说。若是柳凝霜能够接受这个提议，不仅杨欢的命可能会保住，而且他或许能够成就新的传奇。若是他坚决反对，那么此女断不可留。柳凝霜并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只知道师祖留自己下来，应该是有非常重要的话要说。然而等了半天，却只等来林月仙子没头没尾的一句话。尽管心中有诸多疑问，但是涉及到杨欢能否多活几年的话题，他心中立刻有了明悟。如今的柳凝霜已不是10几天前的他了，现在他只想好好报答杨欢的恩情，努力展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就出娘亲。柳凝霜抬起眸子，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深吸了一口气，问道：两位师祖，只要能让师尊活下去，凝霜愿意做任何事。顾离闻言什么都没说，但从他的眼神中，柳凝霜感受到了一种无言的认可。而林月则是兴奋地喊了一声好，随即带着一丝羡慕的语气对顾离说道：啥时候你这运气也分我一点呗，让我也沾沾光，做一回气运之女。顾离翻了一个白眼给他，语气调侃道：行了，回头分你点。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转向了正题：既然凝霜愿意，那你说说吧。林月闻言表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玉手轻挥之间，偏殿内布上了数道禁制。玄阴体是最适合作为炉鼎的圣体之一，白色的素裙在夜风中轻轻摇曳，紧贴在柳凝霜依据绝尘的娇躯上，勾勒出她惹火的曲线。她静静地站立在山巅，目光穿透夜色，凝望着那无垠的天际，心中波澜起伏。在噬魂魔宫的严酷训练中，男女之事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柳凝霜很早就明白，她的容貌，她的身体会是她最强的武器。尽管她心中早已做足了心理建设，但当真正面对这一切时，她似乎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月姐，咱们这样做会不会给她的压力太大了？顾离望着柳凝霜，轻声问着身边的林月，俏脸上能见到些许担忧。她是欢欢的徒弟，徒弟不上，难道你这个当师尊的上？我可以上啊，你同意吗？顾离与林月轻声说着悄悄话，渐行渐远。良久，柳凝霜深吸了一口气，将林月仙子交给她的储物袋牢牢地攒在手里，眼神变得坚定起来。另一边，杨欢循着乾坤9转阴阳诀的运气路线，完成了9个完整的周天循环，不仅巩固了他筑基期的修为，更让他感觉到自己的修为有了显著的提升。欣喜之余，疑惑也随之而来。我昏迷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体内的灵气成了黑白二色？满腹狐疑之下，杨欢开始尝试施展一些基础的法术。杨欢随手掐了一道火球术的印诀，随即体内黑白二色的灵气瞬间涌动，空气中的火元素迅速聚集，一个篮球大小的火球在他的掌心中凝聚成型。这一次火球的威力似乎远超以往，
火球的表面不仅跳动着炽热的火焰，还隐隐泛着黑白两色的光晕，仿佛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他能感觉到这火球术中蕴含的能量比之前强大了数倍，火球的温度也更高，周围的空气因为这股热量而扭曲变形。火球中的黑白光晕似乎在不断的旋转，每一次旋转，火球的威力就增加一分，仿佛这黑白二色的灵气赋予了火球更加狂暴和不稳定的特性。杨欢心中一惊，连忙凝神静气，将注意力全都汇聚到手中的火球上。他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火球，尝试着将其稳定下来。随着他的意念转动，火球缓缓地在他的掌心上空悬浮。虽然威力巨大，但在他全神贯注的控制下，火球并没有爆发出来。杨欢双目中的光芒愈发明亮，随着他手掌紧握成拳，火球瞬间熄灭，没有留下一丝烟尘。太上无极混元圣体果然不凡，没想到筑基后灵气竟然能有如此变化。感叹过后，杨欢没有停下，继续施展了几个法术，力求在最短的时间里适应身体的变化。当他的心神重新沉浸到灵觉时，脑海中又多了几篇晦涩难懂的文字与图片。好在系统给力，注释依旧详细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乾坤九转阴阳双修大法，万花宝典，炉鼎宝录。我操，还有这种好东西！统爷，你干啥不早点告诉我？系统杨欢激动的差点跳了起来。对于一个心思活络的穿越者来说，双修大法炉鼎这样的词汇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只可惜系统晚到了1000年，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少年郎早已不在，如今的他已是垂暮之年。杨欢觉得除了余威之外，应该不会有女人还会看上他这个糟老头子了。毕竟师尊故离的亲密度已经到了100，但也没见他有任何投怀送抱的想法。虽然柳凝霜今天小小冲失了一把，但他似乎也只是一时冲动。林月诗不就更别谈了，他以前不光动嘴还动手，而现在光动嘴了。想到这，杨欢仿佛像泄了气的皮球，悠悠地叹了一口气。罢了，有总比没有好，读一读就当增长见识吧。杨欢自我安慰着，本以为万花宝典与葵花宝典类似，是一套高深莫测地功法。然而当他在系统中点开了宝典的第1页时，仿佛有一束光为他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我操！宝典的前半部分用极其艺术的形式向他介绍了万族美女。美女介绍完了过后，便是令人血脉喷张的内容。这部分的内容再配上系统的注释，让杨欢直呼过去的1000年都白活了。阅读完万花宝典，杨欢仿佛对异性有了新一层的认识。当他满怀期待地点开乾坤九转阴阳双修大法时，他感到灵魂仿佛瞬间被扯进了一个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超越了现实的束缚，充满了激情与和谐的神秘空间。万物之欲由心而发，随心而为，可为善可为恶。声音仿佛来自天外，如大道之音，又如晨钟暮鼓，醍醐灌顶。道、法、自然，心之所向，欲之所往，即是生命所在。听着耳边的声音，注视着身边灵与肉体的结合，杨欢缓缓闭上了双眼，仿佛顿悟了一般。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直到他的耳边传来了柳凝霜清脆而充满活力的声音：“师尊，天亮了，太阳晒屁股了。”杨欢从深沉的冥想中缓缓回神，仿佛从一场悠长的梦境中醒来。他缓缓睁开眼睛，瞥了一眼身前的柳凝霜，见他俏脸带笑，便清了清嗓子，调侃道：“这才刚过卯时，太阳就晒屁股了。”柳凝霜像前几次那般，双手很自然地搂上了杨欢的胳膊，声音甜腻：“哎呀，这不马上就晒屁股了吗？”说话间，他双手微微用力，想将杨欢扶起来。然而经过一夜的修炼，杨欢现在哪都是邦邦硬的，若是站起来那还得了。他才被扶起来一丢丢，便在暗中使出了一招千斤坠。啊！柳凝霜被他带着一个趔趄，惊呼一声，不由自主地倒向杨欢的怀抱。软玉在怀，香气袭人，又是最容易冲动的1日之辰。杨欢下意识地搂紧了柳凝霜，而他则本能地将双手环绕在他的颈间。这一刻，四目相对，目光交织在一起，仿佛拉起了丝。欢欢，看姐姐给你带啥好东西来了。熟悉的声音，熟悉的自称，熟悉的开场白。杨欢心中咯噔一声，若是被他知道自己这个时辰与柳凝霜在一起，指不定会被他整出什么幺蛾子来。灵月仙子那古灵精怪的脾气和作风，谁见了都头疼。何况他现在自称姐姐，一听就知道他来这是来找乐子的。想到这，杨欢竖起一根手指放在自己唇前，轻轻嘘了一声，紧接着指了指床边的高柜，示意柳凝霜躲进去。看着柳凝霜一溜烟就钻进了衣柜，甚至连声音都没发出来，杨欢眼中顿时露出了震惊之色。这丫头难不成做外门弟子的时候天天钻衣柜，忒特么熟练了。回过神来后，杨欢双目一凝，心中觉得柳凝霜躲在衣柜里还是不太保险。毕竟灵月是渡劫期的修为，若是他散开灵时，洞府里的一切哪里逃得过他的感知。情急之下，杨欢清了清嗓子，朝着洞口大声喊道：“师伯，我没穿裤子，你不要进来啊！”七没穿裤子怕什么？又不是没见过。嬉笑间，一双浑圆笔直的大长腿在烛光的映照下缓缓映入杨欢的眼帘。
当林月的身影完全显现时，杨欢已经闭上了眼睛。不是他不想看，而是他不敢看。就算是玄天宗比合欢宗更热一些，也不至于穿得那么清凉吧。薄如蝉翼的纱裙几乎透明，步履之间裙摆轻轻摇曳，曼妙的身姿几乎对杨欢不设防。纱裙上点缀着精致的花纹，随着烛光闪烁，其上2点星光更是耀眼诱人。林月见他闭上了眼睛，嘴角不禁微微向上一勾，露出了迷人的笑容。他对杨欢的反应似乎颇为满意。老小子，你不是穿着裤子吗？林月一边调侃，一边挨着杨欢坐了下来，纤纤玉手攀上他腰间的软肉，用力一拧，看你下次还敢骗姐姐不？嘶哈！尽管被他拧一下不怎么疼，但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痛苦的样子。杨欢深知情绪价值提供不到位会是怎样的下场。哎呦呦，疼啊！姐姐给你揉揉。杨欢哪敢真就给他揉，按林月的秉性，指不定揉着揉着就揉到别处去了。他挪着屁股往右一移，巧妙地避开了他的玉手，正色道：“师伯请自重。”哎呦 ，MMP， 这骚娘们下手可真重。等老夫神功大成，早晚有一天让你尝尝来自太上无极混元圣体的棍棒教育。杨欢心里这般想着，嘴上却是浮起了软。撒手，师伯，你弄疼我了，你再这样，我可要叫了。噗嗤哈哈哈，你叫啊，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林月松开了拧在杨欢身上的玉手，转而轻轻地捏了捏他那布满岁月痕迹的老脸。那么多年来，他最喜欢撩拨杨欢，只因杨欢这老小子乖巧懂事，而且哄人开心还特别有一套。最关键的是，他不记仇，随便怎么欺负他，在见面时他仍旧是笑脸相迎，这就让林月对杨欢有了偏爱。每次来玄天宗时，他都会带上一些提升修为或者延长寿元的宝贝。然而今天这一捏，却让他的美眸中露出了些许遗憾，心中不免也暗自叹了口气。阿离说的没错，欢欢看起来确实已经油尽灯枯，时日无多了，眼下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宁霜那丫头身上了。林月没有继续沉溺于这些不愉快的思绪，转而将不开心的情绪藏了起来。他换上了一副笑嘻嘻的表情，问道：“老小子，不如你尝试着走炼体的路子，你现在的手感越来越差了。微微若是见你这模样，你觉得他还愿意与你同房吗？”杨欢闻言瞪了他一眼，胡子差点都翘了起来。这叫什么话？自己打小和余微青梅竹马，他就算嫌弃任何人，也不会嫌弃自己。虽然近100年来自己与他的同房次数确实不多，但每一次余微仍旧充满了温柔与深情。你一个快4000岁的老处女，懂个坤8毛，也就嘴上逞能，有本事咱俩真刀真枪来比划比划，信不信老夫让你竖着走进洞府，哭着瘸着走出去？这时林月见他敢瞪自己，立即回瞪了回去，接着声音也大了几分：“好啊，老小子，你敢瞪姐姐？”说着他揪起一根杨欢的胡子，用力一把，信不信姐姐将你身上的毛一根根都拔光了？见他这么说，杨欢的额头仿佛顿时垂下了3道黑线，嘴角也来回抽搐了好几下。遥想当年第一次认识林月时，就是因为得罪了他，被他拔光了身上所有的毛，而且他真的说到做到，真的是一根一根的拔。想到这，杨欢佯装浑身一哆嗦，表现出害怕的样子：“师伯，叫姐姐，姐姐，乖，记得下次没人的时候叫我姐姐，姐姐爱你哦。”林月似乎玩得很开心，玉手轻挥间亮起一道光芒，随即一枚褐色的丹药出现在他掌心。“大郎，该吃药了。”“我操，我不吃，你他妈每次都……杨欢边说边将他的手往外推，但以他筑基期的修为，哪会适度节气的对手？转瞬间，丹药便被林月塞进了他的口中。叮！检测到林月赠与宿主一枚极品长生丹，触发万倍返现，奖励碧落黄泉丹10枚。这次杨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林月为他吃的丹药确实没有像之前那般是加了料的，这一次是正正经经的一枚来自药王谷的极品长生丹。长生丹有价无市，初次服用可延寿100年。不过这些年来，余微和顾离已经不止一次给杨欢服用过长生丹了。尽管林月知道长生丹对杨欢起不了太大作用，但是他仍旧想尽一份绵薄之力。谁让他这么多年来唯一只对杨欢动过心呢？随着长生丹化作灵气融入经脉，冥冥之中杨欢似乎感觉到自己的寿元又多了一些，这就让他老眼瞪大，脸上露出了一瞬惊讶的表情。紧接着他转过身，认认真真的说道：“感谢师伯赐丹，就光谢谢就好了。”林月先是调侃了一句，随后指了指自己的红唇，闭起了美眸，似乎在期待什么。这一招他之前就用过，但最终杨欢啥都没尝到，还被揍成了猪头。但是这次不同了，自从系统激活后，杨欢心里有了底气，胆子自然比以往大了许多许多。他瞥了一眼床边的高柜，见柜门严丝合缝，心中暗忖：宁霜那丫头应该看不见，就算听到点什么，问题也不大。随后他又将目光落到了林月的唇上，脸上露出了一抹狡黠的笑容：“让你撩拨老夫那么多年，老夫今天怎么说都要收点利息回来。”念及此，杨欢双手搂上林月的纤腰，将自己的双唇印在了她的红唇之上。林月怎么都没想到他竟然玩真的，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然而下一息，杨欢身上的气息为之一变，
变得让他的神魂感到前所未有的陶醉。他的唇好软，他的味道好好闻。林月的心跳不由自主的加速，面对这样的杨欢，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他的一双玉手不知不觉间缠上了他的颈肩。叮！林月亲密度加5，杨欢对系统的提示音充耳不闻，只是更加投入的收着利息。就在这时，洞府突然传来顾离的声音：“欢欢，你醒着吗？”这个意外的时间点，顾离的出现让两人都措手不及。林月急忙推开杨欢，迅速环顾四周，寻找适合的藏身之处，直至目光最终落在了床边的高柜上。他狠狠地瞪了杨欢一眼，眼神中满是警告，意思让他小心点说话。紧接着，他无声无息地来到高柜旁，又无声无息地打开了柜门，钻了进去。杨欢苦笑一声，无奈地拍着额头，都能凑一桌麻将了。此时，床边的高柜内气氛有些紧张和尴尬。林月与柳凝霜紧紧贴在一起，身体几乎没有一丝缝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微妙的气息。林月没想到杨欢竟学会藏人，且藏的是柳凝霜。柳凝霜也没想到林月会跟他一样躲进柜子里。短暂的寂静过后，柳凝霜本能的想要开口解释，却被林月一把捂住了小嘴。嘘，你也不想被顾离发现吧？传音才传了一半，林月似乎想到了什么，缓缓松开手，继续传音道：“你不会从昨晚开始就一直在欢欢这吧？”柳凝霜因为尚未筑基，无法用灵石传音，只能拼命摇头，表明自己并非林月所想的那样。林月不禁问道：“那你藏起来做什么？”刚问完，林月就后悔了。只见柳凝霜眨巴着眼睛，一脸无辜地看着他，仿佛在反问：“那你藏起来又是做什么？”林月有些窘迫地解释道：“本尊是不想让顾离误会什么。”柳凝霜眨了2下眼睛，表示自己也是不想让林月误会。二女在狭小的柜子里，彼此眼神中都流露出一丝无奈和笑意。同为天涯藏贵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解释肯定是解释不清了，但这种意外的相遇让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默契。他们相互点头，同时将柜门推开一条缝隙，小心翼翼地向外望去。先有柳凝霜软玉在怀，后有林月激情热吻，再是朝气蓬勃的清晨。杨欢的身体仿佛叠加了好几层 buff， 硬如磐石。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连忙运起灵气，想让自己不那么尴尬。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造孽啊！随着顾离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杨欢在心中呐喊了一声，果断放弃了。他将衣襟下摆往前送了送，摆出5星朝元的修炼姿势，紧闭双眼，对顾离的呼唤充耳不闻。条件不允许他醒着，只有装睡才能掩饰他的窘迫。几息过后，顾离的身影在摇曳的烛光中渐渐显现，翠色的罗裙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摇曳，如同莲叶在水面上轻轻摆动，透露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冷之美。欢欢，欢欢，顾离轻声呼唤了几声，见杨欢仍然没有回应，便用灵石探了探，还好，呼吸挺平稳的。他心中稍安，轻松了一口气。随后，顾离站定在杨欢面前，原本清冷的目光逐渐柔和下来。尽管杨欢闭着眼，但他能感觉到师尊已经站在了自己面前。为了让这出戏一镜到底，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努力营造出一种完全沉入修炼状态的错觉。他希望顾离只是过来看一眼，确认自己还活着后就赶紧离开。毕竟高柜里还藏着一大一小，4个人挤在洞府里，若是一不小心弄出点动静，大家都尴尬。然而他的希望却落空了。只见顾离轻轻一跃便上了床，来到杨欢身侧，像小媳妇般梳起了他那银白色的头发。从前有微微在，你这衣食住行都有人照顾，我也安心。可是自从他入了宗门秘境之后，你这头发也没人给你梳了。顾离边给他梳着头，边絮絮叨叨地说着这几天他的发现。另一边的高柜里，林月瞥了一眼柳凝霜，见他垂着头，似乎表情有些沮丧，便传音道：“阿离是个外冷内热的女子，她心里其实藏了许多对杨欢的情愫。这些年来，除了杨欢，我从未见她对任何一个男人动过心。”林月的话宛如晴天霹雳，在柳凝霜的脑海中炸响。她没想到玄机仙子竟然会喜欢自己的徒弟。柳凝霜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嘴，竭力让自己不发出任何声音。林月继续说道：“说实话，杨欢年轻时候的模样，连我都动过心。”柳凝霜非常赞同地点了点头。尽管杨欢现在银发如霜，白眉似雪，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但每一道皱纹都似乎诉说着过往的风霜与故事。在他苍老的外表之下，杨欢却有着一种独特的气质。他姿态从容，背脊挺直，仿佛一棵历经风霜而不到的古松。他的银发和白眉非但没有让他显得衰弱，反而增添了几分超脱世俗的仙风道骨。这样的老头儿，年轻时绝对是个大帅逼。林月将手轻轻搭在了柳凝霜的肩膀上，继续传音道：“想不想看看他年轻时的模样？”见他这么问，柳凝霜的美眸顿时一亮，重重地点了点头，看着我的眼睛。说话间，林月的双眸闪烁起淡粉色的光芒，将柳凝霜的意识拖入了幻境之中。随着林月的引导，柳凝霜感觉自己仿佛穿越了时空。当幻境的迷雾渐渐散去，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之中，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木质的桌椅，雕花的窗棂，还有那袅袅升起的茶香。在茶楼的一角，杨欢正独自坐在窗边，他不再是那个银发白眉的老者，而是变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
她的发丝如墨，眉宇间英气逼人，面容俊朗，棱角分明。一袭简单的青衫，却难掩她那超凡脱俗的气质。阳光洒在她身上，为她的身影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边，使她看起来就像是从画中走出的人物。杨欢轻轻提起茶壶，为自己斟了一杯茶，紧接着他朝着柳凝霜的方向举杯示意，嘴角那抹淡淡的微笑瞬间捕获了他的芳心。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世间竟有如此佳公子。柳凝霜只恨自己晚生了1000年。当幻境散去，意识回归，柳凝霜的脑海中再度传来了林月的声音：怎么样，我没骗你吧？话才说了一半，林月的眼神中露出了震惊之色，他赶紧拍了拍柳凝霜，让她向外看去。丫头，快看，快看那！此时顾里已经为杨欢梳完了头，但是他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重新回到他的身前，随着玉手不断在杨欢的脸颊上摩挲，顾里俯下了上半身，阴唇轻轻地在杨欢的唇间印了一下。这一吻仿佛带着无尽的深情与眷恋，让柳凝霜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一幕，仿佛被定格在了时间之中。林月也被这一幕深深触动，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狡黠。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暧昧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然而玩心大起的林月却将手悄悄按在了柜门上，随着一声轻微的吱呀声，柜门从内部被推开，吓得顾里花容失色，渡劫气的威压如潮水般瞬间弥漫了整个洞府，气氛凝重。当他看清是林月后，脸上立刻泛起了红晕，如同天边的晚霞，羞涩动人。紧接着他涨红着脸，带着羞愤的语气结巴道：你怎么会在这？林月先是瞥了一眼假装入定的杨欢，然后灵巧的用小腿一勾，柜门轻轻合上，巧妙的隐藏了柳凝霜的踪迹。老娘昨晚就来了，还与他双休了，整整1夜。双休？顾里美眸一凝，眼神在林月身上来回扫视。与他相识3000多年，顾里岂会不知林月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再说近几10年来，余威每次与杨欢同玩房都唉声叹气的，顾里心中早已生疑。他私底下问过余威，但从余威的表情和沉默的态度来看，杨欢应该早就力不从心了。双休？骗鬼呢！想到这儿，顾里一挑柳眉，语气带着调侃说：不愧是有女菩萨之称的林月仙子，竟然来我玄天宗做客，也不忘惠及我宗弟子。他在俏脸上挂起狡黠的笑容，轻拍了几下手掌，继续说道：嘿嘿，要不这宗主峰借你几天，我随后通知下去，即刻让弟子们排起队来。呀，顾里，看看这是什么？林月突然打断他，手掌往前一伸，一枚散发着微弱光芒的流影玉璧呈现在他的掌心。随着他的灵气灌注，顾离亲吻杨欢的画面顿时在光幕中显现出来。顾离的美眸瞪得滚圆，小嘴微张，脸上写满了震惊。林月见状，邪魅一笑，说道：这话可是你说的哦，那从今天起，这宗主峰就是我林月的了。等那些弟子排队等得无聊时，我就让他们看这个。林月话音未落，当的一声，五行归元剑出鞘，剑尖直指林月手中的流影玉璧。林月岂会让顾离轻易得逞，一个优雅的转身避开了剑锋，身影化作一道流光，转身便往洞府外掠去。林月，你给我站住！来呀来呀，小阿离，你来追我呀！略略略。随着两人的打斗声渐行渐远，浑身冒着冷汗的杨欢终于睁开了双目，他抹了一把额头上的细汗，悠悠地叹了一口气，唉，真是造孽啊！从柜子里出来后，柳凝霜取了盆清水，正准备伺候杨欢洗漱呢，见他这唉声叹气的样子，又想起刚才两位仙子为他争风吃醋的样子，柳凝霜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杨欢接过他递来的方巾，白眉一拧，沉吟道：双儿，有些事知道便知道了，可不行往外说啊。柳凝霜强忍着笑意，点头答应。放心吧，师尊，徒儿的嘴很紧的。他将自己的小嘴压扁，对着杨欢做了个夸张的鬼脸。杨欢轻轻摇头，注视着身前活力满满的柳凝霜，他的老脸上露出了一抹无奈又宠溺的笑容。年轻真好。嘴唇抿起的瞬间，又想起林月与顾离那红润的唇瓣，杨欢心中感叹，年纪大的也很好。修士筑基之后便可以辟谷修炼，但为了避人耳目以及薅羊毛，在仙宝虚空幻影的加持下，杨欢外显的修为仍旧是炼气4层，所以吃饭这种事自然需要装模作样一番。不过今天餐桌上的气氛有些不同，除了柳凝霜，顾离和林月也凑了过来。作为合欢宗的二长老，南修眼中的女菩萨，林月理所当然地坐到了杨欢身侧。她先是夹了一叶青菜在唇上试了试温度，接着转身往杨欢的嘴里送去。欢欢，张嘴，是你最爱的青菜。林月的声音甜得发腻，动作无比矫揉造作，若说她是妖狐转世，恐怕都有人坚信不疑。杨欢不着痕迹地往顾离的方向瞥了一眼，却见他手中的筷子都被捏得有些弯曲了。他眼神一凛，随即将目光转移到林月身上。然而林月的筷子举在他前面已有好几息，似笑非笑的眼神里隐隐有了一丝警告，美丽的大眼睛眨了2下，仿佛在做着无声的威胁。此时杨欢又见一旁的柳凝霜正低着头，浑身微微颤抖，似乎在努力憋着不让自己笑出声。造孽啊！杨欢心中大呼一声， MMP， 吃什么早饭就应该早些回到玄风。
那样的话就不会像现在这般骑虎难下了。若不吃这叶青菜，今日免不了要挨凌月一顿毒打；若吃了这青菜，隔几日搞不好要领顾离一顿毒打。杨欢把心一横，决定先解决今天的这顿打，过几天的那顿说不定有转机呢。他默默张开嘴，将青菜叶子吞进了嘴里。定，检测到凌月赠与宿主普通青菜，触发万倍返还，奖励青灵翠心1斤。凌月的投喂触发了系统返还，让杨欢的心情变好了一些。然而下一息，顾离抬起头瞪了杨欢一眼，嘴角那抹玩味的笑容让他顿感遍体生寒，就连原本软糯飘香的青菜都仿佛失去了食材原本的味道，变得苦涩生硬，难以下咽。杨欢浑身一凛，细细观察着两位姑奶奶的表情和动作，他发现这会儿凌月的眼睛已经笑成了月牙，眉宇之间尽是胜利者的姿态。反观顾离这边，笑容已经从他脸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宛若寒冰的肃容。杨欢心中咯噔一声，桌子下的脚掌也跟着咯噔了一声。不用看都知道，踩在自己脚掌上的玉足一定是顾离的。疼痛让杨欢的两条白眉锁到了一起，他暗自思忖着，看来要寻个机会从凌月那把流影玉璧讨过来，不然师尊总被他拿捏，最终吃苦的还是老夫。圣体未能大成之前，先忍一手，过些年一定要让他们领教老夫的厉害。想到这儿，杨欢忍着疼，加了一点咸菜送到了顾离的碗里。师尊许久没吃6必居的咸菜了吧？这是徒儿珍藏的，酱味浓郁，脆嫩清香。顾离点点头，吃了一小口，脸上的表情刚缓和了一些时，凌月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欢欢伦家也想吃，你也给我加一点呗。当五行归元剑带着寒芒，将6必居的咸菜斩成了虚无，紧接着便是顾离冷冷的声音：你若要吃，自己买去。顾离说完，咚的一声将五行归元剑砸在了桌上。有了仙气的震慑，接下去的时间凌月老实了许多，不过餐桌上的气氛却是尴尬了不少。幸好柳凝霜比较会察言观色，在他的一番操作下，早膳总算回归了和谐。餐桌上，柳凝霜巧妙地将话题转移到了万宗大会上。方才凝霜去山下取食材，见师兄们都在讨论万宗大会，这究竟是什么盛会啊？顾离放下筷子，抢在凌月开口前，对柳凝霜解释道：万宗大会是整个玄魔大陆最为盛大的集会之一，每千年举行一次，由各大宗门轮流主办。这时凌月带着笑意补充道：这一次万宗大会将由中州的公孙世家主持，大会囊括了交易、论道、宗门大比等多个环节。听到这，柳凝霜算是对万宗大会有了大致的了解，眼中自然也流露出向往的神色。杨欢见他似乎颇为异动，喝完了最后一口豆浆，开口说：这次的万宗大会据说规格与历届不同，公孙世家估计没有3年5载，是做不足准备的。他说到这，侧过头，眼神落到了柳凝霜身上，继续说道：双儿若是能趁这段时间好好修炼，说不定能在盛会上大放异彩啊！我可不行。柳凝霜一边摆着手，一边垂下了头。他似乎仍然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天赋平庸的修士，不过这不怪他，毕竟玄阴体才刚刚激活，杨欢给他的玄阴功和太阴剑诀尚未修炼，柳凝霜根本不知道将来的他会强到何种地步。顾离与凌月互视了一眼，微微点了点头，他们对杨欢的话深表认同。他们的五行灵体和先天魅体已经算得上是顶尖体质了，但是相较玄阴体而言，差的还是有些多。这时顾离轻轻地拍了拍柳凝霜的肩膀，鼓励道：本尊见你与五行归元剑有缘，若是这次盛会你能为宗门取得一项大比的魁首。说话间，顾离将五行归元剑放到了柳凝霜面前，语气凝重了几分，继续说：本尊便将此剑传于你。谁都没想到顾离竟然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杨欢、凌月与柳凝霜脸上皆是露出了震惊的神色。五行归元剑不仅仅是玄天宗的正宗仙器，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因为每一任仙剑的主人都是玄天宗的太上长老，不仅地位与宗主齐平，更是有着罢免宗主的权利。凌月深深地看了一眼顾离，心中暗自思忖，不愧是玄机仙子，那么早就开始笼络人心了。若是凝霜这丫头成长起来，再加上余威，有他们3人在玄天宗，他没有往下接着想，因为他似乎已经看到玄天宗超越公孙世家，成为了大陆最强势力。合欢宗要做的就是在暗中支持玄天宗，毕竟3000多年前的那场大战，合欢宗损失实在太大了。尽管合欢宗明面上还是6大势力之一，但凌月知道如今的合欢宗是多么的不堪一击，这也是他多年来交好顾离的原因之一。合欢宗需要一个坚定而强大的盟友。这时回过神的杨欢与是遵通了一个眼神，他瞬间读懂了他的意思，他这是要重点培养柳凝霜，让他成为如余威一般的存在。杨欢对他的这个决定举双手双脚赞成，毕竟工具人越强大，返现奖励才会更好更强。念及此，杨欢朝柳凝霜努了努嘴，笑道：双儿还不快谢谢师祖。柳凝霜闻言起身向顾离一拜，大声道：弟子定不负师祖，师尊所望，多谢师祖。师尊。昨天夜里，凌月将九转阴阳录以及合欢宗的一些功法传给了柳凝霜，从表面上看，他是为了想办法延长杨欢的寿元，但是
这何尝不是他拉拢人心的一种手段？顾里早就看穿了凌月的伎俩，不过他也知道凌月的难处，所以并没有点破。口头许诺仙剑传承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凌月，更是为了让柳凝霜看到一个光明的未来。当然，实质性的好处也不会吝啬于他。随着当的一声清脆响声，顾离的手中闪现出一道锐利的剑光，瞬间，一柄造型华美、全身散发着寒气的长剑出现在他的手中。随着长剑的突然出现，仿佛在炎炎夏日之中平添了几许凉意。你既有剑诀，那师祖便送你一柄灵剑，此剑乃极品灵宝烈冰。柳凝霜双手接过烈冰，顿时剑身的寒气随之大盛，仿佛此剑天生便是为他准备的一般。尽管五行归元剑的品级比烈冰要高，但是柳凝霜觉得烈冰与他更为契合。他能感受到从剑身传来的寒意与他体内的灵气产生了微妙的共鸣，仿佛两者之间有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缘分。用过早膳，杨欢便与柳凝霜回了到玄峰。经过昨日的天地异象，此时峰顶的小院显得有些凌乱。见杨欢想要扶起倒在地上的摇椅，柳凝霜赶在他之前将摇椅扶了起来。师尊，你去歇息吧，这里我来收拾。杨欢点了点头，然后给了柳凝霜一个储物袋，袋子里是一些常见的食材，对修炼颇有帮助。至于口味，你按你的喜好就行，老夫没那么多讲究。当他合上门扉时，又朝着柳凝霜喊道：双儿，袋子里还有几件衣服，你回头看看合不合身。柳凝霜感应了一下储物袋中的食材，顿时震惊地愣在了原地。青灵翠心、赤焰火龙胶、玉髓冰心藕，我的天呐，师尊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称那么珍贵的灵物为食材。玄魔大陆上的修士通常自助激起，便逐渐摒弃了对普通食物的依赖。一是普通的食材含有大量杂质，长期摄入会对修士的身体造成损害；二是那些蕴含灵气的高级食材，如药王谷的龙血米，价格昂贵至极，每斤需10余万灵石。对于大多数修士而言，谁能吃得起这样的东西？如今杨欢一出手，便是少之又少的青灵翠心、赤焰火龙胶。柳凝霜早知道他富得流油，但没想到他竟然能富裕到如此程度。都说越富的人越吝啬，但杨欢的慷慨却颠覆了这一成见。望着杨欢离去的背影，柳凝霜的眸子里露出了感激的色彩。你待我这么好，让我怎么报答你？叮！柳凝霜亲密度+5。打坐中的杨欢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后，嘴角微微向上勾起。按这样的进度，柳凝霜很快就能成为第二个亲密度100的异性。杨欢很期待那天的快点到来，因为他看中商城内的一件宝贝很久了，就差600积分就能买了。另一边，随着修为的提高，柳凝霜对打扫院子、煮饭烧菜的活更得心应手了。他很快就完成了琐事，将目光落到了储物袋中的那些衣服上。初时，那些罗裙、工装、深衣都比较符合柳凝霜的审美，然而在他们之后的那些内衣却让他美眸中露出了思索的神色。原来他喜欢黑色、紫色、白色的，不过这些内衣还是保守了一些，回头改一改，穿上去应该会更诱人一些。想到这，柳凝霜朝着杨欢的屋子瞟了一眼，穿上它们，再辅以凌月师祖传授地功法，师尊他一定把持不住。不过师祖说了，修为未到元婴前，切不可与师尊双修。玉手紧握成拳，他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修炼，尽一切可能，赶一切时间，早日突破到元婴期，延长师尊的寿命。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间数月已逝。顾离曾2度造访到玄峰，第一次是为了布设一座庞大的聚灵阵，第二次是为杨欢带来丰富的修炼资源。得益于系统的万倍返还奖励，系统空间再度被灵石与各类珍稀资源所填满。聚灵丹、聚气丹、地灵草、玉髓藤，杨欢的修为在修炼资源与高级食材的堆砌下，来到了筑基期巅峰境，离结丹仅一步之遥。柳凝霜激活了玄阴体后，虽然修炼速度不及杨欢，却也远超寻常修士。他不仅成功筑基，修为更是稳步提升至筑基期第8层。随着冬日的寒风在到玄峰上呼啸而过，宗门大比的日子悄然临近。腊月的宗门大比不仅是玄天宗弟子们展示实力的舞台，更是年轻弟子崭露头角的绝佳机会。1日清晨，阳光尚未完全驱散山间的雾气，一名宗门弟子便匆匆上得到玄峰。到玄峰都多少年没参加过宗门大比了，怎么今年又突然要参加了？难不成是那个姓柳的师妹要参加宗门大比？带着满腹疑问，他来到了峰顶的小院外。这时，小院内传来了几声令他忍不住竖耳倾听的声音。哎呀，你用点力气嘛，炒菜你不用力气翻炒，这菜怎么能熟？笨死了，你太用力了，菜都要被你铲坏了。哎呀，慢一点。声音并非来自任何一间屋子，而是离他最近的灶房。这名弟子眼神一凝，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色。杨长老不是没几年好活了吗？怎么还在学炒菜？听说那姓柳的师妹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姿，便宜这糟老头子，还不如便宜我。嘿嘿嘿，老子都住机器层了，据说他们只有炼气期的修为，不如趁此机会。他眼珠一转，翻身入院，3步并作2步，便攀上了灶房的屋顶，向下望去。然而灶房内的情景让他傻了眼。此时柳凝霜正在叫杨欢炒菜，炒青灵翠心不能急，而且要控制温度，炒菜的速度要不快不慢，锅铲用力要恰到好处。我操，这
这是青灵翠心。这名弟子的双目瞪得老大，直接震惊了。他只在画册上见过青灵翠心，哪里见过真东西，就更不提尝过了。一瞬间，他的心中充满了羡慕、嫉妒、恨的情绪。凭什么你们修为那么弱，却能吃那么好？凭什么我努力修炼，却只能喝西北风？苍天呐，大地呐，为什么？他的出现自然瞒不过杨欢与柳凝霜的感知，他们早就知道屋顶上趴着一个宗门弟子。炒完菜后，两人玩心大起，故意摆出夸张的表情，声音也更加响亮，显然是在戏弄屋顶上的人。双儿，青灵翠心都吃腻了，不如再做一道紫电雷莲羹。杨欢故意提高声音的同时，还不忘抬眸往房顶上瞅了一眼。行，我这就切一点紫电牛的肉，雷莲搭配紫电牛，据说味道鲜美无比。柳凝霜也配合着说道，一双美眸同样往上瞥了一眼。他取了一块牛肉，正准备切，就听扑通一声，房顶上摔下来一个人。他怎么都没想到，凭自己筑基7层的修为，竟然让2个炼气期发现了。心神恍惚之下，气息随之混乱，未能稳住身形，就露馅了。你是何人？老夫怎么从未见过你？杨欢故作惊讶地喝道，同时取出一枚传讯玉璧，语气中带着一丝冷冽。师尊，我到玄峰来了个奸细，你快来！这名弟子一听，顿时吓得冷汗直流。杨欢的师尊是大名鼎鼎的玄机仙子，她可是个杀伐果断的女人。如果顾离心情不好，真把自己当奸细，他不敢再往下想，赶紧起身向杨欢行了一个弟子礼，语气恭敬地解释道：杨长老，弟子季长生是墨竹峰吴长老的弟子，师尊差我来通知杨长老，5日之后便是宗门大比的日子。杨欢面带寒光，一摆手打断了季长生的话。哼，墨竹峰的弟子就能爬老夫的屋顶吗？你好大的胆子！尽管杨欢外显的修为只有炼气期，但是表现出来的气势却压得季长生抬不起头。弟子不敢罢了，你只不过是来传个信罢了，为难你，显得老夫档次太低。杨欢瞪了他一眼，喝道：再有下次，老夫定不轻饶，滚吧！季长生闻言如蒙大赦，连番作揖道谢，慢慢退了出去。待他走后，杨欢收起了身上的气势，朝着柳凝霜说道：双儿，这宗门大比无趣的紧，你若是不想参加，那便不参加。柳凝霜看着杨欢，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辛苦修炼数月，终于到了验证自己实力的时候了。他的心跳微微加速，既期待又紧张。前些日子，趁杨欢修炼时，柳凝霜跑去宗主峰，向顾里表达了想要参加宗门大比的意愿。他希望在宗门大比上用自己的实力征服同门，为杨欢洗脱老渣男的称号。修为未达元婴期前，柳凝霜实在想不出自己能做什么以报答杨欢的恩情，所以才想出了这一招。若是换成从前，他不会在乎什么大比不大比，他一心只想提升修为，提高宗门地位，尽快完成灵邪交给他的任务，从而尽早救出娘亲。然而经过短短几个月的相处，他的内心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有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变化。柳凝霜重重地点了点头，坚定地说道：师尊，我想参加。师尊，正如您所料，杨欢的修为已经降至炼气4层。季长生府在吴天行耳边叙述着刚才在到玄峰发生的事，只不过将自己的糗事隐瞒了下来。那个外门女弟子，你见到了吗？吴天行轻声问道，同时轻轻吹散了茶盏中升腾的热气，随后轻抿了一口灵茶。回师尊，见到了，她也确实如师尊所言，貌美如花，身姿婀娜。季长生小心翼翼地回复着，心中却暗自思忖：师尊最近有些反常，怎么对到玄峰的事如此上心？难道他看上那个姓柳的师妹了？想到这，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贪婪，内心也跟着躁动起来。柳师妹身材曼妙，容貌绝美，而且修为不高，若是有机会，嘿嘿。不过若是师尊看上了她的话，我就没机会了。哎，当季长生心中胡思乱想的时候，吴天行放下了茶盏，语气淡漠道：为师的话，你可带到？带到了。不过什么？不过杨长老似乎并不在意宗门大比。砰的一声，吴天行一掌拍在桌上，吓了季长生一跳。这是你该关心的重点吗？季长生闻言，眼珠一转，立即明白了他的话中之意。他确定师尊一定看上了柳师妹，随即他连忙垂下头，表现出一副唯唯诺诺的模样，回复道：师尊教训的事，要不徒儿再去探一探？不必了。吴天行瞥了他一眼，接着摆摆手，示意他可以退下了。季长生退出房间后，室内突然刮起一阵诡异的阴风，有意识般的将所有的门窗悄然紧闭。紧接着，一枚散发着淡淡魔气的墨色珠子出现在吴天行手中，随着灵气的灌注，珠子表面泛起一层幽光，随后一幅光幕缓缓在房间中展开。主人，玄天宗的宗门大比还有5日便要开始，您这次会来观礼吗？吴天行躬身行礼，面向光幕，语气恭敬，与刚才判若两人。片刻过后，光幕微微晃动，随即传出了一道分不清男女的声音：这一次的大比还是由你主持吗？是的，做好你该做的事，少问些你不该问的。声音稍作停顿，随后继续问道：让你留意到玄峰的情况，有何发现？主人，自数月前天降异象以来，奴探了不下10次，但均未发现异常。吴天行似乎对光幕中的人极为惧怕，禀告完，立刻垂下了头，
不敢多看一眼。光幕中的声音沉寂了片刻，然后再度响起：“之前你提及余威进入了玄天宗的秘境，可有亲眼见到？”吴天行再次深深一揖，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恐惧：“回禀主人，奴未曾亲眼见到。”光幕中的人发出一声冷哼，这次的语气中明显带着怒意：“废物！”那人骂了一句过后，光幕中便传来了悠悠的笛声。吴天行听到熟悉的笛声，眼中流露出极度的惊恐，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身体开始不由自主的颤抖。这笛声正是唤醒他体内蛊毒的信号。随着笛声的起伏，吴天行感到一股冰冷而邪恶的力量在他体内苏醒，如同千万条毒蛇在血脉中游走，撕咬着他的五脏六腑。他的皮肤开始出现诡异的花纹，青筋暴起，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他皮下蠕动，试图破皮而出。痛苦，难以言喻的痛苦，如同潮水般涌来，淹没了他的理智。吴天行跪倒在地，双手紧握，指甲嵌入肉中，却浑然不觉。他的口中发出低沉的呻吟，声音逐渐变得凄厉，如同野兽的哀嚎。就在他即将失去最后一丝理智之际，笛声戛然而止。吴天行如同被抽去了所有力气，瘫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身体不时还传来一阵阵余痛。再有下次，本尊定不轻饶。说罢，光幕闪过一阵涟漪，消散于空气之中，只留下室内痛苦不堪的吴天行。与此同时，倒悬峰上却是另一番风景。山巅的小院被一片纯净的白雪覆盖，他们将一切都染成了银白。小屋内的桌上摆着几盘菜肴，杨欢正悠哉悠哉地喝着小酒，品尝着自己的厨艺。呸呸呸，这道菜盐放多了。他又将筷子落到了另一盘色泽看上去还不错的荤菜上。哦，怎么那么腥？和双儿做的完全两个味道吗？接连尝了几道菜，杨欢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他只得灌了一口酒，企图让酒的味道冲散口腔中的怪味。尽管吃下的菜肴让体内流动的灵气更凝实了一分，但无法下咽的味道还是让杨欢放弃了。此刻他有些想念柳凝霜的手艺了。杨欢推开门，迎着风雪，踏着积雪，来到了柳凝霜的屋子前。他轻轻地将门推开一条缝隙，往里窥视。屋内，柳凝霜盘腿坐在床上，身影在柔和的烛光下显得格外静谧。如瀑的长发随意地披散在肩头，几缕发丝轻轻垂在脸颊两侧，添了几分柔美。白色素裙的领口和袖口绣着精致的银边，与她的气质相得益彰。随着玄阴功的运转，从她身上散发出了淡淡的幽光，周围的空间更是形成了一个小型气场。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细小的冰晶，缓缓旋转，仿佛在围绕着她跳舞。天地间的阴寒之气随着柳凝霜的呼吸进入她的体内经脉，进而转化成她的力量。就在这时，杨欢的身边悄无声息地落下一人，与他一同往里瞧去。老小子，兴致不错嘛。一听声音是师尊顾离，杨欢紧绷的心便放松了下来。他比了一个晋升的姿势，随后指了指自己的屋子，示意顾离去他那。顾离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跟着他进了屋子。他瞧了瞧地上的几个暖炉，又瞧了瞧桌上的酒菜，随即语气带着调侃说道：“你倒是挺会享受的，外边下着大雪，冷得要死，你这屋子倒是温暖如春。”说话间，他拎起酒壶，举至齐眉，又缓缓扬起下巴，让清澈的酒液直接流入他那红润的唇间。咕噜咕噜，几口烈酒入喉，辛辣的味道仿佛驱散了冬日里的寒冷。再过几日便是宗门大比了，你觉得那些人会跳出来吗？顾离的话让杨欢的眼神一凛，白眉顿时微微皱起。思考片刻后，他先是轻笑了一声，接着非常自信地说道：“跳梁小丑罢了，跳一个咱们就可以灭一个，就怕他们不跳。”换做以前，杨欢绝不敢如此断言，因为各大势力潜伏在玄天宗的钉子太多也太深了，他们若不露出破绽，几乎难以救出。但是获得了系统的能力后，情况已经截然不同。平日里擅长伪装的演技派，在杨欢眼中变得无所遁形，就像是为着寸缕的美人，他们的伪装在他面前变得毫无意义。顾离美眸一亮，随即丢给了杨欢一个玉简，轻声说道：“这里是暗堂整理出来的名单，你且先看看。”摩挲着手中的玉简，杨欢将意识进入其内，顿时密密麻麻的人名及他们的生平事迹浮现在他的眼前。季长生，苍兰州云出国际家长子，3年前入宗，拜吴天行为师，怀疑其为魔渊谷探子。白彩蝶，中州齐国公主，2600年前入宗，怀疑其为公孙氏家探子。随着一个个名字从杨欢眼前闪过，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上到宗门2长老，下到外门弟子，几乎玄天宗的每一峰每一堂都有钉子。直到看到了最后一个名字，杨欢握着玉简的手不禁为之一紧。柳凝霜，来历不明，1年前通过苍月城弟子招募考核入宗，怀疑其为噬魂魔宫探子。杨欢慢慢睁开了双眼，随着一口长气缓缓吐出，他将手中的玉简递还给了顾离。玄天宗能力上万年不到，暗堂功不可没。暗堂中的修士自出生起就被宗门秘密培养，他们的人生轨迹从一开始就与暗堂的命运紧密相连。暗堂不仅仅是玄天宗的情报部门，更是为宗门培养死士的部门，其地位在玄天宗内举足轻重。玉简中所记载的内容既然源自暗堂，其真实性自然不容置疑。此时顾离注意到杨欢在阅读玉简后沉默了许久，
于是他主动打破了沉默。宁霜那丫头的身份是剑灵猜测的，你还记得那天在苍月城城门口他持剑杀人的事情吗？杨欢点点头，表示自己清楚，但他依旧保持着沉默，只是用他那浑浊的目光凝视着顾离，等待着他的下文。剑灵说，那丫头有很重的杀气，仿佛是从尸山血海中走出的恶鬼一般。顾离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凝重，显然对剑灵的评价颇为重视。他轻叹了一口气，温柔地拍了拍杨欢的肩膀，宽慰道，你应该明白，在宗门利益和安危前，个人的情感。师尊，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他是噬魂魔宫的人。杨欢打断了他的话，语气平静，仿佛在诉说着一件再稀疏平常不过的事罢了。顾离微微一怔，他没想到杨欢会如此坦白。那你为何？他的话没有说完，但疑问已经显而易见。杨欢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他之前是，但不代表他现在还是。顾离见他这么说，注视着他的眼神中顿时充满了狐疑之色。杨欢想解释，但自己有系统的事又不能往外说，一下子他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复杂。思考了一会儿后，他将语言组织了一下，缓缓说道，他与我说，他自幼便与母亲生活在炼狱，直到灵邪找上了他。随着杨欢的叙述，柳凝霜的生平在顾离心中逐渐清晰起来。他讲述了柳凝霜的过往，他的出身，以及他在噬魂魔宫中的经历。柳凝霜的故事都让顾离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然而在这些叙述中，杨欢刻意省略了关于解开血祭契约的事情，毕竟噬魂魔宫的血祭契约是公认的无解之术。灵邪此人性格乖张，又以凝霜那丫头的母亲作为要挟，自然不得人心。杨欢越说眸子越发明亮，他举起顾离才喝过的酒壶，往嘴里灌了一口，继续说，若是我们能策反柳凝霜，让他做双面潜伏者。他的话让顾离精神为之一振，注视着他的美眸更是露出一道异彩。你详细说说。接着杨欢详细阐述了关于策反柳凝霜的计划。实际上他内心一开始是拒绝透露这个计划的，因为柳凝霜早就被他改了属性，势力那一栏早就是玄天宗的人了，根本不需要再花力气去策反，直接拿他当双面间谍用即可。但是顾离并不知道，而且他需要一个被说服的理由，否则作为一个噬魂魔宫安插在玄天宗的钉子，再加上柳凝霜是玄阴体，他对宗门的潜在威胁太大，顾离绝对会趁他还未成长，将他扼杀在摇篮里。杨欢一口气说完了他的计划后，顾离蹙着柳眉，思考了几息，问道，你有多少把握？10成。好，那就依你，不过为师丑话说在前面，倘若他冥顽不灵。顾离没有把话说尽，但其中之意再明显不过了。杨欢重重地点了点头，笑道，凝霜那丫头徒儿自然有把握，但是有一说一，暗堂情报人员的能力需要加强了。不等顾离开口询问，杨欢接着自己的话茬往下说了下去。莫竹峰的季长生今天来过我这道玄峰，徒儿近距离观察过，他不会是魔渊谷的人，反倒是莫竹峰峰主吴天行有可能。顾离闻言瞪了他一眼，没好气的说道，就因为吴天行当年追求过余威，你就冤枉他是魔渊谷的人？他捂着小嘴笑了几声，显然没将杨欢的话放在心上。吴天行从入宗开始，一路勤勤恳恳，为宗门立下过汗马功劳，甚至有几次险些战死，这样的人会是魔渊谷的人？面对顾离的质疑，杨欢并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一丝胸有成竹的微笑。因为这几个月来，系统好几次提示吴天行来过道玄峰，而且杨欢看过他的属性，势力栏那里魔渊谷3字赫然在目，是与不是，或许等宗门大比开始之后便会知晓。杨欢为顾离斟了一杯酒，面带微笑的举起酒杯，仿佛一切在他的掌握之中。接过酒杯，顾离还以笑容说，明日起暗堂暂时交给你，微微不在，为师最信任的只有你了。腊月初8，雪幕悄然降临，为玄天宗披上了一层璀璨夺目的银白盛装。尽管天寒地冻，冷风呼啸，但玄天宗内却洋溢着一股别样的热闹气氛。弟子们或御剑而行，或结伴乘舟，穿梭于飞雪之中，向灼墨竹峰的方向踏雪而行。今日玄天宗迎来了50年一度的宗门大比，这是弟子们展现修炼成果、争夺荣誉与资源的关键时刻，也是108峰重新论资排辈的重要日子。随着晨光破晓，宗门长老的身影陆续出现在墨竹峰下的山谷之中。36座上峰，72座下峰，也有超半数峰主出席典礼。高台之上，9把玉座排列整齐，此刻却空无一人，仿佛在静静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尊者。阳光逐渐穿透云层，金色的光辉洒在山谷中，为这场盛大的宗门大比增添了一份神圣的色彩。师兄，今年的宗门大比怎么会如此隆重？今年的宗门大比是为了几年后的万宗大会选拔弟子，能不隆重吗？万宗大会，我能参加吗？你就算了，你自己什么水平，心里没点逼数吗？弟子们正热火朝天的议论时，突然人群后方响起了一阵喧哗。金阳峰首席，莫九个师兄到。随着高呼声落下，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那位缓缓走来的金阳峰首席弟子莫九哥。他的身影在人群中显得格外挺拔，仿佛一把即将出鞘的利剑，
散发着不容忽视的锐气。坐于高台之上的杨欢也随之将目光向他落去。莫九哥的外貌并不过分修饰，一头乌黑的长发简单的束在脑后，几缕碎发随风轻拂，显得既随性又不失渐修的干练。他身穿一袭简单的灰色兽皮暖袍，袍子上绣着金阳峰特有的金色太阳图腾，象征着他的身份和地位。姓名莫九哥，势力玄天宗，年龄66，修为化神6层，其他多宝格莫家世子，渐修。杨欢轻捋着胡须，面带微笑地点了点头。今天他是带着任务来的，他需要对御检中的名单进行细致的核实，尤其是那些个身居要职的长老以及各峰各部的杰出弟子，都是杨欢重点关注的目标。此刻杨欢的袖袍下，苍老的手指正轻轻摩挲着那枚御检，在名单上做着标记。被他标红，确认为无间道的已有数十人，而那些被他用墨色标记视为忠诚的却寥寥无几。他侧过身子，朝着身边的一名长老轻声问道：“秦师弟，典礼就快要开始了，其余几峰的首席为何至今未见？”秦川比杨欢入宗晚了将近100年，早些年受过他许多恩惠及指点，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尽管秦川的修为已接近合体期，但他始终对杨欢非常敬重，从未因为杨欢是个废物而看轻他。他叹了一口气，低声回复道：“上峰弟子好些都来了，但这下峰弟子，一言难尽。”秦川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无奈，顿时让杨欢白眉微皱，显然玄天宗的风气已有衰败之势。这时远处再次传来一阵喧哗，天幕峰首席彭飞，百胜峰首席韩涛，神火峰魏定邦。杨欢双目一凝，向底下望去，心中顿时起了别样的情绪。这些所谓的下峰首席弟子个个修为一般，举止却梦浪浮夸，3、5成群的大声谈笑，他们眼神中透露出一种目中无人的傲慢，对于周围的秩序视若无睹，甚至在高台上的长老们面前也毫无收敛。你还有你，严肃点！莫九哥眉宇之间透露着浓浓的不悦之色，化神期的威压随着他的声音顿时扩散出去。然而下峰弟子大都是抱团而行，他们个人实力虽不如莫九哥，但几个人联起手来却能与他不相上下。我道是谁？原来是金阳峰的莫师兄。韩涛吊儿郎当地向莫九哥拱了拱手，语气带着几许轻蔑，向身旁的几人吩咐道：“来，大伙一起见过莫师兄。”他身旁的几个弟子有样学样，懒懒散散地拱了拱手，甚至有的人连正眼都不瞧莫九哥一眼。见过莫师兄。莫九哥见他们收敛了一些，眉头稍展，一甩衣袍，别过身子，冷哼了一声，显然他不想搭理他们。在巨大的山谷中，随着下峰弟子的陆续到来，多处地方开始出现了冲突和喧嚣，唯独靠近高台的几处地方却异常宁静，没有嘈杂之声，这让杨欢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欣慰。姓名夏侯倩，势力玄天宗，年龄72，修为炼虚1层，魅力值89，亲密度0，神秘数字1，其他苍兰州魏国郡主，擅长阵法符篆。姓名百里冰，势力玄天宗，年龄78，修为炼虚1层，其他青兰州百里世家2公子，体修。这些上峰弟子无论是从修为、气质还是举止来看，都展现出了大宗风范。他们屹立于高台之前，气场强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秩序的守护者。毕竟在场的弟子中有几个不足100岁的炼虚期。当杨欢再次标记了几个御检中的人名时，山谷一侧又响起了嘈杂的声音。我操，他不是那个谁吗？对，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她是前阵子遇到玄风那废物偷情的女弟子，她怎么有脸来参加宗门大比？欺你们懂个卵！人家现在攀上的可是玄机仙子的徒弟，靠山硬的可怕。闲言碎语传至高台时，众位长老皆是向杨欢投来了意味深长的目光。杨欢老脸微微红温，嘴角不自觉地抽动了好几个来回。MMP， 这都过去挺久了，怎么还传得那么难听？你们这群小兔崽子，老夫回头一个个收拾你们！然而柳凝霜似乎并未受到周围议论的影响，她眼神坚定，缓缓地向高台方向走去。她依旧是一袭飘逸的白衣素裙，如瀑的长发仅用一根精致的玉簪轻轻束起，几缕青丝在微风中轻轻飘扬，更添几分脱俗的风姿。与前几日相比，柳凝霜的眉宇间多了几分清冷，仿佛冰山雪莲，让人只敢远观而不敢亵玩。灵剑列冰悬于腰间，散发出的寒意让周围的弟子不由自主地为他让开了一条道路。他走到高台前，微微颔首，向杨欢与在场的长老们行了一礼：“弟子来迟，请师尊责罚。”什么？师尊？我没有听错吧？他不是杨欢的姘头吗？怎么转眼成徒弟了？欺你们懂个卵！师徒关系不过是幌子，背地里的那些事懂的都懂。这些窃窃私语如同瘟疫般迅速蔓延，不久整个山谷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柳凝霜和杨欢的身上，有些余威的小迷弟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杨欢估计这会儿早就被他们凌迟了。呸！老渣男，太可恨了！寒月仙子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他。兄弟们，有谁不怕死的？与我一起诛杨欢老贼！议论声在山谷中此起彼伏，就连高台上的诸位峰主与长老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杨欢名义上是到玄峰的峰主，更是宗门的名誉长老，
如今宗门大比在即，闹出这番动静，属实令人震惊。况且今次的大比还邀请了各大势力前来观礼，这样闹下去，玄天宗的脸面恐怕都要被他丢尽了。这时，墨竹峰的峰主吴天行冷哼一声，起身朝着杨欢斥责道：“杨长老，今日乃宗门大比，你意欲何为？”杨欢被他问得有些发懵，随即他眼前一亮，想起了昨日与师尊的谈话，紧接着他在脑海中调出了吴天行的属性面板。姓名梅川苦头，势力魔渊谷，年龄863，修为大成期1层，其他东荒樱花国梅川世家家主，私生子。统爷 YYDS， 就算是照妖镜来了，恐怕也没你厉害，老夫真是爱死你了。系统通过系统，杨欢得知了吴天行的真实身份，他带着一抹玩味的笑容，他抬眸朝吴天行看了一眼，起身指着他的鼻子喝道：“放肆！论辈分，老夫是你师兄；论资历，老夫乃36上峰峰主之一；论地位，老夫乃宗门荣誉长老。”杨欢每论一项，便向吴天行的方向迈出一步。3论之后，他已与吴天行相隔不足1丈。这时，杨欢轻蔑地看了吴天行一眼，厉声呵责：“你是什么东西，敢质疑老夫？”轰！杨欢的话仿佛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施展了一招大荒球天指，将他们惊得皆是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短暂的寂静过后，山谷内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声音，嘶好犀利！是谁给他的勇气，竟然敢应刚墨竹峰峰主？他不知道无常老是大成期修士吗？欺你们懂个卵！杨欢的师尊是玄机仙子，道侣是寒月仙子，你们说他的勇气来自哪？吴天行听着底下的议论声，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眼中蹿起2朵燃烧的火焰，死死地盯着杨欢。自从几百年前追求余威无果之后，吴天行便记恨上了杨欢，恨不得杀他而后快。然而他是带着任务拜入玄天宗的，加之杨欢的身份非同小可，这使得他一直隐忍未发。但是他怎么都没想到，几百年过去了，这个废物不但没死，竟然还敢公然挑衅他，耻辱，莫大的耻辱！不过眼下宗门大比的典礼更为重要，作为主持长老，吴天行绝不能让事态扩大。他一甩袖子，冷哼了一声，硬是将这口恶气吞了下去。好，既然杨师兄是这个态度，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杨欢听他这么说，浑浊的双目一凝，心中暗道：这种程度的羞辱还不够吗？看来像他这样的无间道，能忍非常人之忍，有意思，相当有意思。他深深地看了一眼吴天行，语气带着不屑道：不会说话就别说话，没人会当你是哑巴。轰！大成期的威压顿时从吴天行的身上爆发，如同山岳般压向杨欢，令他呼吸一滞。紧接着，几名同样为大成期的峰主站到了杨欢身前，为他扛下了这股威压。金阳峰峰主任秋大声喝道：两位师兄，还请以和为贵，大典即将开始，免得让外人看了笑话。其他几位峰主也纷纷附和：是啊是啊，杨长老，你还是先坐吧。既然有人替自己扛因果，杨欢自然乐得其所。他嚣张地指了指吴天行的鼻子，然后悠然自得地坐回了自己的椅子上。此时吴天行怒火中烧，气得头发根根竖立，同时他也明白，只要顾离和余威还在玄天宗一天，那他杨欢便是宗门一霸，即便他是个废物，也没人敢得罪他。吴天行环顾四周，牢牢地记住了刚才几位峰主的脸，心中暗忖：你们几个狗腿子，等着吧，你们的死期不远了。主人的计划已经离成功不远了，到时看老子怎么弄死你们。高台上的纷争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底下却又起了新的争端。柳凝霜是吧？你今日来此也是准备参加宗门大比？说话的是百胜峰首席弟子韩涛，他先是朝着高台上吴天行的方向拱了拱手，随即给了身边人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彭飞和魏定邦嘴角微微一笑，抢在柳凝霜开口前，他们便阴阳怪气地嘲讽起来：宗门大比，刀剑无眼，柳师妹这样娇滴滴的美人，若是伤到了就不美了。是啊，柳师妹，你还是回到玄峰洗洗干净，等着杨长老回来宠幸你吧。两人说到这，互视了一眼，随即嚣张地哈哈大笑起来。吴天行见此情景，瞥了杨欢一眼，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得意。随后他朝着天幕峰、百胜峰、神火峰的峰主笑着点了点头，似乎在暗示什么。与此同时，众人本以为柳凝霜会被他们激得面红耳赤，进而拔剑相向，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除了周身的寒意比刚才更加浓烈之外，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的波动。三位师兄，你们还是多操心你们自己吧。柳凝霜冷不防地开口，语气与杨欢惊人的相似，都透露出一股鄙夷和不屑。接着他嗤笑一声，小声说道：七小垃圾。此话一出，一旦激起千层浪，下峰众弟子人人义愤填膺，各种各样带妈带逼的言语脱口而出。贱人，我们好心好意劝你，你却辱骂我等。韩涛怒目圆瞪，指着柳凝霜继续喊道：你只不过是杨欢养着的姘头罢了，有何资格参加宗门大比？彭飞与魏定邦闻言立即附和道：韩兄说的对，你根本没资格参加宗门大比。你说你是杨长老的弟子，你就是杨长老的弟子了。我们觉得你们关系不清不楚，根本不是师徒关系。当，灵剑列兵被柳凝霜抽出半截，顿时
彻骨的寒意从他身上肆意开来。三人见他似乎想要持剑伤人，嘴角不约而同地勾起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他们不怕打架，怕的就是你不打架。一旦灵剑出鞘见了血，柳凝霜就犯了宗门大忌，到时逐出宗门都算是轻的。哟，恼羞成怒了。听说柳师妹以前为了几枚丹药，是个人都能上。啧，要是杨长老满足不了你，可以找我们啊！哈。随着三人的轮番轰炸，柳凝霜心中的杀意如同被点燃的火种，逐渐升腾。脚下的积雪顷刻间被他散发而出的寒意冻成了冰。若论杀人，柳凝霜是行家；若论媚术，他甚至能与合欢宗的女修一较高下。但是若论与人争辩，他就是菜鸡了。初入玄天宗时，为了修炼资源，柳凝霜的确辗转在多人之间，因此名声不佳。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委身于任何一人，甚至连手都没被人摸过。他的清白始终如冰雪般纯净。不过他们扯上了杨欢，就让柳凝霜百口莫辩了。虽然他心里清楚他这个姘头是演的，但是说出来谁又会信呢？与其被这种垃圾诋毁，不如杀了，一了百了。念及此，柳凝霜的明眸便瞬间被赤红所染，一袭素裙无风自动，3000青丝如同倒挂的飞瀑，飞扬狂舞，凛冽的杀气渗透在寒风之中，吹得对面三人遍体生寒，宛若置于九幽地狱。在这瞬间，他们似乎感到了死期将至。放肆！突然的一声大喝，如晨钟暮鼓般在柳凝霜的脑海中敲响，驱散了他身上的几许杀气。只见杨欢背负双手立于高台边缘，他腰杆挺立，表情不怒自威，语气带着怒意继续说道：尔等好大的胆子，竟敢诋毁老夫！戒律堂长老何在？一名中年人模样的长老闻声，立即来到杨欢身边，向他行了一礼。赵庆在。杨欢指了指韩涛他们3个，语气淡漠地问道：按宗门律法，污蔑宗门长老，以下犯上者论罪如何？赵庆小心翼翼地偷瞄了一眼下风的3位封主，只见他们的目光中透露出不悦，似乎在做着无声的警告。他转而又瞥见了杨欢那副咄咄逼人的模样，尽管天寒地冻，但此刻他却慌得汗流浃背。经过短暂的权衡，赵庆挺直了腰板，他在3位封主和宗门20祖之间选择了后者。回杨师兄，论罪，当废除修为，逐出宗门。语出惊人。静。当众人回过神来时，见杨欢轻轻一笑，又开了口：家有家法，宗有宗规，无规矩不成方圆。你们认为呢？带着一脸得意的笑容，杨欢朝着以百胜峰为首的3位封主挑了挑眉毛，气得他们差点捏碎了椅子的扶手。他们心中恨呐，恨不得宰了杨欢，也恨不得将他们的好徒儿也一起剁了。你们骂归骂，干嘛非要带上这个20祖一起骂？杨欢虽然修为不堪入目，但他后台硬啊。尽管他现在是给你们扣帽子，明面上是要整你们，但他接下来就要对付我们了呀！曹真是瞎了眼，当初怎么会收你们这几个废物为徒？杨欢见他们不说话，脸上的笑意更甚。既然诸位没意见，他拍了拍赵庆的肩膀，正要继续说下去。杨欢老儿，你1没修为，2没人品，3无道德，不配做宗门长老，更不配做到玄封主。天幕峰首席彭飞怒目而斥，义愤填膺，打断了杨欢的话。紧接着神火峰首席魏定邦大声附和道：彭师兄说的对。然后他拉了拉百胜峰首席韩涛的袖子，语气急促地说道：韩师兄，你快说句话呀，这老东西。话还未说完，只见韩涛抽了他一个大逼兜，然后向空旷的地方挪了几步，并向杨欢深深一拜：杨长老，弟子与他2人不熟，方才言语多有得罪，弟子认罚。反转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弟子们目瞪口呆，嘴巴微张，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变震惊了。就连高台上的长老们也露出了各异的神色。尽管韩涛之前表现得嚣张跋扈，言辞轻佻，但他此刻能屈能伸的行事风格却让人眼前一亮。韩涛的名字瞬间在众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小子，你很有觉悟，不错不错。同时也向众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玄天宗内有谋者。何谓谋者？说白了就是潜藏的奸细。聪明的人很快就领悟到了，为何一向不问世事的杨欢会突然出现在宗门大比的典礼上。因为有些事情于为与顾离不屑去做，也不能去做，所以杨欢不得不站到台前，化身为一柄锋利的剑。随着杀气逐渐散去，柳凝霜的美眸恢复了清明，她的目光紧紧地锁定在杨欢身上，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情感。她从未想过，在这个关键时刻，杨欢会站出来为她证明，为她挡风遮雨。柳凝霜的眼眶微微湿润，她努力抑制着不让泪水滑落。她在心中暗暗对杨欢说：师尊，再等双儿一阵子，双儿踏入元婴期之时，便是你我双修。定。柳凝霜亲密度加5，山谷中的风雪悄然平息，温暖的阳光终于穿透了厚重的云层，露出了她那柔和的面容。高台之上，空气微微颤动，泛起了阵阵涟漪。不久之后，9道身影缓缓在玉座上显现，如同幻影般逐渐凝实。玄天宗众长老及弟子纷纷起身行礼，拜见太上长老。顾里美眸带笑，一袭华丽盛装坐于中央玉座，好似凡间女帝。她双手微压，弹口轻启：诸君免礼。顾离环视四周，
待众人的目光齐聚高台之时，他缓缓起身，声音清晰有力地说道：“今日我等齐聚于此，共同见证玄天宗50年一度的盛事。宗门大比不仅是对诸君修为的一次考验，更是对你们心性、意志和智慧的一次磨砺。胜者勿骄勿躁，败者勿馁勿弃。愿诸君能在这次大比中找到自己的不足，明确自己的方向，为宗门贡献自己的力量。”顾离的话语落下，全场弟子无不为之动容，紧接着便是如海啸般的欢呼声。玄天圣宗9天10地，唯我独尊。待顾离重新坐下，墨竹峰峰主吴天行便来到高台中央，运起灵气，将声音传遍山谷各处。此次宗门大比共设5大境界比拼，我简单与诸君说几点。第一，筑基期、结丹期、元婴期。吴天行絮絮叨叨地讲了半天，直到杨欢只打瞌睡时，才终于提到了重点。筑基期第一，奖励灵气1件，极品丹药100枚，宗门贡献点10万，5年藏经阁。呼噜噜，呼噜噜，杨欢靠在椅背上，呼噜声一下接着一下，显然已经睡着多时。顾离撑着下巴，眼中流露出几分无可奈何，真不该让这老小子来参加典礼，这都能睡着，真丢人。他心中悠悠地叹了一口气，眼中又升起了几许柔软。修为那么低，也真是难为他了，天寒地冻的，还要撑着一口气坐半天。阿离，欢欢都睡着了，你不点一点他？传音的是前来观礼的合欢宗2长老凌月，只见他眨巴着漂亮的大眼睛，朝着顾离猛使眼色。算了，由他吧，反正丢的是他的人，又不是丢我的人。顾离淡淡的回应了一声，摆正端庄的姿态，随后将眼神移到了别处。二女传音的时候，同样前来观礼的其中一人也将目光落到了杨欢身上。杨欢道玄峰峰主，炼气5层，寿元将近，确实看不出有何异常。之前落在道玄峰上的天地异象，到底是冲人而来，还是冲着灵宝呢？他冷冷一笑，转而又将目光投向台下的各峰弟子，眼中顿时闪过一丝惊讶。百里冰、夏侯倩年纪轻轻，竟已迈入炼虚期。墨家老九都化神6层了。玄天宗这地界，看来真如老祖所说，运有龙脉。随后他看向吴天行，眼中隐隐透出几分不耐烦。废物就是废物，就连主持大典都那么多废话。趁着吴天行说话停顿的间隙，他传了一道声音过去：废话少说，快点开始大比，今晚在你墨竹峰后殿等候本尊。听到主人的传音，吴天行心中一凛，朝着玉座的方向瞄了一眼。除了玄机仙子，还有陈清风几百彩蝶之外，自己的主人就在余下的5位之中，这让他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主人终于来了。吴天行不确定哪位才是他的主人，只得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然而他的动作却被顾离与凌月尽数收入眼底。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之后，二女很默契地继续演起各自的角色，只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再次落到了杨欢身上，美眸中似乎有着同样的疑问。这老小子看人真准，这个吴天行果然有问题。不多久，吴天行将废话讲完，玄天宗的宗门大比在众人的期待中正式拉开了序幕。在秦川的邀请下，杨欢背负双手，两人一同在山谷中漫步。山谷中已筑基期的擂台数量最多，境界越往上，擂台数量便越少。杨欢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筑基期弟子们的比拼上，毕竟闭关了5日，柳凝霜的修为来到了筑基巅峰，他很有希望赢得大比第一。由于筑基期弟子众多，首轮的比拼以10人混战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非常残酷，不仅考验弟子们的修为，更考验他们的战斗智慧和生存本能以及团队协作。擂台上，弟子们各展其能，灵气波动剧烈，场面异常混乱。在柳凝霜的眼中，今日擂台上的混乱与他过往所经历的炼狱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噬魂魔功的训练残酷至极，几乎磨灭了人性。对于柳凝霜而言，今日的混战人数之少，是他记忆中前所未有的。他所经历的从来都是以100人为基数的生死淘沙，通过无情的厮杀，最终仅有1名孩童能够幸存。那些年，他学会了坚强，学会了隐忍，学会了狡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活着，因为只有活着才有明天，才有希望。柳凝霜站在擂台的边缘，左手轻搭在剑鞘上，右手则紧握着剑柄，眼神关注着其余9人。擂台上，风轻轻拂过，吹动素裙与他的肌肤相贴，勾勒出他那曼妙的身姿。与柳凝霜同台竞技的9名弟子似乎达成了某种不言而喻的默契，他们没有任何一人攻击柳凝霜，而是撇下了他，自顾自地在那激战。废物，这里是擂台，不是你看女人的地方。一名身材魁梧的弟子嘲讽着，同时以一记有力的踢击将面前的矮小对手无情地扫出了擂台。魁梧弟子的修为在9人中似乎最为深厚，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众人眼中的焦点。其余几人萌生了联手对抗的念头，他们互视了几眼，似乎达成了某种约定。紧接着，他们彼此间的距离逐渐开始拉近。魁梧弟子双手缓缓抬起，巨大的手掌用力地握在一起，关节发出了清脆的咔咔声。他咧开嘴冲着他们笑了起来：“你们8个废物一起上吧，省得老子一个个收拾你们！”哈哈！擂台上的气氛因魁梧弟子的挑衅而变得更加紧张，同时，其余8名弟子被他的话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哼，你以为你是谁？
一名身材瘦削的弟子冷哼一声，手中长剑一抖，剑尖直指魁梧弟子，眼中满是战意。修士比拼又不是看谁块头大，少在这自以为是。另一名弟子紧握双拳，显然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魁梧弟子似乎懒得与他们废话，狂笑了几声，甩起沙包大的拳头向他们呼啸而去。奔袭途中，他甚至还不忘瞥了一眼柳凝霜。小师妹，师兄马上就来疼你，再等师兄一小会儿。哈哈哈哈哈！然而柳凝霜甚至连一个正眼都不愿意施舍给他，素着俏脸仿佛一座冰山。聒噪！柳凝霜的轻视让魁梧弟子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他作为筑基期弟子中的佼佼者，一身肌肉如同钢铁般坚硬，力量惊人，向来在以勇猛著称。然而柳凝霜那好似对待垃圾般的态度，却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哈！魁梧弟子大喝一声，眼中燃起熊熊怒火，周身的灵气开始剧烈波动。随着大量灵气运行至他的双臂，他紧握双拳，再次大喝一声，只见沙包大的拳头上泛起了淡淡的金光。砰！坚硬如铁的拳头仅一击便将一名弟子击飞，瞬间让他失去了战斗力，重重地摔在了杨欢身前。秦川眉头微皱，挥手间灵气如同轻纱覆盖了这名弟子全身，将他扶了起来。简单调息了几息过后，这名弟子除了脸色苍白，嘴角还有些血迹之外，看上去已经好了许多。多谢秦长老，弟子感激不尽。秦川摆摆手，算是做了回应，接着与身旁的杨欢介绍道：师兄，擂台上这个大个子是陈师弟的爱徒雷万钧。杨欢白眉一挑，半垂着的眼皮微微抬了抬，看了一眼肌肉发达的雷万钧，笑道：不容易，真是不容易，这么些年了，陈凯那小子终于收徒了。说话间，一道巨大的人影夹着风雪，砰的一声落到了杨欢与秦川面前，紧接着一双大手拍在他俩肩膀上，差点没将他们拍进雪地里。哈哈，杨师兄，秦师兄，看看俺这徒弟如何？来人正是雷万钧的师傅陈凯，他声音洪亮，语气带着几分自豪。杨欢用力拍走了他的巨掌，嘴角抽搐了几下，回应道：少尼玛忽悠人，这崽子一看就是你的私生子。你娘！俺姓陈，他姓雷，怎么可能是俺的私生子？陈凯见他这么说，立即出言打断，两只牛眼瞪得仿佛如铜铃般，直愣愣地盯着杨欢。行啊，那么多弟子看着呢，你俩别老一见面就开玩笑。秦川堵在两人中间，打着哈哈，同时凝聚了一道灵气，强接下了第二个从擂台上跌落的弟子。阿凯，你还别说，这小子确实跟你有几分神似。我尼玛！陈凯怒了。自从雷万钧拜入他巨阳峰，私生子这三个字便是不时的在他耳边回荡。尽管陈凯竭力解释，但也无法堵上悠悠之口。久而久之，他习惯了，也就释然了。然而他怎么都没想到，两位至交好友也在编排他，这就让他恼火了。好啦好啦，开个玩笑嘛，瞧你气的！今晚来我到玄峰喝酒，我让徒儿给你露一手。杨欢拍着力壮如牛的陈凯，笑眯眯地说道。陈凯大手一挥，拖住了又一个从擂台上跌下来的弟子，随即笑道：那行，不过话先说在前头，俺要和于师姐酿的千年罪。话说到一半，陈凯的一双牛眼又瞪得像铜铃一般，他惊讶地问道：你啥时候收的徒弟？我咋不知道？秦川哈哈一笑，接上了话茬：你特娘的该不会才来吧？陈凯老脸一红，低下头不断挠着后脑勺，仿佛被戳中了心思。俺又不是故意迟到的，谁让家里的小三小四昨晚组队了呢？一挑二，很费劲的好不好？不过陈凯很快就回过神来，眼神落到了杨欢身上，挑衅地问：老帮瓜，你徒弟是男是女？有老子的徒儿凶猛吗？杨欢嘴角一扯，指了指擂台上的柳凝霜，说道：在那，你自己看吧。谁知陈凯只是回头看了一眼，便大呼小叫起来：我操，这是你徒弟？这尼玛是你姘头吧？啧，看看这小脸蛋儿，看看这翘臀，看看，哎呦，你干嘛打我？陈凯话音未落，头上已经挨了杨欢一记暴力。一旁的秦川强忍着笑意，而杨欢一张老脸却黑得跟炭似的。三人谈笑间，擂台上的激战也到了尾声。余下的几名弟子见不是雷万钧的对手，纷纷缴械投降，跳了下来。这时雷万钧扭动着脖子，双臂轮着圈，仿佛在做着热身运动。他伸出舌头，在干涸的嘴唇上舔舐了一圈，脸上浮现了一抹兴奋的表情，目光紧紧锁定着柳凝霜。师妹，轮到你了。柳凝霜站在擂台的另一边，面色冷静，手中的灵剑列兵早已出鞘，剑尖斜指地面。聒噪！再次听到聒噪两字，雷万钧的双眼刹那间布满了血丝，他怒了。接连两次被柳凝霜羞辱的感觉，让他的肺都快气炸了。自从拜入巨阳峰，无论是同阶的师兄弟，还是结丹期的师兄，都未曾有人是他的对手。他雷万钧在巨阳峰，甚至在宗门内都是响当当的。太上长老顾离都曾夸赞过他，从未有人敢如此轻视他，唯独眼前这位美得不像话的师妹，却一再挑战他的底线。然而，无论雷万钧心中怒火如何炽烈，作为陈凯的弟子，他自有其坚守的武德和原则。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不让怒火蒙蔽了心智。雷万钧跨步奔至柳凝霜身前，3丈便停下了脚步，抱拳沉声道：在下巨阳峰雷万钧。
简单的自我介绍过后，他的双眼已恢复了清明。此时，粗壮的双臂环抱在胸前，认真的说道：“师妹，你细胳膊细腿的，承受不住我的功法，被我蹭一下，你都会受不了的。”此言一出，不仅柳宁双黛眉蹙起，就连擂台下的杨欢三人都皱起了眉头。阿凯，你确定这崽子不是你私生子？这是秦川问的。如此虎狼之词，确实有你几分风采。杨欢瞥了陈凯一眼，调侃道。陈凯再次老脸一红，怒而朝着擂台上的雷万钧吼道：“万钧，你特娘少说点骚话，老子平时是这么教你的吗？骚话？这话哪里骚了？我明明说的是大实话啊！我这是关心他好不好？”雷万钧挠着头，满脸写着不高兴，但他却从柳宁霜身上散发出来的阴寒之气中感到了一丝危险。不过他依然坚信他在筑基期是无敌的。随即他朝着陈凯喊道：“师尊，弟子劝不动师妹，你要不说几句，让他认输吧。丫头，不如你下来吧，俺这徒儿天生神力，没轻没重的，万一……”陈凯喊了一嗓子，接着又朝雷万钧挤眉弄眼，示意他让着点柳宁霜。别看陈凯外表粗犷，给人神经大条的感觉，实际上他是个心思细腻、懂得人情世故的人。老哥哥的美女徒儿若是被他的徒儿打伤了，估计今晚就喝不到千年醉了。然而雷万钧虽然性格直率，为人憨厚，但对宗门大比却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对他来说，赢得第一轮混战的胜利，乃至最终夺得筑基期第一的荣誉，是他坚定不移的目标。他绝不会因为对方是女子就有所保留，更不会因为师父的暗示而放弃自己的追求。不过尽管自家师尊都喊话了，但美女师妹仍旧没有主动认输的意思，雷万钧就有些头疼了。他对自己的实力有着绝对的信心，所以没有着急进攻，反而朝着陈凯喊道：“师尊，好像你的面子不够大呀，你到底行不行啊？尼玛，小兔崽子，你说谁不行呢？信不信老子掏出来抽死你？”对于徒儿质疑自己不行，陈凯心中的火气挠一下就上来了。师徒俩一个台下一个台上，互相吐起槽，接起短来，仿佛成了骂街的泼妇。趁着他俩骂骂咧咧的时候，杨欢从陈凯的身后走了出来，朝着擂台上的柳宁霜挥了挥手：“双儿，到玄风的光荣传统就交给你了，拿个第一回来，为师看好你。”见杨欢这么说，陈凯与秦川皆是心中暗骂了他一声不要脸。从前道玄风之所以光荣，之所以能拿第一，那是因为余威厉害，又不是你杨欢厉害。你个糟老头子，当着这么多的宗门弟子面装什么逼呢？擂台上，柳宁霜见杨欢来给自己加油助威，心里像蜜糖罐子打翻了一般，甜甜的。冷若冰山的表情瞬间如春日暖阳般变得娇媚且温柔，嘴角不禁勾起了一抹淡淡的微笑。柳宁霜刚想说些什么时，围着擂台观战的宗门弟子中便爆发出一阵阵惊叹：“好美的师妹，给你一炷香的时间，我要她的所有信息。师妹，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今晚关心阁边上的小树林。”奇奇怪怪的呼声很多，唯独这个想约柳宁霜去小树林聊人生聊理想的弟子被暴揍了一顿。此时擂台上的长老面露不悦之色，他清了清嗓子，大喝道：“你们两个还比不比？不比就判你们两个皆为败者！比！”柳宁霜与雷万钧的眼神中同时闪过一丝寒光，他们几乎同时发出了一声低喝，摆出了迎战的姿态。前者是来给道玄风争脸面的，后者是此次大比筑基期弟子中的种子选手。此刻在长老的催促下，使得他们的目光在空中激烈碰撞，彼此的斗志被彻底点燃。当的一声，灵剑列兵应声出鞘，霎时间以柳宁霜为中心，周围2丈之内的空间仿佛被冻结，就连空气都似乎凝固。道玄风、柳宁霜，请赐教；巨阳风、雷万钧，请赐教。言罢，雷万钧大喝一声，小腿肌肉紧绷，力量在体内迅速汇聚。紧接着，他双脚猛地一蹬地面，强大的力量让他的身体如同一枚出膛的炮弹，带着破空之声，迅猛无比地冲向柳宁霜。与此同时，柳宁霜在擂台的另一侧，以优雅的姿态挥动着列兵。随着剑刃的舞动，他的身前顿时划出了几朵散发着浓烈寒意的剑花，它们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又仿佛组成了一堵墙，等待着雷万钧。轰隆！剑花与雷万钧那坚如磐石的身躯激烈碰撞，爆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激起了漫天飞舞的雪花。当飞雪散去，柳宁霜依旧持剑而立，如同一座不可动摇的冰山，一双美眸紧紧锁定着前方的对手。而雷万钧此时却是单膝跪地，他的一只手紧紧捂住胸口，显然是承受了不小的冲击，嘴角挂着明显的血迹，显然是激烈交锋后留下的印记。他的呼吸略显急促，但眼中的战意并未因此而减弱，反而更加炽热。师妹，你的反抗让我越来越兴奋了，哈哈哈！擂台下，杨欢与秦川一同盯着陈凯，他们异口同声道：“如此虎狼之词，简直与你一模一样，你还说不是你的私生子？”陈凯闻言急得直摆手，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小兔崽子一定是偷学俺说话，呸呸呸，是他自己不学好。就在三人谈笑的同时，围观的弟子再次发出惊呼声：“师妹使的这剑诀好生眼熟，你们觉不觉得他与寒月仙子颇为相似？相似你妹，宗主大人又不是剑修，你说的是太上长老玄机仙子吧？一炷香的时间都快过了，我要的信息呢？关
关心隔边啊，爱一个人有错吗？别揍我了，求求了。擂台上喧嚣声似乎与柳凝霜隔绝，他的目光始终全神贯注地锁定着雷万钧，因为他看上去确实比刚才更加兴奋。孔武有力的四肢在灵气的催动下长大了一圈，不仅更粗了，而且似乎更硬了。雷万钧张开手掌，高举过头顶，然后猛地一握，凝聚在拳头上的灵气闪烁起一阵蓝光，仿佛雷霆般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雷灵根，体休，柳师妹，小心了，我要用全力了。柳凝霜眉头微微一挑，深吸了一口气，将自己的心境达到一种空灵的状态。他开始调动体内的玄阴之气，让它们在经脉中流转，与手中的烈冰剑产生共鸣。剑尖微微颤动，仿佛在回应着柳凝霜的召唤。剑身周围的空气也开始随之波动，形成了一道道细微的气流。柳凝霜微微点了点头，算是对雷万钧的话做出了回应。随即他带着烈冰欺身向前，剑尖直指雷万钧眉心，若是刺中，非死即伤。哈哈，来得好！雷万钧大笑一声，左脚快速抬起，右重重地落下。这一次以他为中心，方圆5丈内形成了一个充斥着雷霆的空间，瞬间将柳凝霜笼罩在内。8级奔雷破，随着雷万钧的体术全面爆发，他的全身被一层淡蓝色的雷霆所覆盖，如同雷神降临凡尘，携带着天界的神罚，威慑着世间万物。承受了几记重击，柳凝霜体内气血翻涌，7双赛雪的肌肤更是被雷霆所侵，多处透着焦黑。柳凝霜黛眉一蹙，俏脸上浮现了一抹冷意。若能杀人，凭借太阴剑诀中那些玄奥的剑招，雷万钧绝对接不下柳凝霜3剑。但是宗门大比是为了考核弟子们的修炼成果，并非真正的生死相搏，这就让柳凝霜打得非常憋屈。明明雷万钧的招式破绽很多，只要刺上一剑便能让他非死即伤，但他不能这么做，不然造成的后果是他承担不起的。柳凝霜心中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持剑迎了上去，与雷万钧再次站在了一起。同时他也在脑海中思索着如何在不伤他的前提下将他击败。随着两人的战斗愈发激烈，柳凝霜的剑招从初时的生涩变得越来越流畅。太阴剑诀以阴柔诡谲著称，其剑招变化莫测，能够在对手的狂暴攻势中寻找破绽。若是辅以玄阴功，更是如虎添翼，能够发挥出更为惊人的威力。然而柳凝霜并没有在剑刃上灌注玄阴之力，即便好几次刺中雷万钧的要害，也没让他失去战斗力，反而让他愈战愈勇。趁着两人拉开距离的间隙，雷万钧大喝一声，他的肌肉如同翻滚的波涛般再次鼓胀，被烈冰剑气撕裂的上衣在这一刻被他暴涨的肌肉彻底撑爆，碎片四散飞溅。他的身体在淡蓝色雷霆的包裹下显得更加威猛和不可一世。柳师妹，认输吧，我才用了5成力气。雷万钧的话还未说完，就见柳凝霜将烈冰向前一刺，红唇轻启，聒噪，既然这样，就别怪我辣手摧花了。雷万钧双臂横摆至身前，双手连掐数道硬诀，顿时擂台上雷光大作。这一刻他仿佛成为了掌控雷电的神器。小心了！话音刚落，雷万钧将实力提升至10成，准备一招定胜负。柳凝霜见状，美眸一凝，体内玄阴之力涌动，随着大量的阴寒之力灌注剑身，灵剑烈冰发出了铮铮的剑鸣声，剑尖微微颤动，随着周围的寒气被烈冰吸收，柳凝霜的周身瞬间形成了一层薄薄的冰雾，寒气逼人。柳凝霜挥动长剑，随着他的剑势展开，一道巨大的冰蓝色剑气从烈冰的剑尖激射而出，剑气不仅速度极快，而且蕴含着极强的寒意，仿佛要将一切冻结。雷万钧的雷光虽然强大，但在柳凝霜的冰封剑气面前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他的雷光在接触到冰封剑气时，竟然被迅速的冻结，化为一串串冰珠坠落在地。雷万钧的脸色大变，他没想到柳凝霜的剑法竟然如此凌厉，他的雷电之力竟然无法抵挡。不可能！雷万钧惊呼，但他的话音未落，柳凝霜的剑气已经到了他的面前，他只来得及将双臂交叉在胸前，试图用自己的身体硬抗这一击。咔嚓咔嚓，清脆的响声过后，雷万钧的身体被强大的寒意冻结，整个人如同一座冰雕般站立在擂台上，再也无法动弹。柳凝霜收剑而立，周围弥漫着淡淡的冰雾，整个人如同从冰雪中走出的仙子，美得不可方物。他冷冷地看了一眼被冻结的雷万钧，转身朝着擂台上的长老说道：“长老，可以宣布结果了吗？”如此精彩绝伦的筑基期弟子比拼已经100多年未见了，长老一时也没回过神来。当柳凝霜再问第2遍时，他才匆匆宣布了结果：道玄风，柳凝霜胜。擂台下的弟子们原本屏息凝视，紧张的气氛在这一刻被释放，转而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柳师妹真是太厉害了！我操，这是什么剑法？竟然能将人冻成冰雕！你们瞎嚷嚷什么？师妹是你们能叫的吗？以后请称呼她冰魄仙子。柳凝霜对周围的喧嚣声充耳不闻，转而将烈冰的剑尖轻轻地在了那座冰雕之上。随着阴寒之力顺着烈冰回到他的丹田内，解冻后的雷万钧一屁股坐在了擂台上。陈凯是第一个跃上擂台的人，他先是深深地凝视了柳凝霜一眼，然后露出了赞许的微笑：“丫头，你很不错。”随后他转向雷万钧，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语气中带着一丝严肃。山外有山，人外有人。陈凯见雷万钧抬头，便指向柳凝霜手中的列兵剑，语重心长地继续说道：“你要感谢与你对战的是他，若是换成敌人，你早就已经死了。死了？怎么可能？他连我的防御都破不了。”雷万钧牛眼瞪大，粗犷的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混账！陈凯气得顿时给了他一个暴力，怒斥道：“这丫头刚才刺中了你总共13剑，但凡有一剑带着刚才的那股阴寒之力。”后面的话他没有继续往下说，但是陈凯的眼神和神情却显得对雷万钧很失望。他希望自己的徒儿是个敢打敢拼的人，但更希望他是个敢于面对现实的人。雷万钧紧皱眉头，回忆起刚才的激战，双手不由自主地摸向几处隐隐作痛的地方。顷刻间，他明白了师尊的话中之意，他挣扎地站起身子，朝着柳凝霜深深一拜，语气认真道：“多谢柳师妹手下留情。”然而柳凝霜依然对他不假辞色，他将列兵重新旋回腰间，礼貌性地拱了拱手：“哈哈哈哈哈哈！好，不愧是我道玄风的弟子。”笑声中，只见杨欢捋着胡须也登上了擂台，他来到柳凝霜身旁，上下打量了一番，随后问道：“有没有伤到哪里？”柳凝霜摇摇头：“行，没伤到就好。”紧接着杨欢话锋一转，继续说道：“既然比完了，咱就回到玄风，好好休息。今晚你露一手厨艺，为师。”原本闪着光芒的美眸瞬间失去的神采，柳凝霜撇了撇嘴，俏脸升起了一丝不满：“师尊，伦家累了一天了，今晚你就饶了栓儿吧。”甜腻的声音，矫揉造作的表情，甚至柳凝霜的双手更是缠上了杨欢的胳膊，使劲蹭着。杨欢一时间没想那么多，白眉一挑，顺了一嘴：“老夫都饶了你好几日了，今晚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我曹。”哄笑声中，几人走下了擂台。接着杨欢领着柳凝霜漫步于山谷之中，重点关注了几个比较有天赋的筑基期弟子。“师尊，申时都过半了，要不咱不看了吧？”柳凝霜轻扯杨欢的衣角，小声地问道。逛了许久，那些在杨欢口中天赋异禀的弟子却未能激起柳凝霜的丝毫兴趣。在他看来，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观看他们的对决，不如返回到玄风继续修炼来得更为实际。尽管杨欢也不想一个个看过去，但是顾离交给他的玉简中仍有众多名字待确认。清理无间道是眼下天玄宗的重中之重，容不得半点马虎。所以杨欢的白眉一紧，苍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悦，随即冷声道：“还记得你师祖方才说的话吗？胜者勿骄勿躁，败者勿馁勿气。你才赢了一场而已，狐狸尾巴就翘起来了。”柳凝霜蹙起黛眉，腮帮子微微一鼓，鼻孔轻轻翕动，满脸不高兴：“七什么叫赢了一场而已？双儿会一直赢下去。”话音刚落，两人身前的擂台上接连响起了几道轰啪的声音，紧接着几道人影从擂台上摔了下来。杨欢指了指台上正在大发神威的弟子，笑道：“记住他的名字，他叫10号，或许接下去的几日你会对上他。”柳凝霜的目光中带着一丝狐疑，他仔细打量了10号几眼，将他记在了心中。然后他小声问道：“他是哪一峰的弟子？”36上峰之一，星运峰首席弟子。杨欢的回答让柳凝霜吃惊不已，在他的印象里，上峰的那些首席弟子修为就没有低于炼虚期的，排名越靠前的峰，他们首席弟子的修为也就越高。但是排名前10的星运峰，为何首席弟子的修为竟然只是区区的筑基期？这就令人有些匪夷所思了。杨欢没有做更多的解释，他给了柳凝霜一个神秘莫测的笑容，随即又领着他到了别处。两人从日上三竿逛到日薄西山，柳凝霜按要求一共记住了10数人的相貌和特征。见着天色不早了，杨欢取出了一艘灵舟，带着陈凯他们一同返回了道玄峰。正当他们在山巅的小院喝着千年醉，聊着宗门大比的时候，墨竹峰后殿的一处隐蔽角落，吴天行正恭恭敬敬地等候着他的主人到来。夜幕低垂，星光稀疏，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偶尔传来的虫鸣声打破了这份宁静。不久，一道身影如同幽灵般出现在他面前，无声又无息，仿佛与夜色融为一体。在斗篷的阴影之下，一双眼睛闪烁着锐利的光芒，仿佛能够洞察世间一切秘密。本尊让你准备的事情如何了？吴天行低头行礼，语气恭敬而谦卑：“主人，一切都按照您的吩咐进行。”渡劫期修士从袖中取出一个精致的木盒，递给吴天行：“这里面是母骨，有了它，你就可以控制那些中了子骨的弟子。记住，你的任务是制造混乱，让玄天宗陷入内乱之中。”吴天行接过木盒，宛若珍宝似的捧在手心，语气坚定地说道：“是，奴定不辱使命。”两人之间沉默了片刻过后，渡劫期修士率先打破了平静：“道玄峰那边有消息了吗？”尽管声音平静，但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压力。一提到道玄峰，吴天行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眼中闪过一丝恼怒。毕竟在宗门大比的典礼前，他被杨欢狠狠羞辱了一番。然而时至今日，他都没调查出道玄峰上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吴天行自知办事不利，立刻深深地拜了下去，声音颤抖道：“请主人恕罪，奴一定会。”废物！渡劫期修士出言打断了吴天行，紧接着一个大逼都甩了过去。啪！一声清脆的响声在夜色中回荡，
吴天行被打得一个踉跄，脸颊上立刻浮现出红印。他不敢有丝毫反抗，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头更低了，身体微微颤抖，显示出他对这位渡劫期修士的深深恐惧和敬畏。渡劫期修士似乎不想与他再废话，身影渐渐模糊，最终消失在夜色之中，仿佛从未出现过。吴天行注视着主人离去的地方，深吸了一口气，转身消失在黑暗中。另一边，顾离与林月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顾离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忧虑，他无法确定到底宗门内有多少人中了蛊毒，也无法确定究竟中的是什么蛊毒。宗门大比还在进行着，每日山谷内都会聚集大量的弟子，若是他们选择在这几日动手，后果恐怕不堪设想。月姐，你怎么看？林月点了点头，她的眼中同样充满了担忧，轻轻捏了捏顾离的玉手，传音道：既然欢欢早就知道这墨竹峰峰主通敌，那么他一定有了应对之法。听他这样说，顾离仿佛顿时想明白了一切，嘴角勾起了一抹好看的弧度。两人互视一眼，谨慎地离开了现场。趁着夜色，他们将自己的娇躯悄无声息地融进了黑暗之中，并跟上了吴天行。一路上，吴天行总感觉心神不宁，他时不时回头查看，但每次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加快了脚步，最终来到了一处隐秘的山洞前。山洞口布满了藤蔓，显得极为隐蔽。吴天行四下张望，确认没有人跟踪后，迅速钻进了山洞。顾离和林月悄悄靠近，隐藏在一旁的树丛中，屏住呼吸，观察着山洞的动静。不久，他们看到了一丝微弱的光亮，顺着光亮望去，发现吴天行正与几名神秘人物交谈。那些人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气息，显然都是炼虚期以上的修士。其中一个看不清真容的女人，修为更是达到了渡劫期。见到主人了？那个女人低声问道。吴天行点点头，随即将存放着母骨的精致木盒交到了他的手中。这是主人给的母骨，你且好生保管。白彩蝶，怎么会是她？黑暗中，顾离眯起双眼，紧盯着远处的那道倩影，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尽管暗堂提供的名单里有白彩蝶的名字，但顾离始终不愿相信与世无争的师妹竟然会是宗门叛徒。他的玉手不由自主地攀上了剑柄，五行归元剑随之微微颤动，发出了低沉的剑鸣声。这时，林月突然伸手按住了顾离的胳膊，只见他摇了摇头，传音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就算再恨，你也要忍住。随着林月的话音落下，顾离身上的杀意也逐渐收敛，他眼神中的愤怒随之被矛盾和挣扎慢慢取代。在顾离心中，白彩蝶不仅是同门师妹，更是他从小看着长大、亲如妹妹般的存在。此刻背叛的痛楚如同利刃一般刺入了他的心房。顾离的娇躯微微颤抖，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朝着林月点点头。幸好有你，是我太冲动了。林月闻言，眼中闪过一丝欣慰之色，他温柔地搂住了顾离的胳膊，传音道：秋后的蚂蚱罢了，他们没几天好蹦跶了。接着他话锋一转：欢欢那老小子虽然修为是一坨，但他脑子绝对好使，放心吧。顾离微微颔首，回应道：这几日暗堂在他的调动下已经陆续就位，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林月扯了扯他的胳膊，打断了顾离的传音，示意他仔细观察山洞外边的一道黑影。战惊天，他来这里做什么？难道这件事与他也有关联？当顾离心中暗自腹诽的时候，山洞内的几人似乎发现了战惊天的踪迹。谁？话音刚落，一柄红缨枪从山洞内激射而出，直逼战惊天的身影。枪尖的破空之声划破了夜的宁静。战惊天的身影在红缨枪即将触及的瞬间，猛地一侧，以毫厘之差避开了这致命一击。紧接着，又有5人从山洞中鱼贯而出，瞬间将战惊天围在了中央。战惊天，你深夜潜入此地，意欲何为？白彩蝶厉声呵责，眼中闪过一丝异色。他怎么都没想到战惊天竟然会发现这里。战惊天环视四周，面对5位高手的围攻，他的表情依旧平静如水，似乎早有准备。他淡淡一笑，声音中带着几分玩味：战某只是路过，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诸位。路过？白彩蝶冷哼一声，显然对他的说辞并不买账。战惊天，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吗？深夜前行至此，还说是路过？战惊天的目光在众人身上一一扫过，最终定格在白彩蝶的脸上，眼神中流露出一抹难以掩饰的贪婪。白师妹，这你就冤枉战某了。休要多言，你战宗对我玄天宗一直虎视眈眈，又何必惺惺作态？白彩蝶冷声打断，手中的红缨枪一抖，枪尖直指战惊天的咽喉，摆出了一副随时准备出手的姿态。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先退下。一旁的吴天行点点头，应声带着其余几人远遁。从几人的表情来看，他们似乎与白彩蝶之间只是合作关系，并没有感情上的羁绊。然而出乎顾离与林月的意料，他们2人之间那剑拔弩张的气氛似乎是演的。这时战惊天的大手速度极快地握在枪身之上，随即胳膊使劲一拉，不仅从白彩蝶手中夺过了红缨枪，更是将她的娇躯揽进了怀中。小宝贝，想我了没？白彩蝶倚在他怀中，双手缠上了战惊天的身子，语气娇柔道：死鬼，你能不能来之前吱个声？差点被你吓死！哈哈，怕个呆，那几个家伙又不会将你我的事说出去。战惊天大笑，话音未落，
白彩蝶已经主动送上红唇，堵住了他的嘴。两人仿佛是干柴遇上了烈火，就算是冰天雪地也未能将他们的激情扑灭。随着那呀的声音响起，躲在暗处的顾离俏脸微红，别过了头，而林月却是瞪大了美眸，恨不得贴过去瞧个仔细。大约半炷香不到的时间，战今天压着声音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嘶吼。随着两人悉悉索索的声音过后，白彩蝶喘着粗气发出了疑问：战哥怎么那么快？啪啪！战今天朝着他的翘臀赏了2巴掌，语气略带不满道：快什么快？你还有其他想好的？白彩蝶面色一僵，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连忙扑进了战今天的怀中，玉手轻抚着他的胸口。战哥，你什么时候才能拿下师姐？战今天遥望宗主峰的方向，心中暗潮汹涌。他追求了顾离3000多年，连手都没摸到过一回，这件事已经成为了他的心魔，深深植根于他的灵魂深处。若是不能得到他，说不定他的一生都将在遗憾和执念中度过。他暗暗握紧了拳头，指甲几乎要嵌入掌心。快了！战今天声音低沉，又将大手攀上了白彩蝶的翘臀上，继续说道：到时候你与他2人共侍一夫。咩哈哈哈哈！哎呀，讨厌，我才不要呢！不等白彩蝶说完，战今天的大手捏了捏她的俏脸，随后将她的头按了下去。黑暗中，顾离的脸色阴沉的仿佛能滴下水来。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的师妹不仅是叛徒，更是个放浪形骸的女人。他的心中充满了失望和愤怒，冒着熊熊怒火的双眸瞥了林月一眼，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随即悄无声息地向后退去。他怕压制不住心中的愤怒，继而做出冲动的事情。还没看够。林月撇了撇嘴，俏脸上露出了一丝失望的表情。不让看就不让看，凶什么凶？信不信一会儿老娘去找欢欢双修？话音刚落，五行归元剑的剑尖便抵在了林月身前。你敢？信不信我给你缝起来？林月美眸一凝，挺起酥胸，不服气道：来啊，老娘上下2张嘴，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全给缝了。找打！略，来啊来啊，你先追到我再说。说话间，林月化作一团粉色的烟雾，朝着道玄风远遁而去。虽然林月的修为不是最顶尖的，但她的速度却快得惊人，就算顾里卯足了劲也没能追上她。片刻过后，一团粉色烟雾便出现在了道玄峰顶的小院之内。吱呀！杨欢的房门被柳凝霜从外合上，发出了轻微的响声。接着他拍了拍红透了的俏脸，急急忙忙地返回了自己的屋子。大半夜的，这丫头怎么红着脸从他屋子里出来？难道……林月捏着自己的下巴，眼珠滴溜溜地转着，心中暗自猜测。随后他轻轻甩了甩头，否定了刚才的想法。双修之是非同小可，他应该有分寸。不过，嘿嘿，林月的好奇心驱使他悄悄靠近杨欢的屋子。他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前，透过门扉的缝隙向内探去。屋内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酒香，显然是刚有一场酒宴结束。几个暖炉随意地摆放在屋子各处，未燃尽的木炭偶尔发出轻微的噼啪声。杨欢满脸酒意，斜靠在榻上，手中拎着一壶酒，不时地往嘴里倾倒。满是褶皱的脸上泛着酒后的红晕，眼神迷离，却又带着几分玩世不恭的笑意。金针刺破桃花蕊，不敢高声暗皱眉。嗝儿！噗嗤！林月没忍住笑出了声，暗骂了一句老不正经，然后他连忙捂住了小嘴，生怕被杨欢发现了。然而在海量的丹药加持下，杨欢的修为早已重回筑基巅峰，门外的动静自然逃不过他的耳朵。只不过千年醉的酒劲很强，杨欢挣扎了几下，最终还是未能从榻上起身。他只得朝着门扉的方向招了招手，一边打着酒嗝一边说道：来，双儿，咱们再喝几杯。嗝儿！吱呀一声，门扉从外被推开，一双浑圆笔直的长腿跨过了门槛，出现在杨欢的视线内。下一息，杨欢从榻上坐直了身子，迷离的眼神从玉足处慢慢向上扫去，直至落在了林月的俏脸上。他举起酒壶，往林月的方向送了送，又打了个酒嗝，说：双儿，再给老夫上一壶千年醉。嗝儿！林月美眸一凝，顿时玩性大发，嘴角挂上一抹笑意，从桌上拎了一壶酒送到了杨欢手里。师尊，您喝多了，伦家只许你最多再喝一壶哦。杨欢灌了一口酒，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当着林月的面走起了直线。老夫哪里喝多了？你看看，老夫走得多直。哎呦！林月立在一旁，自然不能让他真就摔了，伸手便要去扶。混乱中，杨欢逮着他就是一顿乱抓，无意间差点扯碎了林月的胸衣。尽管他酒意正浓，将林月当作了柳凝霜，但浑浊的双目却是为之一亮。双儿，这大冬天的，你怎么穿那么少？林月的身体猛地一颤，仿佛被电流击中，差点一掌劈碎了杨欢的天灵盖。岂有此理！老娘好心来扶你，你特娘的在干啥呢？然而下一息，他从杨欢身上嗅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宜人香气，不禁心神有些恍惚。他的一双玉手仿佛被某种魔力牵引，不自觉地将他紧紧拥入怀中。在这一刹那，两人的心跳忽然加速，就连呼吸也比刚才快了几分。阴阳交泰，九转成极，太虚之中自有乾坤。两人的识海中同时响起了宛若大道天音般的声音。尽管杨欢醉意朦胧，意识模糊，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谁，
正在做些什么，但他仿佛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驱使，双手不断拉扯着林月的罗裙。九转阴阳，至道天成，心合天地，大道成真。两声仿佛蕴含着大道的声音过后，林月的美眸瞪圆，不敢相信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这是九转阴阳路？不对，这似乎是老祖口中的。突然，一股神秘的力量将林月的灵石拽进了一处充满旖旎色彩的奇妙世界。短暂的眩晕过后，林月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眼前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花海，各色奇花异草竞相绽放。天空中七彩的云朵缓缓飘过，如同梦幻的绸带，将天空装点的绚丽多彩。远处，一座座精致的亭台楼阁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仿佛是仙人的居所，透露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息。合欢极乐世界，九转阴阳双修大法。林月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捂住了他的小嘴，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他怎么也想不到，仅仅是拥抱了杨欢一下，意识竟然被拽入了传说中的合欢极乐世界。难道杨欢这老小子修炼过九转阴阳双修大法？林月甩了甩头，试图将这些纷乱的思绪从脑海中驱逐出去。即便以老祖通天的修为，也仅仅只能踏足合欢宗禁地的第3层，想要迈入禁地的9层，观越传说中的九转阴阳双修大法，恐怕只有修为真至准地才有可能。正当林月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时，一只皮肤白皙、手指修长的手掌突然映入他的眼帘。随着手掌的晃动，一道低沉而充满磁性的声音传入了林月的耳中：“姑娘，你怎么会出现在这？”林月下意识地转过头，瞳孔骤然一缩，眼前的男子让他感到极度震惊。他身材挺拔，皮肤白皙如玉，鼻梁挺直，嘴唇薄而有形，嘴角挂着一抹温和的微笑，一头乌黑的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几缕发丝随风轻轻拂过他那棱角分明的脸庞，增添了几分不羁的气质。震惊之余，林月又将目光往下一去，结实有力的胸肌，令人垂涎3尺的腹肌，还有……林月不禁咽了一口口水，强行将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按了下去。“你是杨欢？你怎么没穿衣服？”前一句是林月问的，而后一句是杨欢问的。紧接着，两人之间陷入了一阵沉默，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旖旎的气氛，仿佛连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过了良久，杨欢率先开口，打破了平静：“没想到做梦还能梦到你。”话音刚落，杨欢搂住了林月纤细的腰肢，双唇向着她的潭口印了上去。随着杨欢的靠近，林月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兴奋，她的眼睛瞪得更大，心跳加速，几乎要跳出胸膛。当杨欢温暖的唇瓣轻轻覆盖在林月的唇上时，她的震惊逐渐被一种奇异的感觉所取代。下一刻，林月的意识开始模糊，身体逐渐放松，开始回应杨欢的吻。随着两人的激情被点燃，四周那些淡淡的粉色雾气逐渐将他们淹没。与此同时，到旋风上的小屋内，相同的场景也在悄然上演。屋内的光线柔和而迷离，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气，仿佛与极乐世界中的粉色雾气遥相呼应。杨欢与林月的肉身正经历着与他们意识相同的奇妙旅程，两个世界在这一刻奇妙的交织在一起，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直到第一缕晨光透过窗棂，林月才从深沉的梦境中缓缓醒来，身体每一寸肌肤传来的酸楚感，似乎都在诉说着昨夜的疯狂。林月自然清楚发昨晚生了什么，她悄悄地支起身子，目光复杂地凝视着仍在沉睡中的杨欢。随后，林月掏出匕首，将身下的床单割了一块下来，小心翼翼地藏到了储物戒指内。她悄无声息地穿上了衣服，一瘸一拐地向门外走去。身上隐隐的刺痛感让她蹙起了眉头，同时心中暗啐了一口：“老小子，你给老娘等着！”清晨，宗主峰后殿，顾离俏脸挂满寒霜，盘膝坐于蒲团之上，宛若一座冰雕。五行归元剑悬于身侧，剑身寒光粼粼，剑尖微微颤动，不时发出低沉有力的剑鸣。当林月悄咪咪地踏进后殿之时，五行归元剑突然光芒大盛，嗖的一声，剑尖直指林月的眉心，凌冽的剑气更是斩断了她的几缕发丝。林月，顾离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哽咽，泛红发肿的美眸中噙着泪水，俏丽的面庞在晨光中显得格外暗沉，显然一夜未眠。林月心中一紧，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面对顾离那复杂的眼神，她知道他与杨欢的是瞒不住了。阿离，我爱。此时的林月像极了做错事的孩子，她慢慢垂下了头，听候顾离发落。顾离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剑指挥动，收回了五行归元剑。昨夜在门外我都听到了，这不能怪我，是杨欢那老小子，他一定偷学了什么功法。林月一着急，直接打断了顾离，语气急促的狡辩道：“昨夜的事虽然荒唐，但仔细回想，却又到处透着古怪。根据合欢宗的典籍记载，九转阴阳双修大法是上古时期一位地境强者在领悟了天地阴阳之理后所创。它不仅是一种修炼法门，更是一种灵魂与肉体交融的至高大道。凭杨欢区练气期的修为，他不可能触摸到大道。因此，林月只狡辩了一句，便词穷了。呵呵，偷学功法。”顾离被他气笑了，他对林月如此拙劣的说辞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别说偷学了，就算正大光明的让杨欢学，他也学不会。真的，我林月发誓，
他一定偷学了我合欢宗地功法。凌月急切地举起了他的玉手，向着苍天起誓。如今他只能破罐子破摔了，除了咬死这个理由之外，他实在想不出更符合逻辑的解释了。你放屁！顾离的怒火如同被点燃的火药桶，见凌月还在睁眼说瞎话，他心中的怒气更是难以抑制，脏话脱口而出。明明是他臭不要脸缠杨欢的身子，现在还要倒打一耙，简直岂有此理！念及此，顾离指着凌月的鼻子，怒气冲冲地说：“你还想骗我？没有，我真的没骗你。”说话间，凌月来到顾离身边，双手扯着他的胳膊，声音中带着一丝急切：“我知道你也喜欢他，这次算我不对。不过……”凌月凑到顾离耳边，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继续说道：“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与你说过的宗门禁地？”顾离柳眉一挑，反问道：“你合欢宗的禁地跟杨欢又有什么关系？”哎呀，你听我好好跟你说，根据典籍记载，禁地第9层九转阴阳双修大法，日上3竿，阳光透过窗棂洒在杨欢的床榻上。他揉着有些微微发酸的腰，回想起昨夜的那场梦，嘴角不自觉地挂上了一抹笑意。酒力见浓春思荡，合欢极乐翻红浪。许久没喝酒，又许久没碰女人，想不到我竟然会做春梦。杨欢自嘲地笑了笑，甩甩头，接着朝着门外喊道：“双儿，双！我操，谁把我衣服脱了？”胡乱抓了件衣服套上。杨欢摩挲着下巴，努力回忆昨晚发生的事。昨夜的酒宴中，大家都喝得非常畅快，唯独陈凯的那双牛眼总是贼溜溜的在自己和柳凝霜身上打转。难道自己和柳凝霜被灌醉后，被他们脱了衣服放在了一张床上？我操！杨欢心中一惊，不禁骂出了声。想当年他们弟兄3人灌别人酒，趁别人酒醉，像这样的荒唐事没少做。再加上昨天柳凝霜在宗门大比上赢了雷万钧，陈凯借机恶作剧一下也不是没有可能。想到这儿，杨欢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一边将内侧的被褥掀开。阿弥陀佛，无量天尊，哈利路亚，妈妈咪呀！杨欢傻眼了，床单上不仅到处都是发白的干涸水渍，而且还被割了一个大洞，洞的周围还残留着点点嫣红。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如同当年自己和余威疯狂的初夜如出一辙。刹那间，杨欢的心头仿佛被一道惊雷劈中，让他感到一阵窒息。他一拍额头，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醉酒之后的那些记忆，那些他原本以为是春梦的片段，现在看来竟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不过为什么是凌月而不是柳凝霜？这有点不符合逻辑。念及此，杨欢火速将屋子收拾干净，正准备上宗主峰探探口风的时候，屋外传来了一道声音：“杨长老，弟子有事禀报，进来吧。”是。随着一声干脆的回应，房门被轻轻推开，一位腰间悬着根源铁棍的青年弟子出现在杨欢的视线中。他恭敬地行了一礼，用干练的语气汇报道：“按长老吩咐，昨夜共计捉拿89人，另有5人。”说到此处，青年的话语戛然而止，他紧着眉头，有些难以启齿。从他的神色来看，似乎担心杨欢会责怪他。无妨，直说便可。杨欢摆了摆手，给了他一个宽慰的笑容，示意他但说无妨。青年道了一声是，接着俯身一揖，继续说道：“首座遣弟子来，想要问问长老为何要捉拿这5人。”说完，他上前几步，递上了一个玉简。杨欢查看完玉简中的内容后，他那苍老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13，老夫且问你，若是老夫让你去抓这5人，你去还是不去？名叫13的青年心中一凛，他猛然抬起头，注视着杨欢的眼睛，脸上露出狐疑之色，似乎在揣摩杨欢话中的深意。几息过后，13再次一揖，语气坚定道：“按戒律，暗堂只遵阴符号令，违令者逐出暗堂，永不再用。”啪啪啪！杨欢起身为13鼓起了掌，随后缓步来到他身前，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尽管13没有正面回答杨欢的问题，但他通过引用暗堂的戒律，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想法。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他会严格按照命令行事，捉拿那5人。这时，杨欢哈哈一笑，赞许道：“你果然没有辜负老夫对你的期望。”说罢，杨欢的手中闪过一道乌光，一枚通体漆黑如墨且刻着复杂符文的云帖出现在手中。13听令，是。即日起，你便是暗堂的首座。见13双目瞪大，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杨欢收敛了笑容，话锋一转，语气冷冽道：“那个老东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紧接着，杨欢手中的音符一阵闪烁，随即形成了一个深邃黑暗的漩涡。不多时，一道嬉笑的乌光分离出来，它在空中盘旋了几息，而后落在了13手中。凭此子符，你可调用暗堂一切资源。那老东西倘若反抗，你懂的。13接过子符，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激动，但很快，这抹激动便被他那一贯的冷静所取代。他恭敬地行了一礼，语气坚定地说道：“13领命。”待他的身影消失在倒旋风的云雾之中，杨欢将手摸向了怀中的传讯玉璧。杨欢师尊，原定的计划有所改变，徒儿打算先整顿暗堂。过了几息，传讯玉璧震动了几下。顾离，给我一个理由。杨欢，徒儿怀疑那个老东西有问题。讯息传过去后，杨欢一直没等到顾离的回复，但他一点都不急，反正命令都已经下了，按13的执行力，现在恐怕已经收不回命令了。
用传讯玉璧给顾离报信。杨欢的本意只是通知他，并不是征求他的意见。况且阴符在手，就等于整个暗堂在手，权力之大，可以先斩后奏。倘若将顾离视为凡人国度的帝王，那杨欢便是出征在外的将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约莫过了半炷香的时间，杨欢怀中的传讯玉璧再次震动。顾离，你可有证据？杨欢，会有的。宗主封后殿。此时，顾离的柳眉紧锁，俏脸上显露出难以掩饰的疲惫。昨夜的事还没完全搞明白呢，杨欢这老小子又整出这么一个幺蛾子，这就让顾离的心情愈发沉重了。杨欢想要整顿暗堂，是他怎么都没想到的。若说外门或者各封的长老与弟子之间存在奸细，他可以理解，但是整顿暗堂是什么鬼？难道暗堂里也有奸细？而且自己问杨欢有没有证据时，他却回了一句会有的，这就更让顾离觉得心累了。感情你啥证据都没有，光凭一张嘴就说暗堂有问题。此时此刻，顾离甚至有些后悔将阴符交给杨欢了。阿离，怎么了？林月本来正与顾离解释昨夜的事，却见他心不在焉，语气带着几许担心，问道。回过神的顾离轻哼了一声，将头别了过去。显然他对林月还生着气，但他很快又似乎想到了什么，美眸中闪过一抹凝重。你和杨欢的事稍后再论，先跟我去个地方。不等林月答应，顾离便跃上了飞剑，朝外疾驰而去。另一边，墨竹峰旁的山谷中，玄天宗的宗门大比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尽管寒风凛冽，却吹不散玄天宗宗门大比的热烈气氛。今日筑基期弟子们的比拼方式仍旧是混战，而混战的人数却从昨日的10人缩减到了6人。经过昨日与雷万钧一役，柳凝霜的名字已经进入了许多人的眼中。此刻擂台上5个来自各峰的弟子已经摆开阵型，将柳凝霜围在了中央。柳师妹，认输吧。飞扑峰的师兄说的对，柳师妹还是趁早认输，免得受伤，可就不美了。哼，你也就仗着灵剑之威罢了，若是没有这柄剑。铮的一声，柳凝霜挥动灵剑列兵，在身边展出一圈剑花虚影。聒噪！柳凝霜一如昨日的孤傲，声音宛若冰霜，完全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更是用行动告诉他们，灵宝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若是不服，他便打到他们服。既然你冥顽不灵，就休怪我秦。尼玛！秦姓弟子话还未说完，列兵的剑尖便已直刺他的面门。慌乱之下，他挑起手中长刀予以招架。然而普通的灵气岂能与锋利的灵宝媲美？哐当，长刀应声而断。紧接着，秦姓弟子突然感到腹部传来一阵剧痛，他只觉得眼前一黑，整个人失去了重心，便屁股向后平平地飞出了擂台，摔在了人堆里。柳凝霜嘴角微微向上一勾，向右连踏3步，像4背后长了眼睛一般，巧妙地避开了其余4人的攻击。经过昨日的激战，他对于太阴剑诀的领悟已经更深了一层，剑招的运用也上升了一个高度。在不杀人的前提下，畏首畏尾的打法早就被柳凝霜抛弃了。他现在追求的是效率，趁早打完，还得回到玄风给师尊做饭呢。面对4人的围攻，柳凝霜没有丝毫的畏惧。随着太阴剑诀全力施为，阴柔诡异的剑招将4人逼得节节败退，迫使他们转攻为守。柳凝霜以一己之力压得4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当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柳凝霜的灵剑列兵与一名弟子的长枪相撞，他手腕一转，剑尖顺势划过枪身，直指对方的咽喉。那名弟子大惊失色，连忙后退，却不料柳凝霜的剑法变化莫测，只见剑尖一转，又指向了另一名弟子的胸口。小心！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但为时已晚。柳凝霜的剑尖已经点在了他的胸口，虽然未真正刺入，但那冰冷的剑气已经让他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他的脚步一滞，柳凝霜顺势膝上，一脚踢中腹部，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地摔在擂台之外。剩下的3人见状，心中更是惊惧。5人组成的5行战阵由于少了2人，他们只得改为最普通的3彩阵。他们开始试图用更加紧密的配合来围攻柳凝霜，但柳凝霜的太阴剑诀太过诡异，每出一剑都像是在破冰斩浪，轻易地撕裂了他们的防御。在刻意放水的情况下，他与3名弟子再斗了约莫1炷香的时间。这时柳凝霜故意迈出了一个破绽，让他们误以为自己灵气即将枯竭，马上就要后继无力了。一名持枪的弟子来了招横扫千军，枪身直接震得柳凝霜脚步出现了紊乱。3人互视一眼，皆是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几许兴奋的神色。藤蔓囚龙，木灵根的弟子大喝了一声，接下去便是水灵根、火灵根弟子的喝声。怒海听涛，赤焰掌。随着3人选择开大，柳凝霜将剑抛在身前，而他却疾步向后撤去。后撤的同时，柳凝霜的一双玉手在身前不断结印。当印诀完成时，他冷喝了一声，冰封千里。列兵的剑尖突然爆发出一股强烈的寒气，使整个擂台的温度骤降。下一息，3名弟子只觉得眼前一花，他们的武器已被剑气所震断，而他们的身体也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击中，纷纷倒飞出去。柳凝霜收剑而立，他的呼吸平稳，仿佛刚才的激战并未对他造成任何影响。他朝着惊呆了的长老轻声问道：“长老，还不宣布吗？”此战柳凝霜胜。玄天宗的这名长老刚宣布完，
擂台下便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柳师妹，我爱你！今晚3更，关心阁边上的小树林。我操，哪个混蛋打我？本少看上的女人，从来不会失手，你注定是我的。柳凝霜持剑立于擂台之上，美目流转，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几息过后，他举起手中的猎兵剑，剑尖遥指一名身着青衫、鼻青脸肿的弟子。今晚关心阁边上的小树林，不见不散。话音未落，擂台下的弟子们发出了鬼哭狼嚎之声，随即这名青衫弟子嘴角挂着得意的笑容被敲晕了过去。柳凝霜轻盈地跃下擂台，领取了明日对战的令牌后，脸上带着一抹难以察觉的笑意，离开了山谷。正当他正准备取出灵舟返回倒悬峰时，身后突然闪现一道人影，伴随着一股强大的威压，让他的呼吸瞬间凝滞。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柳凝霜美眸一凝，暗暗运起玄阴之力，全身的气息瞬间变得宛若九幽癸水般阴寒刺骨，手中的猎兵剑腹上了一层寒霜，低沉的剑鸣声在剑鞘内嗡嗡作响，仿佛随时准备出鞘。米粒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戴着面具的修士嗤笑了一声，挥手间，强大的威压近乎化为实质，震得周围的空间频繁扭曲。噗！嫣红的鲜血从柳凝霜的嘴角溢出，俏脸顿时变得惨白无比，显然受了严重的内伤。震惊对方修为的同时，他也在暗中观察着四周的环境，心中飞速盘算着如何脱身。面具修士再次发出轻蔑的笑声，语气中满是不屑：本尊若是真想杀你，你以为你现在还能活着？听他这么说，柳凝霜先是松了一口气，随即美眸中又显露出狐疑的神色。这里是玄天宗腹地，能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这里的人，唯有昨日前来观礼的5人之一。眼前这个面具人，声音听不出男女，衣着装扮更是雌雄难辨，究竟会是谁？面具修士仿佛能看穿人心，他清了清嗓子，开口问道：别猜了，本尊问你，是谁解了你身上的血祭契约？你不是灵邪，让他来与我说话。柳凝霜凝视着面具修士的眼睛，咬着牙，一字一句道。提及血祭契约，他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灵邪的身影，那个令他深恶痛绝的男人。尽管猜不出眼前之人的真实身份，但他一定和灵邪和噬魂魔宫脱不了干系。哦嚯，小丫头还挺有个性，你以为你不说，本尊就拿你没办法吗？说罢，面具修士探出手掌，隔空朝着柳凝霜一抓。柳凝霜闷哼一声，身体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禁锢，随即被拽离了原地。下一息，面具人的袖袍中伸出了一只紫黑色的手掌，牢牢地抓住了他的脖子，力道之大，让柳凝霜几乎无法呼吸。盯着他皮肤上布满的诡异符文，柳凝霜感受到了与噬魂魔宫不一样的邪恶气息。本尊劝你想好了再说话，放开我！柳凝霜的双眼因为缺氧而开始泛起红丝，在这个瞬间，他仿佛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紧接着，面具修士皮肤上的符文仿佛被某种神秘力量唤醒，它们开始慢慢鼓起，仿佛有生命一般在皮肤下蠕动。这些符文如同被注入了魔力，逐渐变得活跃。它们在面具修士的手臂上形成了一幅诡异的图案，仿佛是某种古老的咒语正在被激活。突然，那些符文裂开了，从裂缝中，一只只细小而狰狞的蛊虫缓缓爬出，它们的身体呈现出紫黑色，与符文的颜色相呼应，身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几乎透明的膜。透过这层膜，可以看到它们体内流动的液体散发着幽幽的绿光。蛊虫们沿着面具修士的皮肤爬行，在柳凝霜惊恐的眼神中，蛊虫们如同一条条细小的黑线，从他的嘴巴钻了进去，四散在经脉之中。待最后一只蛊虫进入柳凝霜的身体后，面具修士松开了手掌，像丢垃圾一般将它丢到一旁。柳凝霜的身体无力地跌落在地，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面色苍白如纸。贱人，本尊本想与你好好说话，你却不识好歹。说话间，面具修士的喉咙里发出了一阵低沉的声音，仿佛在念动某种咒语。随着他的声音，柳凝霜痛苦地蜷缩在地上，他感到体内仿佛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蛊虫的毒液开始侵蚀他的经脉，带来一阵阵剧烈的疼痛。他的额头上渗出了冷汗，嘴唇因为疼痛而变得青紫。柳凝霜感到自己的意识开始模糊，眼前更是出现了幻觉，耳边似乎有无数的声音在低语，诱惑他放弃抵抗。结，是心骨的滋味不好受吧？他蹲到柳凝霜身边，三指捏起他的下巴，语气中带着一丝戏谑和残忍。现在能告诉本尊是谁？面具修士问到一半，似乎心有所感，猛地抬头望向天际，眉头紧锁。他这个老小子怎么还没死？面具修士低声咒骂，显然对意料之外的人物出现感到不悦。话音刚落，他在空间的一阵涟漪中隐去了身影，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随着面具修士的消失，周围的空气似乎都轻松了一些。柳凝霜虽然仍旧被噬心骨的痛苦折磨，但他的意识开始逐渐恢复清明。他感觉到了身边的变化，努力睁开沉重的眼皮，模糊的视线中，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师尊！重伤之下，柳凝霜颤抖着，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他努力想要呼唤杨欢，但话语未完，他的身体突然失去了所有力气，扑通一声，无力地摔倒在地，陷入了昏迷。另一边，杨欢刚从灵舟上下来，本打算进入山谷去看看柳凝霜今日大比胜败与否，然而他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耳朵微微动了动，似乎听到了不远处草丛中传来的异响。当他接近那片草丛时，看到了倒在地上的柳凝霜，以及空气中残留着的那股不寻常的气息。噬心蛊，是他为何对柳凝霜施蛊，而且施的还是噬心蛊？他们之间难道存在深仇大恨？浑浊的双目中闪过一丝疑惑，杨欢迅速在脑海中调出了系统属性界面。姓名：柳凝霜，势力：玄天宗，年龄：19，修为：筑基期巅峰，魅力值95，亲密度70，神秘数字0，其他：玄阴圣体，状态：噬心蛊。状态栏中那刺目的红字，进一步证实了杨欢心中的猜测，果然是冷艳。杨欢的2条白眉皱到了一起，眉宇之间写满了困惑。噬心蛊是魔元谷大长老冷艳的独门蛊毒，除他之外，玄魔大陆再无分号。中了噬心蛊的人会逐渐丧失理智，最终完全沦为尸骨者的傀儡。若他们心中存有反抗之意，轻则腹痛如绞呕吐不止，重则心脉俱断魂飞魄散。据说噬心蛊是以冷艳的本命精血温养，每施展一次都会让他在一段时间内实力大减。冷艳受邀前来观礼，却在此时选择尸骨，难道他脑子瓦特了？他难道不怕被凌月发现，从而招致灭顶之灾？毕竟冷家姐妹与凌月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若是有机会杀了彼此，杨欢相信他们没有人会心慈手软。杨欢没有继续往下深想，而是重新召唤出灵舟，带着柳凝霜迅速返回了到玄峰。一切安顿妥当后，他再次在脑海中召唤出系统界面。统爷，修改柳凝霜的状态属性。修改柳凝霜的状态需要花费100万灵石，确定取消。确定，修改成正常状态。定，已完成修改，谢谢，欢迎下次光临。通过系统解开柳凝霜的蛊毒后，他的俏脸立刻恢复了几许红润，呼吸相较刚才也通畅了不少，唯独尚未苏醒。杨欢坐于床边，耐心地等待着，因为有些事必须要得到确认，否则他的计划很有可能出现不可预知的变数。与此同时，迎客峰的一座偏殿内，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冷艳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发黑腥臭的鲜血从他嘴角溢出，仿佛一具失去了生命力的玩偶。他的脸色苍白如纸，几乎透明，仿佛所有的血色都被抽离，只留下一层薄薄的皮肤覆盖在骨骼之上。是谁？究竟是谁破了本尊的噬心蛊？冷艳的口中发出了无力的呐喊。就在刚才，冷艳刚回到偏殿内，就感到自己与柳凝霜身上的噬心蛊失去了联系。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慌，仿佛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失去与蛊虫的联系，便意味着一定有人破了他的蛊术。然而，冷艳还未及多想，反噬就来了。刹那间，精血和神魂的损失让他感到极度虚弱，意识也随之开始模糊。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想要重新建立与蛊虫的联系。然而，无论他如何努力，那种联系却如同被风吹散的烟雾，再也无法凝聚。冷艳在失去意识的前一刻，将手附在了传讯玉臂上。冷艳，杰哥，玄天宗有高手。当他彻底昏迷过去之后，远在噬魂魔宫的灵邪才收到讯息。他忽然将手从一名美女舞姬的臀部抽离，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抹严肃。灵邪回复了几条讯息，但却久久未能得到冷艳的回复，这就让他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他立刻站起身来，原本环绕在他周围的欢声笑语，瞬间被一股冷冽的气氛所取代。左右半个时辰，本尊要知道玄天宗发生的一切。是。2名戴着面具的修士向他一拜，随后化作2团黑影消失在了大殿之内。一旁的舞姬见灵邪的表情似乎缓和了一些，连忙将自己送了上去。公子，莲儿请你吃葡萄。灵邪一手揽在了舞姬的小蛮腰上，一手刮了一下她的鼻子，哈哈一笑，哈哈，还是莲儿懂事。说罢，他指了指底下的那些舞姬与乐师，语气变冷了许多。接着奏乐，接着舞，谁若是偷懒，小心本尊杀了你们。夜幕悄然降临，随着玄天宗的宗门大比结束了第2天的比拼，宗门内的喧嚣渐渐平息。暗堂的牢房中，顾离面无表情地站在牢房的阴影中，一袭浅绿色的罗裙上沾染了几处血迹，他的眼神锐利如剑，紧紧盯着被铁链贯穿四肢的白莲峰。白莲峰，魔元谷究竟许了你什么好处？你竟然背叛宗门！顾离的声音痛心疾首，直到现在他都不敢相信，堂堂的宗门元老竟会背叛宗门。白莲峰衣衫褴褛，头发凌乱，被锁链贯穿的四肢还在不停地流着鲜血。呵呵，哈哈哈！背叛！他猛然抬起头，眼神中闪烁着凶狠的光芒。你可曾记得1000多年前师尊飞升时的嘱咐？顾离闻言，整个人微微一怔，思绪如同被一阵风吹回过往，那些尘封的记忆在脑海中翻涌。那一日，天空澄澈，宗主峰的后山上，顾离、白莲峰、白彩蝶、陈清风4人齐聚一堂，目送着师尊踏上仙途。师尊的身影在4人的注视下缓缓升腾，周身环绕着五彩斑斓的光芒。他的目光逐一扫过4人，最终停留在顾离和白莲峰身上。阿离，你天赋非凡，又处事稳重，为师命你为下一任宗主。随后，师尊转向白莲峰，眼神中带着一丝复杂的情感。小峰，你心最狠，也最善，我命你为暗堂首座。目光转向白彩蝶时，他的语气带着一丝温和。小蝶，
你修为尚浅，但潜力无限，待你到了渡劫期。说到这，师尊顿了顿，瞥了顾离一眼，继续说道：待你修为到了渡劫期，顾离，你便将宗主之位传于他，他将会是玄天宗未来的希望。白莲峰的笑声在牢房中回荡，充满了讽刺和不屑，他的眼神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这一刻，所有的压抑和愤怒都化作了这癫狂的笑声。师尊是怎么说的？你又是怎么做的？他的话语中带着尖锐的讽刺，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刀子插在顾离的心上。顾离的身体微微颤抖，本就心神俱疲的他终于支撑不住，倒在了杨欢的怀中。老东西，狗吠什么呢？杨欢将顾离扶到一边，随后指着白莲峰的鼻子破口大骂：魔渊谷的走狗，你也有脸指责别人？你背叛了师祖，背叛了宗门，背叛了我们所有人。杨欢的声音提高了几分，情绪也随之越来越激动。于微之所以能做宗主，那是因为他的天赋，他的杀伐果断，这叫时也命也。若是几百年前师尊听了师祖的话，恐怕玄天宗早就覆灭了。几百年前，玄天宗内忧外患，顾离被人联手暗算，重伤卧床，出掌大权的白彩蝶却又瞻前顾后，碌碌无为，白白葬送了几次绝佳的翻盘机会。若不是凭借余威的实力与杨欢对于情报的分析能力，玄天宗就没了。作为暗堂的首座，白莲峰其实心里很清楚顾离为什么会选择余威来接任宗主之位，但是对于一个恋魅狂魔来说，顾离这样做无疑就是欺负白彩蝶，自然就有了他白家兄妹呀投靠魔渊谷的事发生。白莲峰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但很快又被疯狂所取代。他知道自己的选择已经无法回头，而他对顾离的怨恨也早已深入骨髓。杨欢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随即扶着顾离往外走去。临出门前，他又瞥了一直保持沉默的13一眼。13，让白长老走得体面些。凛冬的夜，寒风呼啸，到玄峰的山巅之上，剑光流转，时而龙腾九天，气势磅礴，时而凤舞和鸣，优雅灵动。哈！随着一声轻喝，顾离展出最后一剑，那棵立于山巅千年之久的歪脖子树寿终正寝了。杨欢取了剑皮长，裹住了他那惊天地地的娇躯，随后他不由分说地夺过五行归元剑，铮的一声，寒光收敛，剑刃入鞘。师尊，夜深了，歇息吧。杨欢皱着白眉，语气霸道，苍老的脸上隐隐不容置疑的神色。顾离微微转头瞪了他一眼，虽然没有开口，但那深邃而复杂的眼神仿佛已经道尽了心中的千言万语。在这短短的一天一夜里，他不仅目睹了宗门内的欺骗与背叛，更是亲身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战。最让他感到心痛的，莫过于发现自己的闺蜜与爱徒竟然双修了。活了3000多年，他从未像今天这般感到疲惫不堪。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玄天宗当前面临的内忧比几百年前的那次更为严峻。3位老祖正在必死关，余威又正在宗门秘境内接受传承，明面上的顶端战力仅剩下自己和陈清风。若是不能及时将内忧扼杀在萌芽里，玄天宗可能会再次面临覆灭的危机。想到这儿，顾离又瞪了杨欢一眼，语气中带着责备，又隐隐带着一丝羞赧。都怪你，睡什么睡？我可没有你这么闲。杨欢白眉一挑，心里不乐意了。什么叫都怪我？什么叫我很闲？为了宗门长盛不衰，千秋鼎盛，老夫这几个月布局诸多，你又不是不知道，不就是整顿暗堂没事先通知你，又顺便除了你师兄吗？你气什么气？再说白莲峰那事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残害同门，结党营私，徇私舞弊，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好吧，尽管有些证据是老夫让13捏造的，但他是宗门叛徒没跑吧？让一个二五子继续做暗堂首座，指不定哪天腰子就被他捅了。两人心中都有些怨气，自然这气氛就难免有些尴尬。在风雪中伫立了片刻，顾离的态度首先有所软化，他轻轻扯了扯他的衣袖，柔声道：好啦，外边冷，你这身子骨受不了冻，我们回屋说。既然顾离给了台阶，杨欢自然不再执拗，自顾自地回了小院。推开房门的那一刻，杨欢似乎想起了什么，脚步猛地停了下来，转身准备去柳宁霜那。跟在杨欢身后，心事重重的顾离没有预料到他会突然停下，一时不察，整个人撞进了他的怀中。好巧不巧，两人的4片唇瓣贴到了一起，又不知是巧合还是故意。杨欢伸了舌头，顾离瞪大了双眼，眼神中充满了震惊和不可思议，心跳瞬间加速，就连俏脸也染上了2抹红晕。闻着杨欢身上那似有若无的好闻味道，他的识海忽然变得一片混沌。他本能的想要推开杨欢，结束这突如其来的亲密，然而内心深处却又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让他想要沉浸在这一刻的温柔之中。下一息，顾离感觉到自己那软弱无骨的腰肢被一双手搂紧，手掌的温度透过衣物传递到他的肌肤上，让他的娇躯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随着皮场落地，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与此同时，一团粉色的烟雾随着风雪落到了小院内。咳，林月故意咳嗽了2声，打破了院中的宁静，随即带着调侃的语气说道：哎呀，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他的眼睛在杨欢和顾离身上来回打量，嘴角勾起了一抹含有深意的笑容。
杨欢和顾离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得回过神来，他们迅速分开，脸上都带着一丝尴尬。顾离急忙捡起地上的皮氅，重新裹在身上，而杨欢则迅速整理着自己的衣物。你来这做什么？顾离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悦与羞赧，眼神中更是有着警告的意味。哎呀，你还好意思问我？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又是做什么呢？说话间，林月笑嘻嘻地走到杨欢身边，双手缠上了他的胳膊，亲昵地蹭着，一副调皮捣蛋的模样。杨欢被林月这突如其来的亲昵举动弄得有些手足无措，他尴尬地咳嗽了一声，试图抽出自己的胳膊。师伯，他才开口，就被林月纤细的手指抵在了唇间。都是自己人，叫姐姐。本就心情不佳，又被撞破了好事，这会儿又见他们旁若无人的调情，顾离羞愤地想要杀人了。够了！他娇喝一声，用力将两人分开，分别瞪了他们一眼后，清了清嗓子，正色道：“林月来了正好，昨晚你们……林月俏脸一垮，赶忙捂住了顾离的小嘴，拼命给他使眼色，示意不要将昨晚的事说出来。毕竟昨晚杨欢喝醉了，自己与他双休的事，他应该没有印象。若是这个节骨眼上把事情挑明了，大家都会尴尬。”杨欢见他们神神秘秘的，先是瞥了顾离一眼，心中暗道：都被这女魔头瞧见亲亲抱抱了，还能如此若无其事，师尊真是心大。然后他又将目光落在了林月身上，顿时昨晚那些旖旎的画面仿佛具现化了一般，在他的脑海中一一闪现。姓名林月，势力合欢宗，年龄3824，修为渡劫5层，魅力值91，亲密度95，神秘数字1，其他先天魅体。我操，他的修为是怎么回事？开挂了！杨欢心中震惊的同时，注意力被神秘数字吸引了过去，零变成了1，这个意思是说，随着这个念头的涌现，杨欢心中那份原本的不确定感在这一刻凝结成了坚定、肯定以及一定。下一息，他那原本浑浊的双眼中突然闪烁起一抹锐利的光芒，盯得林月差点怀疑是不是自己没穿衣服。林月心中一紧，连忙松开了顾离，将手遮在了自己身上的关键位置，转而恶狠狠地瞪了杨欢一眼：“你看什么呢？咱们先说正经事。”“啥正经事？”“吴天行、白彩蝶，还有那些人的事。”顾离说着，取出一枚流影币，灵气灌注之下，光幕中顿时出现了昨晚那处山洞的画面。杨欢仅看了一眼，就骂骂咧咧道：“我就知道这姓白的老娘们不是好东西。她是老娘们，那我们呢？”顾离与林月同时挑眉，语气带着不满，异口同声的大声反问。杨欢下意识的往后退了几步，双手捂住了脸。先说好，打人不打脸。粉拳和玉掌就要落到杨欢身上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柳凝霜的声音：“师祖，师尊，你们在干嘛？出去！”顾离与林月异口同声道。柳凝霜轻轻应了一声“哦”，然后投给了杨欢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他默默地退了出去，将门栓拉上，闭上眼睛，心中默念：“我没看见，我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然而杨欢那魔性的哀嚎声却穿透了门板，传入了他的耳中：“没良心的丫头啊，为师，哎呦，别打脸！我操，那里也别打，老夫还没生儿子呢！”啊！柳凝霜赶紧捂住耳朵，试图将外界的声音隔绝。“我不听，我不听！王八念经！”过了一会儿，屋内的哀嚎声渐渐平息，只听顾里喊道：“双儿，进来！”柳凝霜低着头，好似小媳妇搬走了进去。“双儿见过师祖。”“见过。”一想到上次称林月为师祖时被教训了一顿，柳凝霜眼珠一转，甜甜的喊道：“双儿见过月姐姐。”还是双儿懂事，不像某些人哼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林月先是瞪了杨欢一眼，随后牵起柳凝霜的手，将她带到了一张椅子前，笑眯眯地说道：“坐着说。”这时顾离趁二女不注意，一脚踢在了杨欢的小腿上，疼得他龇牙咧嘴。杨欢往顾离的方向侧目一瞧，顿时心中一紧，自家师尊又吃醋了。他清了清嗓子，朝着柳凝霜教训道：“那没大没小的，一点礼数都不懂。”说到这儿，杨欢站起身，摆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眼睛却在不停给柳凝霜使眼色。“做弟子，你要知好歹，懂进退。”见顾离与林月的眼中似乎冒出了火星子，杨欢心中咯噔一声，坏了，又说错话了。尽管不知道哪里说错了，但是看样子还有得救。他连忙清了清嗓子，话锋一转：“可以师尊和师伯的绝色容颜，就算是谪仙下凡都远远不如。”柳凝霜微不可察地冲着杨欢点了点头，接上了他的话茬：“师尊说的太对了。”杨欢见他说了一句就停了，连忙又使了几个眼色，示意他继续。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他在心中暗自叹了一口气，只能自圆其说了：“你们三个都是美若天仙的女子，若是坐在一起，谁能分得清谁是妹妹，谁是姐姐？要不以后咱就各论各的。双儿，你就以姐姐称呼两位师祖。”见顾离和林月素着的脸逐渐柔软了下来，杨欢偷偷抹了一把额头上的细汗，心中高呼：“造孽啊！”行了行了，先说正经事。尽管顾离的语气有些不耐烦，但是俏脸上藏不住的笑意却是出卖了他的心。他将流影玉再次取了出来，将昨晚他和林月在墨竹峰和山洞前看到的一切又放了一遍。柳凝霜蹙起黛眉，凝视着光幕中那个戴着面具的黑影，惊讶道：“是他？你见过他？”顾离连忙问道：“如果我猜的没错，
这个面具人是魔渊谷的冷艳。杨欢抢在柳凝霜回应前开了口。此话一出，顾里与凌月纷纷皱起眉头，心中若有所思。今日我本想去看看双儿大比的情况，却不曾想到在山谷外发现他昏迷不醒。杨欢说罢，朝着柳凝霜微微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乱说话。这次宗门大比，咱们邀请了冷艳前来观礼，而下午的时候，双儿中了噬心蛊。什么？噬心蛊？凌月闻言顿时惊呼了一声，而顾离却是运起灵气，将柳凝霜拽至身前，仔细查看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吴天行和白彩蝶，还有那几人，便是魔渊谷的奸细了。凌月捏着下巴，小声嘀咕着，但是一想到白彩蝶与战惊天又有一腿，思路又混乱起来。欢欢，依你看，战宗会不会和魔渊谷有关系？杨欢摩挲着下巴，认真思考着凌月的问题。魔渊谷以蛊毒闻名天下，亦正亦邪；战宗以功法刚猛冠绝大陆，宗内修士大都是心思单纯的体修。若要说魔渊谷与战宗有关系，似乎有些扯淡，但是并不能排除有这样的可能。假设冷艳以蛊毒控制白彩蝶，再以他为桥梁，拉拢战惊天与战宗。想到这儿，杨欢默默地点了点头，肯定了心中的想法。综合这些日子看到的那些二物仔的属性，杨欢深吸了一口气，语气严肃道：首先，我们有很多人中了魔渊谷的蛊毒，无论如何，这些人的下场唯有死。杨欢顿了顿，朝顾离看了一眼，见他似乎心有不忍，便加重了几分语气：我们计划是让那些隐藏起来的人跳出来，那么就必须要有牺牲。说到这，杨欢点了点柳凝霜，眼神又往北方射出了2道金芒。我希望这一次能够将安插在宗门内的奸细悉数找出来。杨欢说这些并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凭借系统的功能，他已经发现了几名来自不同势力的奸细，但是这些人都位居要职，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就贸然行动，顾离很可能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毕竟这些奸细隐藏得极深，而且个个演技高超，若非系统的帮助，恐怕直到他们露出真面目之前，都不会有人怀疑他们的真实身份。你刚才说双儿中了噬心蛊，顾离在检查完柳凝霜的身体后，没有发现是心蛊的任何迹象，不禁疑惑地问道。杨欢闻言浑身直冒冷汗，他忘了冷艳的是心蛊独步天下，无人可解。这会儿师尊肯定已经察觉到柳凝霜并未中蛊，情急之下，杨欢急中生智，迅速编造了一个理由：会不会这些蛊虫被玄阴之力冻死了？冻死了？顾离美眸微眯，发出了疑惑的声音。然而当他想到柳如烟身上的各种神奇之处，心中的疑惑渐渐消散。玄阴体太过玄奥，其玄阴之力阴寒无比，冻死蛊虫应该是行的吧？别纠结这个了，只要双儿没事，不就好了吗？杨欢不着痕迹地抹了把额头上的细汗，紧接着话锋一转：目前我们先要查清楚，我们的人到底中的是什么蛊，会有什么影响。杨欢早就知道那些人中的是什么蛊，所以刚才很肯定地说他们唯有意思。他有系统的事又不能乱说，只能处心积虑地一步步引导顾离去做决策。调查清楚之后呢？顾离再次开口问道。杨欢的嘴角微微向上勾起，露出了一个神秘的微笑：欲让其亡，先令其狂。唯有让那些人看到玄天宗覆灭在即，我们才有可能将他们一网打尽。从他的眼里，三女看到了强大的自信，但更多的是他的疯狂。四人又聊了一会儿后，夜也深了，三女纷纷起身告辞。这时杨欢看着凌月窈窕的背影，瞬间想起了昨夜的旖旎，小腹不禁一阵火热。凌月师伯，你也不想昨晚的事，日了三竿。杨欢醒来的时候，温暖的被窝里早已没了凌月的香气。昨夜在清醒的状态下修炼乾坤九转阴阳双修大法，让杨欢受益颇多。尽管尚未突破到劫丹期，但灵海的面积又扩大了不少，甚至灵海中央隐隐出现了一座弥漫着紫色灵气的岛屿。杨欢猜测，这座岛屿便是自己突破到劫丹期的关键，因为系统在乾坤九转阴阳诀的注释中提到了几个关键点，其中一个就是关于修士的境界。从炼气到渡劫，每个境界又被划分为9层，人们认为9为极，即巅峰，超越巅峰那便是境界提升。但是创造灵诀的大能却不这么认为，他在灵诀中阐述，随着体内的灵气形态发生变化，修士的实力增强，才逐渐形成了境界之分。譬如人族在炼气期时，修士内天地灵气充实丹田及经脉，滋养肉身，塑炼体魄。当体内的灵气充盈到极致，便会形成灵液，进而转化成灵池、灵湖、灵海等各种形态。这就意味着修士的境界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筑基期。从筑基期开始，每一次灵气形态发生变化前，灵气的总量以及体内的意象，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修士的未来。大能认为，修真乃逆天之事，修士应当勇于突破与创新，不要被所谓的极致束缚。念及此，杨欢微微一笑，双手虚压，将体内的浊气吐出，神清气爽地出了道旋风。至于修炼，顺其自然就好。去暗堂转了一圈，将新的部署与13交代了一通后，杨欢驾着灵舟来到了宗门大比的山谷。他的身影刚一出现，就被眼尖的人发现了。人群如海啸般迅速涌向杨欢，将他围在了中间。霎时间，山谷中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杨长老，多日不见。
您硬朗了不少啊！哈哈，师兄，今日是来看徒儿比试的吧？来来来，您往这边走，师弟给您引路。师弟，你瞧我这孙女如何？能不能拜入道玄峰？道玄峰历史悠久，白家这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传统，倒是被他们兄妹俩完全继承了下来。只可惜统爷的属性面板里看不到白梦柳那小子被戴了多少顶帽子。杨欢的脑海中才有了这想法，系统中的属性面板便刷新了。噗嗤，一个没忍住，杨欢笑出了声。精彩，太精彩了！这还怀着孕呢，竟然还能做到1个月内夜夜当新娘。今天巨阳峰，明天金指峰的。或许是杨欢的笑声有点突兀，擂台上的二女皆是朝他投来的异样的眼神。柳凝霜见到杨欢在观赛台上，心中流过一股暖流。师尊今天来得好早，他一定是担心我。待会比完，我一定要做一顿丰盛的饭菜犒劳师尊。白梦莲望向杨欢的眼神里却带着几许狐疑，这货不会是傻子吧？骂他还能笑？擂台上的长老见二女迟迟不动手，回过头也往观赛台上瞄了一眼。随着长老的目光，其他观赛的弟子和长老们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一异常，纷纷将视线转向了杨欢。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杨欢身上，让他老脸一红。为了化解尴尬，杨欢清了清嗓子，捋着白须高声道：“双儿，下手轻一些，你白师姐怀着孕呢。”放屁！白梦莲一声怒喝，打断了杨欢。有些暗沉的脸上立即浮现了一抹怒容。这时，观赛台的角落响起了一道冷冽的声音：“杨长老，谨言慎行，莫要自误。”杨欢循着声音望了过去，顿时双眼一凝：“白彩蝶，我家莲儿尚未婚嫁，何来怀孕一说？你若是今天不给本座一个交代……”说到这，渡劫期的威压将杨欢牢牢禁锢在原地，无法动弹。即便你是道玄峰峰主，本座也会治你一个造谣生事之罪。然而，仙宝虚空幻影闪过一道灰暗的光芒，为杨欢卸去了99%的威压，恢复了他的行动力。杨欢嘴角微微向上一勾，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他抬眸直视白彩蝶，笑道：“是与不是，验一验不就知道了。”他说着朝擂台上的长老努了努嘴：“会把脉吗？去看看。”放肆！白彩蝶一怒之下，忽略了杨欢为何没受自己威压的影响，飞身落至白梦莲身边，一把抓起他的手臂，按在了他的脉门上。“我白家子弟，岂容你这废物诋毁本座！”话音未落，白彩蝶瞪大了双眼，惊讶地注视着身旁的白梦莲。啪！一个响亮的耳光过后，白梦莲的脸上立即浮现了一道血红的手印。紧接着，白彩蝶朝着擂台上的长老拱了拱手，饱含怒气地说道：“白梦莲认输，你听说了吗？二长老的曾孙女竟然未婚先孕。”一名从驻机器擂台区域离开的弟子挤进人群，神秘兮兮地说道：“听说白梦莲不知道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一个化神长老凑在另一名化神长老耳边轻声细语：“什么？白梦莲怀孕了？”一名体格壮硕、皮肤黝黑的弟子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随即他仰天长笑：“哈哈哈哈哈！我要做父亲了。”山谷的东边，一名元婴弟子挠了挠有些发痒的裤裆，低吟道：“不会那么巧吧？这才2次就怀上了。”山谷的西边，一名长老神色慌张，眼神躲闪，他以极快的速度溜出了山谷，并且越行越远。完了完了！若是被二长老知道老夫与他曾孙女有染，老夫小命不保。柳凝霜不战而胜与白梦莲未婚先孕，成了宗门大比第3日最热门的话题。与此同时，杨欢正躺在屋子内的摇椅上假寐，仿佛外界的喧嚣与他无关。他一边闭目养神，一边在脑海中盘算着计划中的一些细节。柳凝霜则是蹲坐在一旁，轻轻地为他捶着腿，美眸时不时地瞧上他一眼。“师尊，睡着了吗？”见他没睡着，柳凝霜打算与杨欢聊聊今天的事。“师尊，你是怎么知道白梦莲有身孕的？为师的双眼能看穿一切，你信不信？”“双儿不信。”柳凝霜说着摇了摇头。话音未落，他突然又意识到了什么，双手急忙遮在了胸前，俏脸不由自主地升起2朵红晕。“师尊，你往哪看呢？”“咳。”杨欢被他一呛，佯装咳嗽的同时收敛了几分落在他依拒绝尘上的眼神。接着，杨欢手掌向上摊开，一道乌光闪过之后，掌心赫然多了一块漆黑如墨的金属。“为师现在是玄天宗暗堂的首领，你说我为啥会知道？”见他一本正经地吹着牛逼，柳凝霜嘴角抽了好几个来回。就算暗堂再厉害，也查不到白梦莲怀没怀孕吧？为了照顾他那男人该死的自尊心，美眸露出了一抹崇拜之色。不过只有一息的时间。“哇哦，不愧是师尊，好厉害！”见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老脸露出了苏爽的表情，柳凝霜趁机问出了心中的疑惑：“师尊，既然你们说二长老实奸险，那你为何今日还要得罪他？”“问得好！”杨欢突然一拍摇椅的扶手，坐直了身子，接着他轻轻地撸了撸柳凝霜的头，眼中带着笑意。白彩蝶过去是白家大小姐，被白家和白莲封宠成了一个极度任性和自私的人，也正是因为任性，导致了她城府不深，脾气火爆。听到这，柳凝霜扑扇着大眼睛，非常配合地摆出了一副似懂非懂的模样。杨欢捋着白须，耐心地继续解释道：“怒火能激起人的斗志，也可以让人丧失理智。”他顿了顿，将眼神落向了幻雾峰的方向，不屑地笑了声：“哼，而他白彩蝶就是后者。”接着杨欢话锋一转：“
从昨晚开始，老夫便在思考如何让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幸好有双儿你，要不是你，今天对战的是白梦莲，为师还真想不到好办法。柳凝霜闻言一怔，显然他没想到这事还能扯上自己。转而一想，他又觉得能为师尊做点小事，那是应该的，用不着夸奖自己。不经意间，就连垂着腿的双手也更卖力了点儿。白彩蝶现在必然怒火攻心，也必然会联系白莲峰。在杨欢停顿的间隙，柳凝霜美眸一亮，接上了话茬。他并不知道白莲峰已死，那么作为白莲峰的左右手，13师兄便会成为了他调用暗堂的首选。然而13师兄又是我们的人。见柳凝霜已悟，杨欢哈哈大笑道：哈哈，没错，如果老夫所料不差，这会儿13已经在幻武峰了。正如杨欢所说，此时13已经到了幻武峰。平哗啦，13前脚踏足后院，后脚就听到了宅院深处的喧闹。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白彩蝶不断发泄着心中的怒火，不时又将怒气撒到了跪在地上的一男一女身上。白梦柳，你好大的胆子！还有你，白梦莲，你们两个真是我白家的耻辱！白彩蝶的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失望。同样跪在地上的几名中年模样的人，敢怒不敢言。毕竟自家老祖般的人物正在气头上，他们准备等他消了气，各自把孩子领回去，该训训，该打胎打胎，等风头一过，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然而今天的白彩蝶似乎怒意滔天，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他见跪在地上的兄妹俩好似还在眉目传情，心中的怒火腾一下，燃烧得更猛烈了。白彩蝶一掌劈在了白梦柳的丹田上，顷刻兼废了他化神期的修为。紧接着他一脚踢在白梦莲的小腹，灵气穿透子宫。小姨、姨婆、祖奶奶！霎时间，后院众人哭爹喊娘，乱作了一团。白彩蝶皱着柳眉，注视着身前这些令他嫌弃的人，渡劫期的威压全面爆发。来人啊，将他们带下去！片刻之后，宅院中的喧嚣逐渐平息，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白彩蝶轻抿了一口茶，目光不经意间扫过月亮门，语气平淡地问道：怎么只有你来？我哥呢？13从月亮门后显出身形，朝着白彩蝶深深一拜，恭敬地回应道：启禀二长老，首座偶有所悟，已于昨夜闭关。13的话让他挑不出任何毛病，毕竟白莲峰活着的时候就常常闭关。今天的事你全都知道了。13知道，你怎么看？13不用看，13知首座和二长老怎么吩咐，13就怎么做。说话间，13再次拱着手，弯下了腰。你倒是一条忠心的好狗。白彩蝶深深地看了一眼13，眸底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贪婪。他原本带着怒意的俏脸，似乎随着13变得柔软了不少。这是无魂骨的母骨，你且寻个机会送去到玄峰。趁着将存放母骨的木盒交给13的机会，白彩蝶趁机摸了两下他的手背，语气带着魅惑道：事成之后，本座会好好赏赐于你。入夜，风雪飘零，大寒。13换了一袭黑衣，攀上了道玄峰，往杨欢的屋子里吹了一管迷魂香后，悄无声息地推开了门。黑暗中，他将木盒藏在了床榻下的暗格后，迅速朝着幻雾峰疾行而去。在他走后不久，屋子里又多了一道朦胧的身影。他如幽灵般无声无息地来到床前，眼中满是深不见底的怨恨，死死地盯着沉睡中的杨欢。寒光一闪，一柄锋利的匕首悄然出现在他的手中，冰冷的刀刃紧贴着杨欢的颈部，强烈的杀意差点就让杨欢露了怯。幸好在最后一刻，他的理智似乎占据了上风，匕首只是轻轻划破了杨欢的皮肤，便停止了进一步的动作。收起匕首后，他挥手一招，将13藏匿的木盒重新取了出来。翻开木盒，一只通体银白、形似蛐蛐的小虫扇动了几下翅膀，发出了细微的声音。紧接着，人影双指并拢，抵在唇前，默念了几句杨欢听不懂的晦涩音阶。做完了这一切后，他放回木盒，合上了门扉，如同从未出现过一般。半刻钟后，杨欢猛然从床上坐起，心中仍存余悸，分别给顾离和凌月传去讯息。杨欢速来到玄峰，凌月死鬼，都连着2天了，今天还想要？等着。顾离好。二女分别回了讯息后，先到的是凌月。他进了门便给屋子下了道禁制，随即不由分说的将杨欢推倒，用自己的红唇堵上了他的嘴。我让你来是有事，就你那点破事，老娘一看便知，脱衣服吧。砰！房门被一脚踢开，凌月酥胸半露，杨欢衣不遮体，全被顾离看了去。你们！顾离美眸圆睁，手指颤抖的指向他们，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转身欲走。凌月瞪了杨欢一眼，迅速跳下床，一把拽住了顾离。我刚才和欢欢开玩笑呢。那个杨欢，他一边拽着顾离，一边扭头朝着杨欢狂使眼色。杨欢的嘴角来回抽了好几个来回，脸上带着一丝恼意，狠狠地瞪了凌月一眼，好似在说：你给老夫等着，过一会儿嫩死你。待杨欢从床下取出藏匿的木盒后，屋内紧张的气氛才稍稍缓和。师尊，月姐，你们看看。顾离玉手一招，桌上的木盒缓缓打开了一条缝隙，随着缝隙逐渐扩大，他们的眼中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无魂骨，该死！魔元骨真是歹毒，竟然敢用无魂骨！二女先后咒骂道，随后从对方的眼神里都看到了一丝凝重。
这时，杨欢将一枚玉简抛给了顾离，语气严肃道：“这份名单是暗堂整理的，你们先看看。这几个月，尤其是宗门大比这几日，杨欢利用系统的功能确认了好些人的状态，基本上每一封都有几人至10几人不等中了无魂蛊。这些人还只是杨欢当面确认过的，那些没确认到的，或许人数更为惊人。无魂蛊，顾名思义，是一种剥夺他人神魂，使其变得麻木无感，成为行尸走肉的蛊毒。蛊毒一旦发作，不可逆转，他们的下场唯有死。”看完名单，顾离心中升腾的怒火无处发泄，竟将椅子的扶手捏成了齑粉。随着渡劫气的威压不经意间释放，卷起地上的木屑，如同风暴般在屋内肆虐，四处飞扬。阿离，悠着点，还在呢。说话间，林月凭借渡劫5层的修为，巧妙地将顾离的怒气暂时压制下来。然而，就在下一息，顾离仿佛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只见他瞪圆了美眸，直勾勾地盯着林月：“你的修为什么时候那么高了？”林月一时语噎，他偷偷瞥了杨欢一眼，随即心虚地垂下了头。2朵红云悄悄爬上了他的俏脸，这该如何解释？难道要说是因为与杨欢双修之后，修为才暴涨的吗？如果这样说出来，老娘跟采阳补阴的女魔头有啥区别？正当林月在心里纠结不已的时候，杨欢轻咳了2声，打破了沉默。前夜弟子练功时走火入魔，多亏月姐舍身相救，这才小命的保。震惊！林月的美眸中满是不可思议，她在心里默默地给杨欢竖起了大拇指。老小子，你牛皮！骗人的鬼话说来就来，老娘服了。他悄悄转头，又往顾离的脸上瞧了瞧，心中顿时又不淡定了。喂，阿离，这种鬼话你点什么头？这你都信？早知道这么简单能糊弄过去，老娘前天还费什么老鼻子劲与你解释？林月甩了甩头，将这些杂念抛诸脑后，看着杨欢一本正经地将2人意外双修的事说成了他舍身相救。林月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情感，美眸中闪烁着感动的光芒。叮！林月亲密度+5，恭喜宿主再次达成亲密度100的异性，现在为宿主发送奖励。奖励1：太上无极混元圣体积活度10%，奖励2冒号1000点系统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商城中的物品。奖励3：林月下一次为宿主发生消费或赠与行为，10万倍返还。系统提示音及时响起，让杨欢心中欢呼雀跃。然而二女当前，她又不能表现得太明显，只得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内心的激动流露出来。既然双修的事情已经挑明，杨欢自然不会错过任何将林月这位反现对象留在身边的机会。月姐，我会对你负责的。林月一挑眉毛，眼神被一抹狐疑取代。负责？负什么责？他的意思是……正当林月的内心泛着波澜之时，顾离眼神带着感激落在了他的身上。他温柔地握住了林月的一双玉手，语气柔软道：“阿月，是我错怪你了，想不到你为了欢欢牺牲那么大啊！咱都是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林月毕竟是林月，回过神来后，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说罢，他瞪了杨欢一眼，好似在说：“老小子，被你得逞了。”误会解除后，杨欢又将话题落到了无魂蛊与魔渊蛊上。无魂蛊的母蛊是白彩蝶让13送来的，就在刚才，白彩蝶也来过这里。杨欢说着，扬起下巴，将胡须撇到一边，露出了被匕首划伤的伤口。尽管伤口在太上无极混元圣体强大的恢复力影响下几近愈合，但是长长的一条血痂仍将刚才的凶险显露无遗。白彩蝶，顾离咬牙切齿道，顺便又将另一只扶手捏成了齑粉。紧接着，杨欢将今天宗门大比的事又说了一通，总结道：“这样一来，主动权就在我们这了。白彩蝶想陷害我，置我于死地，那么他必然会先下手为强，有极大的可能，魔渊蛊的计划会因为他而变得不可掌握。”提到魔渊蛊的计划，杨欢瞬间想到了被他破了是心蛊的冷艳，随即他那浑浊的双眸亮起一道光芒：“月姐，快上迎客风，活捉冷艳！月姐，快上迎客风，活捉冷艳！”林月眼神一凛，瞬间锐利起来，他冲着杨欢点了点头。紧接着，屋内的空气仿佛泛起了一阵微妙的涟漪，林月的身影随即消失在了原地。杨欢与顾离本想继续再聊一些细节，岂料一阵阵的鬼哭狼嚎声再到旋风外响起，哐当，房门被柳凝霜一脚从外踢开。这一次，房门的铰链再也没撑住，2扇门板轰然倒进屋内。杨欢瞥了顾离与柳凝霜一眼，额头似乎瞬间滑落了3条黑线。MMP， 是不是练剑的都不会敲门，开门都是用脚踹的？师尊，不好了！话才说了一半，睡眼惺忪的他看到屋内的情景，立刻打起了12分的精神。深更半夜，家人们，老帅哥，八卦之心一旦被勾起，自然就忘了自己踹门进来的初衷是什么。杨欢吹起胡子，瞪了他一眼，厉声斥责，将柳凝霜才翘起来的小尾巴压了下去。胡闹！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被他大声一喝，回过神的柳凝霜眼中露出了担忧的神色，但随即又被一抹平静取代。既然师祖在这里，道玄风自然会安然无恙。这时，顾离美眸微眯，柳眉一皱，倚在身边的五行归元剑当的一声闪过一道寒芒，仙剑出鞘。
你们俩在屋子里待着，别出来。说罢，他提起仙剑出了屋子。此时到玄峰外的景象已经变得异常可怖，原本宁静祥和的山林，此刻被一群面目狰狞的行尸走肉所占据。他们的眼睛空洞无神，皮肤苍白如纸，青筋血管鼓起，身上沾满了血迹和泥土。凝神望去，顾离顿时心中一紧。无魂谷，望着远处那些中了无魂谷的弟子，顾离一声叹息，随即剑指朝着到玄峰连点树下，顷刻间几道强大的劲制将山巅的小院与外界隔开。嗷！吼！接连的嚎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似乎中了无魂谷的人数比想象中的要多很多。顾离的传讯玉臂不停地闪烁震动，各峰各部的人都在汇报着他们那边的情况。金阳峰太上长老，不好了，金阳峰的好些弟子中了无魂谷，正在自相残杀。巨阳峰峰主中了无魂谷，正在大开杀戒，请求支援。读着传讯玉臂中的讯息，顾离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幅弟子们受苦的画面，四野的火光映照着他坚毅的面容，八方的嚎叫声如同针刺般刺激着他的神经。顾离闭起双眼，深吸了一口气，嘴角露出一抹冷酷的笑容。此刻渡劫期修士的强大气势从他娇躯上肆意而出，如同实质的威压，让周围的空气都为之凝固。无风自动，青丝随风狂舞，手中的仙剑闪烁着忽明忽暗的剑芒。顾离的双眸猛然睁开，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那是一种被背叛和痛苦点燃的怒火，更是对魔渊谷深深的憎恨。就在这时，一道流光划破夜空，最终停在了顾离面前。师姐，你怎么在这？光芒散去，露出了白彩蝶的身影。顾离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回应他，不过握着剑柄的玉手却是紧了几分。搞出那么大的动静，白彩蝶还能像个没事人一般，真是令人愤怒。白彩蝶见顾离对自己不理不睬，自然也没给他好脸色，他就这么站在顾离旁边，似乎等待着什么。片刻过后，陈清风与姬明风主在救援的路上见到了二女，便兵分了两路。将梁天尺上的血迹甩去过后，陈清风神情严肃地问道：阿离、彩蝶，救援要紧，你们干嘛呢？就在陈清风接近两位师妹时，陈清风从顾离和白彩蝶的神情上捕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此时白彩蝶一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态度，反观顾离却是柳眉紧锁，心事重重。但是陈清风并没有多想，自从师尊飞升后，他们师兄妹四人扛起了玄天宗的大旗，共同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直到顾离违背了师尊的嘱咐，将宗主之位传给了余威开始，自己这两个师妹的关系似乎变得微妙起来。陈清风心中明白，宗门的权力更迭往往伴随着复杂的人心变化，但他更清楚，当前最重要的是团结一致，共同应对眼前的危机。他深吸一口气，将个人情感暂时搁置于一边，目光坚定地望向两位师妹，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宗门的安危高于一切。哼，师姐怕是从来就没把宗门放在心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阿离是你师姐，她岂会如此？陈清风眼神一凛，义正言辞地打断了阴阳怪气的白彩蝶。然而白彩蝶并没有因为他的打断而生气，反而轻笑了几声，继续说道：杨欢那老小子背叛宗门，与魔渊谷里因外合，这无魂谷就是他搞出来的。陈清风闻言立刻换上了怒容，朝着顾离厉声问道：他说的是真的？顾离只是白了他一眼，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任何言语。他发现自己这师兄真是修炼修傻了，杨欢的修为连筑基都不是，最多再活几年就要死了，做叛徒对他没有任何好处。白彩蝶给他盖这么大一顶帽子，就是想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除掉他，这么明显的事都瞧不出来，多说无益。说话呀！陈清风急了：师兄别急嘛，不如我们去到玄峰瞧上一瞧，不就清楚了？说话间，白彩蝶习惯性地挽上了陈清风的胳膊，带他朝着到玄峰落去。师妹，我可是有可靠消息的，这无魂谷的母骨在杨欢手里。哦，是吗？那当然是13大孩子亲眼看到的，既然是他看到的，那杨欢这个废物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白彩蝶回眸望了顾离一眼，嘴角带着一丝胜利者的微笑，他觉得自己的计划完美极了。多年前，他借助战惊天和战宗的力量，将冷焰种在他体内的蛊毒封印。接着，他为了报复顾离，数百年来一直伪装成与魔渊谷合作的样子，将无魂谷悄然散布至整个玄天宗。现在，趁着魔渊谷打算激活蛊毒，制造混乱之际，他准备坑顾离一把。原本无魂谷的激活需要等待冷焰的信号，然而杨欢这个废物竟然敢当众羞辱白家，不仅让白家颜面扫地，更让白彩蝶自己威严尽失。因此白彩蝶用了一招栽赃嫁祸，又自作主张提前激活了无魂谷。他坚信这么做不仅能置杨欢于死地，更能迫使顾离交出权力。一旦他掌握了大权，他便有无数手段可以让战惊天得到顾离，以换取战宗的全力支持。届时不仅能够彻底解除身上的蛊毒，还能摆脱战惊天这个秒男。最重要的是，他与白莲峰之间禁忌的爱恋将不再受到任何人的干涉。顾离跟在他们身后，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如果真如师妹所说，本尊自会清理门户，手再往前伸一点，对，就是这样，保持这个姿势。唰，
扶稳了呀，老夫要使劲了。尽管杨欢的声音在呼啸的风雪中显得有些模糊，但对于渡劫期修士敏锐的耳朵来说，这些话语依旧清晰可闻。顾里眼神透着狐疑，这老小子怎么就管不住裤裆呢？白彩蝶的俏脸上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调侃道：下梁都歪成这样了，真不知道这上梁还正不正。够了！陈清风脸色铁青，他实在没想到杨欢竟然胆大妄为至此，不但尸骨残害同门，还没羞没臊的侵犯自己的徒弟，简直就是丧心病狂。为人刚正不阿，作风正派的陈清风最痛恨的就是像杨欢这种品行低劣之人。不过杨欢毕竟是师妹顾离的徒弟，事情还未调查清楚，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冷着一张臭脸，重重地哼了一声，以此表达心中的强烈不满。当当当，一连串清脆的金属撞击声过后，紧接着便是柳凝霜略带不满的声音：师尊，你轻点，伦家手都麻了。还有，你行不行啊？不行换我来。顾离一拍额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如此虎狼之词，这小丫头怎么说得出口？走在最前的陈清风闻声，脸色变得更加阴沉，脚步也不自觉地加快了几分。见他们两人如此，白彩蝶的心里简直乐开了花。杨欢呀杨欢，老娘早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鸟，这下看你怎么死！念及此，他又往顾离的方向瞥了眼，嘴角的笑容忍不住又扩大了几分。呵呵，玄机仙子，笑话！当当当，这些连续的撞击声牵动着顾离的心，也影响着陈清风的神色。前者心中疑惑，不应该是啪啪啪吗？为啥是当当当？难道是被林月带坏了？他们玩起了合欢宗的花火。后者是个老古董，尽管他不反对男女之事，但他却极力反对违背人伦纲常的事。没多久，三人循着声音来到了杨欢的屋子前。不行不行，这样有点松，你加紧一些。话还没说完呢，就见陈清风突然握着亮天尺朝着地上一挥，激起了漫天的风雪。无耻，无耻至极！陈清风怒喝道：杨欢，你好大的胆子，竟能荒淫无道至此！说话间，一阵风从道玄峰顶掠过，吹散了被他激起的雪花，让三人看清了眼前的景象。哪有什么衣衫不整，哪有什么荒淫无道？原来杨欢正一边埋怨着柳凝霜，一边让他将门板对准原来的孔位。两人正在修理那被踹坏的房门。顾离翻了个白眼，随即心中松了一口气，还好这老小子还是能用大头管住小头的。陈清风脸上的神色从铁青转为错愕，又从错愕变得尴尬，最终他狠狠地瞪了杨欢一眼：修门就修门，你们整那么多虎狼之词做什么？白彩蝶则是气炸了，事情完全和他想的不一样，小丑竟然是他自己。他快步向前，一把拎起杨欢的衣襟，怒目而视，语气威胁道：无魂骨的母骨呢？交出来！他打算先下手为强，以他盛气凌人的气势压迫他，力求用最短的时间达到自己的目的。被白彩蝶这样粗暴的拎起，杨欢眼中立刻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语气中也带上了几分恐惧。他结结巴巴地回应道：白天真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让刷儿。提到白天那丢人现眼的事，白彩蝶心中的怒火宛如火山爆发，无法遏制。在狂怒的驱使下，他猛地一挥手，将杨欢狠狠地甩了出去。砰！杨欢的身体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出，直接撞向了屋内的屏风。那精致的屏风在巨大的冲击力下瞬间四分五裂，碎片四处飞溅。还未等尘埃落定，他的身体又继续滑行，撞向了不远处的床榻。咔嚓！床榻在杨欢的冲撞下轰然倒塌，床腿断裂，床板碎裂，扬起了一片木屑和灰尘。屋内顿时一片狼藉，原本整齐的家具在白彩蝶的怒火下变成了一堆破烂。放肆！顾离与陈清风瞳孔骤然一缩，同时喝道：当的一声，五行归元剑出鞘，顾离持剑挡在了杨欢身前，美眸带着寒光，紧盯着白彩蝶。与此同时，陈清风也举着量天尺挡在了白彩蝶的面前。白彩蝶站在原地，双眼微眯，俏脸涨红，胸口起伏剧烈，显然心中的怒火尚未宣泄完。三人对峙之际，柳凝霜急忙扒开家具碎片，将杨欢扶了起来。见他口吐鲜血，脸色惨如金纸的模样，他急的声音立刻哽咽了起来：师尊，你不要吓我啊！双儿，老夫怕是不行了，你可。杨欢一边断断续续地说着话，一边运功将体内的气血逆行，吐出几大口鲜血。以他目前的身体强度，加上白彩蝶并没有使上几分力，撞坏些家具而已，不至于受伤。然而杨欢却一直以炼气期的修为示人，加之众人皆知他大限将至，命不久矣。若是这会儿他丝毫无损，恐怕连顾离也会对他产生怀疑。于是杨欢飙起了演技，本着受的伤越重越能迷惑他人的想法，他似乎演得有些过火，一口气没能及时喘过来，竟然直接在柳凝霜的怀中昏厥过去。师尊，你醒醒啊！在柳凝霜歇斯底里的哭泣声中，一只通体银白、形似蛐蛐的小虫扇动着翅膀，从家具碎屑中飞了出来。小虫的触角在空气中轻轻颤动，似乎在寻找着什么。紧接着，它在陈清风惊讶的眼神中落在了白彩蝶的肩头。顾离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早已知晓这只母骨经过几番转手，最终交到了白彩蝶手中，所以母骨对他表现出的亲密，
完全在预料之中。陈清风目睹了这一幕，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震惊之色，他的瞳孔紧缩，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母蛊是没有自保能力的蛊虫，它们脱离安全的生存环境时，会选择最亲近的人或物，寻求庇护。这只银白色的母蛊第一时间选择了白彩蝶，那就说明了一切。你们听我说，这母蛊……白彩蝶急切地开口，试图解释这一切。然而，陈清风的目光已经变得冰冷，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在他心中，今夜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都指向了小师妹。陈清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语气冷冽道：“白彩蝶，你究竟想做什么？”“我想做什么？”白彩蝶轻蹙柳眉，低声喃喃，仿佛在自言自语，又似在向陈清风寻求答案。他的声音带着一丝迷茫，一丝无奈，仿佛被逼入绝境的困兽寻找着逃脱的缝隙。紧接着，白彩蝶的神色从迷茫转为一抹奇异的潮红，眸底闪烁着一种近乎癫狂的光芒。在陈清风的质问下，他突然爆发出一阵尖锐而疯狂的笑声，充满了讽刺和绝望。哈哈，我想做什么？声音在屋内回荡，带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疯狂。我什么都没做，却被你们逼到了这个地步。他的笑声越来越响，仿佛要将心中的压抑和愤怒全部释放出来。白彩蝶的长发随着他散发而出的气势狂乱的飞舞，他歇斯底里地喊着：“你们以为我是什么？一个任人摆布的棋子吗？”白彩蝶的眼前渐渐模糊，记忆如同一幅幅画卷在他脑海中展开。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往事，带着甜蜜与苦涩，悄然涌上心头。青涩的年纪，他与白莲峰的爱情如同禁忌的果实，得不到任何人的认可。他们只能偷偷相会，直到那个月色朦胧的夜晚，禁果的香甜令他们迷失其中。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师尊的怒火如同雷霆，将他们的世界震得粉碎。白彩蝶记得，师尊的眼神中充满了失望和愤怒，他们的恋情被无情的拆散。在那之后，他们的感情变得更加隐秘而珍贵。但好景不长，玄天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顾离受伤缺阵的危急时刻，白彩蝶挑起重担，但是即便他竭尽全力，却依旧无力回天。最终，原本属于白彩蝶的宗主之位传给了当时贡献最大的余威。心灰意冷之下，白彩蝶外出游历，又被魔渊谷的冷焰下了蛊毒，从此失去了自由。他成为了冷焰笼络各方势力的工具。直到许多年以后，白彩蝶接到色诱战惊天的任务，随后战惊天发现了他体内的异常，并以战宗可以封印他体内蛊毒，还他自由的条件为诱惑。白彩蝶转而成为了他的棋子与泄欲工具。然而，他不甘心永远做别人的棋子，他渴望的是自由，是与哥哥白莲峰长相厮守的甜蜜。因此，白彩蝶策划了一个大胆且危险的计划。他准备反过来利用魔渊谷与战宗，达到报复顾离与坑杀冷焰的目的。他要让那些曾经操控他命运的人付出代价，即便是以身入局，他白彩蝶也在所不惜。收手吧，彩蝶，有什么话我们坐下来慢慢说。陈清风从没见过白彩蝶如今日这般癫狂，但他对自己的小师妹仍旧抱有一丝希望。慢慢说。说话间，白彩蝶捏起肩膀上的母蛊，毫不犹豫地将其吞入口中。我只想你们去死。吞下母蛊后，他的身体立刻浮现了一抹病态的苍白，青筋血管高高鼓起。白彩蝶的双眼被浓浓的血色浸染，透着近乎疯狂的意味。下一息，他的身影在空气中划过一道残影，直逼昏迷中的杨花而去。小心！顾离和陈清风几乎在同一时刻察觉到了他的动向，他们迅速跨步挡在了柳凝霜和杨欢的面前。前者挥剑直指白彩蝶后心，剑尖寒光闪烁；后者将无量齿横于胸前，齿身散发出淡淡的光芒，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防御屏障。然而，白彩蝶的攻击不过是声东击西的虚招。只见他嘴角挂上了一个狡黠的笑容，身形一晃，退出了屋子。阿离，你先保住杨欢的命，我可不想见到余威那丫头发疯。说罢，陈清风给了顾离一个宽慰的笑容，追着白彩蝶出了屋子。师妹，你跑不掉的。待他走后，顾离先是用自己的功力抚平了杨欢体内的气血，随后丢给柳凝霜几个瓷瓶子，每隔半个时辰喂他吃一枚丹药。死不了。没等柳凝霜来得及发问，顾离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屋内，仿佛融入了血液之中。顾离虽然对陈清风的实力充满信心，但心中那股不安的预感始终挥之不去，因为他总觉得有些事是杨欢与他都没想到的，却足以颠覆他们布局的事。随着夜色的加深，幻雾峰的不远处，陈清风与白彩蝶正在激战。紫电惊鸿鞭在白彩蝶的操控下，如同一条紫色的雷电巨蟒在空中舞动，发出阵阵破空之声，鞭身与空气摩擦，产生了如雷霆般的电光，威力惊人。陈清风的无量齿大巧无锋，厚重无比，齿身在他灵气的灌注之下，散发着暗暗的金光。他的招式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不可测的力量。每一次与紫电惊鸿鞭的交锋，都让空气发出爆裂之声。两人的战斗从天空转移到了山峰，又从山峰转移到了树林中。战斗所过之处，一片狼藉，到处都是东倒西歪的树木，以及无量齿留下的一道道深深的痕迹。然而，随着战斗的持续，陈清风开始感觉到了压力。紫电惊鸿鞭上原本淡蓝色的电芒被一抹猩红的血色取代，
就连白彩蝶的气息也变得诡异起来。陈清风的眼神变得锐利，他的目光如同利剑一般紧锁着白彩蝶，似乎在寻找他身上的破绽，同时也在思索着应对之策。就在这时，树林四周突然响起了如同夜行鬼魅般密密麻麻的脚步声。几息过后，陈庆风深深皱起了眉头。白家高手。白彩蝶见援军已到，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与陈清风拉开了距离，手腕一抖，紫电惊鸿鞭在空中划出一个漂亮的鞭花。随后他冷笑着开口：“师兄，怕是要让你失望了。”白彩蝶嘴角的笑容逐渐扩大，该诡异的气息从他身上消失后，他一指陈清风，娇喝道：“大长老通敌叛宗，拿下，死活不论！”陈清风闻言不怒反笑，咚一声，亮天尺将他身侧的地面砸出深不见底的裂纹。就凭你白家这些人，想要拿下老夫？痴人说梦！这时，一个年轻人从白彩蝶身后的阴影处走出，顿时让陈清风的瞳孔骤然一缩。只见白彩蝶一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娇笑道：“若是白家不够，再加上暗堂呢？师兄，现在够了吗？”哥哥。白彩蝶的轻笑声中夹杂着嘲讽与寒意，在林间回荡，顿时让陈清风心中一紧。哼，你以为有白师弟的支持就能为所欲为了？陈清风双眼微眯，将身旁的亮天尺扛在肩膀上，嘴角挂上一抹冷酷的笑容。随即他大喝一声，渡劫期2层的修为在这一刻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霎时间，周围的山林与大地仿佛得到了他的召唤，颤抖不已。白彩蝶美眸一凝，在开口时，语气中的那份轻蔑已被严肃所取代。既然如此，那就别怪师妹不讲情面了。话音刚落，只见梁天尺散发出淡淡的光芒，尺身上刻着的神秘符文开始流转，仿佛与陈清风的力量合为一体。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陈清风双腿发力，如炮弹般朝着白彩蝶击射而去。一股强大的灵气波动从亮天尺中爆发，形成了一道道肉眼可见的波纹，向四周扩散。死来！陈清风怒喝着，渡劫期的修为全面爆发，狂暴的劲气卷起积雪，遮天蔽日，整个林间仿佛被暴风雪笼罩。然而，就在他即将触及白彩蝶的瞬间，几名白家的大成期修士如鬼魅般出现，挡在了他的面前。他们手中的灵气光芒大盛，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硬生生地将陈清风的冲击阻挡了下来。通敌叛宗，其罪当诛，大长老莫要自误。其中一名修士冷笑道，他手中的长枪一抖，枪尖上凝聚起一团耀眼的光华，直指陈清风。激战一触即发。另一边，被柳凝霜映射了一枚丹药后，杨欢已从昏迷中苏醒。经过一番调息，他的身体已无大碍。定，检测到顾离赠与宿主玉露丸，触发万倍返现，奖励太清归元丹10枚。定，检测到顾离赠与宿主清点完薅来的灵丹妙药，杨欢这才睁开双目，吐出了一口浊气。看着满屋子的狼藉，听着柳凝霜叙述着他昏迷之后发生的事情，杨欢的白眉不禁皱了起来。你是说母骨被白彩蝶吞了，然后大长老和师尊追了出去？对。听到这些，杨欢感到事态的发展有些出乎他的预料。按原先的设想，母骨应该在他的屋子里被搜出，然后几人拉扯一番，最终13登场，指认白彩蝶栽赃陷害。然而，根据柳凝霜的描述，白彩蝶似乎积压了太多的情绪，在被陈清风一击，终于失去了理智。杨欢的心中涌起了复杂的情绪，他没想到白彩蝶会走到这一步。他的疯狂不仅打乱了他的计划，也让整个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念及此，杨欢缓缓站起身，语气平静却带着坚定地说：“走，我们去看看。我们合适吗？”在柳凝霜的质疑声中，杨欢带着他上了灵舟。随着灵气催动，灵舟在风雪中摇曳，开始在连绵山峰之间穿梭，寻找着他们的踪迹。灵舟在云雾中时隐时现，杨欢将系统的功能开到最大，扫视着经过的每一座山峰与树林。此时，玄天宗内到处充满了低沉的嘶吼与交战的声音。尽管场面混乱，但在珠峰长老与弟子的通力协作下，还是稳住了阵脚。然而，举目望去，无魂谷对玄天宗的影响却是深远和灾难性的。这些年，魔元谷似乎重新炼制了无魂谷，使其具备了极强的传染性。许多修士被中了无魂谷的人抓伤或者咬伤之后，毒素迅速在体内扩散，不久便成为了如他们一样的行尸走肉。恐慌逐渐开始蔓延。灵舟上，杨欢紧皱着白眉，自言自语道：“T 病毒，生化危机。师尊，什么是 T 病毒？什么是生化危机？”这你别管，解释不清，那你说个坤吧。杨欢白眉一挑，瞪了柳凝霜一眼，都被他气乐了。下回再顶嘴，小心为师抽你。师尊是像抽月姐那样抽吗？你怎么？我尼玛！哎，嘻嘻。柳凝霜的美眸笑成了月牙，眼神中满是狡黠的神色，俏脸红扑扑的，显得格外动人。行了，无魂谷若是不解决，宗门内部的秩序可能会崩溃，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师尊他们。见杨欢的表情变得严肃，语气透着紧迫，柳凝霜立刻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他重重地点了点头，从杨欢手中接过灵舟的控制权，以便他能够全神贯注地寻找顾离他们的身影。片刻过后，当灵舟经过幻雾峰附近的一片树林时，杨欢突然喊停了下来：“双儿，将灵舟隐匿，莫要泄露气息。”说罢，
杨欢将灵气灌注在一块玉石上，随着光幕显现，一片战后的惨状映入眼帘。树林中曾经挺拔的古木如今东倒西歪，大地碎裂，满目疮痍，昭示着战斗的激烈程度。许多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血泊之中，他们的脸上还残留着临死前的痛苦。一些尚存一息的修士或靠或躺在树旁，喘着粗气，眼中的神采暗淡了许多。陈清风站在这片废墟之中，尽管身上也负了伤，衣衫褴褛，血迹斑斑，但他依然挺直着腰板，宛如不屈的战神。亮天尺虽然光芒不在，但依然紧握在他的手中，仿佛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就一定要拿下白彩蝶。若不是白师妹传讯，本尊怎么都不会想到陈长老竟然会通敌叛宗。随着声音落下，白彩蝶身后的阴影处显露了一道魁梧挺拔的身影。是你？陈清风原本半闭着的双目猛然睁开，紧盯着那道身影，眼神中充满了震惊和不可置信。白师妹，战某没来迟吧？战今天的声音带着一丝轻佻，手中光华一闪，一柄乌金战锤凭空出现在他的掌中。好，好，好！陈清风连道3个好字，语气透着彻骨的寒意。没想到战宗竟然会和魔渊谷沆瀣一气。说到这，陈清风手中的亮天尺重新焕发出晦暗的光泽，直指战惊天。多说无益，要战便战。师兄，你先调息，战惊天交给我。随着顾离的声音落下，陈清风的身边多了一道曼妙的身影，惹得战惊天的目光变得灼热起来。阿离妹妹，陈长老通敌叛宗，难道你也？聒噪！顾离的眼神中闪过一道锐利如剑的光芒，直刺战惊天的双眼。杜节气的气势升腾，直接打断了他的话。被他扫了面子，战惊天的脸上闪过一丝怒意，他语气不善道：你要与我为敌？顾离连看都没看战惊天一眼，只是随手一抛，将一枚流影玉送入空中。玉佩在空中旋转，散发出柔和的光芒。紧接着，一幅画面在光幕中缓缓展开，清晰地呈现出那晚战惊天与白彩蝶在山洞外的苟合情景。短短几息的银声浪语后，是战惊天的一声低吼，再就是白彩蝶的娇嗔。如此精彩的画面，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即便是行走在黑暗中的暗堂修士，也不免为之震惊，更何况本就乌烟瘴气的白家族人。霎时间，议论声此起彼伏。我操，姓战的竟然和老祖打野战，这姓战的不行啊，连半炷香的时间都没有。许你小声点，没见老祖和姓战的脸色都青了吗？砰！突然，一道无形的劲气将流影玉捏得粉碎。紧接着，战惊天抡起乌金战锤，狂暴的力量猛然爆发，朝着顾离砸去。假的，这都是假的。然而他的怒吼声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换来了顾离的一声嗤笑：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何必自欺欺人呢？话音刚落，顾离手中的五行归元剑迎上了战惊天的乌金战锤，仙气与灵宝相交，发出了刺耳的金铁交鸣声。激荡的气流在四周肆虐，卷起地上的残枝败叶，战斗一触即发。云层间，灵州之上，柳凝霜的声音带着些许担忧，轻声问道：师祖打得过他吗？杨欢和他一样，也在担忧顾离与战惊天的战斗。论修为，顾离是渡劫期3层，战惊天是渡劫期5层，两人之间的差距看似不大，但战宗地功法注重力量，以一力降10会为宗旨，这意味着战惊天会以绝对的力量压倒顾离，不给他留下任何施展技巧的空间。这种战斗风格使得战惊天在对决中拥有不容忽视的优势，即便修为稍逊一筹，也能通过强大的力量占据上风，更何况他现在的修为高了顾离2个小境界。然而随着战斗的进行，顾离逐渐稳住了阵脚，凭借五行归元剑之力，硬生生地将战局的劣势扭转。白彩蝶见战惊天没能在短时间内拿下顾离，美眸中露出一抹厌恶的神色，心中暗骂了声废物。随即紫电惊鸿鞭在他的挥舞下闪烁起令人心悸的电光，他的目光紧紧锁定顾离，仿佛在等待一个偷袭的最佳时机。贱人，还想玩阴的？陈清风话音未落，亮天尺便在白彩蝶眼中无限放大。白彩蝶的瞳孔骤然一缩，迅速将鞭子向后拎起，将亮天尺打得在空中一阵旋转。尽管陈清风被消耗了许多灵气与体力，但他仍然咬着牙一把握住亮天尺，与白彩蝶展开了激烈的对决。暗堂还不动手，普通状态下的白彩蝶自然不是陈清风的对手。这会儿白家族人已然死伤过半，只能寄希望于暗堂的人了。可惜13领着暗堂的修士并没有遵循他的命令，而是将刀子捅进了那些还活着的白家族人身上。13！白彩蝶怒吼着，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悲痛。族人的死令他顿时目眦欲裂，难以遏制的怒火陡然间摧毁了他的理智。一瞬间，白彩蝶的周身散发出无尽的邪恶气息，黑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白色，双眸泛起宛如血渊般的红芒，青筋从苍白的皮肤上鼓起，血管鼓胀，澎湃的力量随之倾泻而出，顿时将陈清风震开100丈开外。下一息，白彩蝶带着狰狞的表情出现在13身前不远处。啪！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血色的紫电惊鸿鞭抽在了13的身上，仅此一鞭让他重伤倒地，失去意识。此时此刻，白彩蝶终于恍然大悟，怪不得他幻悟峰白家出了那么大的事，
哥哥白莲峰始终不见踪影，怪不得顾离对他栽赃杨欢毫不解释，甚至他还拿出刘颖玉当众羞辱自己，怪不得杨欢敢揭穿白梦莲怀孕的事，让白家名誉扫地。原来这一切都是针对他白家，或者说针对他白彩蝶布的局。你们一个个都拿我当棋子，凌辱我，占有我，利用我。白彩蝶一边怒斥着对他的不公，一边挥舞着紫电惊鸿鞭，收割着暗堂修士的生命。我要你们死死啊！陈清风将梁天尺高举至眉心，口中低吟着古老而神秘的音阶。随着梁天尺上的符文爆发出耀眼的金光，暗堂的那些修士被笼罩在一个个金色光球之中。尽管这些由金光构成的坚固防护最终未能完全抵御白彩蝶的猛烈攻击，但他们至少为这些修士争取了一线生机，保住了他们的性命。做完这一切，陈清风身形微微一晃，随即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气息瞬间萎靡。然而陈清风依然咬紧牙关，硬撑着最后一口气，朝着白彩蝶而去。啪啪啪，连续不断的鞭声仿佛死神的鼓点，急促而致命，每一声似乎都在催着陈清风的命。与此同时，在灵舟上默默观战的杨欢眉头紧锁，心中天人交战。他权衡着是救人还是不救人。若是救，凭身上的灵石足够使用一次系统的能力救下陈清风，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事后他该如何解释？若不救，在白彩蝶如此疯狂的攻势下，陈清风绝无生还可能。这样一来，玄天宗等于一夜之间损失2名顶尖战力，日后怕是后患无穷。千钧一发之际，杨欢趁柳凝霜不注意，从灵舟上一跃而下。他背负双手，步履从容，仿佛闲庭信步般走向战场的中心，心中却在默念：统爷，修改白彩蝶的修为属性。修改白彩蝶的修为需要花费1亿灵石，确定取消。白彩蝶！杨欢大喝一声，立即吸引了他的注意。白彩蝶猛地回头，眼中血光闪烁，目光紧紧锁定了杨欢。啪啪，紫电惊鸿鞭随着他的手臂挥动，在身前形成了2道沉闷的音爆声。他转头瞥了一眼奄奄一息的陈清风，回过头时，苍白的脸上浮现了一抹残忍的笑容。废物，你来得正好，为我白家族人陪葬吧。话音刚落，白彩蝶的紫电惊鸿鞭在空中划出一道血色的轨迹，直指杨欢的周身要害。战局的突变使得在半空中与战惊天激战的顾离心中一紧，随即他的剑势微微一滞，心神出现了短暂的失手，捕捉到了他的破绽。战惊天脸上浮现了一抹狞笑，眼神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手中的乌金战锤猛地挥舞，带着破空之声，狠狠地朝着顾离的防守薄弱处砸去。轰！乌金战锤与顾离的5行归元剑猛烈碰撞，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顾离只觉得一股巨力涌来，他的身形在半空中一晃，险些失去平衡。战惊天不给顾离喘息的机会，乌金战锤接连不断地发动攻击，势大力沉的攻击逼得顾离连连后退，甚至连防御都开始出现了裂痕。强烈的危机感从顾离的心中涌现，他娇喝一声，左手剑指在身前不断结印，最终闪烁着浓烈剑光的剑指点在了他的眉心处。5行合一，战体开！随着顾离的声音落下，他的身影在半空中微微一震，一股强大的气势从他体内爆发，天地间的5行之力瞬间汇聚在他的娇躯周围。刹那间，天地为之黯然失色，唯有傲然屹立于虚空中的五彩斑斓璀璨夺目。下一息，五彩斑斓的光环如同潮水般退去，化作一道道灵动的5行符文，在顾离那如凝脂般的肌肤上流转。这些符文仿佛拥有生命，最终汇聚于他的剑指之上，使得剑指上的剑光变得更加璀璨夺目。剑指抹过5行归元剑，令仙剑的剑身上形成了一个个细小的令人心悸的漩涡。3000青丝竖立而起，美眸争合之间，顾离的气息仿佛与天地产生了共鸣。5行轮回斩！顾离那冷冽的声音及狂暴无比的力量，令战惊天眼神一凛。他抡起乌金战锤，在身前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墙。战局的天平再次倾斜，在顾离开大的情况下，战惊天被迫由攻转守。随着他剑指一挥，5行之力如同洪流般爆发。5行轮回斩不仅携带着5行之力的威能，更蕴含着一丝轮回的深邃意境。5行归元剑的剑芒划破夜空，如同流星般直刺战惊天而去。铮！一声清脆的金属交击声响彻夜空。顾离凭仙剑之风应声斩断了战惊天手中的灵宝战锤。若非战惊天在最后关头凭借本能侧身躲避，怕是顾离这一剑便能让他身死道消。尽管他躲过了仙剑的锋芒，但那一丝轮回之力却让他仍旧受到了重创。噗！战惊天喉咙一甜，鲜血从口中喷涌而出，气势瞬间萎靡了许多。然而他那双如牛眼般的双眼中却透露出浓烈的兴奋之色。战惊天抹去嘴角的血迹，嘴角向上一勾，一抹狂傲的笑意从他脸上浮现。玄机仙子果然名不虚传。说罢，战惊天将被斩断的乌金战锤随意丢弃，接着他双手紧握成拳，随着双拳在胸前猛烈的碰撞，他的双臂肌肉鼓胀并闪烁起阵阵如大日般的光芒。顾离双眼微微瞪大，在他惊讶的眼神中，战惊天的双臂之上各自出现了一排金环。炎阳焚尸环！战惊天对于顾离语气中的震惊似乎很满意，他放声大笑，声音中充满了狂傲。
哈哈，没想到吧？除了我大哥以外，战宗还有第二件仙器。紧接着，他的目光在顾离身上不断游走，不再掩饰眼神中的欲念与贪婪。战今天舔了舔他那有些干涸的嘴唇，语气中带着不可一世的傲慢：“美人儿，你不是我的对手，乖乖臣服于我。”聒噪！顾离冷冷地打断了他，他的声音中不带一丝情感，手中的五行归元剑再次闪耀起夺目的剑芒，直指战今天的要害。战斗到了这个阶段，双方都已经展露出了自己的底牌，更为激烈的战斗一触即发。与此同时，白彩蝶也来到了杨欢身前不远处，但他并没有挥鞭直接抹杀他。以他这些年对杨欢的了解，他敢只身闯入此地，必定有所依仗。1000年来，杨欢的修为在最高时也只不过结丹期9层，然而凭他那微不足道的修为，却能一次又一次的死里逃生。白彩蝶相信，在这背后一定不只是运气那么简单。或许前几个月余威进入宗门秘境接受传承，也是针对自己的布局。说不定这会儿他正隐匿在林间的某处，准备在关键时刻给予他致命一击。念及此，白彩蝶停下了脚步，环顾四周，眼神中带着一股谨慎的神色。不是要让我为你白家族人陪葬吗？杨欢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挑衅，嘴角处却是挂着狡黠的笑容。尽管白彩蝶看上去依旧是方才的那副模样，似乎一鞭就能抹杀他，然而此时此刻他的修为已经被改成了炼气一层，对杨欢而言毫无威胁。但是杨欢笑得越欢，白彩蝶的心中就越是狐疑。他的脸色一沉，紫电惊鸿鞭在手中微微颤动，好似诉说着他心中的迟疑。他为何如此镇定？白彩蝶的眉头紧锁，心中暗自思忖。杨欢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甚至每一次呼吸，在他看来都像是精心设计的棋局。他甚至开始怀疑杨欢这么多年的故意视若只是假象，实际上他的修为早已逆天。毕竟杨欢是与余威同时被顾离收为弟子的，没道理一个强一个弱。更何况顾离一向眼高于顶，他绝不会收一个废物做弟子，他一定是在隐藏实力。他炼气期的修为不过是他用来迷惑敌人的幌子。随着白彩蝶心中越发肯定自己的想法，自然在气势上输了一轮。这时杨欢脸上那狡黠的笑容被些许严肃替代。来啊，我就站在这不动，求死！此时仿佛有无数匹草泥马在白彩蝶的心中奔腾，顷刻间他的双眸中血光更盛，几乎要喷出火来。紫电惊鸿鞭在手中发出噼啪的声响，仿佛在响应他心中的怒火。白彩蝶的胸膛顿时剧烈起伏，呼吸也变得急促。下一息，他成功遏制了内心想要杀人的冲动，涨红着脸，咬牙怒斥道：“废物，我要你死！气不要哇啦哇啦，有本事你来啊！”杨欢的回应轻蔑且挑衅，他甚至将小拇指伸进耳廓里，轻轻旋转，完全没把白彩蝶的威胁放在眼里。啊！白彩蝶怒喝一声，声音中不仅充满了愤怒，更是隐隐有了一丝屈辱。可恶，太可恶了！杨欢的动作、神态、语气简直比用利剑捅他还要让他感到疼痛。白彩蝶的愤怒已经到了极致，就算这是一个局，我也要杀了他；就算他隐藏了实力，我也要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当理智被愤怒所取代，心中只剩下杀戮时，那他离灭亡也就不远了。紫电惊鸿鞭上红芒闪烁，白彩蝶如同一道狂风般向杨欢冲去，他的身影在杨欢的视线里逐渐变大。就当他准备以助机器的修为将他镇杀时，一团粉色的烟雾突然出现在两人中间，紧接着一条手臂倏地伸出，速度快得几乎捕捉不到。砰的一声闷响，一只白皙的手掌带着雷霆万钧之力，结结实实地印在了白彩蝶的胸口。砰砰轰，连续的巨响震彻林间，白彩蝶的身体如同断线风筝般被击飞，接连撞断了数棵参天大树，最终被凌月那一掌的巨力直接拍进了一块坚硬的岩石之中。岩石在巨大的冲击力下轰然碎裂，碎片四溅，而白彩蝶的生命之火似乎也在这一刻暗淡到了极点。哥哥！这一刻，白彩蝶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他心中最思念也是最深爱的哥哥。他伸出手，仿佛想要触及那道身影，但最终又缓缓地将手收回，轻轻地托在了脸颊上。他的双眸渐渐合上，嘴角却露出了一丝幸福的微笑，仿佛陶醉在哥哥的轻抚之下。凌月的这一掌是含怒出手，又是偷袭。这一掌不仅震断了白彩蝶全身的经脉，更是将他的五脏六腑悉数震碎。如果杨欢没有暗中修改白彩蝶的属性，或许他还有一线生机，能以元神出窍的方式勉强存活。但是天下哪有那么多如果？四周的一切归于宁静，只剩下白彩蝶那渐渐消散的气息和凌月那冷冽而复杂的眼神。凌月抵达迎客峰时，见魔渊谷的冷艳昏迷不醒，很轻松地废除了他的修为，并将他囚禁。在那之后，凌月与顾离传音沟通，商量了一些对策，以防战局有变。但他怎么也没想到，杨欢竟然会像个傻子般加入战斗，更没想到自己这一掌竟然会将白彩蝶打得神魂俱灭，似乎好像有点不对劲。但是现在还不是纠结这个问题的时候，毕竟开了五行战体的顾离还在与战今天激战，两人打了许久，各自都负了伤，若是再打下去，便是以命相搏了。即便顾离能杀了战今天，
但他也绝对会身受重伤，甚至生死道消。林月朝着杨欢点了点头，然后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传音道：“死鬼，快躲起来，老娘要开大了！”杨欢眼神一凛，从怀中掏出了音符，大声喊道：“暗堂所属，带着咱们的人退！”话音刚落，暗堂的修士们扛起昏迷不醒的13和陈清风，向着林子外退去。待众人从林间消失，林月深吸了一口气，他的眼神逐渐变得深邃而神秘，仿佛能够洞察人性的深渊。随着林月双手缓缓抬起，他的周身开始弥漫出淡淡的粉色雾气，这雾气带着一种奇异的香气，渐渐地在林间扩散开来。雾气中似乎有无数的幻影在闪烁，时而如温柔的月光洒落，时而如狂乱的风暴肆虐。感受到林月的气息后，顾离引着战惊天从虚空站到了地面。尽管战惊天发现了林月正在释放合欢宗的幻术，但他没有将他放在眼里。区幻术也想阻我？战惊天大喝一声，跟着顾离冲进了粉色的烟雾之中。与此同时，林月那双白皙的手掌已经结完了印诀，美眸透过粉色的雾气牢牢锁定了战惊天的身影，随即轻喝一声：“幻月。”下一息，战惊天的视线突然开始模糊，他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陌生的空间，这里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月下世界，银色的月光洒在他身上，但他感到的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寒冷。他四处张望，却找不到任何出路，只有无尽的黑夜和时隐时现的幻影。在这个幻术空间里，林月可以随意操控一切，他可以让战惊天看到心中最深处的恐惧，也可以让他经历最痛苦的折磨。在这里，时间、空间、质量都由他掌控。战惊天想要挣扎，却显得力不从心。这时，顾离悄无声息地来到林月的身旁，不过眼神中却闪烁着复杂的光芒。尽管他内心深处涌动着对战惊天的强烈杀意，但是他的身份不仅是战宗的副宗主，更是战宗宗主战无敌的亲弟弟。今天若是杀了他，明天战宗的怒火将会无情地倾泻在玄天宗与合欢宗头上。玄天宗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合欢宗更没有做好准备，因此顾离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轻轻开口说道：“月姐，困他到天亮吧。”林月点了点头，他的眼神同样凝重。幻月这个幻术虽然强大，能对战惊天这样的体修起到克制作用，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杀了他，但杀了他之后，接踵而来的严重后果是他们承受不起的。在这个修仙界，宗门之间的恩怨纠葛错综复杂，一旦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我明白，战惊天不能死在这里，至少不能死在我们的手上。紧接着，林月话锋一转，语气透着彻骨的寒冷，说：“不过，老娘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今天无论如何要让他留点教训下来。”随着幻月消散，战惊天留下了深刻的教训，随后被顾离丢出了玄天宗。待他离去之后，两道隐隐散发着魔气的身影从阴影中悄然显现，他们联手在战惊天的身上施展了多道禁制后，用麻袋将他套得严严实实，朝着北方疾行而去。深夜，玄天宗的宗主封主殿灯火通明，如同白昼，各封各部的封主、长老、首席大弟子齐聚殿中，嘈杂的议论声惹得顾离的眉间凝成了川字。砰！顾离突然一掌重重地拍在了金座的扶手上，沉闷的声响如同一道惊雷，瞬间让殿内嘈杂的声音戛然而止。众人立刻收声，噤若寒蝉，整个大殿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顾离揉了揉有些发酸发胀的额头，随后朝着杨欢招了招手，语气中带着一丝疲惫，问道：“损失如何？”杨欢立刻起身，恭敬地行了一礼，随后抱拳向四周微微一揖，他的声音严肃而沉重：“巨阳峰、金指峰等9位峰主中无魂骨已经陨落，各峰各部共计死亡8000余人，其中炼虚期1时有2，化神期900余人。”随着杨欢口中爆出的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所有人的脸色都不同程度地变得凝重。尽管炼虚期以上的高阶修士大多保全了下来，但是经此一役，玄天宗的中坚力量直接损失了近1/3。然而这些仅是表面数字，整个白家的覆灭以及白彩蝶、白莲峰的陨落，这些损失并未计入其中。玄天宗在战力上的真实损失远远超过了1/3。听完杨欢的汇报，顾离半闭的双眸猛然睁开，眼中闪烁着熊熊的战意。秦川、陈凯、秦川在，太上长老，陈凯愿为先锋，指导魔渊谷，以报今日之仇。陈凯的声音中充满了决心和愤怒。虽然秦川没有直接表态，但从他坚定的神色中，不难发现他与陈凯一样，渴望着报复。随着36座上峰以及诸多下峰的峰主被顾离点了名，主殿内弥漫起了一股股消杀之意。明日正午，用冷焰那贱人的神魂祭起。说到这，顾离从金座上起身，浑身散发出冰寒彻骨的杀意，娇喝道：“焚尽魔渊谷，扬我玄天圣宗之威！”声音在大殿中回荡，如同战鼓般激荡着每个人的心。主殿中的所有人无一不被顾离的决绝和气势所感染，他们的眼神中闪烁着激动和复仇的光芒。焚尽魔渊谷，扬我玄天圣宗之威，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他们紧握双拳，眼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仿佛已经看到了魔渊谷在他们的怒火中化为灰烬的场景。然而
杨欢看上去却似乎与其他人不同，尽管他也举着胳膊嚎了几嗓子，但是他皱起的白眉和凝重的神色全被顾离看在了眼里。待主殿内的喧嚣渐渐散去，杨欢被顾离单独喊到了偏殿。说说吧，你有什么看法？顾离盘膝坐于偏殿的蒲团上，眼神落在杨欢身上，等待着他的回答。杨欢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接下来的话可能会触怒顾离，但为了宗门大局，他有责任提出自己的看法。师尊，我认为现在并不是覆灭魔渊谷的最佳时机。杨欢的声音坚定而清晰，他直视着顾离的眼睛，没有丝毫的回避。顾离的柳眉微微一挑，显然对杨欢的回答没有感到意外，不过他还是想听听杨欢会怎么说。哦，继续说，目前我们最需要做的是调养生息，恢复实力，而不是以带伤之姿贸然引战。混账！魔渊谷欺人太甚，若不灭了他们，为师怎么对得起那些逝去的人，又怎么给活着的人一个交代？顾离的眸底燃起一丝怒火，不等杨欢说完，便怒斥反驳。杨欢似乎早料到他会有如此回应，他不紧不慢地继续说道：魔渊谷敢这么做，他们的身后必定有其他势力的影子。3位老祖必死关，余威在宗门秘境接受传承，白彩蝶陨落，大长老重伤。说到此处，杨欢长叹了一口气，语气变得凝重起来。如今是我玄天宗顶尖战力最为薄弱的时刻，若是贸然对魔渊谷动手，噬魂魔宫战宗绝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一定会在暗中做些动作。听了杨欢的这番话，顾离眯着眼，点了点头，表示认同。你说的这些，为师岂会不知？顾离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疲惫，但下一息，他的声音又变得冷冽无比。但是今夜的事是瞒不住的，我们必须有所动作，告诉他们玄天宗的尊严不容侵犯。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公孙世家、未央宫还有灵兽宗的人都不是一隅之辈，我玄天宗但凡显露出一丁点的弱势，他们会比噬魂魔宫做得更绝。杨欢心中虽然有着自己的顾虑，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顾离的话确实有其深刻的道理。重拳出击，灭了魔渊谷，以强大的实力震慑四野，以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玄天宗不是好惹的。今夜的动乱，明面上是因为白彩蝶和魔渊谷所致，但是总有一丝不好的预感一直笼罩在杨欢心间。因为从柳凝霜的口中，杨欢得知那日魔渊谷的冷艳寻上他，只是单纯的想要知道是谁解了他的血迹献祭。杨欢判断魔渊谷的背后一定站着噬魂魔宫的人，也只有噬魂魔宫才有实力在几百年间不断渗透玄天宗，并利用魔渊谷的蛊毒制造这次混乱。如今玄天宗的头顶悬了一柄双刃剑，调养生息可以让玄天宗有时间恢复元气，治疗伤员，补充资源，同时也可以加强内部的团结和防备，为未来的战斗做好准备。然而如果玄天宗选择低调恢复，可能会被外界视为软弱，这可能会促使噬魂魔宫和其他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攻击。另一面，重拳出击可以直接展现玄天宗的实力和决心，震慑其他潜在的敌人，但是这也意味着玄天宗需要在力量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与敌人进行正面冲突，这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损失。如果失败，玄天宗的处境可能会更加困难，甚至可能引发内部的不稳定。想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短期来看很难。念及此，杨欢悠悠地叹了一口气，眼神中流露出对未来的忧虑。一旁的顾里受到他的影响，也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眉宇间同样写满了忧虑。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柳凝霜站起身来，他向着顾离和杨欢微微一扶，语气中带着一丝谨慎说道：师祖，师尊，我有个想法。杨欢与顾离的目光同时聚焦于柳凝霜，突如其来的关注让他感到一丝紧张，他不由得默默垂下了头，仿佛一朵在晨露中垂首的花蕾，显得既羞涩又无助。老小子，你那什么眼神，都把双儿吓着了。听顾离这么说，杨欢白眉一挑，翻了个白眼，心中暗骂：我什么眼神？你怎么不看看你是什么眼神？明明他是怕你。见杨欢翻白眼，嘴角又微微抽动了几下，顾离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骂我。随即他给了柳凝霜一个笑容，语气温和地说道：但说无妨。柳凝霜抬起头，再一扶，轻声说道：弟子以为休养生息和灭了魔渊谷可以同时进行。杨欢与顾离同时发出了疑惑的声音，接着杨欢示意他继续说：那个师尊知道的，我原先是灵邪派来的。柳凝霜说到这，偷偷瞄了顾离一眼，见他似乎早就知道这事，随后壮着胆子继续说：宗门里肯定还有许多别宗派来的奸细，弟子相信以师祖和师尊的能力，一定知道哪些人是奸细。如果我们将这些人作为攻打魔渊谷的主力，再以师祖与月姐的实力联手灭杀对方顶尖战力。随着他的叙述，杨欢眼中的光芒越来越盛。宗门间的战争不仅仅是底层和中间力量的较量，更是顶尖战力间的对决。若论顶尖战力，凭借顾离与灵月联手，魔渊谷上流的2名渡劫期修士不过是螳臂当车。而至于底层和中间力量的征战，玄天宗大可派遣那些潜伏的奸细上阵。这些奸细不仅可以作为牺牲品减少玄天宗的损失，还可以借此机会清除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同时对魔渊谷造成致命打击。无论战果如何，
这一切都不会波及玄天宗的根基，让他们得以休养生息，蓄势待发，一举多得。妙！念及此，杨欢苍老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赞赏的笑容，随即说道：“明日午时之前，暗堂会准备好所有奸细的信息。”顾离笑着点点头，以他的智慧，柳凝霜的计划刚一展开，他便洞悉了其中的深意。作为斩首行动的关键一环，林月与冷家姐妹有深仇大恨，他一定不会拒绝与自己携手。行了，夜已深，你俩先回到玄峰吧。是，师尊。是，师祖。翌日4时过半，宗主峰下的广场上一片肃穆而紧张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场地。玄天宗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在了这里，他们身着战袍，手持武器，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坚定。广场中央旌旗飘扬，各色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场中弥漫着萧杀的气息。在广场最前方的高台上，顾里裹着皮氅，迎风傲立，他身前的木桩上绑着披头散发的冷艳。杨欢则与柳凝霜乘坐灵舟，隐匿在一朵白云之间。他将系统的能力开到最大，目光不断在地下的人群中扫视着，将一个个奸细的名字镌刻在玉简之内。这时高台上，顾离抽出5行归元剑，剑身在阳光下闪耀着寒光。魔渊谷冷艳，汝之罪不可饶恕。今日以你之血为我玄天圣宗祭旗，为我宗死去的圣灵超度。说话间，5行归元剑随着他的玉臂挥动，亮起一道璀璨的剑芒。下一息，剑气一闪而过，冷艳人头落地。狗日的魔渊谷，我陈凯与他势不两立，杀尽那群狗娘样的！太上长老，下命令吧，我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在广场上的众人群情激昂之际，杨欢通过传讯玉璧悄然传来了一条讯息：杨欢人已查明，稍后我让双儿给你送玉简过来。顾离的嘴角微微上扬，挂上了一抹会心的微笑，他对杨欢的效率和能力似乎非常满意。随即他手中仙剑直指魔渊谷的方向，剑尖闪烁起冷冽的光芒。诸君随我杀！顾离的声音如同雷霆炸响，激荡着每一个玄天宗弟子的热血。随着顾离的一声令下，广场上的气氛达到了沸点，弟子们齐声高呼，战意冲天，他们的声音如同山呼海啸，震撼着整个玄天宗，甚至让周围的群山都为之回响。刹那间，无数飞剑、灵舟飞梭遮蔽了天空。与此同时，在噬魂魔宫的深处，一处古老的传送阵突然闪烁起一道幽蓝的光芒，光芒之中2道黑影如同幽灵般从传送阵中步出，他们手中拎着一个沉重的麻袋，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噬魂魔宫的密室之中。片刻过后，他们拎着麻袋来到了一处宫殿，属下参见殿主。林邪见左右二将没有空手而归，笑着摆了摆手，随即舌头一卷吞下了武姬送上的葡萄。说吧，玄天宗那边如何了？冷夜有没有按计划行事？林邪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慵懒，仿佛在问着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左将俯首一揖，恭敬地回复道：启禀殿主，末将未曾发现冷艳踪迹，不过无魂谷提前了。砰！林邪将手中的酒杯狠狠砸在左将身上，鲜红的酒水四溅，眼神中闪过一丝狠厉。废物！他的怒吼声震得人耳膜生疼。随即林邪愤怒地抄起桌上的酒壶，又狠狠地砸向了右将。你也是废物！殿中的乐声戛然而止，舞姬们停下了他们那婀娜多姿的舞蹈，整个大典陷入了一片死寂。大殿内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林邪的下一句话或是下一个动作。这时左右二将身边的麻袋开始蠕动起来，一道男子的声音从中响起：你们好大的胆子，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听着麻袋内传来的声音，林邪眼神一凝，阴柔的脸庞上转而浮现了一抹富有深意的笑容。战惊天，想不到左右还是有点东西的，竟然能把这家伙给抓回来。他带着笑意缓缓走向那个不断蠕动的麻袋，目光不断在麻袋上打量着，仿佛在欣赏一件有趣的猎物。我当然知道你是谁！哈哈哈哈哈！战惊天在麻袋中挣扎着，突闻林邪那邪气凛然的声音，顿时心中一紧。坏了，怎么一觉醒来竟然到了噬魂魔宫？难不成林月那件人是魔宫的人？此时此刻，无数的问题困扰了战惊天。就在他思考着怎么脱身的时候，殿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那人似乎摔倒在大殿之内。禀殿主，今日午时，玄天宗以举宗之力欲灭魔渊谷。消息属实。林邪的眼神瞬间变得如剑般锋利，他紧紧地盯着殿门处的仆役，等待着一个确切的回答。回殿主，消息可靠。仆役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他垂着头，不敢直视林邪的眼睛，生怕这个坏消息激起主人的杀意。然而这则突如其来的消息仿佛触动了林邪的逆鳞，他的怒火还是如同被点燃的导火索，瞬间爆发。林邪的眼神中闪过一丝阴冷，手臂轻轻一挥，一道黑色的魔气如同狂风席卷而出，将门口的仆役裹挟其中，然后如同破布一般重重地摔在殿外的石阶上。霎时间，殿内的气氛随着林邪的这一举动而变得凝重起来，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一般，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那压抑的怒意和即将爆发的风暴。酒来！林邪冷冷地吩咐着，随即一名穿着暴露的舞姬为他送上了一杯红如琥珀的美酒，手指轻轻摩挲着杯壁，仿佛在感受着酒液的温度，眼中闪过一丝沉思，似乎又在权衡着对策。
林邪思考的时候，没人敢触他的眉头，就连左右二将都将呼吸声压到了最低，甚至隔了好久才换一口气。时间在沉默中缓缓流逝，林邪静静地站在那里，目光深邃，仿佛元神出窍，遨游太虚一般。终于，他举起手中的酒杯，将那琥珀色的液体一饮而尽。随着酒液的滑落，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邪魅而自信的笑容。莲儿留下，其他人退下。随着林邪的命令，乐师和舞姬们相继退出了大殿，留下一片寂静。莲儿，将麻袋解开，本尊要会一会老友。林邪轻轻捏着酒杯，迈上殿中的台阶，重新回到了那张由幽冥血域打造而成的王座上。烛光的映照下，林邪身上散发出的邪性魔气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血色光芒。林邪，麻袋被解开后，战惊天凝视着他，声音平淡：“哼，战惊天。”林邪微微一笑，语气仿佛老友重逢般轻松。他朝着战惊天举了举手中的酒杯，示意他也喝一杯。从莲儿的手中接过酒杯时，战惊天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微不可察的贪婪。随后，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粗犷的动作中又不失战宗副宗主的威严。战惊天趁着刚才的那会功夫，已经将体内的禁制完全冲破，感觉到修为重新回归后，他将目光锁定在林邪身上，语气带着一股锐意，说道：“林邪，这酒也喝了，战某狼狈的模样你也见了，不如痛快点。”林邪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眼神带着一丝狡黠的光芒，仿佛他早就料到战今天会这么说。林邪轻轻扬了扬手，向莲儿示意，让他为战今天再斟满一杯酒。“哎，今天兄，误会了。”林邪的声音里满是轻松的意味，似乎想让战今天放松警惕。说罢，他瞥了一眼正在为战今天倒酒的莲儿，语气中不自觉地带上了几分冷意。贱婢，眉眼利剑的玩意，还不快为战宗主取把椅子过来！不等他说完，战今天的大手一把握在了莲儿那鱼偶般的胳膊上，将他拦了下来。将眼中的那抹贪婪与渴望收敛过后，取而代之的是一脸从容的微笑。战宗弟子凡事都是亲力亲为，可不像林店主这般。说话间，战今天松开莲儿，随手一招，吸了一把大殿内的椅子到身边，大刀阔马地坐了上去。这时，莲儿端着酒壶朝他微微一扶，姿态优雅又不失恭敬。他很懂事地往边上一站，退到了一个既不打扰又随时待命的位置，美眸中含着一抹淡淡的笑意，目光在战今天和林邪之间流转，顾盼之间流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风情。战今天的目光不经意间落在莲儿身上，他无疑触动了他的心弦，但他很快又将这种情绪深藏，脸上恢复了一贯的冷静和严肃。林邪坐于殿上，将这一切看在了眼里。尽管战今天已经极力控制了他的欲望，但莲儿的魅力显然不是他能够抵挡得住的。林邪的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接着朝战今天再次举起了酒杯。两人隔空碰了一杯酒后，林邪问道：“玄天宗攻打魔渊谷一事，今天兄怎么看？”被他这么一问，战今天将停留在莲儿身上的目光转移到了大殿之上，清了清嗓子说：“哼，魔渊谷就由自取罢了，都怪白彩蝶那娘们突然发疯，否则通过控制她，迟早有一日能将顾离拿下，承欢胯下。现在那娘们死了，战宗在玄天宗内再也没了有分量的钉子。战今天哪会操心魔渊谷的事？自家宗门的事还没着落呢。今天兄说的不错，魔渊谷的确是咎由自取。”林邪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冷意，目光直视战今天。他在饮了一杯酒后，眼神之间便多了几分酒意浓浓。魔渊谷做事也太不靠谱了，本尊和他们合作简直就是浪费精力。听他这般说，战今天的眼神忽的一凛，内心不禁暗自思忖，怪不得魔渊谷敢对玄天宗出手，原来他们背后的人是林邪。如今魔渊谷覆灭在即，若是噬魂魔宫想要侵吞玄天宗，他一家肯定吃不下。想到这儿，战今天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原来如此的表情，随后试探性地问道：“女人本就头发长见识短，何况魔渊谷里又尽是些只会玩虫子的女人，林兄何不再找一方合作？”林邪闻言，从血域王座上起身，阴柔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深思的表情。他慢慢走下台阶，步履不稳，酒意似乎又浓了几分。“哥儿，今天兄，我魔宫与玄天宗有不共戴天之仇，你可知我魔宫弟子的恨呐？噬魂魔宫与玄天宗的世仇，是玄魔大陆人尽皆知的事情。尽管没人知道他们之间究竟是为了什么而互相敌对，但这并不妨碍战宗与魔宫联手侵吞玄天宗。林兄真乃性情中人，那么多年过去了，还不忘报仇。”战今天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敬意，他从椅子上起身，端着酒杯走到林邪面前，哈哈一笑，两人的酒杯在空中轻轻一碰，发出清脆的响声。“不瞒林兄，顾离与林月如我太甚。”战今天饮完杯中酒，情绪激动之下，当着林邪的面将酒杯重重地砸在地上，碎片四溅，语气充满了愤怒：“我战今天是要灭了玄天宗与合欢宗。”林邪突然握住了他的手臂，眼中冒出了一道金光，借着酒意说道：“今天兄，我林邪一直拿你当做多年不见的好朋友，你我又是如此投缘，不如……”战今天被他说得越来越兴奋，双手不由自主地搭上了他的肩膀，大笑道：“林兄，不如我们结拜成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这不合适，不合适。”林邪说到一半，
语气中带着一丝推脱。他将莲儿招了过来：“莲儿，本尊好像有些不胜酒力，你带本尊好好陪着战宗主。”接着，他不着痕迹地挣脱了战惊天的大手，退后一步，脸上的笑容依旧，但眼神中却闪过一丝狡黠。谁他妈要和你做异姓兄弟，还特么同年同月同日死？傻逼！惊天兄，你且先在我这宫殿歇歇，有话我们明日再说。待他走后，莲儿的手很自然地搭上了战惊天的胳膊。此时，他忽然觉得林邪请他喝的酒好像真的挺烈的，小腹都感觉到了一丝火热。杀呀，杀光他们，为师兄弟们报仇，杀了这群狠毒的女人！呀，我的眼睛，当心那些黑虫子！整个魔渊谷充斥着混乱与厮杀的呼喊，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焦灼的气息，战斗的怒吼与痛苦的呻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惨烈的战场画卷。谷中四处可见修士们奋力拼杀的身影，他们的眼中或燃烧着复仇的火焰，或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这些正在魔渊谷内征战的是玄天宗第一批抵达的修士，他们并非普通的宗门弟子，而是其他势力安插在玄天宗内的奸细。杨欢给他们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无间道。为了忽悠激励无间道们，宗门许下承诺，给予他们丰厚的奖赏，譬如功法、灵气等等。有杰出贡献者，更能升任宗门长老，享受更多的福利和待遇。宗门的承诺如同战场上的号角，激发着他们的斗志。为了尽快提升自己在玄天宗的地位，也为了尽快完成各自宗门下达的任务，这些无间道们仿佛成为了杀戮机器。他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跃入魔渊谷内，从白天杀到黑夜，他们宛若不知疲倦的猛兽，不断地挥舞着手中的武器，沉浸在杀戮之中。杀杀杀杀杀杀！杀意冲天而起，令魔渊谷的上空隐隐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血芒。快看那边，有几个家伙好像要溜。说话的是柳凝霜，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急切。他指着光幕中的角落，用力扯着杨欢的袖管，将他拽到自己身边。战场上逃兵一旦多了，会非常打击士气的。他的话还未说完，就挨了杨欢一个暴力。他带着点调侃的语气说道：“小丫头片子，毛还没长齐呢，你懂个毛？我那儿本来就不长毛。”呸呸呸！柳凝霜被说得面红耳赤，恨恨地跺了一脚，羞愤极了。看着他那副窘迫的样子，杨欢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微笑，他的目光转向光幕，神色正经起来。宗门与宗门之间的战争，远比凡人国度的战争来得更为惨烈与悲壮。宗门之间的战争，其本质与凡人国度的战争截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战斗的规模和手段上，更体现在战争的目的和后果上。随着杨欢细心的教导，还有几个月才满20岁的柳凝霜不住点头。凡人之战围绕着领土、资源或是权力，战斗的方式相对直接、粗暴，其结果往往局限于凡尘俗世的更迭。然而，宗门之战则涉及到了修真者的力量。修士掌握着超凡的力量，能够呼风唤雨、移山填海。他们的战争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冲突，更是元婴、元神、法术和法宝的对决。大量的修士在短时间内死亡，甚至会引发天地异变，招来不祥。但是，不管是宗门之战还是凡人之战，叛逃者的下场却是一样的，他们逃不过被抹杀的命运。丫头，看好了！顾离见杨欢教的也差不多了，玉手轻挥间，五行归元剑出鞘，他唇齿轻启，轻吐了一个去字，转瞬间，仙剑如同流星划破天际，出现在几个开溜的无间道面前。剑光闪过，纵横的剑气无情地收割了他们的生命。铮！随着一声清脆的剑鸣，五行归元剑化作一道流光，以惊人的速度返回，稳稳地落入剑鞘之中。师祖，这招玉剑术太厉害了，我能学吗？柳凝霜扑闪着大眼睛，眼中闪烁着希冀的光芒。毕竟他在噬魂魔宫时学的都是些杀人技巧、战斗意志，从未系统性的学过功法、术法等等。而且他从小就向往能成为剑修，驾驭飞剑在天上自由自在的翱翔。机缘巧合下，能成为大陆闻名的剑修玄机仙子的徒孙，他自然不会放过任何学剑的机会，好好修炼太阴剑诀，贪多嚼不烂。顾离语重心长地说着，却见柳凝霜似乎有些失望，随即俏脸挂起微笑，丢了一枚玉简给他。我所修乃五行剑诀，与你体质不符，不过对于剑的感悟和基础却是相通的。柳凝霜小心翼翼地将玉简捧在手心，那一抹失望的阴霾被突如其来的激动所取代。这枚玉简对他来说，仿佛就是无价之宝。他迫不及待地回到蒲团上，盘膝而坐，灵石如同一缕轻柔的烟雾，缓缓进入玉简之中，开始全神贯注地参悟起来。美眸半闭的灵月挥手间，为柳凝霜施加了一道禁制，又下了一道隔音障。随后，他优雅地站起身，一边轻轻舒展着四肢，一边美眸投向远方的天际，唇角勾起一抹轻笑。阿离，走吧，该我们了。顾离紧了紧手中的仙剑，同样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俏脸上同样绽放出一抹自信的微笑。他半开玩笑地问道：“怎么打？是单挑还是群殴？”单挑是他一个对我们两个，群殴是我们两个打他一个，随意吧，倒是让他挑。听林月这么说，杨欢和顾离的嘴角都不约而同地抽动了几下。待二女离开灵州后，杨欢将目光重新投到了魔渊谷中。此刻，
战斗的惨烈程度已经超乎想象，整个魔渊谷仿佛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熔炉，吞噬着每一个生命的光辉。无间道们遭受了魔渊谷众修士的顽强抵抗，尽管战斗还在持续，但是他们离全军覆没不远了。魔渊谷中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和焦土的气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被剑气所伤，有的被法术击中，更多的却是被蛊虫啃食殆尽的人骨。随着死亡的数字节节攀升，魔渊谷内响起了一阵阵隐晦难辨的心跳声，咚咚咚咚咚咚。尽管心跳声不响，但如此强而有力的节奏，在玄天宗所有的修士心间蒙上了一层阴影。从这股令人心悸的声音判断，魔渊谷的深处似乎隐藏着什么恐怖的东西。杨欢皱着白眉，分别给秦川和陈凯发去了讯息。杨欢，带着你们的人先撤，魔渊谷不对劲。魔渊谷的深处，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息正在蔓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景象已经足够骇人，但空气中除了刺鼻的血腥味和焦土的气息，还混杂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恶臭，是死亡的味道，也是腐烂的味道。咚咚咚咚咚咚，随着如同战鼓般的心跳声变得愈发澎湃，魔渊谷的深处升起了一艘灵舟，它的光芒在血色的天空中显得格外诡异。舟上10多道身影在血色中若隐若现，尽管他们的娇躯曼妙婀娜，但他们的俏脸却被一种诡异的蛊虫覆盖。玄天宗，老身要你们不得好死！哈哈哈哈哈哈！老妪的声音如同从九幽深处传来的诅咒，字字都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和无尽的怨毒。回荡在魔渊谷中的笑声掺杂着极度的怒意和疯狂。另一边的灵舟上，杨欢的瞳孔陡然一缩，不禁惊呼：阿米诺斯！魔渊谷到底是什么鬼东西？生化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怪物们开始接连倒下，腥臭的绿色血液将大地腐蚀得坑坑洼洼。就在这时，魔渊谷的深处再次响起如战鼓般的心跳声。这一次出现的怪物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尽管天元四方阵能保一时平安，但杨欢的内心对于战局的最终走向始终笼罩着一层不确定的阴霾。杨欢站在灵舟之上，目光穿透淡淡的血芒，凝视着魔渊谷的深处。师尊和灵月去找冷带单挑了，陈清风又在宗门内养伤，目前能掌控全局的只有自己了，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灭了魔渊谷，不然的话夜长梦多。念及此，杨欢深吸一口气，调动起全身的灵气，将他的声音扩散到整个战场。天地有序，万物有灵，魔渊谷以修士躯体炼骨，行径之残忍，手段之邪恶，已至极点。此等行径背逆天理，人神共愤，天理难容。诸君，此战只为除魔卫道。杨欢的这番话如烈火般点燃了玄天宗修士们心中的斗志。天元四方阵的力量被催动到了极致，整个阵法的光芒变得更加耀眼。4道冲天的光柱将魔渊谷的上空分割成了4个明亮的区域，阵法的威能被完全激发，每一寸空间都充满了狂暴的灵气波动。杀杀！随着4个阵眼处的呐喊，阵法中的修士们齐声高呼，各种法术和灵气如同暴雨般向着怪物们和魔渊谷的修士倾泻而去。魔渊谷的迷雾深处隐藏着一座古老的传送阵，此时这座传送阵正散发着幽幽的光芒。传送阵的中央，一道一邪一魔的身影若隐若现，仿佛是从深渊中走出的幽魂。他轻蔑地抬起脚，将一只靠近的蛊虫碾成了粉末。蛊虫被碾碎后散发出的特有气味顿时在空气中弥漫，他似乎对这股奇异的腥甜十分厌恶，一脸嫌弃地捏住了自己的鼻子，自语道：尽是些讨厌的虫子。他迅速封闭了自己的呼吸，随即闭起双目，将灵石如同水波般向四周扩散。几息后，他的嘴角挂上了一抹得意的笑容。找到你了！随着空间的一阵微妙涟漪，男子的身影从传送阵上消失不见，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片刻过后，一处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山洞前，男子的身影再次出现。山洞的入口被藤蔓和岁月的痕迹所掩盖，显得阴森而古老。他的目光似乎穿透了洞口的黑暗，最终落在了洞内老妪的身上。南前辈！男子的声音宛若一支穿云箭，射向了山洞深处。此时，老妪正盘腿坐于山洞之中，他的身前一只巨大的蛊虫静静地趴伏着，表面不断渗出令人作呕的粘液，落在地上发出轻微的滴答声。他们的周围铺满了一个个散发着腐朽气息的虫卵和一个个昏迷过去的女修士，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诡异。咔嚓咔嚓，几只手掌大小的蛊虫从那些散发着腐朽气息的虫卵中破壳而出，一瞬间，整个山洞的气氛变得更加阴森。如果杨欢在的话，他绝对会吃惊不已，因为这些破壳而出的蛊虫就是刚才的那些怪物的幼虫，它们的触须在空气中摆动着，口气中发出叽叽叽的声音，似乎在寻找着鲜活的血肉。老妪的目光冷冽，他指了指地上那些昏迷不醒的女修士：去吧，尽情享用吧。老妪的声音不带一丝情感，她似乎在进行一种残酷的交易，用这些女修士的生命来喂养她的蛊虫。蛊虫们似乎听懂了老妪的话，他们的眼睛瞬间亮起了贪婪的光芒，迅速向那些昏迷的女修士爬去，并抱在了他们的俏脸上。南前辈，南前辈！男子的呼唤传至此处时，老妪先是皱了皱眉头，随即他那满是褶皱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既然来了，
何不进来一坐？话音落下不久，老妪的身边多了一人。南前辈。林邪朝着老妪拱了拱手，算是行了见礼。老妪注视着他，双眼透出一道金芒，仿佛想要将他看穿一般。只你一人？林邪点点头。哼！老妪冷哼一声，别过了头，指了指地上的虫卵，继续说道：老身最后悔的就是当初同意让冷艳那丫头跟你交往。林邪见他再次提起那些尘封的往事，不由得摆了摆手，打断了他：我对燕儿是真心的。呸！老妪毫不留情地啐了一口，语气更冷了几分。若是那丫头还活着，你骗骗她还行，但你若是想骗老身，怕是够了。林邪的声音提高了几分，他再次打断了老妪的话，眼中的厌烦之情溢于言表。老太婆，你不要别不识好歹，本尊敬你南风是魔渊谷谷主，才尊你一声前辈。话音未落，林邪一脚猛地跺在了地上，强大的魔气从他脚下四散而出，瞬间席卷了整个山洞。那些刚刚孵化出的蛊虫在这股力量面前毫无抵抗之力，顿时被震成了碎片。倘若你再对本尊无礼，本尊不介意杀了你。林邪的声音中透露出一股杀意，他的眼神变得冷冽如冰，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南风脸色微微一变，他显然没有预料到林邪会突然发难，更没有料到他的修为竟然在这几百年能修炼到如此境地。紧张的气氛从两人的对峙中蔓延开来，甚至将山洞中的母蛊吓得哆嗦起来。良久，林邪率先开了口：魔渊谷是挡不住玄天宗的。说话间，他越过南风，向着巨大的母蛊走近了几步，眼神带着一丝贪婪，注视着他。带着深渊谷后，随我回魔宫，我可保你不死。林邪见南风不为所动，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这一次他的声音中多了一丝威胁。南风脸色微变，冷冷地回应道：老身若是怕死。然而林邪回眸的眼神中那抹冷意将南风的后半句话堵了回去。下一息，他的身体突然动了，速度快得让人难以捕捉。南风的反应同样迅速，他的身体迅速后退，同时双手结印准备反击。但是林邪的攻击太过迅猛，他只来得及布下一层防御。砰！林邪一掌狠狠地拍碎了南风结成的防御，随后他的身体被击飞，重重地撞在了山洞的墙壁上。林邪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他的身影再次闪动，瞬间出现在南风的面前，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将他从地面上提起。本尊说过，本尊不介意杀了你。南风脸色苍白，呼吸几乎被掐断，但他的眼神中却没有丝毫的恐惧。可，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你以为能瞒得了老身？哈哈哈哈哈！来啊，你有本事就杀了老身，老身倒要看看我死后还有谁能控制深渊谷后。林邪眉头微皱，松开了南风的脖子。他冒着风险来魔渊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深渊谷后，这个本不该出现在玄魔大陆的谷后。在他的宏伟蓝图中，深渊谷后是他计划中的关键一环。他不仅能为他提供无穷无尽的战力，还能让他在玄天宗和噬魂魔宫之间的斗争中占据优势。早些年他之所以看中冷艳，是因为他是南风最得意的弟子，得到了冷艳便等于得到了控制深渊谷后的方法，甚至可以借此机会掌控整个魔渊谷的力量。可惜冷艳已死，但是自负的林邪却绝不容许他的计划因为冷艳的死而出现纰漏，因此他来了魔渊谷，想要带走南风和深渊谷后。说吧，你有什么条件？事已至此，林邪只能妥协，但他的语气却依旧高高在上，没有一丝商量的意味。南风的目光穿透了林邪的傲慢，他没有在意他的口气，毕竟他刚才也在冒险，他不想死，更不想让传承了几千年的魔渊谷灭亡，所以他以自己的死来威胁林邪，企图让他妥协。所幸的是，南风成功了，就下冷待，我带着蛊后随你回噬魂魔宫。林邪捏着下巴，深邃的眼眸中闪烁着沉思的光芒。几息之后，他的眼神突然变得狠厉，如同炼狱中的魔剑，直刺南风的心底。本尊方才说过，不介意杀了你。南风的心脏猛地一缩，林邪的杀意让他感到了一股窒息的压迫感。他努力保持镇定，但额头上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接着，林邪瞥了一眼深渊谷后，话锋一转：本尊可以答应你的条件，但也只就冷待一人。尽管林邪的话中尽是威胁的意味，但他承诺就下冷待，对南风来说就已足够。南风眼中闪过一丝感激，声音微微颤抖地说道：多谢魔尊，老身这就带着蛊后去传送阵。林邪微微颔首，冷冽的眼神在瞥了南风一眼后，从山洞缓缓消失不见。南风不敢多言，他转身注视着深渊谷后，一时间思绪飘零。魔渊谷有今日之节，全都是因为这只域外蛊后，还有他的贪念。许多年前，南风还是一个对蛊毒无比痴迷的少女，她的眼中只有那些形态各异、神秘莫测的蛊虫。她的世界里，蛊毒是艺术，是力量，是她问鼎巅峰必不可少的一环。为了研究更为强大的蛊毒，她根据师尊留下的御简指引，来到一处幽深的洞穴。她以自身寿元为记，通过一座古老的狱门，来到了一个奇异的空间。空间的中央躺着一只巨大的蛊虫，它身上布满了伤痕，气息微弱，但那股强大的生命力却让南风感到震惊。自那之后，深渊谷后认主南风，他在他的滋养下慢慢恢复着伤势，而他却是通过他研究出了许多新的蛊毒，譬如无魂蛊、
就是南风通过蛊后的特性研究并进化的。随着对深渊蛊后越来越了解，南风的野心也日益膨胀。他梦想着利用蛊毒的力量称霸苍兰州，乃至整个玄魔大陆。因此，他将主意打上了自己的2位徒弟身上，分别让冷艳与冷黛喜欢上了灵邪与战惊天，希望通过联姻的方式为魔渊蛊换来庇护。而南风则是在暗处继续研究深渊蛊后，待他彻底掌握他的能力之后，称霸天下。然而，他没想到灵邪竟然会反过来利用冷艳，利用魔渊蛊来对付玄天宗，导致他的计划破灭。南风心中的恨意滔天，想杀之而后快，但在亲身领教了灵邪的实力后，他的心中又萌生了新的计划。玄天宗噬魂魔功，呵呵，老身迟早有一天会让你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赢家。传送阵上，南风满是皱纹的脸上写满了怨毒与疯狂，从他身上散发的诡异气息，甚至让蛊后都不禁为之颤抖。大约1炷香的功夫，灵邪拎着满身是伤的冷黛回到了传送阵。走！话音刚落，传送阵便在灵邪的操作下闪烁起幽暗的光芒。哪里走？顾离娇喝一声，将五行归元剑奋力掷出，仙剑划破长空，直指传送阵上的南风和灵邪。灵月也不甘示弱，他双手结印，召唤出一道道灵光，试图封锁传送阵的启动。两人的联手如同天罗地网，是要将南风和灵邪困于此处。然而灵邪的动作更快，传送阵的光芒在他们的脚下迅速汇聚，空间开始扭曲。顾离和灵月的攻击虽然迅猛，却终究是晚了一步，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身影在传送阵中消失。但是顾离的五行归元剑并未落空，他在传送阵启动的瞬间斩在了深渊蛊后的身上。那一剑蕴含着极致的五行之力，即便是深渊蛊后这样的存在也难以承受。剑光穿透了蛊后的坚硬外壳，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让他发出了痛苦的嘶鸣。灵邪！顾离美眸圆瞪，俏脸含怒，手中的五行归元剑在他的奋力挥动下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剑鸣。他和灵月联手，眼看就要将冷黛击杀之时，却被半路杀出的灵邪救下。情绪无从发泄的顾离将心中的怒意全都倾注在了传送阵基上。顷刻间，传送阵的基石在五行归元剑的猛烈攻击下开始崩裂，石屑四溅，阵法的光芒也随之变得紊乱。待顾离发泄完，灵月扯了扯他的衣袖，轻声说道：“阿离，你有没有发现，方才灵邪并没有使出全力？”顾离柳眉一挑，立刻回应道：“不可能，几个月前灵邪以元神之身与我交过手。”说到这，顾离停了下来，美眸转向灵月，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继续说道：“他的修为不可能提升那么快。”灵月听他这么说，先是撇了撇嘴，随后玉手揽上了他的小蛮腰，自嘲道：“有什么不可能？你瞧瞧我，稳稳的渡劫5层，而且我已经摸到6层的边缘了。你说到你就来气，你还不是靠双修？”顾离本想反驳，但话到嘴边又停了下来。一想到灵月的修为突飞猛进，顾离的心就有点不淡定了。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嫉妒和疑惑，随即轻咬着下唇，心中暗自思忖起来。如果说灵月的修为提升是他与杨欢双修有关，那么余威难道也是？他心中的念头如同藤蔓般缠绕，越想越觉得有可能。怪不得余威对杨欢如此迷恋，怪不得余威才修炼了1000年，修为就能超过我。杨欢的伪灵根一定只是他的表象，其实他是罕见的能助女修无瓶颈提升修为的体质。此时此刻，面对杨欢可能拥有的特殊体质，顾离也不禁动摇了。如果我与杨欢双修，是否也能获得修为上的突破？这个念头一闪而过，让他感到一丝羞愧，但同时也有一丝心动。顾离深吸一口气，试图压制住心中的杂念，但俏脸还是不由自主地升起了2朵红晕。这时灵月见顾离半天不说话，脸上还泛起了红晕，美眸一转，露出了狡黠的神色。我说阿离娜，要不我给你寻个机会，你也试试。顾离闻言立刻赏了他一记白眼，随后拧了他胳膊一下，娇嗔道：“你胡说些什么呢？这种羞人的事，我可是他师尊。”灵月咯咯地笑了起来，揽在顾离腰间的玉手往上一抓，调侃道：“我还是他师伯呢，你要是那欢欢可就归我了。”滚滚滚！顾离没好气的回应，脸上的红晕更甚，却也掩饰不住眼中的一丝动摇。玄天宗亲尽全力一举覆灭魔渊谷的消息震动了整个玄魔大陆，一时间所有与玄天宗有过摩擦的势力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生怕成为玄天宗下一个目标。尤其是玄天宗所在的苍兰州，大小势力纷纷前来朝拜，争先恐后的表示臣服，以求得玄天宗的庇护和宽容。顾离素来不喜处理这些俗事，于是欲手轻轻一扬，将这些俗事全数交给了杨欢打理。因此道玄峰原本险峻崎岖的山道，竟被络绎不绝的来访修士用脚步应声生地踏成了一条笔直通往峰顶的宽阔大道。陈家主不必多礼，凝霜就送您到这了，还请见谅。一袭素裙的柳凝霜微微一拂，给了陈家主一个职业性的笑容。随后他朝着小院外排成长龙的队伍喊道：“下一位！”他的话音未落，队伍的后方突然传来了一阵骚动。挤什么挤？哎呦，我操！你他妈赶着上坟呢，信不信老子削你？尼玛，我管你什么格的，就算是多宝格来了，
也得排队，因为这阵子前来拜访的势力络绎不绝，小院的篱笆前后后修了10几回。杨欢这才定了一个规矩，排队。但是总有那么些人喜欢不走寻常路，自视是某某世家、某某宗、某某宫，想要凌驾于规则之上。柳凝霜轻蹙秀眉，目光穿过了蜿蜒的队伍，投向了队伍的后端。这会儿乌泱泱的人群正围着30来个人和10几个泛着珠光宝气的宝箱在那吵吵闹闹的。你们是用不起储物袋还是怎么着？抬这么些箱子显摆呢？一个裹着貂皮大衣的修士嘲讽道。在下多宝阁苍月城掌柜莫不三。还没等莫不三自我介绍完，他的话就被另一个人的大笑声打断。哎呦呦，大伙来看他呢，是多宝阁哎！随着他这么一喊，周围的人群中响起了更多戏谑的声音。你说你是多宝阁就是多宝阁了，呸！如果我是玄天宗的长老，早他妈把多宝阁赶出苍兰州了。啧，想不到多宝阁还有脸来到玄峰，怕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呐。几个月前苍月城城门口上演的闹剧至今仍余波未了，尽管莫不三花了大力气买通了城主费清，希望他能在玄机仙子顾离面前为自己说些好话，然而多宝阁那种明里收购暗里抢劫的行径却让他的商誉一落千丈。这段时间苍月城多宝阁的生意日渐萧条，年关将至，若再无起色，明年春夏之际莫不三回中州述职时，恐怕他的掌柜之位就要不保了。因此他今日来到玄峰不仅仅是拜访那么简单。尽管莫不三知道杨欢定下了排队的规矩，但是这队伍也推长了。按目前的进度，他想要见到杨欢起码要等上1天1夜。到玄峰可不比苍月城，这里风雪猛烈，就算莫不三有元婴期的修为，但他一向养尊处优，哪经受得住这样的苦？更何况多宝阁信奉的是灵石至上，只要灵石砸得多，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所以从山脚开始，他便一路买通了无数人，终于挤到了半山腰的位置。然而总有那么些人是砸灵石摆不平的。当莫不三想要继续砸灵石的时候，就被看不惯他这种作风的人嘲讽了。这会儿莫不三脸色铁青，即便他平时再能说会道，巧舌如簧，也敌不过悠悠之口。你们他妈的哔哔哔哔，操你们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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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不三的一个手下可没他那么好的脾气，愤怒冲毁了他的理智，口无遮拦的将这些修士家里的女性成员全都恶毒的问候了一遍。轰！人群炸了。多宝阁是吧？老子看你们是活腻了。阿米诺斯区元婴期罢了，竟敢口出狂言！你别拉着我，今天就算是冰魄仙子来了，老子也要弄死他妈的！眼看就要上演全武行的时候，一柄寒气比到玄峰上的冰雪还要凛冽3分的灵剑飞至。吵什么呢？柳凝霜蹙着秀眉，语气冷冽，俏脸之上写满了不悦。他的出现仿佛连周围的空气都为之一凝，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被他所吸引。如瀑布般的长发随风轻舞，肌肤凄霜赛雪，尽管美眸中闪烁着冷冽的光芒，但红唇轻抿之间又透着别样的娇媚。白色的皮氅裹在白色素裙之外，隐约之间他那一具绝尘的婀娜更让人垂涎欲滴。在场的修士们都在柳凝霜的美貌和气质面前失了神。小生见过冰魄仙子，一名玉面书生模样的男子率先回过神，头一个开了口。紧接着周围的修士们也纷纷回过神来，争先恐后的向灵剑上的柳凝霜表示敬意。柳凝霜轻轻一跃，玉足点的，随后玉手一招，灵剑裂冰，悄无声息地归入剑鞘。是谁在寻衅滋事？柳凝霜最近又要继续参加宗门大比，空闲的时候还要替杨欢接客送客，累得紧，自然语气不像平时那般温柔。他那清冷的声音穿透了周围的喧嚣，顿时让周遭变得真落可闻。过了几息，周围人们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仙子，是多宝阁的人寻衅滋事，冰魄仙子你别拦我，我今天要弄死他们！你个二货，口水都滴老子身上了！一个见到柳凝霜就口水直流的修士被暴揍了一顿。柳凝霜见他们又嚷嚷了起来，甚至还动起了手。他的秀眉在一蹙，俏脸上的表情浮现了一抹怒容。正当他准备开口时，杨欢的声音从远处的小院飘然而至：下一个是谁？请进小院。声音稍作停顿，继而又响起：双儿，将那些闹事之人逐下山去，让他们重新排队。若是冥顽不灵，老夫这道玄风也不是不能见血。杨欢为事情定了基调，柳凝霜便有了底气。只见他转头注视着莫不三，语气带着不悦道：莫前辈，请吧。莫不三听闻此言，目光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恨意，但很快便被他巧妙地隐藏了起来。他先是一掌劈在了刚才问候人女性家属的手下身上，将其一身修为废去。随后他恭恭敬敬地朝着山顶小院的方向弓下了身子，语气带着歉意道：杨长老恕罪，莫不三管教无方，这就重新排队。好不容易砸了许多灵石才到了半山腰，这会儿又要前功尽弃。莫不三心里别提有多窝火了，但面上却不敢有丝毫表露。他指挥着手下扛起沉重的箱子，悻然地沿着山道往下走，每一步都显得格外沉重。他时不时地回头，用充满怨毒的眼神望向山顶，仿佛要将那座山峰刻进自己的仇恨之中。小人得志罢了，废物终究是废物，你今日这般折辱我，那就别怪我了。莫不三在心中暗自咒骂，眼神中闪过一丝阴狠。随
随后，他将灵石凝聚在传讯玉璧之上。莫不三，玄天宗，玄阴体。消息属实，他的嘴角挂上了一抹狠毒的笑容。玄天宗有玄阴体的消息，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多宝阁的莫不三灰溜溜地下山后，到玄峰山路上的队伍又恢复了平时的井然有序。日薄西山时，4道人影谈笑间出现在峰顶小院的大门前。哈哈，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杨欢那满是褶皱的老脸堆着笑容，亲自将一老一少送出了小院。杨贤弟太客气了，留步，快留步。这样，岳大哥，过阵子小弟得了闲，领着这不懂事的丫头上门给您赔罪。杨欢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歉意，随后瞪了身边的柳凝霜一眼，语气带着责备，继续说道：双儿，还不快给岳师伯请罪？你岳师伯可是为师的挚友亲朋，这又是风又是雪的，怎么能让为师的挚友亲朋排队呢？冻坏了岳师伯不打紧，要是冻坏了倾城丫头 ，MMP。柳凝霜低垂着头，嘴角来回抽了几个来回，心中将杨欢骂了个狗血淋头。你瞧瞧你，说的还是人话吗？见色忘图，臭不要脸。尽管心里 MMP， 但柳凝霜也不是动不动就甩脸子的人。经过大半年的相处，他对杨欢的为人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杨欢是那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他的举动背后都有着他自己的考量和原则。念及此，柳凝霜垂着头，双手轻轻交叠在身前，向着岳无涯行了一个标准的弟子礼，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委屈道：凝霜知错，请岳师伯责罚。岳无涯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温煦的笑容，他摆了摆手，语气中带着长者的宽容与慈爱。哎，这就见外了，快起来，快起来。他边说着，边给身旁的岳倾城使了一个眼色，好似在说快将他扶起来。岳倾城微微颔首，上前几步，双手托着柳凝霜的胳膊，温柔地将她扶了起来。双儿姐，快起来呗，我家祖爷爷才不会生你气呢。岳倾城的声音清脆如银铃，他一边说着，一边撅起那樱桃小口，冲着杨欢做了个俏皮的鬼脸，那模样既可爱又带着几分顽皮。哈哈，倾城这小丫头，一转眼都18了吧？有喜欢的男修没？下次带来给老夫瞧瞧。杨欢似乎心情很好，捋着白须，眼神带着点狡黠，逗了他一句：略，要你管。岳倾城吐了吐舌头，做了个鬼脸，神情中既有少女的羞涩，也有天之娇女的孤傲。怎么跟你杨爷爷说话呢？没大没小的。岳无涯故作严肃地摇了摇头，但眼中的宠溺却骗不了任何人。哎，倾城还是个孩子，他懂什么？老夫倒是觉得他这样挺好，有活力。杨欢的脸上洋溢着笑意，他一边说着，一边冲着岳倾城眨了眨眼，眼角的皱纹似乎都在跳舞。他的表情中透露出一种顽皮，仿佛回到了年轻时的模样，也回了他一个鬼脸。姓名岳倾城，势力月亮湾，年龄18，修为筑基期1层，魅力值94，亲密度20，神秘数字0，其他星辰圣体未激活。杨欢心情愉悦的原因，全都是因为岳倾城。尽管这段日子收了许多势力送来的礼物，但这些明面上的东西都是属于宗门的，即便能贪墨一些，但是最终还是要交给师尊顾离，然后分给整个玄天宗的弟子们。然而，当岳无涯带着岳倾城来访，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岳倾城递上2个储物袋的时候，系统在杨欢的脑海中足足盯了2炷香的时间。虽然送来的礼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经过系统的万倍返还，那些普通的物件瞬间变得价值连城，简直让杨欢的心情仿佛登临了极乐之境。本着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态度，杨欢从系统空间中精心挑选了一个宝贝，轻轻一挥手，那宝贝便如同流星一般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在了岳倾城的手中。丫头，这是送你的小玩意，回头有时间多来老夫的到玄峰走走，和你双儿姐也多亲近亲近。岳无涯见杨欢满脸的笑意，又送了自家晚辈回礼，心中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看来杨欢是答应帮月亮湾解决眼下的危机了。他随即朝着杨欢拱了拱手，语气带着惶恐道：贤弟，你这是作甚？不可，万万不可。岳无涯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杨欢哈哈一笑打断了，笑着说道：哎，有什么可不可的？老夫和倾城丫头投缘。说到一半，他朝着岳倾城挤眉弄眼道：丫头，老夫说的对不？对，您说的都对。岳倾城头都没抬，只顾得把玩杨欢送他的宝贝。那是一个晶莹剔透、四四方方的小盒子，里面似乎有水流在缓缓流动，看起来像个鱼缸。这是啥玩意？怎么跟个鱼缸似的？杨欢捋着白须，双眼半闭，故作神秘道：等你回了月亮湾，你家祖爷爷自会教你怎么用。接着他话锋一转，向着岳无涯拱了拱手，笑道：岳大哥，小弟就不远送了，此去多多保重。你说的是，小弟全都记在心里。随着岳无涯与岳倾城架起灵舟，渐渐消失在天边的风雪中，杨欢的目光从远去的灵舟收回，落在了依旧蜿蜒如龙的队伍上。他轻轻叹了口气，随后运转灵气，声音清晰地传遍了整座到玄峰。老夫乏了，今日便到这吧。话音刚落，他一甩袖袍，转身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紧接着，队伍中立刻响起了一阵悉悉索索的议论声。有谁知道刚才那一老一少是属于哪方势力的吗？一个修士好奇地问道。刚才那老头是中州月亮湾的岳无涯。另一个修士压低了声音回答：
司月亮湾竟然这个时候求上玄天宗，他们不怕公孙世家知道后？他还没说完，就被一人捂住了嘴巴。嘘，小点声，你不要命了吗？捂嘴的修士紧张的四处张望，确保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被捂嘴的修士露出一抹惊慌之色，随即点点头，掰开了捂在嘴上的大手。走吧，下山了，反正今天也见不到杨长老了。要走你走，我可不走，不然明天还得排队。尼玛，对哦，那我也不走了。队伍中的修士们开始三三两两的讨论起来，有的选择了离开，有的则决定留下，以免第二天还要重新排队。与此同时，到玄峰顶的屋子内，柳凝霜正撅着小嘴，俏脸上写满了不高兴。她坐在窗边，手中把玩着零件列兵，眉头微蹙，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哦呦呦，怎么了？谁惹咱们冰魄仙子不高兴了？杨欢撸着她的头，笑嘻嘻地问道。柳凝霜抬起头，看着杨欢，眼中闪过一丝复杂。她轻叹一声，问道：师尊，月亮湾得罪的是公孙世家，这事我们能管得了？杨欢的笑容微微一滞，眸子里闪过一丝深邃，随即轻声说道：有些情需要还，有些人值得期待。他微微甩了甩头，缓步来到窗边，朝着中州的方向望了过去。老夫有预感，几年后的万宗大会一定会发生什么。一连10数日，到玄峰上依旧人潮涌动，排满了前来拜访的各个势力。柳凝霜肩上的担子不轻，他不仅要参加宗门的大比，还要协助杨欢接待络绎不绝的各方势力，忙得团团转。好在他比较争气，在筑基期的大比中一路过关斩将，跻身了决赛圈，只需再赢下2场，柳凝霜便能夺得筑基期的魁首，为到玄峰再添荣光，重现昔日的辉煌。然而当柳凝霜送走了当天最后一批访客后，神经放松之下，突然一个鸭子坐在了屋内的暖炉边。杨欢见他秀眉紧蹙，脸色苍白，全然没了方才的从容与镇定，语气关切地问道：双儿，怎么了？前几日受的伤还没好吗？见他捂着小腹也不言语，杨欢缓缓走到柳凝霜的身边，蹲下身来与他的视线平齐。双儿，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柳凝霜抬起头，眼神中闪过一丝脆弱，但很快又被他坚强的外表所掩盖。他微微摇头，试图露出一个安慰的微笑，却发现自己连微笑的力气都快没有了。师尊，我没事，只是有些累了。他的声音微弱，与平日里的清脆截然不同。杨欢伸出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脉门上，探出一道灵气，佯装探查着他体内的状态，实则是在脑海中调出了柳凝霜的属性面板。姓名柳凝霜，势力玄天宗，年龄19，修为筑基期9层，魅力值95，亲密度70，神秘数字0。其他玄阴圣体，足太阴脾经受损，左太阴肾经受损，痛经第2日。杨欢半闭着双眸，轻轻叹了一口气，看来不能太过压榨工具人的劳动力，2条经脉受损，又正值痛经之际，得让他好好休息几天了。幸好接下来几日他不用参加宗门大比，不如趁这机会刷一刷柳凝霜的亲密度吧。柳凝霜的目光紧紧地锁定在杨欢的脸上，见他轻轻叹气后，便陷入了沉思，心中不由得一紧。师尊，我真的没事的。然而杨欢却没有立即回应他，而是一个公主抱将他抱离了地面，朝他住的屋子走去。柳凝霜的心跳在杨欢突如其来的动作中漏了一拍，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轻飘飘地被他稳稳抱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温暖包围了他。师尊。柳凝霜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惊讶，更多的却是羞涩，俏脸也不自觉地染上了淡淡的红晕。尽管两人之前也有过许多亲密的瞬间，但杨欢这么主动还是头一遭。杨欢一脚踢开房门，温柔地将她放在了床上，并为她脱去了鞋子。你这丫头总是喜欢硬撑，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他轻声责备着，语气中却满是对她的宠溺。张嘴。这枚太清归元丹足以缓解你经脉的伤势，明天再辅以一些固本培元的丹药。杨欢一边用着温柔的声音说着，一边又取来了一个暖水袋，轻轻地放在了柳凝霜的小腹上。你这月事，老夫猜测与你的玄阴体有关，若是长期宫寒，恐有不妥。杨欢沉吟片刻，手指轻捋着胡须顿了顿，随后双眸亮起一道光芒。听说雷万军那小子过几日要去药王谷，老夫让他将薛神医请回来，为你诊诊脉。太清归元丹以其神奇的药效著称，当杨欢将丹药送入柳凝霜的口中时，那丹药便如同初雪遇上暖阳，迅速在他舌尖融化，化为一股温暖的清流，顺着喉咙缓缓流入体内。随着药力在体内缓缓扩散，仿佛春日的暖阳融化了冬日的寒冰。柳凝霜经脉中那些阻塞和疼痛的地方逐渐被温暖所取代，受损的足太阴脾经和左太阴肾经像是被轻柔的手抚摸，疼痛和不适感慢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和轻松。感受着伤势逐渐好转的同时，又见杨欢在那自顾自地说着，柳凝霜的美眸不禁迷离起来。太清归元丹乃无价之宝，药王谷100年都不见得能炼制出一枚，而他却毫不犹豫地给了我。他甚至为了我的月事，还打算请药王谷的神医回来。虽然羞羞的，但是尊给我的感觉好暖，好暖。叮，柳凝霜亲密度+5。听到系统的提示音，杨欢的嘴角向上浮现了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这丫头是真的缺爱啊！双儿，
还有力气宽衣吗？听杨欢这么问，柳凝霜先是一愣，随即美眸中露出几许狡黠。她闭起双眼，声音中带着一丝妩媚与娇柔，轻声说道：“师尊，伦家经脉里暖暖的，痒痒的，一点力气也使不上。”杨欢的初衷是想进一步表达自己的关心和爱护，从而将柳凝霜的亲密度再往上提一提。然而，当柳凝霜以那种略带妩媚和娇柔的语气回应时，原本简单的关照似乎被赋予了另一层意味。这一刻，屋子里的氛围变得微妙起来。尽管离春天到来还有些时日，但是杨欢却感觉万物已经开始复苏，大草原又到了那啥的季节。死丫头，老夫可是你的师尊，那师祖还是师尊的师尊呢。之前在宗主峰的洞府里，他还不是……哎呦！柳凝霜才说到一半，就被杨欢扯着翻了半边身子，大手朝着他挺翘的臀部就是啪啪两下。老夫看你不是经脉里痒，是屁股痒，欠收拾。柳凝霜被这突如其来的几下拍打弄得脸颊微红，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收敛，反而像是被点燃了心中的某种火焰，变得更加大胆和放肆。她美眸微眯，咬着下唇，俏脸透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魅惑。由于凌月返回了合欢宗，杨欢已经许久未曾双修了，此刻被柳凝霜这么一撩拨，小腹仿佛燃起了熊熊的火焰，霎时间冲动似乎压倒了理智。杨欢的手不自觉地伸向了柳凝霜的腰带，轻柔的动作间却又带着一丝迫切。而柳凝霜感受到杨欢的举动，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意外，随即被一种复杂的情绪所取代。她的身体微微一僵，但并未抗拒，只是静静地凝视着杨欢，美眸中似乎有着千言万语，却又在沉默中传达着他的默许。就在杨欢褪去柳凝霜的外衣，想要进一步褪去里边的衣物时，门外响起了顾离的声音：“霜儿睡了吗？”听到顾离的声音，杨欢与柳凝霜都为之一怔。杨欢白眉微微一挑，眼神瞬间恢复了清明，停下了手上的动作，老脸浮现了一抹尴尬。柳凝霜的眼中却是闪过一丝慌乱，她迅速点了点头，示意杨欢去开门。同时，她抓起被子连忙盖在身上，只露出一颗小脑袋。随着吱呀一声，杨欢打开了门，将顾离迎了进来。顾离一进门就发出了疑惑的声音，他没想到杨欢会在柳凝霜的屋子里，下意识地问道：“那么晚了，你怎么在这？”杨欢见他眼神不善地注视着自己，立即瞪了回去：“霜儿前几日受了点伤，有些不适。你扯我干啥？”趁他说话的功夫，顾离朝床上的柳凝霜望了一眼，见他俏脸透着红晕，秀眉轻蹙，似是忍着难言的痛楚，这副模样哪里像受了伤的样子，明显是双休过后余韵未消的样子。顾离顿时心中一紧，连忙将杨欢扯到了一旁，他的目光在杨欢和柳凝霜之间来回扫视了几息，狐疑之色更甚。“你们……”顾离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他几乎不敢问出口，但最终还是没忍住，他将杨欢拉到一旁，只用他一个人的声音问道：“你们刚才在双休？”杨欢听到这话，他那双原本浑浊的眼睛突然瞪得滚圆，心中不禁泛起了波澜。师尊最近怪怪的，总是有意无意的提及双休的事，难道春天提前到了，让他的心也跟着荡漾起来了？要是真这样，你说啊，我很乐意效劳的。念及此，杨欢注视着顾离的眼神悄然间被一抹隐隐的促狭取代。“师尊，你是不是也想试试？哎呦，疼，你轻点。”顾离见他贱兮兮的模样，心中涌起一股无名火，他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随即玉手拧上了杨欢的腰间软肉。尽管在外人面前两人是师徒，但私底下杨欢这老小子胆越来越肥了。自从那次情不自禁的拥吻后，他似乎越来越没有将自己当作师尊了，反而更像是……哎呀！顾离突然心中有点乱乱的，他甩了甩头，将这些纷乱的思绪从脑海中驱逐出去。下次再敢胡言乱语，你的地方可就不再是这里了。尽管他严厉地警告着，但语气中不经意流露出的娇嗔却被杨欢敏锐地捕捉到了。见他那一变再变的促狭眼神，似乎又在酝酿着什么古怪的念头。顾离拧在他腰间的玉手使劲一旋，疼得杨欢嘶哈的。随后他又将犀利的目光往下瞟去，感受到那股突如其来的寒意，杨欢立刻紧紧夹住双腿，连声求饶：“不敢了。”顾离见他由于害怕收敛了几分心思，心中不免有些吃味。哼，有贼心没贼胆家伙，你就不会强硬点吗？像我这样的女人，你不用点强，怎么能得到吗？唉，一声叹息，顾离轻轻推开杨欢，走到床边，将柳凝霜的胳膊从被窝里牵了出来。当他发现柳凝霜依旧穿着整齐的衣物时，心中自然对杨欢的话信了几分。随后手指轻轻搭在柳凝霜的脉搏上，释放出一股柔和的灵气在他的体内游走。足太阴脾经受损，左太阴肾经受损。这股丹力在顾离的探查下，他感受到了一股异常的丹力波动，精纯的能量正在努力修复着受损的经脉。他眉头微挑，转向杨欢，语气中带着一丝疑惑：“欢，你给双儿服下的是什么丹药？”“太清归元丹。”“太清归元丹，怎么了？有问题吗？”顾离收回灵气，柳眉蹙到了一起，额头仿佛落下了3条黑线。“败家，太败家了！一点小伤竟然用上了太清归元丹。太清归元丹是何等珍贵，
它不仅能迅速恢复修士的伤势，还能提升修为，是修真界中极为难得的宝物。他难道不知道这枚丹药的贵重程度吗？顾离本想数落他几句，但看到柳凝霜明显还醒着，当着小辈的面数落他，会让他很没面子。于是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没有再多说什么。师尊，双儿正值月事，你再看看会不会是玄阴体导致他疼痛难忍？杨欢的话还没说完，又遭了顾离一记白眼。于是他的心里就开始 MMP 了。女人，你给我等着，哪天老子的修为超过你，绝对会把你按在地上摩擦。这时躺在床上的柳凝霜在丹力的加持下已经好转了许多，她缓缓支起了上半身，轻声说道：师祖，师尊，双儿的伤都是小事，要不了几日就会痊愈。倒是师祖来寻双儿，是有什么事需要双儿去做吗？顾离闻言先是瞪了杨欢一眼，好似在说你个顽徒，还不如一个不满20的孩子懂事。随后他转向柳凝霜，脸上的表情柔和了下来，眼中流露出一丝赞许。双儿真是懂事。顾离对柳凝霜牵挂宗门事务的态度似乎非常满意，接着他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缓缓道出了此行的目的。宗门大比过后，我会助你结丹，然后需要你以最快的速度修炼到元婴期。柳凝霜听到这话并没有多问，反而将目光落在了杨欢身上。他心里明白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有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他愿意付出，也很愿意配合。毕竟这件事很早之前就有了定论。深深地看了杨欢一眼后，柳凝霜朝着顾离重重地点了点头，表示愿意接受。然而杨欢却显得有些困惑，他不解地看着顾离，显然对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感到意外。见杨欢似要开口询问，顾离摆了摆手打断了他：你放心，我自然不会害了双儿。不过说到这，顾离俏脸上原本挂着的笑意渐渐消失，转而被一抹冷冽取代，语气也随之更严肃了几分。目前外边都在传我玄天宗有玄阴体。杨欢与柳凝霜听到这个消息，同时露出惊讶的表情，异口同声道：什么？顾离将他们的反应尽收眼底，随即美眸亮起一道光芒，嘴角微微向上一勾，继续说道：你们不用那么惊讶，双儿的玄阴体早晚都会瞒不住的。说到这，他站了起来，浑身散发出一股睥睨天下的气势。不如趁此机会，我们玩一票大的。转眼间又是数日，风雪仿佛懂得了人间的温情，到旋风上的大雪昨日起便悄然停歇。趁着久违的暖阳，杨欢眼眸半闭，躺在屋内的摇椅上，就这暖炉的舒适，任由阳光洒在他身上。而柳凝霜则在一旁温柔地为他捶捶腿，时不时还给他松松肩膀。啊！柳凝霜像伺候大爷似的，将一颗红彤彤的草莓送到杨欢的唇边。啵的一声，草莓被杨欢吸入口中，差点连柳凝霜的纤纤玉指都要被他一并吸入。哎呦，真是的，弄得伦家手指上都是口水。师尊，你好坏哦！柳凝霜嗔怪了一声，随即手指在杨欢的衣服上狠狠地擦拭了几下，以表达他小小的抗议。杨欢咀嚼了几下，满意的将草莓咽下，语气带着点惬意说道：为师没看见吗？ sorry 了。这几日经过一番恢复和调整，柳凝霜在宗门大比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最终立刻星运峰的10号，荣获筑基期的魁首之位，为道玄峰再添荣耀。然而柳凝霜并没有按照原计划随顾离立刻闭关提升修为，相反，她像一位体贴的小媳妇，在杨欢身边多留了几日，细心伺候着，美其名曰师尊大限将至，师娘又不在，若是师祖和他都去闭关了，那么谁来照顾师尊呢？实则是柳凝霜对杨欢有着深深的依恋和不舍，因为她不确定修炼到元婴期需要多久，万一这个过程漫长无期，出关之时若再也见不到杨欢，那将是她无法承受的痛。因此柳凝霜费尽口舌，向顾离百般恳求，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宝贵的几日时光，用来全心全意地侍奉杨欢。杨欢心如明镜，为了不辜负他的用意，于是坦然地享受着这份堪比帝王般的呵护与关怀。这会儿杨欢似乎是躺累了，在柳凝霜的搀扶下从摇椅上坐了起来，他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肩膀，柳凝霜很懂事地起身站到他身后，温柔为他捏起了肩。你师祖的想法只是一个雏形，若是真的要玩一把大的，将所有的势力都算计进来。说到这，杨欢睁开了半闭着的双眸，眼神中透露出一股肃杀的神色，从而继续说道：其中蕴含的风险巨大，特别是你可能会因此丢掉性命，你怎么看？柳凝霜没想到在闭关前的最后1日，杨欢会找自己聊这种沉重的话题。不过这样的问题自己早晚都要面对，在玄天宗的这段时间里，他过得太安逸了，安逸的差点丧失了骨子里的那份狠劲。与其按部就班的提升修为，柳凝霜更愿意在挑战自我的过程中得到提升。于是他一边为杨欢捏着肩膀，一边平静地回应道：双儿，记得师尊说过，修真乃逆天之事，不进则退，若无进取之心，何来飞升正道？柳凝霜的声音并不响，却足以让杨欢转过头来，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然而这一眼似乎还不足以让杨欢看清他，于是他握住了柳凝霜的玉手，将她牵到自己身前，默默地注视着她。自两人相识之初，杨欢一直拿柳凝霜当作反线工具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相处越来越多，
杨欢对柳凝霜的了解也越来越深。杨欢慢慢发现，柳凝霜其实是一个感情很细腻的姑娘，她将别人对她的每一份好都铭记在心，并竭尽所能的予以回报。譬如她第一次下山时，她不惜倾尽所有，只为买的那件珍贵的金丝白云缎作为礼物送给自己。譬如她在前几天的宗门大比中勇夺住姬七魁首时，她没有独占所有的荣耀，而是将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自己对她的教导和支持。这段日子以来，柳凝霜通过大大小小的举动，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杨欢对她的看法。直至此刻，在杨欢的眼里，她再也不是一个工具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梦想的人。良久，杨欢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了一个温煦和蔼的笑容，他轻轻拍了拍柳凝霜的玉手，说道：“别让自己太累，你闭关的这段时间，为师会好好将你未来的路铺平。”尽管杨欢未将所有的计划和盘托出，但是柳凝霜从他的眼神中读懂了未尽之言，未来的路并不好走。不过有杨欢在，他莫名的会有一种安全感。正当柳凝霜准备开口回应杨欢的时候，远处传来了顾离的催促声：“霜儿，时间差不多了。”柳凝霜轻轻转头，向宗主峰的方向投去一瞥，然后轻轻地将自己的手从杨欢温暖的掌心中划出。她尽量让自己的美眸弯成了两弯新月，带着一抹俏皮的笑容说道：“你可千万别翘辫子了哦，一定要等我闭关出来哟，我还等着你亲手做顿饭给我吃呢。”说罢，柳凝霜蹲下了身子，在杨欢的侧脸上印了一记：“师尊保重，徒儿先走一步。”他的声音渐渐远去，随着他的身影一同消失在杨欢的视线里。入夜，到玄峰顶，那棵新近栽种的歪脖子树下，杨欢静静矗立，目光穿透夜色，凝视着远方的天际。13立在他的身后，眼神落在杨欢身上，却让他感到了一些不同寻常。杨欢站在那里，身形挺拔，脊背笔直，没有了往日老态龙钟的迹象。他更像是一棵历经岁月沧桑却依旧屹立不倒的古树，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展现出一种超越时间的生命力。来了，杨欢的声音在夜色中淡淡响起。13俯身行了一个礼，语气中带着一份从容：“来了有一会了，你小子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太会说话。”杨欢的话语中带着一丝笑意，他转过身来，双目中不再有往日的浑浊，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深邃的清明。“老夫下山之事，不要与外人提及，你且再到玄峰将我演好即可。”13领命。13说着，再次深深一揖，态度比之方才恭敬了一些。杨欢下山去做什么？13没有问，但是从过去那么些年的经验来看，他每次下山都会闹出点大事来，这次不知道又是哪家要倒霉了。半月后，中州吴仙城，小二来壶好酒，再来2盘下酒菜。随意的在桌上丢了10几块零食后，杨欢给了店小二一个温煦的笑容，接着说道：“老夫有点事，想打听打听。”店小二闻言，本就长得比较拥挤的五官顿时更拥挤了，他露出一个谄媚的笑容，连忙点头哈腰的应道：“您老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小的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壶好酒，2个小菜，顶多半块零食就已足够，给那么多是杨欢不想浪费时间，毕竟中州是公孙世家的地盘，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他打算自己收集情报。对于店小二来说，拿人零食就得与人分忧，更何况像杨欢这种出手就是10几块零食的人，一看就大有来头。他取了好酒好菜，很快就从后厨返回。老神仙，您是第一次来咱这无仙城吧？说话间，小二为杨欢倒上了一杯酒，还亲切地为他加了一片卤牛肉。见他点了点头，小二笑着继续说道：“咱这无仙城的故事要追溯到3界未分之时，从书页间读到的历史总是显得枯燥无味，而从店小二口中娓娓道来的故事却充满了奇异的色彩和温度，令人心驰神往。传闻中，无仙城乃是无仙大帝的道场，为谋天下大同，无仙大帝在无仙城布置了一座地境阵法，其威力之强，足以让任何踏入无仙城范围的修士暂时失去修为，如同凡人。在那遥远的时代，无仙城也被称作万族庇护所，因为在无仙大帝的镇压下，城内严禁杀戮，万族和平共处，共同维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的无仙城除了无仙2字依旧高悬，许多地方已经物是人非了。然而这并不影响无仙城是玄魔大陆最繁华的3座古城之一。尽管店小二是个其貌不扬的小伙子，但他口才极好，让杨欢不由得多听了几句。这时说到一半的店小二猛地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脸上露出了些许歉意：“老神仙，对不住，小的光顾着说了，你有啥想问的来着？”杨欢捋着白须，笑着摆了摆手，回应道：“最近无仙城里有什么大家都在关注的事吗？”听杨欢这么问，店小二那芝麻绿豆般大小的眼睛转了起来，随后他一拍大腿，兴奋道：“有，当然有，有好几件。”他在为杨欢斟满酒，自顾自地说了起来：“听说苍兰州的玄天宗以雷霆手段灭了魔渊谷，还有就是战宗和噬魂魔宫，他们最近好像干了几架。”见店小二提及战宗与噬魂魔宫的冲突，杨欢心中一凛，他2宗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突然就干起架来，这其中必有隐情。随着店小二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无仙城的八卦与热点，杨欢终于捕捉到了一条有用的讯息：月亮湾向来与世无争，
怎会与公孙世家结下梁子？一提到公孙世家，店小二的神色明显变得慌张，有些不愿多说。然而，当他见到桌上又多了几块零食，店小二咬牙，压低了声音，凑到杨欢耳边说道：“听说公孙赖垂嫌月家小公主的美色已久，为了得到她，布了一个局。”随着店小二的声音越来越低，杨欢的白眉也随之紧锁。看来月无涯前些日子来到玄风时，并未将全部真相和盘托出。不过，对于店小二的话，杨欢也不敢全然相信，毕竟市井流言真真假假，总是需要自己去甄别。这时，楼梯处传来的脚步声打断了杨欢与店小二的对话。4个身着华服、气宇轩昂的人影出现在酒楼的2楼。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公孙赖走在最前，他身着一袭绣有金边的黑色长袍，腰间挂着一块晶莹剔透的玉佩，步履间流露出一股20足的神态，玩世不恭的眼神在酒楼内扫了一圈，随后轻蔑地撇了撇嘴。3个随从紧随其后，一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目光中透露出傲慢与不屑。他们的目光在酒楼内巡视，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却又对周围的食客视若无睹，那种目中无人的态度让人不悦。公孙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随从们则分散开，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屏障，将他护在中间。随后，3个随从开始分别向公孙赖汇报起来。公子已经开始搜城了，那小娘们跑不了。3长老已经下了命令，无论如何都要将他抓到手。公子放心，无仙城现在除了修为依然会被封禁，但已经不禁止杀戮了。第3个随从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公孙赖冷厉的目光打断。杀杀杀！你就知道杀！公孙赖朝他吼了一声，随即伸出手指挨个点了过去，威胁道：“老子的小宝贝，倘若少了一根毛，老子就拿你们问罪，听清楚了吗？”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狠厉，让3个随从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是，3人齐声回应道，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显然对公孙赖的命令不敢有丝毫的违抗。公孙赖的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目光再次扫过酒楼。当他的视线不经意间划过杨欢所在的位置时，他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个角落中的老者，而是轻蔑地将目光转向了忙碌的店小二，微微努了努嘴。聪明的随从秒懂自家主子的想法，立刻朝着店小二喊道：“小二，给我家公子上最好的酒和你们店最好的菜来。”店小二见来活了，先是递给了杨欢一个充满歉意的眼神，然后迅速提高了嗓门，热情的回应：“好嘞，上最好的酒，最好的菜。”就在店小二下楼取酒取菜的功夫，酒楼外的大街上突然传来了一阵喧嚣声，紧接着就是一阵叮叮当当武器相交发出的金属撞击声。“保护小姐，你们这群狗娘样的，老子和你们拼了！”男子怒斥着，却被一声轻蔑的嗤笑声打断。“哈哈，拼？你拿什么拼？”循着声音，杨欢将目光探了出去。当他发现岳倾城和几个岳家侍卫被一群公孙世家的人包围后，眼神随即冷了下来。原来店小二说的岳家小公主竟然是岳倾城。MMP， 老夫的反线工具人，你他妈的竟然也敢染指，活腻了！当杨欢想着怎么破局的时候，公孙赖的眼神里已经流露出了不加掩饰的欲望。他舔舐着自己的上唇，眼神中的占有欲强烈到几乎要将岳倾城吞噬。“你们3个下去一趟，蒋英这家伙毛手毛脚的，本公子有些不放心。”是，3人齐声回应，随后立即下楼加入了包围圈。街道上，岳家与公孙家的混战已经展开。由于无仙城的特殊规则，所有人都只能依靠肉身力量和招式的技巧来决定胜负。此时，岳家的人大都负了伤，战力不足往日的70%。尽管他们的个人实力看上去比公孙家的人强上一些，但双拳难敌4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落败只是时间而已。杨欢在酒楼上静静地观察着战局，心中勾勒着可行的方案。将公孙赖绑了，威胁那些狗腿子倒是可以，但自己就暴露了，不可取。凭借太上无极混元圣体，以目前肉身的强度，干死这些碉毛应该不难。对啊，不暴露不就行了？心中有了决断，杨欢悄无声息地下了2楼，趁人不注意，从酒楼的后门溜了出去。当他出现在包围圈之外时，杨欢的样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后巷时，杨欢使用了从系统商城买来的宝贝欺诈宝珠。欺诈宝珠可以将使用者的气质、外貌、血脉、修为等等进行幻化。譬如杨欢的修为只有筑基期，但使用了欺诈宝珠，他甚至可以幻化出地境的修为。不过，随着幻化的修为越高，所持续的时间也会越短。自从灵月的亲密度到达100后，杨欢终于攒够了积分，买下了心心念念的宝贝。买下欺诈宝珠后，他已经测试了一阵，但这还是杨欢头一次用它投入实战。此时的杨欢已经变成了年轻时的模样，又通过仙宝虚空幻影的能力，将淡雅的金丝白云断变成了黑金断锦。现在他不再是那个被人熟知的杨欢，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他混入围观的人群中，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更没有人怀疑他的身份。就在岳家侍卫的防御圈岌岌可危，即将被公孙世家的攻势所冲破的紧要关头，一声大喝划破了夜空的宁静。杨欢从人群中一跃而出，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杨欢拳头紧握，肌肉在黑金断锦下紧绷，随着他的怒吼，一拳轰在了一个随从的脸上。随从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袭来，他的头颅猛地向后一仰，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骨头碎裂声，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般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再无声息。仅凭肉身之力，一拳打死一人，恐怖如斯。周围的公孙世家随从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一愣，但很快反应过来，怒吼着向杨欢围攻过来。他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试图用数量优势压制这个突然出现的敌人。小子，你他妈找死！公孙世家的事你也敢管？活腻了！兄弟们，将他们围好，先弄死这个小白脸！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公孙世家的这些随从的主攻方向发生了变化。然而，杨欢的身影如同鬼魅般难以捉摸。他利用卓越的肉身力量和从乾坤九转阴阳诀中学来的招式身法，巧妙地避开了一次次攻击，同时予以反击。随着时间的推移，杨欢对太上无极混元圣体的了解又更深了几分。这样一来，苦的就是公孙世家的这些狗腿子了。在无仙城这个修为被封禁的地方，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借肉身力量战胜杨欢。在短短的一炷香时间里，杨欢至少击杀了10几名狗腿子。就在战局愈发紧张之际，公孙赖终于按捺不住，从9楼的窗户一跃而下，拦在了杨欢身前。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怒火和杀意，显然对杨欢的所作所为感到极度不满。尽管公孙赖心中充满了杀意，恨不得立刻将杨欢置于死地，但他也亲眼目睹了杨欢那无与伦比的肉身战力，这就让公孙赖不得不谨慎对待。你是何人？为何阻挠我公孙世家办事？杨欢没有回应公孙赖的质问，反而全神戒备地注视着他。公孙赖虽然可恶，想要霸占自己的反线工具人，但杀了他无疑会激怒公孙世家。若是公孙世家不顾一切地发动围城，那么自己下山的种种计划都将被打乱。因此，杨欢心中有了计较，他打算先放公孙赖一马，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升级。小爷看不惯，行不行？杨欢撇撇嘴，语气中带着几许挑衅。面对这种表面上强硬，实则内心怯懦的对手，杨欢心中早已有了应对之策。对付公孙赖这样的人，既不能示弱，也不能过于激进，要恰到好处地展现自己的实力，让对方心生忌惮。见杨欢态度强硬，公孙赖的表情明显僵硬了一下，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意外，显然没料到杨欢竟敢如此直接地挑衅他。随即他的脸色沉了下来，愤愤地说道：你这是在自寻死路，我公孙世家可不是你能惹得起的。杨欢毫不示弱，他捏了捏自己的拳头，指关节发出了清脆的咔咔声。是吗？那我倒想试试看，你们公孙世家究竟有多厉害。说话间，杨欢的身体微微下沉，摆出了一个起手式。杨欢知道，真正的战斗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对抗，更是心理和策略的较量。他希望通过这种佯攻的姿态，给公孙赖施加压力，让他感受到威胁，从而迫使他选择退让。杨欢的嘴角微微上扬，表情中带着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尽管杨欢充满了攻击性，但他的眼神却透露出一种玩味，仿佛在告诉公孙赖，他并不想真的动手，而是希望对方能够识趣的选择退步。公孙赖深深地看了一眼杨欢，仿佛要把他的样子刻进心底。他冷哼一声，随即一甩袖袍，咬牙切齿地说道：小子，不管你是谁，我记住你了。说罢，他话锋一转，朝着随从们喊道：走，公子，我们……他话音未落，公孙赖猛地转身，一记响亮的大逼兜狠狠地甩在了那狗腿子的脸上，随后怒斥道：本公子的话不好使了吗？带上那些废物的尸体，我们走。话音刚落，公孙赖便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开了9楼前的长街，留下一地的狼藉。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杨欢的双眸凝成了一条线，心中不由得暗自思忖起来。小小年纪却有这般城府，若是任其成长，将来说不定又会是一个公孙无忌，此子断不可留。就在杨欢思索着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公孙赖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小哥哥，你打架好厉害，你是体修吗？小哥哥，体修？杨欢微微一怔，随后轻轻点了点头，坦然地接受了岳倾城那满是小星星的崇拜眼神。这些年来，杨欢早已习惯了自己老态龙钟的外表，几乎忘记了年轻时的模样对女孩子有多大的杀伤力。注视着岳倾城好似沉迷于自己男色的眼神，杨欢心中不免有些得意。统爷，系统商城里有什么恢复青春的宝贝不？尽管系统没有用声音回应，但系统商城的界面却自动弹了出来：鸿蒙不老拳，因此拳可恢复青春20万积分。尼玛，20万积分！抢劫呢？系统还是用欺诈宝珠算了，这鸿蒙不老拳的性价比也忒低了。杨欢回过神，见岳倾城还在泛着花痴，嘴角微微向上勾起一个弧度，语气带着调侃道：仙子，我脸上有花吗？岳倾城被杨欢的话音轻轻唤醒，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慌，仿佛少女怀春的心思被他看穿了一般。紧接着，他的俏脸泛起了淡淡的红晕。岳倾城轻轻咬了咬自己的下唇，似乎在犹豫该如何回应。我那略带羞涩的声音及娇羞的眼神，悉数被杨欢收进眼底。正当杨欢准备开口时，一名英俊的侍卫从岳倾城身后步出，他朝着杨欢抱拳一礼，平淡的语气中却带着几分难以掩饰的傲气：多谢阁下出手相救，月亮湾不胜感激。尽管嘴上说着感激的话语，但从他的语气和表情中，杨欢察觉不到丝毫真诚的谢意。
杨欢最不爽的就是这种表里不一的人。况且你家小公主正在和老夫说话，你一个侍卫插鸡毛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未等杨欢回应，这名侍卫扯了扯岳倾城的衣袖，随后抚在他耳边低声细语起来。趁着他们说话的功夫，杨欢将月亮湾的这几名侍卫都用系统扫了一遍，不查不知道，一查之下，他心中顿时后悔起来。姓名仇思杰，势力公孙世家，年龄250，修为化神1层，其他公孙赖的表哥。这个一边在岳倾城耳边说着话，一边用诡异的眼神瞟向自己的人，竟然是公孙世家的人。早知道救人之前就应该全都扫一遍，趁乱将他们都干掉。杨欢下意识的想要去捋自己的胡须，却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副老态龙钟的模样，于是转而轻轻摩挲起自己的下巴。怪不得公孙赖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原来他在岳倾城身边安插了卧底。要是任由这小子跟在岳倾城身边，老夫的反线工具人早晚会被人霍霍了。不行，死子也断不可留。杨欢是这么想的，自然也打算这么做。修真界的生存之道，便是要杀伐果断，不留后患。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冷冽，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确保岳倾城安全的计划已在脑海中成型。仙子，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岳倾城好不容易遇到一位实力高超，而且长相又长在他心坎的难修，哪会轻易让他离去？就算要走，起码得留下师承、名字或者传讯玉璧，加个好友吧。不然，玄魔大陆如此广袤，今日一别，日后想要重逢，恐怕难如登天。况且今时不同往日，他有着非认识杨欢不可的理由。念及此，岳倾城一把推开身边的仇思杰，朝着已经被过身准备走了的杨欢喊道：“小哥哥。”杨欢听到呼唤，停下脚步，回过头，给了他一个阳光灿烂的微笑。然而，他的微笑仿佛冬日的暖阳，照进了岳倾城的心房，不仅让他感到身子暖洋洋的，而且还让他的心跳不禁加快了几分。此时此刻，岳倾城的美眸中似乎泛起了粉色的光晕，每一下闪烁都像是一颗颗粉色的爱心在跳动。杨欢眼神一凛，心中不禁暗道：怎么回事？这丫头不会是恋爱脑吧？想当年，杨欢凭借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外表，让许多女修成了他的小迷妹。现如今，面对岳倾城这样情窦初开的少女，他的魅力更是势不可当。然而，在杨欢眼里，岳倾城的表现似乎有些古怪。岳倾城给他的印象里是个古灵精怪的姑娘，不仅有颗七窍玲珑心，隐隐还有些大小姐的脾气。若是她行为古怪点，杨欢倒是能理解，但是犯花痴似乎不应该出现在他的身上。正当杨欢心中暗自揣测时，仇思杰却迈步上前，双臂张开，挡在了岳倾城与杨欢之间。小姐，此人来路不明，又如此凶残，恐怕……他的话还没说完，再次被岳倾城推到了一边。这一次，岳倾城似乎没了好脾气，他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悦，说道：“仇思杰，你只不过是个侍卫，做好你分内的事即可。”说到这，他的美眸中射出2道冷冽如冰的眼神，上下审视着他，继续说道：“若再有下次，你自裁吧。”在仇思杰呆若木鸡的目光中，岳倾城掩面桃花，带着几分羞涩，款款走向杨欢。月亮湾，岳倾城，谢过小哥哥的仗义相助，不知小哥哥师承何门何派？他日小妹定当亲自登门拜谢。在下一届散修，无门无派，修为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杨欢下山时，原本给自己编了一个某某宗长老的身份，但是以如今这副模样，若硬说自己是长老，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于是杨欢决定给自己安上一个散修的身份，简单又不易引人注意。然而话才出口，就见岳倾城的美眸向自己狂使眼色。杨欢心中有些莫名，这丫头搞什么鬼？难道我说自己是散修，不符合她的期待吗？正当杨欢心中疑惑时，岳倾城抓住了他停顿的瞬间，开口问道：“小哥哥是担心公孙世家找你麻烦吧？”他边说边从怀中取出一块传讯玉璧，递到杨欢面前，脸上带着俏皮的笑容：“那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不可，万万不可！”仇思杰见岳倾城竟然主动向一个陌生男子索要联系方式，急忙再次插身于两人之间，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满和焦急。然而岳倾城并没有因为他的行为而收回传讯玉璧，只见他美眸先是向杨欢投去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然后对着仇思杰的后脑勺努了努嘴，小脸上写满了急切和焦急，灵动的大眼睛仿佛在默默传达着某种信息。杨欢见岳倾城那机智中带着憨傻的模样，心中暗自偷笑，看来这丫头已经察觉到他身边的侍卫是公孙世家的卧底了，现在他是想借我之力摆脱他们的监视和控制。念及此，杨欢的脸上露出了一个狡黠的笑容，他拨开了仇思杰，取出传讯玉璧与岳倾城碰了碰。仇思杰怎么都没想到，一个散修竟然会有价值连城的传讯玉璧。注视着眼前这个帅得不像话的男子，他不禁对杨欢的身份产生了怀疑。阁下，我家小姐是有婚约之人，还请您自重。仇思杰见自己的阻拦未能奏效，言语中便带上了明显的警告意味。杨欢听后眉毛微挑，心中暗自思量：婚约？前几天我才问过这丫头有没有心仪的男修，这才几天怎么就有婚约了？
难道公孙世家这么快就给月亮湾下婚书了？我操，这不行！这丫头长得如此水灵，呸呸呸！这丫头可是难得的反现对象，怎能便宜了公孙赖那个刁毛？念及此，杨欢连忙修正了脑海中的计划，随即狠狠地盯了仇思杰一眼，语气平淡地说道：“这位家丁提醒的对，在下就此告辞。阁下，在下是岳家侍卫，并非家丁，都一样，反正都是田主人的狗，有毛区别？”杨欢说着，嘴角不经意间露出了一抹不屑的笑容。他拍了拍仇思杰的肩膀，又朝岳倾城挥了挥手，挤眉弄眼的送了几道你要懂的眼神，转身离开，毫不拖泥带水。神尼玛，家丁，老子是侍卫，是侍卫！尽管杨欢的这番话差点惹得仇思杰暴走，但是见杨欢得知岳倾城有了婚约，识趣而走后，仇思杰心中松了一口气。小姐，我们先找家客栈休息吧。仇思杰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安抚，建议道。既然我们逃到了无仙城，公孙赖又死了那么多侍卫，他顿了顿，挥手示意身后的岳家侍卫们，将岳倾城紧紧维护在中间，继续说道：小姐，我们应该暂时不会有危险，若是他公孙赖还敢来，我们定会拼死保护小姐的安全。这番慷慨陈词使得几名侍卫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们齐声喊道：岳卫誓死保护小姐的安全。岳倾城的目光从远去的杨欢身上收回，又见自家侍卫被仇思杰拿捏得死死的，他心中的情绪变得复杂起来。在心中轻叹了一口气后，岳倾城恢复了平日里月亮湾小公主的架势，淡淡的吩咐着：就按你说的先办吧。是，小姐。入夜，枫林晚客栈，岳倾城盘膝而坐，却心乱如麻，无法入定。他尝试闭眼睡觉，却发现只要一合上眼帘，杨欢的身影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成眠。黑暗中，杨欢的面容，他的微笑，他的眼神，以及他们之间的对话，一切都像流水般在他的心头反复播放，让他的心情难以平静。啊，好烦！我怎么会一直想起他？不知道他入定了没有，或者他和我一样还没睡。岳倾城将传讯玉璧捧在手心，眼神中却浮现着隐隐的期盼之色。今晚他会不会给我传讯息过来呢？尽管无仙城将修士的修为封禁，但对于溢出几次灵石用来使用传讯玉璧，却似乎开了后门。睡了吗？岳倾城用灵石在传讯玉璧上轻轻刻下信息，随即又犹豫着将其抹去。醒着吗？抹除。小哥哥，抹除。岳倾城放下传讯玉璧，双手插入秀发中，有些烦躁地抓闹着。啊，怎么办？我该发什么讯息给小哥哥？到底要不要给他发讯息？如果我给他发讯息，他会不会误会我喜欢他？如果我给他发讯息，他要是不回我，那我又该如何是好？这些问题瞬间让岳倾城的小脸皱成了一团，他的眼神在期待和犹豫之间徘徊，手指不自觉地在传讯玉璧上轻轻摩挲。踌躇间，岳倾城手中的传讯玉璧微微震动了几下，他的美眸瞬间一亮，惊喜中又带着点兴奋。读了传讯玉璧中的消息后，惊喜又变成了沮丧。岳倾国妹啊，你也不想哥哥死吧？你就答应了公孙赖吧。这个消息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刺痛了岳倾城的心。他从月亮湾出逃的根源都是因为哥哥岳倾国的毒瘾，他不仅输掉了家族的大量灵石，还向公孙赖借了巨额债务，而这些借来的灵石最终又输得一干二净。月亮湾虽然在中州小有名气，却也无力偿还如此庞大的债务。面对这沉重的压力，家族长辈们无奈之下，只能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以岳倾城的婚姻来抵偿债务，将她嫁给公孙世家的公孙赖，以此来保全月亮湾。前阵子他得知最疼自己的老祖岳无涯的至交好友是杨欢后，便苦着脸求了上去。老祖相当给力，将婚约一事瞒了下来，请动杨欢，希望他出面调停两家的矛盾。然而不知是谁泄露了消息，得知消息的公孙赖并未如岳倾城所愿的收敛，反而更加肆无忌惮，更是想要生米煮成熟饭。一想到生病的爹妈、豪赌的哥哥，还有即将破碎的自己，岳倾城心中便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绝望。他太了解公孙赖的为人，也清楚这场婚姻对他个人意味着什么。他不愿成为家族间利益交换的牺牲品，更不愿意嫁给一个他毫无感情的人。他的手指紧紧握住传讯玉璧，指节因为用力而变得苍白。内心深处，他在无声的呐喊，渴望反抗，渴望逃离这个束缚他的牢笼。但同时，他也清楚，他的每一个决定都牵动着家族的命运。这时，岳倾城手中的传讯玉璧再次轻轻震动，打破了他的沉思。穆欢，听说你要嫁给公孙赖，我觉得有些可惜，不过他已经死了，你可以不用嫁了。当岳倾城的灵石掠过那些文字，瞳孔陡然间一锁，岳眉高高扬起，一双美眸睁得大大的，仿佛不敢相信自己所读到的内容。紧接着，一抹苍白迅速爬上了他的脸颊，嘴唇微张，却因为震惊而发不出任何声音。慢慢的，岳倾城的手指不自觉地颤抖起来，传讯玉璧在手中几乎握不稳，心跳在胸腔中猛烈地跳动，仿佛要挣脱束缚。震惊之余，美眸中又闪过一丝慌乱，不知该如何是好。岳倾城的整个人似乎都被这个消息定格住了，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胸膛随着呼吸剧烈起伏，他的大脑飞速运转，试图消化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脸上的表情复杂而多变，既有震惊，也有不解，
甚至还有一丝恐惧。他到底是谁？又是出自哪方势力？他难道就不怕公孙世家报复吗？岳倾城怎么都没想明白，一个连话都没说几句的陌生人，竟然会为了自己对公孙世家的人痛下杀手。随着震惊渐渐平息，他的脸颊不由自主地染上了一抹淡淡的红晕。他喜欢我，这个念头刚一浮现，便被岳倾城迅速否定。如此杀伐果断的人，绝不会被女色左右，他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正如岳倾城所想，杨欢确实不是一个贪恋女色的人。如果他想要女人，只需动动手指，便会有无数美人自解罗裙，送货上门。杀人，尤其是杀公孙世家的人，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他重新修订完的计划中的一环。此时，杨欢并没有像岳倾城想的那样，站在公孙赖的尸体旁，双手沾满鲜血，也没有惊慌失措地逃离无仙城。相反，在无仙城最繁华的花街柳巷中，杨欢正品着香醇的美酒，欣赏着美人儿们精湛的才艺表演。已完成修改，谢谢，欢迎下次光临。姓名公孙赖，势力公孙世家，年龄250，修为炼虚7层，状态死亡。随着杨欢手指轻轻一捏，酒杯在空中优雅地旋转了几圈，然后落在了他的掌心。饮进杯中美酒，杨欢漫不经心地将一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抛给了一旁后面的小厮。这唱曲的是红官人还是清官人？小厮掂量了一下储物袋的分量，眼中立即闪过一丝惊喜。他没想到眼前这位客人的打赏竟会如此大方，他马上换了一副谄媚的笑容，殷勤地回答起杨欢的问题。红官人还是清官人，不就是贵客您一句话的事儿吗？杨欢看着小厮那副讨好的模样，唇角不禁勾起一抹愉悦的笑意。他的心情也似乎因为这小厮的机智回答而更加愉悦了一些，随即又大方地赏给了小厮一块较大的零食，语气中带着几分不羁的豪气。哈哈，说得好！他边说边向台上那位正在婉转歌唱的美人儿努了努嘴，继续说道：琴心房今晚选花魁是吧？你懂的。格儿，小厮心花怒放，小心翼翼地将杨欢赏赐的零食收入怀中，捧着储物袋屁颠屁颠地朝台上小跑而去。贵客有赏！他一边攀上几级台阶，一边高声宣布，同时举起那个装满零食的储物袋，确保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杨欢的豪爽打赏仿佛点燃了琴心房的气氛，场内立刻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来人呐，本少爷有赏，区区一小袋零食罢了，显摆什么呢？小爷赏5000零食，5000也好意思拿得出手？老子赏1万！在众人的起哄和喧嚣声中，唱曲的美人儿很快就收到了堆积如山的赏赐。这时，刚才那小厮从舞台跑了回来，皱着眉头伏在杨欢耳边说道：贵客，您刚才给的3000零食。小厮了半天也没出下半句，但他那尴尬的表情已经告诉了杨欢一切。零食不够！哐当一声，杨欢重重地将一个储物袋砸在了桌上，借着酒劲放声喊道：10万零食！谁他妈在和老子争花魁？小心你们的狗命！此言一出，琴心房内顿时安静了不少，不少宾客都向杨欢的方向投去了目光。咦，是这家伙？兄弟，你认识他？不认识，不过下午我倒是见过他。别卖关子啊，他到底是谁？下午那会儿，我见他凭肉身之力杀了10好几个公孙世家的侍卫。众人的议论声到了这儿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有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发出嘶的一声，震惊之情溢于言表。宾客们面面相觑，有的瞪大了眼睛，有的张大了嘴巴。一些原本跃跃欲试的宾客也不禁缩回了手，不敢再与这位煞星争锋。不是他们零食不够，而是他们怕小命不保。即便是渡劫七大佬，若是肉身不行，来了无仙城，说不定也会被炼气期的修士镇压，甚至被打爆。毕竟在无仙城，肉身强才是真的强。此时酒意朦胧的杨欢眯着眼环顾四周，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屑，仿佛在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一曲唱罢，台上的美人儿款款行至杨欢面前，行了一礼，随后端起酒杯与他碰了碰。多谢大人赏赐，小人敬大人一杯。小小将杯中的酒水饮完，秋波辗转间伸出纤细的手，温柔地挽上了杨欢的胳膊，领着他向他的香闺走去。杨欢在小小的搀扶下，步伐略显踉跄，但脸上却挂着得意的笑容。随着房门被小小轻轻关上，外界的喧嚣与纷扰被隔绝在外。贵客，您。小小一边扭着娇躯回过身，一边褪去身上的薄纱，打算先来一波媚术。然而就在薄纱轻轻落下的瞬间，他的注意力被一双泛着奇异粉色光芒的眼睛所吸引。杨欢利用欺诈宝珠的神秘能力，避开了无仙城的阵法禁制，将小小的意识牵进了河，欢极乐界。不消片刻，小小不由自主地发出了轻微的呻吟和娇喘，这些声音透过门缝隐约传到了门外。经过的其他宾客听到这些声音，不禁面露羡慕之色。哎，没零食只能看看它的甜，有零食却能尝尝它的咸。一名宾客搂着姿色稍逊小小的红官人，不禁发出了感叹：兄台好文采，不如去在下的包间再饮几杯如何？另一名被红官人挽着胳膊的宾客盛情相邀，两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对方身边的姑娘身上，随即露出了贪婪的神色，接着相视一笑，心照不宣。相逢何必曾相识，恭敬不如从命。哈哈，兄台请。然而谁都没有注意到，
就在他们沉浸在各自的欢愉中时，烟花巷的长街上悄无声息的多了一道身影。杨欢朝着身后的秦新房回眸望去，嘴角露出一抹富有深意的笑容。那就先从公孙世家开始吧。呵呵，月黑风高杀人夜，2更登门，3更血，4更5更小鬼现。当杨欢拖着略微有些疲累的身体回到秦新房时，吴仙城已是一片混乱。公孙世家在吴仙城的产业一夜之间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尽管没死多少人，但是那些赌坊、青楼、拍卖行等等，如今都已沦为了废墟。而最让人震惊的消息，莫过于公孙世家的嫡出血脉公孙赖的神秘死亡。城北的一座宅院内，愤怒的咆哮声划破了夜的宁静。封锁吴仙城，本尊要他死！愤怒的声音刚落，另一道焦急的声音便在书房中响起：“二爷，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公孙世家的2长老公孙无情含着怒气，将身前的案几拍成了齑粉，怒斥道：“万你妈个头！在这吴仙城，是老子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说罢，公孙无情朝着跪在地上的仆从吩咐道：“按本尊说的去办，一切后果由本尊一力担着。”是。仆从应了一声，颤颤巍巍地从书房退了出去。这时，公孙无情瞥了一眼坐在书房里文士模样的修士，用鼻子哼了一声，说道：“伪君子，你刚才想说啥？”见他故意嘴瓢的模样，韦君至额头仿佛落下了3道黑线，外加一只乌鸦从头顶飘过。尽管心中对4只发达头脑简单的公孙无情颇为不屑，但作为公孙家主派来的智囊，韦君至还是忍下了他的无礼。他挺直了脊背，眼神直视公孙无情，语气透着几许严肃，说道：“二爷，咱们家在无仙城还做不到一手遮天，城内还有3宗2宫，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势力。”说到这，韦君至将声音拉高了几度，神情中带着愤慨，恨铁不成钢地说道：“你能不能做事情用点脑子？”嘎啦嘎啦，公孙无情捏碎了椅子的扶手，一双牛眼瞪得像铜铃，恶狠狠地盯着韦君至。上一个敢和他这么说话的人，坟头草长得比他人都高啊！放肆！公孙无情大喝一声，站起身指着韦君至的鼻子，继续骂道：“小瘪三，别以为你是大哥的人，老子就不敢动你！”话音未落，他便挥起粗壮的手臂，朝着韦君至狠狠地抡了过去。发泄完心中的怒气过后，公孙无情朝着韦君至吼道：“赖儿是无忌那一脉的独苗，现在他死了，你特娘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公孙无情啐了他一口，骂骂咧咧地从书房走了出去。倒在地上的韦君至吐着血沫子，想说的话全被堵在了喉咙口。他无奈地闭上了眼睛。罢了，毁灭吧，老子不想管了。与此同时，秦新房的闺阁内，大半夜都被杨欢困在合欢极乐界的小小终于从沉睡中醒来。在他的记忆里，眼前这个拥有8块腹肌、明眸皓齿、玉树临风、潇洒倜傥的男人折腾了他整整一夜，直到晨光初露、雄鸡报晓的时候才放过了他。这会儿他整个人都是酥酥软软的，提不起一丝一毫的力气。然而能与如此出众的男子共赴巫山，绝对是他修了3世才换来的福分。小小见杨欢正在打坐，表现出了体贴和懂事的一面，他没有选择打扰他，而是小心翼翼地挪动着娇躯，将褪去的衣裳一件件穿回身上。做完这些，他依在床栏边，用他那柔和的目光静静地注视着杨欢，同时轻揉着因一夜缠绵而感到酸痛的肌肉。就在这时，秦新房内似乎涌入了一群不速之客，小小的闺房外响起了一阵嘈杂声。他妈的，别跟老子废话，滚一边去！哐当，咔嚓，随着男子蛮横的叫嚣，紧接着是砸门和东西被砸坏的声响，紧接着一声尖锐的女声喊了起来：“公孙世家是吧？咱秦新房的东家可是合欢宗！”啪啪啪，几声大逼斗过后，刚才的男子嗤笑道：“合欢尼玛的宗，就算你这是玄天宗开的，老子今天也要一间间搜过去。”外边的声音一字不落地传进了闺房，小小俏脸上浮现了担忧的神色，随即从床上挣扎地站了起来。他见杨欢剑眉紧皱，似乎对闺房外的喧嚣非常不满，他便送上了一记香吻，语气温柔地说道：“小哥哥稍安勿躁，小小这就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小小艰难地挪动着步伐，刚走到房门口，却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声巨响，房门被人用力一脚踹开。啊！小小痛呼一声，被撞得倒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此番动静惊动了正在打坐的杨欢，他猛地睁开了双眼，锐利的目光朝门口射去。下一息，他的嘴角却微微向上勾起，露出了一个不屑的笑容。区节单妻，主机器的废物！杨欢的声音中带着不屑，他将腿从床上垂下，自顾自地穿起了靴子，继续嘲讽道：“是谁给你们的勇气，敢与本尊如此说话？”面对杨欢的冷嘲热讽，公孙世家的狗腿子却不以为然。领头的男子将长刀指向了他，满脸鄙夷：“本尊，我呸！小白脸，这里可是无仙城，就算你是渡劫期的高手。”男子顿了顿，耍了几个自以为是的花刀，随后扣着鼻孔继续说道：“在这无仙城，是龙你的盘着，是虎你的卧着，少拿你那鸡毛修为压我。”话音刚落，他又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佯装摆出了一副害怕的样子，嘲讽道：“我好怕怕哟。”然而他的话刚说完，就见杨欢白皙的手掌握成了拳头，然后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一拳轰爆了怕怕男的狗头。进！
静得可怕。几息之后，被溅了一脸红白之物的小小终于回过神来，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公孙世家的狗腿子们这才从震惊中惊醒。你到底是谁？你们等级太低，不配知道。杨欢的声音带着一股狂傲与霸气。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另外4人几乎同时中了他的蓄意轰拳。他们一边吐着血，一边从3楼倒飞了出去。回去告诉你们家主子，想要知道本尊是谁，让他自己滚过来。将公孙世家的人从琴心房轰走后，那些留宿的客人们也开始3、3两两的离开。他们离去时都忍不住瞄了瞄独自坐在大厅内自酌的杨欢。此子真乃猛士也，得罪了公孙世家，实属不智。糊涂啊，不知天高地厚，怕是命不久矣。然而杨欢对这些议论置若罔闻，他依旧泰然自若的一杯接着一杯，仿佛外界的纷扰与他无关。手中杯盏轻摇，杨欢始终挂着笑容。他在等着公孙世家的人来秦心坊，同时他心底深处却也期盼着他们不要来得太快，不然的话，昨晚做的那些布局似乎就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果了。当宾客们渐渐散去，秦心房的管事老鸨怀着忐忑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走到了杨欢面前。他先是将杨欢昨夜争花魁的10万灵石轻轻地放在桌上，随后开始婉转地劝说道：“仙尊大人，公孙世家在无仙城势力很大，咱这小店毕竟是打开门做生意的。”话音未落，杨欢抬眸看了他一眼，锐利如剑的目光让老鸨不由自主地后退了2步，后面的话也被生生截断。他拿起桌上的储物袋，随意掂了掂，然后笑着将其抛回给老鸨，语气平静地说道：“方才我听说这秦心房是合欢宗的产业。”说话间，杨欢又从怀中取了一枚令牌，丢到了桌上。看看，你可认得？老鸨的目光一接触到那枚令牌，脸色瞬间变得潮红起来，眼中满是震惊之色。令牌通体由不知名的粉色玉石雕琢而成，表面流转着淡淡的光泽，仿佛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正面雕刻着一朵盛开的合欢花，栩栩如生，花瓣的每一条纹理都清晰可见。背面则刻有合欢宗3个古篆字，比例遒劲，透露出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老鸨的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随即便要下跪，却被杨欢拦了下来。他眼神狐疑地注视着杨欢，结结巴巴地说道：“仙尊大人，您是宗门长老？”杨欢微微一笑，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玩味，仿佛在享受着老鸨的震惊。他没有直接回答老鸨的问题，而是轻轻摩挲着手中的酒杯，淡淡地说道：“既然认得，那你应该明白这枚令牌意味着什么。”老鸨的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他急忙点头，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明白，奴家明白。无论是稀有的仙草灵药，还是珍贵的炼器材料，或是凡人国度的金银财宝，都能在这里找到他们的踪迹。城市的繁荣不仅仅依赖于其贸易的自由性，更在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无仙城成为了连接东西方、南北地的枢纽，各种商队、行商都愿意在此停留，进行货物的交换和情报的交流。而名冠大陆的多宝阁，其总阁便设立在无仙城之中。它不仅仅是一个商会，更是一个强大的情报机构。在杨欢的眼中，大陆上最为强大的势力，并非声名显赫的公孙世家，而是本体盘踞在无仙城，触角却遍布整个大陆的多宝阁。修士们修炼所需的灵石，宗门发展壮大所需的灵石，乃至炼器、炼丹等等，无一不依赖于灵石的支撑。在杨欢看来，灵石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方势力的强弱。因此，多宝阁凭借其在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以及对大陆各地资源的控制，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隐形的巨擘。它的影响力虽然不显山不露水，却如同潜行于暗流之下的巨龙，其力量深不可测，足以左右大陆的风云变幻。如今，玄魔大陆暗流涌动，从魔渊谷的发难开始，各方势力已然展开了新一轮的博弈。尽管林月与顾离私交甚好，甚至她还成为了杨欢的女人，但合欢宗毕竟不是林月一人说了算。若真要动起手来，合欢宗的剑究竟会指向谁，仍然是个未知数。表面上，噬魂魔宫、战宗以及公孙世家各自为政，似乎都在独立行动，但背后的真相如何，外界却难以窥探。权力的游戏中，真相往往隐藏在层层迷雾之下，只有局中人才能略知一二。想要在这场大局中玩票大的，就必须将大陆上的这滩水搅得更浑浊一些。因此，多宝阁才是杨欢下山的真正目标，他要拉多宝阁下水。如果能将大陆上最为神秘、几乎不问世事的琉璃宫也卷入这场纷争，那无疑是锦上添花。然而，琉璃宫一直超然世外，行踪诡秘，几乎不与外界接触，除非战祸起，生灵涂炭，否则要将琉璃宫牵扯进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杨欢轻抿着杯中的美酒，目光似乎穿透了眼前的酒杯，思绪在脑海中飞速旋转，如同棋手在棋盘上布局，分析着当前的局势。与此同时，在城南的枫林晚客栈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此间的宁静。小姐，好消息，好消息呢！公孙赖死了！侍卫提着采买回来的吃食，兴高采烈地冲进了岳倾城的房间，脸上写满了兴奋。混账，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仇思杰皱着眉，抢在岳倾城开口前，朝着侍卫怒斥道。岳倾城原本静坐在窗边，手中把玩着传讯玉璧，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听到侍卫的惊呼，他的动作猛然停滞，
传讯玉璧差点从指尖滑落。你说什么？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地问道，仿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侍卫喘着粗气重复道：小姐，公孙赖死了，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无仙城。岳倾城的脸色瞬间变得惊喜起来，美眸中闪过一抹兴奋的异彩，让他感到窒息的婚约随着公孙赖的死亡也随之烟消云散了。他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内心的波动，但嘴角那抹难以掩饰的弧度却出卖了他的真实感受。小姐，趁天色还早，不如我们先回月亮湾吧。侍卫望着岳倾城，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建议。不可，万万不可！仇思杰见状，立刻跨步挡在了房门前，用他的身体形成了一道屏障。他好不容易将岳倾城骗到无仙城，即便是公孙赖死了，他也绝不容许他轻易地返回月亮湾。公孙赖之所以看中岳倾城，非娶她不可，完全是因为他的星辰圣体。这种稀世罕见的体质，对于任何渴望力量的人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诱惑。现在公孙赖死了，原本遥不可及的星辰圣体，在仇思杰的眼里似乎变得触手可及。然而一道威严的声音却在无形中破碎了他的计划。月亮湾就暂时别回去了。话音未落，仇思杰被门外突如其来的一脚狠狠踹中后腰，痛呼一声，身体向前扑倒在地。随后一个高大的身影缓缓步入房间，冷冽的气息瞬间笼罩了整个空间。男子瞪着一双牛眼，环视四周，凶神恶煞的模样仿佛来自禁区的凶兽。月亮湾竟然收了我公孙世家的聘礼，婚书！公孙无情的声音低沉而充满压迫感，话语更是中带着不容反驳的意味。当他的目光落在岳倾城身上时，那双牛眼仿佛要将他吞噬一般，语气带着明显的威胁，继续说道：你就该有生是公孙家的人，死是公孙家的鬼的觉悟。作为赖儿的未亡人，按理须与他的师申结冥婚。他的这番话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击打在岳倾城的心上，让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你放屁！他都死了，婚约自然就不作数了，凭什么还要让我与一个死人成婚？岳倾城怒目圆睁，咬着牙，奋力地宣泄着心中的情绪。冥顽不灵！公孙无情不屑地冷哼了一声。尽管他人高马大，身材魁梧，给人笨拙的感觉，但他的动作却异常敏捷，速度之快令人啧舌，身影如同鬼魅般越过了拦在身前的侍卫。他五指成爪，带着破空之声直取岳倾城。他亲自来客栈的目的只有一个，将美若星辰的岳倾城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备他用。因为从公孙世家在无仙城布下的眼线传来的消息，昨日城中出现了一位渡劫期的体修，他连续2日公然与公孙世家为敌，不仅斩杀了10多名公孙世家的侍卫，更是毫不避讳地坐在琴心房，叫嚣着让公孙无情上门。从已知的情报分析，他不仅实力非凡，而且似乎贪恋美色。公孙无情认为死几名侍卫罢了，损失的不过是些许面子，根本不叫事儿。自己若是对这件事上纲上线，反而会平白无故地多出一个强敌，还不如想想办法化敌为友。加之公孙赖死得离奇，公孙无忌一定会来无仙城问罪。尽管公孙无情不怕他公孙无忌，但是公孙赖作为公孙无忌这一脉的独苗，又是天赋极佳的后辈，搞不好会让他发疯。若是寻个借口将岳倾城留下，以他的美貌作为诱饵，或许可以笼络那位神秘的体修。等自己有了强援，说不定再发展几年，还能回去争个家主做作。封锁无仙城，故意打压为君制，说些没脑子的话，都是公孙无情演的，演给整个公孙世家看的。至于公孙赖是怎么死的，又是谁捣毁了家族的产业，他根本不关心，他关心的是怎么壮大自己这一脉的实力。这时公孙无情的手掌如同铁钳一般，已经掐住了岳倾城的脖子。正当他准备带着岳倾城离开时，门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一群月亮湾的侍卫手持利刃，面色凝重地挡在了公孙无情的面前，他们的眼神坚定，显然已经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岳倾城的准备。放开我家小姐！为首的侍卫厉声喝道。公孙无情只是冷笑一声，眼中杀意大盛。米粒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半炷香不到的时间，月亮湾的侍卫尽数被他打爆，唯独仇思杰活了下来。本尊没记错的话，你是仇家的小子吧？仇思杰急忙点头如捣蒜。是，没想到老祖记得小子。公孙无情拎起早已昏迷过去的岳倾城，转而对仇思杰吩咐道：你去一趟琴心房，就说本尊今夜请他喝酒玩女人。请谁？仇思杰的话音刚落，便迎上了公孙无情如凶兽般的目光，吓得他体弱筛糠的颤抖起来。是，小子一定把老祖的话带到。与此同时，在琴心房内，管事老鸨小心翼翼地为杨欢再次盛上了一壶上等的美酒。仙尊大人，按您的吩咐，琴心房上下已经准备妥当。杨欢微微颔首，指尖轻轻摩挲着酒杯的边缘，语气平淡地问道：现在外边什么动静？老鸨清了清嗓子，脸上带着一丝严肃，回答道：回禀仙尊，昨夜公孙世家的产业遭到了一位神秘高手的袭击，如今已成废墟。目前无仙城的城门已被公孙世家戒严，许进不许出。听到这，杨欢的剑眉微微一挑，摆着手打断了老鸨的汇报，疑惑道：其余几家就任由公孙世家这么胡来？老鸨见他这么问，眼中闪过一抹了然，似乎在这一刻，他对杨欢的意图有了更深的理解。
三宗义公的人这会儿在公孙世家交涉，其他的大小势力则在观望中。倒是有几股势力对公孙世家的做法极为不满，可惜他们的人实力不行。这时杨欢抬眸朝他盯了一眼，眼神中透露着些许不悦，但却没有出言打断。老鸨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言辞并没有讲到重点，便停了下来，思索片刻后继续说道：多宝阁没有动静，但我们的人发现。这一次杨欢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他指了指八仙桌旁的板凳，示意老鸨坐下。我们的人发现什么了？风韵犹存的老鸨欣然一笑，他先是为杨欢斟满了一杯酒，这才优雅地坐下，回应道：多宝阁暗地里正在与各家势力频繁接触。柴房的小六子回来说，他亲眼见到多宝阁以送药草为名，实际上给大刀门的驻地送去了灵刀。随着老鸨的叙述，杨欢的指节有节奏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似乎在思索着这些信息背后的含义。多宝阁的行动能让一个负责柴房的伙计发现，就必然也逃不过更多人的眼睛。他们如此明目张胆，究竟是出于何种算计？或许他们是故意为之，意在向各家势力宣告自己的不满，还是说如今的多宝阁主是个胆小怕事、没脑子的废物？从昨夜至今只过去了6个时辰而已，多宝阁的行动未免太过激进了。念及此，杨欢停下了指节的律动，从怀中取了一封拜帖丢到了桌上，随即皱着剑眉说道：明日一早派人将这封拜帖送到多宝阁。老鸨的目光不经意间掠过拜帖上的字迹，顿时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震惊。多宝阁主江离，穆欢敬上。这位仙尊大人名讳是穆欢，他竟然让多宝阁主来秦心房共商要事。天哪，他怎么敢？想到这，老鸨甩了甩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内容。迄今为止，没有人知道多宝阁阁主是男是女。据说即便是在多宝阁内部的长老会议中，也无人得见阁主的庐山真面目。就连多宝阁的高层想要一睹阁主风采，也是难上加难，更何况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修士。他究竟是何方神圣？这拜帖未免太过胆大包天了。杨欢见老鸨迟迟未能将拜帖收起来，便轻笑着开口：送去便是，本尊不会害你。老鸨回过神来，对着杨欢点了点头，谨慎地将拜帖收入袖中。仙尊大人还有其他吩咐吗？他想再问问有什么吩咐时，秦心房的门口出现了一道杨欢熟悉的人影。杨欢的目光落在来人身上，眉头微微一皱，显露出一丝疑惑：怎么来的是他？仇思杰踏入秦心房，目光在厅内一扫，很快就锁定了坐在大厅中央的杨欢。他的视线在杨欢身上停留了片刻，随后又轻蔑地扫过坐在杨欢身旁半老徐娘的老鸨。哟呵，是你小子大白天来秦心房喝酒，怎么找这么个姨婆陪酒？身上是没零食吗？仇思杰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屑，他显然没有把杨欢放在眼里，甚至认为他只是个沉迷酒色又没零食的渣渣。然而祸从口出的道理，以他的智商似乎永远理解不了。啪啪啪，连续几声清脆的大逼斗过后，仇思杰老实了，嚣张的气焰顿时被掐灭。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惊恐，呆呆地望着眼前满脸怒容的老鸨，心中涌起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他怎么都没想到，眼前这个半老徐娘竟然实力这么强，速度快得几乎与公孙无情不相上下了。放肆，不知天高地厚的垃圾，想死吗？老鸨的声音中充满了愤怒，眼神中杀意尽显，直刺仇思杰的心魄。仇思杰紧紧捂着那半边被打得发烫的脸，心中充斥着恐惧与心酸。来报个信而已，怎么就生死相关了？对不起，小的是奉公孙二爷之命来送口信的。被抽了几个大逼兜后，仇思杰变得恭顺了许多。他双手抱拳，一边诚恳地说道，一边深深行了一礼，态度与之前判若两人。在来秦心房的路上，他向人打听了一些上午发生的事情，他这才明白，公孙无情让他来请的人竟然是一位仙尊。尽管一开始见到杨欢时忍不住想贬低一番，但幸好被老鸨及时止损。随着理智的回归，仇思杰迅速领悟到，老鸨不是真的想杀他，而是怕他声音太大惊扰到楼上正在办事的仙尊。他向老鸨投去感激的眼神，恭敬地说道：恳请妈妈代为转达，今晚二爷在府上摆下宴席，特邀仙尊大人光临。仇思杰说完就傻眼了，只见老鸨立刻转过身，面向杨欢微微弯腰，态度恭敬至极，仿佛在等待一位帝王的回应。仙尊大人，需要秦心房为您安排行程吗？杨欢坐在桌旁，手中的酒杯轻轻旋转，目光朝着秦心房最好的包间瞧了瞧。老鸨立即会意，转身朝着仇思杰不假辞色地说道：二爷或许是没有明白仙尊的意思，你回去吧。仇思杰站在一旁，看着老鸨对杨欢的态度，眼中充满了震惊。他的脸色苍白如纸，背脊不由自主地开始发凉，整个人都开始微微发颤，心中更是恐惧到了极点。他竟然是仙尊，我竟然对一位仙尊大呼小叫，完了，二爷交代的任务没完成，又得罪了一位仙尊，这回死定了。仇思杰宛若行尸走肉般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公孙世家，直至华灯初上，两架马车从公孙世家的前后门悄然出发，朝着秦心房而去。与此同时，一坨不成人形的东西被几名仆役冷漠地拖出院墙，如同垃圾般随意丢弃在街角。紧接着，两道黑影闪过，带走了街角的一坨。
夜风中，镶了金边的马车在月光下投下长长的影子，向着秦心房的方向缓缓驶去而去。公孙无情此举，无疑为暗潮汹涌的吴仙城又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层层波涛。嘿，那是公孙二爷的车驾，你眼瞎呀？这还要问？吴仙城里还有谁的马车是镶金边的？二爷这是要去烟花巷，这不废话吗？你难道不知道秦心房里来了尊大神，点名要二爷登门赔礼吗？我操！公孙世家什么时候丢人丢到这份上了？这位大神敢在二爷头上拉屎，看来活不过今晚了。我听说，在街边的吃瓜群众的议论声中，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探子们纷纷收起了手中的留影币，然后迅速地消失在夜色中。然而，持续不断的议论声却没能逃过公孙无情的耳朵。他自嘲一笑，丢人，确实丢人丢大发了，但又如何呢？马车内，公孙无情端坐其中，面容隐藏在阴影之中，眼神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被家族贬到无仙城的几百年里，历经风雨沧桑，让他早就对家族死心了。嫡系晚辈公孙赖意外身亡，紧接着家族的产业遭到破坏，下令封城搜捕凶手时又被点名赔罪。这一系列事件如同一记记重锤，狠狠敲打在公孙世家的声誉之上。然而，在公孙无情的内心深处，这一切的一切与一位仙尊的友谊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若是今晚能说服他与自己合作，那么在这无仙城之中，他公孙无情就能横着走了。即便是多宝阁一群眼中只有灵石的贩子罢了，不足为惧。少请！随着马夫一声吆喝，马车缓缓地停在了秦心房的门口。哎呦喂，二爷大驾光临，奴家今儿真是蓬荜生辉呢。老鸨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他的声音中充满了热情和谄媚，脸上堆满了笑容，仿佛公孙无情的到来是秦心房无上的荣耀。他身穿一袭华丽的衣裳，身上佩戴着精致的首饰，在夜色下闪闪发光，姿态恭敬而又不失热情，显然是对公孙世家这位权势滔天的二爷极为重视。二爷，里面而请，穆仙尊已等候多时了。老鸨一边说着，一边亲自引路，带领公孙无情穿过秦心房的大门，向内厅走去。穆仙尊，公孙无情眼神一凛，随即不着痕迹地在老鸨手中塞了个储物袋，笑着问道：“能与本尊说说这位穆仙尊？”老鸨将储物袋往本就鼓鼓囊囊的胸前一塞，接着嫣然一笑，故作神秘地回应道：“金阙银台夜未央，星辰倒影琉璃光。”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公孙无情的双眼瞪得宛若铜铃，口中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惊呼：“琉璃宫！”他的声音中充满了震惊，显然老鸨的话触及了他心中的某个敏感点。尽管琉璃宫在大陆上的存在感极低，但没人敢轻视这个超然世外的隐秘势力。他的名字或许不常在人们口中流传，但他的影响力和强大的实力却是任何势力都不敢小觑的。三宗二宫一世家，其中的一宫指的就是琉璃宫。宫中弟子平日不在大陆游走，但每一次现世的弟子，其修为皆是渡劫期巅峰。瞬息之间，公孙无情的心境变得波诡云谲。老鸨敏锐地捕捉到了他情绪的微妙变化，他偷偷瞥了公孙无情一眼，心中对杨欢的敬畏又增了几分。随即他用着与杨欢事先商量好的说辞，轻声开口道：“仙尊说了，早上那些都是误会，不足为晒。二爷这边请上楼。”他边说边停下脚步，恭敬地为公孙无情让出一条道，自己则退后半步，随行在他身后半步。奴家为二爷打探过了，这位仙尊很好说话的，您从后门送来的美人儿，奴家也安排好了，二爷大可放心。公孙无情回头瞥了他一眼，微微点了点头，眼中流露出满意的神色。随即他随手又抛给老鸨一个储物袋，同时大手顺势搂上了老鸨的腰肢，缓缓下滑。你做得很好，甚得本尊欢心。哈哈！老鸨轻轻扭动腰肢，似乎在迎合他的大手，让他的动作更加自如。他轻轻推了推公孙无情，声音带着几分娇羞道：“等二爷正事谈完，奴家陪二爷再喝几杯，到时候二爷想做什么都行。”在公孙无情的大笑声和老鸨的嘤咛声中，秦心房天字1号包间的房门缓缓开启。穆仙尊，久仰久仰。公孙无情的声音中带着几分敬意，但话音未落，一双牛眼便猛地睁大，眼神中掠过一丝难以掩饰的错愕。这会儿，小小的纤纤美腿正夹着杨欢的一只手，整个人坐在他的大腿上，樱桃小嘴儿正贴在他的唇边，将香醇的美酒一点点渡入他的口中。两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调情嬉戏，仿佛完全没注意到门口的公孙无情。然而，在得知杨欢可能是琉璃宫的人后，公孙无情就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建设。因为琉璃宫在世俗行走的弟子，几乎每一个都有不同的癖好和乖张的性格，因此公孙无情并没有因为杨欢的无礼而动怒，反而开始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位穆仙尊。杨欢坐在那，自然而然地散发着超凡脱俗的气质，一头黑发随意地披散在肩上，几缕发丝轻拂过那英俊的脸庞，更衬得他五官深邃而立体。微微上扬的剑眉之下，眼眸深邃如浩瀚星海，又似隐藏着无尽的锋芒与神秘。挺直的鼻梁赋予了他直率而又不失温和的气质，一双薄唇挂着淡淡的微笑，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亲切与舒适。一袭黑金缎锦贴身的剪裁勾勒出他紧绷而有力的身形，微微敞开的胸襟下，隐约可见那坚实的胸膛和分明的腹肌。即便抱着美人儿饮酒嬉戏，
杨欢也丝毫不给人沉湎淫逸的感觉，反而更像是一位尊贵的谪仙人，超然于世，又不失人间烟火的温暖。待小小将口中的美酒尽数度完，杨欢轻拍了几下他那挺翘的臀部，笑道：“美人儿，本尊的贵客到了，你且先退下。”话还未说完，就被小小的玉指抵在了薄唇之上。只见他轻轻地在杨欢的脸颊上印了一下，声音中带着一丝娇羞：“小哥哥快些哦，奴家有点等不及了呢。”说罢，他从杨欢腿上站起身，朝包间外退去。当他经过公孙无情时，他款款地向他行了一个礼，声音柔和地说道：“小小见过公孙二爷，给二爷请安了。”哈哈，好说好说。公孙无情带着笑意回应了一下，他的态度显得颇为随和。毕竟这位小美人儿是穆仙尊眼前的红人，与他保持良好关系准没错。随着包间的房门被老鸨从外关上，房间内的气氛似乎也随之一变。杨欢的目光从小小离去的背影转移到了公孙无情的身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随即眼神露出了一抹精芒。姓名：公孙无情，势力：公孙世家，年龄4444，修为渡劫2层，其他体修，对公孙无敌，公孙无忌怀恨在心。公孙二爷大驾光临，穆某不甚欢喜。杨欢用着不咸不淡的语气说着，随即一掌击向桌上盛满美酒的杯子，酒杯在杨欢的掌力下，如同离弦之箭，带着一道优美的弧线，直飞向站在门口的公孙无情。公孙无情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但很快便被一抹凝重所取代。面对疾飞而来的酒杯，公孙无情神色从容，不闪不避，反而伸出宽厚的手掌，稳稳地接住了酒杯，杯中美酒波澜不惊，未曾有一滴洒出。阁下的欢迎方式还真是别具一格。公孙无情轻轻一笑，将酒杯放在鼻尖轻嗅，然后一饮而尽，动作豪迈狂野，没有丝毫做作。杨欢依旧坐在那，并没有起身的意思，双眸随着公孙无情的动作缓缓眯了起来。若是换在大陆其他地方，修士以灵气泄力，接下飞来的酒杯而不让酒水洒落，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在修为被封禁的无仙城，要做到公孙无情这般轻松，却远非易事。尽管公孙无情的修为在杨欢所识的人里并不算高，但他在炼体这一道的成就绝不会低。此时公孙无情已经大步走至桌边，他放下酒杯，目光从上往下直视杨欢。秦心房的酒是不错，但比起阁下的掌力就显得逊色多了。自公孙无情踏入房间以来，他对杨欢的称呼从最初的仙尊到刚才的阁下，再到现在的居高临下，目光仿佛从云端俯瞰的姿态。杨欢觉得公孙无情似乎并不像暗堂情报中叙述的那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他更像是善于扮猪吃老虎的老阴逼。杨欢眼神中闪过一丝锐利，面对公孙无情的话里有话以及欲要反客为主的态度，杨欢并未表现出任何的急躁或不安，反而更加沉着冷静。杨欢轻轻一笑，手指轻敲桌面，发出清脆的声响，打破了房间中的沉默。雕虫小技罢了，在这无仙城掣肘太多，不尽兴。哈哈哈哈哈！杨欢的笑声中带着一丝不屑，使了一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公孙无情的脸色微变，显然听懂了他话中的意思。当他准备再说些什么时，杨欢指了指最近的一把椅子，将公孙无情的话堵了回去。二爷不如坐着，我们边喝边聊。公孙无情的脸上闪过一丝犹豫，他原本打算以自己的强势态度来掌控谈判的节奏，却没想到杨欢轻描淡写的2句话就让他的优势荡然无存。杨欢的动作看似随意，却暗含深意。如果继续站着，不仅显得自己固执，也可能失去交好的机会。如果听从杨欢的提议，就等同于交出了主动权。两难之间，公孙无情选择了后者，以退为进也不是不可，恭敬不如从命。公孙无情的脸上重新堆起了笑容，似乎是为了掩饰自己刚才的犹豫。坐下的同时，也顺手拿起了桌上的酒壶，为自己斟满了一杯酒，以此动作来缓解气氛。穆仙尊说的对，我们边喝边聊，更显诚意。公孙无情举起酒杯，向杨欢示意，声音中带着一丝轻松，试图将之前的紧张气氛一扫而空。杨欢微微一笑，他知道公孙无情已经做出了选择，而这个选择意味着他做出了小小的妥协。他举起自己的酒杯，与公孙无情轻轻一碰，两人的酒杯发出清脆的响声。几杯美酒下肚，两人的关系似乎看上去亲近了不少。这时杨欢捏着酒杯，在他自己眼前慢悠悠地晃着，眼神若有所思。别家派驻在无仙城的人大都是天赋一般，但却身强力壮的。他微微一顿，眼神转向公孙无情，目光中带着一丝疑惑。他们终其一生或许修炼到元婴期就到头了，他们来这无仙城无非是为宗门为家族赚些零食，为子孙后代换取一个翻身的机会。紧接着他的话锋一转，语气中带着一丝微妙的惋惜。以二爷的天赋本应纵横天下，但公孙世家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公孙无情的脸色微微一变，心中暗道，此人好生厉害，竟然对我甚至对公孙世家了如指掌。这一回合公孙无情选择了装傻，他哈哈一笑，索性顺着杨欢的话说了下去。穆仙尊过奖了，无情是公孙世家的人，理应为家族分忧。砰的一声巨响，杨欢皱起剑眉，他猛地将酒杯砸在桌上，痛心疾首道，苍天不公，何其不公啊！
被家族迫害至此，二爷却还在为那些背信弃义之辈效力。杨欢的语气中透露出深深的遗憾和同情，随即他摇了摇头，亲自为公孙无情斟满了酒。来来来，喝酒，喝酒。然而公孙无情并没有提起酒杯，而是死死地盯着杨欢，用着低沉的声音问道：穆仙尊，何出此言？从公孙无情的眼神中，杨欢捕捉到了些许警惕与戒备，甚至隐隐还有愤怒与仇恨。这些复杂和矛盾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让杨欢意识到公孙无情与他的大哥三弟必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纠葛和故事。杨欢的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并没有着急回应他，而是举起酒杯，轻轻与他碰了碰。来来来，喝酒喝酒，是本尊妄言了。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自嘲，似乎想用这种方式缓和紧张的气氛。然而公孙无情的内心却如同被千万只蚂蚁啃噬，那种瘙痒难耐的感觉让他难以平静。无情原本以为穆仙尊是个有话直说、敢作敢为的修士，他的声音中带着失望，浓眉紧锁，将头瞥到一旁，愤愤地说道：罢了，这酒不喝也罢。杨欢的目光中闪过一丝狡黠，对于公孙无情的反应似乎没有出乎他的意料。他将酒杯放到唇边，仰头一饮而尽，随后笑着说道：公孙无敌刚愎自用，公孙无忌野心勃勃，而公孙无情却人不如名。见公孙无情牛眼中又闪烁起一道诧异的光芒，杨欢优雅地为自己斟满了美酒，继续说道：无情，人有情，情归道中情自明，爱是情，恨是情，妒是情，何为无情？紧接着杨欢大笑一声，话锋一转，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缺德人生，杜绝精神内耗，有事直接发疯。说到这，又是一杯酒下肚，哈哈，与其委屈自己，不如为难别人。公孙无情的内心在杨欢的这番话下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的眼神中闪过震惊。杨欢的说辞直接且犀利，每一个字都像是重锤一般击打在他的心上。他从未想过有公孙世家以外的人会如此直白地剖析他与家族兄弟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的内心想法如同沸腾的熔岩，愤怒、仇恨、嫉妒交织在一起，让他难以平静。杨欢的话仿佛一道闪电，照亮了他心中的阴暗角落，让他不得不面对那些一直被压抑和回避的情感。道无情，人有情，情归道中情自明。公孙无情喃喃自语，仿佛一下子想通了他与大哥三弟之间的恩怨。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无情的人，但他开始意识到，所谓的无情也许只是他用来保护自己的外壳。他重复着杨欢说的话，这些话虽然听起来荒诞不经，但却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蛰伏了千年，隐忍了千年，尽管公孙无情心中对家族有深深的怨恨，无时无刻想着族谱单开一页，但他的内心深处仍对家族、对兄弟抱有一丝幻想。然而杨欢的这番话不仅在公孙无情的内心掀起了波澜，更是在他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一颗无情的种子。这时公孙无情看向杨欢，眼中的警惕和戒备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他举起酒杯，向着杨欢敬了一杯。穆仙尊，无情受教了。杯盏交错间，两人似乎成了无话不说的至交好友。半个时辰不到，公孙无情是摔门出去的，力道之大，仿佛要将整个琴心房的都震碎。直到他出了琴心房的大门，骂骂咧咧的声音依旧回荡在房内，回荡不绝。穆仙尊，好一个仙尊，竟然如此戏弄老子！公孙世家与你势不两立。他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字字都像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这一幕自然被各家势力的探子全都记录了下来，准备将这些情报带回各自的主子那里。今夜无仙城注定又是一个无眠夜。与此同时，琴心房的包间内满目狼藉，酒杯和菜肴散落一地，桌椅东倒西歪，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墙壁上几道裂痕记录了刚才的激烈冲突，而那些精致的装饰品此刻也只剩下碎片，静静地躺在地板上，诉说着不久前发生的一切。杨欢静静地坐在桌旁，目光淡然，似乎对周围的混乱视而不见。他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又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仙尊大人，你有没有事？老鸨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他快步走进包间，脸上写满了关切。我无妨。杨欢的声音平静，他缓缓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衫，恢复了一贯的从容。意识到杨欢安然无恙后，老鸨的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他小心翼翼地领着杨欢穿过一条隐蔽的走廊，来到了琴心房的一间密室外。公孙无情那傻缺来的时候给仙尊大人带了礼物哦，他还有这份心，不会是你们俩串通好想要害本尊吧？杨欢冷冽的声音直接打断了老鸨，眼神中更是透着一股寒意，惊得老鸨浑身颤抖。仙尊大人，冤枉呐！奴！老鸨的声音带着恐慌，他急忙想要辩解，但杨欢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杨欢朝着老鸨眨了眨眼，再次打断了他，给他送回去，本尊可不敢要他的东西。是。昏暗的灯光下，老鸨从杨欢的眼神中读到了很多讯息，譬如他似乎在告诉自己身后有人在偷听。老鸨微微颔首，微不可察地给了杨欢一个懂的眼神，随即又将他领去了小小的闺房。片刻过后，一架马车从琴心房的后门悄然折返，沿着夜色中的小道驶向公孙世家的驻地。另一边，老鸨却避开了所有人，
悄无声息地将一个麻袋带到了杨欢所在的房间。小小见他们似乎有话要说，很懂事的没有多问，只是轻轻地退出了房间，还细心地为他们关上了门。房间内，杨欢和老鸨面对着那个麻袋，气氛凝重。仙尊大人，这是公孙无情送来的，里面似乎是个人。话语未落，他便注意到杨欢的目光中闪过一丝狐疑，他选择了闭嘴，静静地站在一旁，等待着杨欢的下一步指示。这时，杨欢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在脑海中调出了系统属性面板。随着面板的显现，他的目光瞬间凝固。姓名：岳倾城，势力：月亮湾，年龄：18，修为：筑基期1层，魅力值94，亲密度20，神秘数字0，其他：星辰圣体，未激活，状态：中毒，尸骨断魂香。尸骨断魂香是一种极为歹毒的银毒，它能让人沉溺于无尽的欲望之海，无法自拔。更可怕的是，它还能够无声无息地侵蚀修士的骨骼，即便解了毒，中毒者也难以完全摆脱这银毒的阴影，从而成为欲望的奴隶。杨欢挥挥手说道：“你先退下吧，我来处理。”随着老鸨恭敬地退出了房间，杨欢的内心却起了波澜。从见到仇思杰来传话时，杨欢就知道岳倾城已经在公孙无情手上了，但他没想到公孙无情竟然会将岳倾城送来，而且还给他下了银毒。显然，他是想要用岳倾城来笼络自己。杨欢剑眉紧锁，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下巴，深邃的目光中闪烁着思索的光芒。岳倾城这丫头的毒要紧，不然好端端的反线工具人就废了。先试试统爷能不能修改他的状态属性吧。修改岳倾城的状态需要花费100亿灵石，您的灵石余额不足。我操，你又踏马坑爹呢？就改一个状态，竟然要花100个亿！昨天改那个公孙貂毛只不过1000万而已，为啥改岳倾城那么贵？说话，你说话呀，统爷，你是不是出 bug 了？系统。面对系统的沉默，杨欢只能无奈地拍着额头，长叹一口气。他算是彻底对系统服气了。显然，系统这条路是走不通了。既然指望不上统爷，那就只能用传统的解毒方式了。他喃喃自语着，缓缓解开了麻袋。随着最后一根绳索松开，岳倾城的身影也显露在杨欢眼前。他闭着眼，长发凌乱的披散在肩头，遮住了部分面容，但依旧难掩他那惊人的美貌。中了尸骨断魂香的岳倾城，面色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潮红，双颊如同染上了晚霞的余晖，透露出一种病态的艳丽。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显然是在与体内的银毒做着激烈的斗争。岳倾城的身体不自觉地微微颤抖，略显凌乱的衣衫露出了大片白皙的肌肤。杨欢看着他的样子，心中一紧，剑眉顿时拧到了一起。不好，他现在的样子和当年余威中毒时一模一样，再晚半个时辰的话，怕是就要欲火焚身了。杨欢小心翼翼地将岳倾城抱起，放置在床上，然后迅速起身，动作利落地将门窗锁紧，确保不会有外人打扰。当他转身回到床边时，岳倾城睫毛颤动的频率越来越高，似乎正从银毒的侵蚀中欲要恢复一丝清明。他的俏脸红得仿佛要滴出血来，双手不断撕扯着自己的衣襟，似乎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体内的燥热和瘙痒。好热，好痒，我好难受。岳倾城的声音尽管微弱，但却充满了渴望，断断续续地从他干燥的唇间溢出，美眸半睁半闭间充满了迷茫和无助，不断扭动的娇躯似乎怎样都找不到缓解内心冲动的姿势。当他发现房间里的杨欢时，眼中顿时露出了一丝生的希望。救我，小哥哥！作为过来人，杨欢自然知道尸骨断魂香的毒该怎么解。他来到床边，将岳倾城身上衣物尽数褪去之后，双手迅速在身前结起印诀。随着七煞宝珠掩盖了他的气息，一缕缕泛着旖旎的气息的光芒从他掌心散发而出，顷刻间便将整个床榻笼罩在一层淡淡的光晕之中。光晕如同薄雾般缭绕，使得床榻上的情景变得朦胧而不可辨，外界无法窥视其中的秘密。然而，无仙城中那古老而强大的地境阵法似乎对房间内的微妙波动产生了感应，如同沉睡的巨龙被轻微的震动惊醒，阵法的力量开始在城中悄然涌动。就在下一息，一道朦胧的人影从虚空中踏出，出现在房间之中。杨欢全神贯注于手中的印诀，对房间内突如其来的变化毫无察觉，他的心神完全沉浸在施展乾坤九转阴阳双修大法中，连通和欢极乐世界的秘法。朦胧的人影静静地伫立在房间的幽暗角落，细细感应着从印诀中散发出的微妙波动。他似乎对杨欢所施展的印诀流露出浓厚的兴趣。突然，人影的脸上似乎浮现了一抹诡异的笑容，随即一指点在了虚空中。顿时，杨欢感到身体猛地一轻，仿佛束缚着自己的枷锁突然断裂，体内海量的灵气又可以随意调用了。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他精神一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兴奋中，他加快了结印的速度。不久，合欢极乐世界向他打开了大门，两束旖旎的光芒将他和岳倾城的神魂牵引了进去。随着他们的神魂消失，朦胧的人影似乎微微皱起了眉头。这股气息似曾相识，好像是他开辟的小世界。这个人族小子怎么会是他的印诀？难道他当年在玄魔大陆留下了传承，被这幸运的小子得到了？人影低声喃喃着，
仿佛在自问自答中寻找着答案。随即，他的目光又转向床上的岳倾城，顿时眼中似乎闪过一丝惊艳。星辰圣体，9大炉鼎之一，便宜这小子了，只可惜中了银毒。房间内的空间随着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动荡不安，如同惊涛骇浪般剧烈波动。某些脆弱的区域，空间结构甚至出现了裂缝，裂缝迅速蔓延，吞噬着周围的空间，形成了一片片黑暗的虚空。这些崩塌的地方如同黑洞，吞噬着光线和物质，释放出一种令人心悸的毁灭气息。这股气息不仅让整个琴心房的众人心惊胆战，更是如同水波一般悄然扩散至整座无仙城。幸好朦胧的人影很快回过神，控制住了局面。沉睡得太久了，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呢。他似乎自嘲一笑，穿过房间内那层旖旎的光芒，离床榻更近了几步。无垢子的阴阳合欢诀，不是无垢子的，好像是合欢宗阴阳双修宝录中地功法。然而人影摇了摇头，似乎否定了自己的想法。这小子地功法起码结合了3家之长，他到底传承了谁的衣钵？他的眼中似乎闪烁着探究的光芒，好似对杨欢的来历和背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合欢极乐世界内，岳倾城的脸颊上带着淡淡的红晕，双手搂在杨欢的脖颈间，下巴抵在他的肩膀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我是死了吗？还是在做梦？说话间，他用力咬在了杨欢的肩膀上，真实的口感让岳倾城不禁心生疑惑。然而杨欢吃痛之下，不由自主地绷紧了身上的肌肉。啊！岳倾城惊呼出声，美眸瞬间瞪得滚圆，浑身白皙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滚烫起来。随即，他的长发轻轻垂落，与杨欢的发丝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和谐的画面。杨欢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岳倾城的背，缓解着他的情绪。你没死，你也没在做梦，你中了毒，我在救你。不等杨欢说完，岳倾城再次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呐喊，强大的力量冲击着他的娇躯，让他浑身散发出如星辰般的光芒。合欢极乐世界内的星辰之力迅速朝着两人汇聚。时间慢慢过去，当他们再次停下时，啵的一声，岳倾城的身体似乎打破了某种无形的枷锁，他的身体猛地一震，仿佛有什么束缚被彻底解放。岳倾城的眉心位置突然闪现出一道璀璨的光芒，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辰，神秘而深邃。随着光芒的渐渐稳定，他的眉心处多了一颗神秘的星辰印记，印记散发着淡淡的蓝光，如同一颗微型的星辰镶嵌在他的肌肤之上。然而星辰之力没入杨欢的身体后，让他的气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还未等他细细查看，乾坤九转阴阳诀的运行速度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几倍，灵气在经脉中突如其来的加速，让岳倾城再次感受到了那股难以抑制的疯狂与冲动。我一定是在做梦。你看，杨欢与岳倾城的神魂在合欢极乐世界中似乎正在经历着一场奇妙的蜕变，他们的神魂如同两股清泉交汇，彼此融合，相互滋养。神魂的力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着，随着交融愈发深入，神魂开始散发出淡淡的光芒，这些光芒交织在一起，宛若夜空中璀璨的星辰，又如同最绚烂的烟火。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身体随着神魂的融合也开始产生共鸣，在乾坤九转阴阳诀的高速运转之下，浓郁的灵气在两人的经脉之中流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循环。1个周天，2个周天，尸骨断魂香的毒素开始逐渐从岳倾城的体内被逼出。杨欢的灵气不仅在驱散着毒素，还在不断地强化着岳倾城的体质。灵诀每循环1个周天，都让他的修为向上拔高了一截，星辰圣体的潜力也随之被进一步激发。房间内，那道朦胧的人影目睹了杨欢与岳倾城的双修过程，眼中闪过一抹震惊。这究竟是什么功法？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显然从未见过如此奇异而强大的双修功法。突然，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抬头望向天际，脸色微变。此时此刻，无仙城的天际被一层厚重的乌云所笼罩，仿佛天幕被撕裂，露出了其下汹涌澎湃的黑暗。雷声在云层中轰鸣，如同千军万马奔腾而过，又似巨龙在云海中翻腾，其声势之浩大，足以让整个城池为之震颤。他们携带着天地之威降临。朦胧的人影似乎眉头一皱，下一息便从房间内消失不见。在他消失的瞬间，地境阵法的阵眼处多了一颗散发着淡淡光芒的神秘的石头，石头微微颤抖了几下，方才的人影从中显露身影。随着他的双手不断在身前飞速结印，无仙城的阵法开始启动。大地深处，一道道光芒亮起，如同沉睡的巨龙睁开了眼睛。这些光芒沿着特定的路径迅速蔓延，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法阵图案，覆盖了整个城池。与此同时，无仙城内的人们陷入了一片混乱，恐慌的声音此起彼伏，人们的脸上写满了惊恐和不安。不好啦，神罚灵誓，是神罚灵誓！看呐，大地上的光芒是什么？难道是传说中的地境阵法？天佑无仙城，愿无仙大帝护佑！在各种议论、恐慌、复杂的声音中，一道倩影出现在城中的一座高阁之上。她身着素雅的长裙，长发随风飘扬，如同一位从天而降的仙子。她蹙着柳叶眉，先是望了望天际那滚滚的乌云和不断闪烁的雷电，随即低头俯视着大地上亮起的光芒。
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凝重，但并没有过多的惊慌。毕竟无仙大地的地阵已经自动激活，无仙城多会安然无恙。竟然有人能在无仙城中突破，匪夷所思。轻声细语间，倩影从高阁上消失不见。另一边，随着乾坤九转阴阳诀的不断运转，杨欢体内的气海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化。原本平静的气海开始泛起波涛，一股神秘的力量使得海底的泥沙翻涌，一座小岛缓缓从海底升起。这座小岛并非寻常物质构成，而是由精纯的灵气凝聚而成，它散发着淡淡的光芒，仿佛是气海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随着小岛逐渐升起，气海内的灵气开始疯狂涌动，围绕着小岛旋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不断地将周围的灵气牵引过来，使得小岛的体积逐渐增大，灵气也越发浓郁。最为神奇的是，在小岛成型的过程中，气海的上空随着一股外力融入，出现了点点星辰。这些星辰并非真正的天空星辰，而是由精纯的灵气凝结而成的灵光，它们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辰，在气海内闪烁，为小岛增添了一份神秘和壮丽。这些星辰随着小岛的升起而逐渐汇聚，最终在小岛上空形成了一片璀璨的星域。星域中的每一颗星辰都与小岛有着微妙的联系，它们不断地向小岛输送着灵气，使得小岛变得更加稳固和强大。嗡！一声低沉的大道天音在杨欢的神魂深处轰然响起，无论是他的神魂还是肉身，都在这一刻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仿佛触及了某种至高无上的法则。冥冥之中，杨欢感觉到自己突破了，重新结成了金丹。这一次，他的金丹与之前有了本质的不同，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能量核心，而是成为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岛屿。直觉告诉他，气海内的岛屿就是他的金丹。杨欢怎么都没想到，为月倾城解除尸骨断魂香，竟然会成为他修为突破的契机。随着体内能量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神魂与肉体也随之变得更为强大。然而，这一切的变化却让月倾城险些招架不住。海量精纯的灵气随着两人的大周天运行，如同潮水般反哺到他的体内，差点让他神魂崩溃。月倾城的经脉在如此庞大的灵气冲击下，开始发出抗议般的疼痛，仿佛每一条经脉都被拉伸到了极限。他的神魂也在这场灵气的风暴中摇摆，仿佛随时都可能被撕裂。尽管星辰圣体赋予了他非凡的潜力，但在杨欢突破时释放的灵气面前，他依然感到力不从心。我快不行了啊！月倾城痛苦地发出了呐喊。在一波波灵气的冲击下，他的意识如同风中的烛火，忽明忽暗，仿佛随时会熄灭。杨欢剑眉一皱，立刻调整了灵诀的运行速度，将其控制在月倾城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月倾城的星辰圣体完全被激活，同时体质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星辰圣体的力量开始显现，他的体内经脉在灵气的冲刷下拓宽了数倍，变得更加坚韧和宽广。当杨欢感觉到月倾城似乎已经能够承受住更大的灵气冲击时，他再次小心翼翼地将灵诀的运行速度提升。这一次，月倾城的体内没有再出现之前那种几乎要崩溃的迹象，反而开始适应这种高强度的灵气流转。当无仙城的地境战法将天际的9道劫雷消磨殆尽，天空中的乌云开始缓缓散去，露出了久违的星光。地境阵法的阵眼处，那颗神秘的石头在劫雷消散后也恢复了平静，它的光芒渐渐暗淡，最终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在城中的高阁之上，那位神秘的倩影再次出现，他的目光穿透夜空，似乎在寻找着什么。而秦心房的房间内，杨欢与月倾城的神魂已经回归肉身。月倾城缓缓睁开了眼睛，俏脸之上竟是尚未褪去的红晕，他紧紧地搂着杨欢的脖子，恨不得整个人都融进他的身体里。木哥哥，我以后跟着你好不好？行。杨欢的回答简洁且坚定，没有丝毫犹豫。毕竟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期，为了驱毒，他占了月倾城的身子，反线工具人变成了双修过的反线工具人。尽管杨欢并没有对月倾城产生超越工具人的感情，但他心里清楚，以他现在的外貌和身份，再加上整夜的驱毒过程，月倾城对他产生情愫和依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毕竟他才18岁，正是憧憬浪漫和英雄的年纪。先以穆欢的身份与他相处吧，日后的事日后再说。杨欢在心中默默地做出了决定。得到杨欢果断的答复，月倾城的心中涌起无限的幸福，如星辰般的美眸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脸上绽放出的灿烂笑容，如同春日里最绚丽的花朵。在月倾城的心中，杨欢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坚实的依靠。他不仅为他杀了公孙赖，更是从公孙无情手上救下了他。只他一人便比整个月亮湾都要厉害。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女不希望自己的道侣是英雄？月倾城紧紧地搂着杨欢的脖子，目光中满是痴迷和依赖。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凝固，他缓缓闭上双眸，带着少女特有的羞涩，轻轻地将自己的双唇印向杨欢。尽管他们已经折腾了一晚上，但是一个修为有所突破，另一个激活了星辰圣体，这会儿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霎时间，房间里的氛围再度旖旎起来，激情的火花也再度点燃了干柴与烈火，直到日上三竿。房门外，秦心房老鸨的脸上带着几分焦急和无奈，
他都忘了是第几次站到房门外了，再下去都要50了。仙尊难道都不需要休息的吗？尽管他有点担心杨欢的身体吃不吃得消，但面对他那高高在上的仙尊身份，老鸨只得在门外耐心守候，不敢贸然打扰。他瞥了一眼身旁的小小，只用他一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你可得好好练练身子，算了，回头妈妈给你补一补，不然你这小身板经不住仙尊再折腾几夜。”小小见他这么说，久经沙场的脸颊也不由得开始发烫，他红着脸垂下了头，一双玉手绕起了衣上的下摆。正当他准备开口回应的时候，房间里突然传出了一阵宛若夜莺出啼般悦耳的女子声音，声音在空气中回荡了片刻，随后一切又恢复了宁静。片刻过后，房门伴随着吱呀一声轻响，缓缓从内打开。杨欢带着苏爽的表情从房间里迈了出来，他先是轻轻地用手指刮了刮小小的鼻子，流露出一丝亲昵，随后转向老鸨吩咐道：“安排些有经验的嬷嬷在门外候着。”接着话锋一转，问道：“本尊让你送的拜帖送到了吗？”老鸨向杨欢行了一礼，态度恭敬，随后朝着小小使了个眼色，待他离去后才轻声回应道：“送到了，今晚城东摘星阁多宝阁阁主亲自设宴。”话音未落，就见杨欢剑眉一挑，发出了疑惑的声音：“哦。”显然他对老鸨说出来的消息有些诧异，随即他又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看来昨晚和公孙无情演的那出戏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想不到向来神龙剑尾部剑手的多宝阁阁主这一次耐不住性子了。老鸨见杨欢沉思，不敢打扰，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等待他的进一步指示。片刻后，杨欢抬头，眼中闪过一丝金光，告诉多宝阁阁主：“本尊届时定会赴宴。”随后他转头朝着身后的房间看了一眼，补充道：“加强秦心房的警戒，他不得有任何闪失。”“是，仙尊大人。”老鸨恭敬的回答，声音中满是对杨欢的绝对信任和服从。“秦心房的密室借本尊一用，赴宴的时候再来，这段时间别打扰本尊。”“是，仙尊大人。”“这边请。”华灯初上，夜幕低垂，无仙城的街道上灯火阑珊，马车缓缓从秦心房出发，沿着石板路向城东的摘星阁驶去。那些潜伏在暗处的探子们如同夜行的幽灵，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黑暗之中，各自返回所属的势力报告最新的情报。随着马车驶入了东城，原本繁华的街道逐渐陷入了寂静。突然，一道寒光在夜色中闪过，一支利剑带着破空之声直指马车。“敌袭！”马夫大喊一声，挥起马鞭卷在了利剑之上。“誓死保护仙尊！”话音刚落，几道黑影从周围的屋顶和暗巷中跃出，他们身着夜行衣，手持利刃，眼神中透露出冷酷的杀意。他们动作干净利落，配合默契，显然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杨欢冷哼一声，身形一晃，已从马车中掠出，凭借快如闪电的身法避开了刺客的第一轮攻击，随即手掌在空中划出一道玄妙的轨迹，与刺客的利刃碰撞，发出清脆的金属交击声。凭借欺诈宝珠这个外挂，他偷偷将灵气凝聚成无形的利剑，几招之间便废了他们的武器。刺客们虽然实力不弱，但在肉身更强的杨欢面前，他们成为了以卵击石的笑话。战斗看似激烈，但结果早已注定。不久，刺客们便一个接一个的倒下，街道上只剩下了他们残破的身躯和未干的血迹。杨欢站在血泊之中，衣衫未染尘埃，眸中透露出些许冷冽。“你们回去吧，本尊倒要看看有多少人想取我性命。”无仙城的势力博弈远比杨欢想象的要复杂，多宝阁阁主设宴的消息应该每一家都知道，但还有人敢挑这个时候动手，真不知道他是脑残还是废物。想到这儿，杨欢朝着街角的阴影处看了过去，嘴角浮现了一抹残忍的笑意。看来多宝阁也就这样，这宴不赴也罢。杨欢淡淡的说着，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随即杨欢转身，不带一丝留恋，自顾自地朝着秦心房的方向折返回去。然而杨欢还未走出多远，身后便传来了几声沉重的人体落地声，紧接着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划破了夜的寂静：“穆仙尊恕罪，多宝阁多有怠慢，小女子在此代阁主向仙尊赔罪。”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歉意，接着他轻轻挥了挥手，随即10数具与之前刺客装扮相同的尸体从暗处被抛到了街道中央。杨欢的目光从这些黑衣尸体上缓缓扫过，眼中闪过一丝玩味。刚才那些杀手的实力不容小觑，他们应该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和训练的精英。尽管那些杀手单打独斗不一定行，但他们一起行动，完全有能力杀死一名普通的渡劫期体修。杨欢与他们交手后，若不是果断开了外挂，搞不好会含恨当场。通过系统的属性面板，他发现这些杀手无一例外都是多宝阁的人。显然这场暗杀是多宝阁自导自演的一场戏。杨欢心如明镜，多宝阁之所以派出这样的杀手，一方面是为了测试他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他一个下马威。因此杨欢选择了不去赴宴，以自己态度告诉多宝阁：“你们太过了。”然而当他的目光落到了不远处的那道倩影身上，他又改变了主意。姓名江离，势力多宝阁，年龄998，修为渡劫2层，魅力值93，亲密度5，神秘数字0，其他多宝阁阁主。接着杨欢说的话让青纱妇面的江离蹙起了眉头：“小娘子若是揭了你这面纱，本尊说不定就原谅了
你们多宝阁这一回。青纱妇面低江离虽然看不清表情，但那双暴露在外的眼眸却迸发出了怒火。他的声音似乎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透露出他此刻的情绪。登徒子，找打！江离呵斥着，身影如离弦之箭，瞬间向杨欢袭来。面对他的攻击，杨欢并未退缩，眼中反而闪过一丝兴奋。那本尊就亲自摘了你这面纱，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丑得没法见人。他身体如巧黄般微微一侧，轻松躲过了江离的攻击，同时手掌在空中划出一道玄妙的轨迹，直指他的面门。由于无仙城的地震限制，两人的激战被压制在了纯肉体碰撞的层面。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少了功法灵气的绚丽外放，却因此多了一份质朴的美感。最原始的武技比拼，在一拳一脚的交锋中显得格外真实和震撼。杨欢的招式刚柔并济，阴阳相合，宛若蜿蜒的江河连绵不绝。江离带着一股恼意，出招狠辣，掌起掌落之间隐约含着些杀意。两人拳掌相撞，不断发出沉闷的声响，就连周围的空气都在为之震动。一炷香后，杨欢与江离依旧难分胜负，裂空之声不绝于耳，却谁都奈何不了谁。又是数招，平！激烈的对掌发出了沉闷的声音，两人的身影终于分开，各自退到了一定距离。江离的胸膛微微起伏，眼中的怒火消退，取而代之的却是浓烈的战意。难怪连公孙无情都无可奈何，木仙尊果然名不虚传。杨欢轻轻调整着呼吸，嘴角挂上了一抹笑意，薄唇微动，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阁主的身手比本尊想象中的更为出色。轰！江离的脑海中仿佛落下了大荒求天旨，美眸转瞬间瞪大睁圆，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绪。他竟然知道我是多宝阁阁主。眼前这个突然出现在无仙城的神秘仙尊，多宝阁调查了2天，却仍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然而对方却能轻轻松松就道破了自己的身份。江离觉得多宝阁的情报网络需要好好整顿了。杨欢的眼神中闪过一丝金光，他知道自己的话已经震惊到了江离，接着他语气缓和道：打了一架，本尊这肚子也有点饿了。说到这，杨欢故意停了下来，他朝着江离眨了眨眼睛，希望他能够借着自己给的台阶顺势而下。毕竟谈事是关键，打架只是调剂。能以不足1000岁的年纪便执掌多宝阁，江离自然不是平庸之辈。面纱下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好看的弧度。木仙尊不如随小女子一步摘星阁，吃饱喝足之后我们再比过。既然江离选择了顺势而为，杨欢也乐得接受。如此甚好，木仙尊请。在众多探子惊愕的目光中，杨欢与江离一前一后朝着摘星阁的方向行去。他们的身影在夜色中渐渐远去，留下了一地的疑惑和猜测。探子们原本以为这位神秘仙尊会和多宝阁的神秘仙子斗个你死我活，却未曾料到局势竟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转变。他们2个狗男女搁这演我们呢？一些胆大的探子想要跟上去，或者去查看那些被丢弃在街上的杀手尸体，却无一例外的被多宝阁的人拦了下来。然而几个蒙面探子心中不服，大声呵斥道：你们凭什么阻拦我们？你们以为无仙城由你们多宝阁说了算吗？兄弟们，干他们！有了带头的，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神秘仙尊与多宝阁阁主谈什么？又是哪家势力派人袭杀神秘仙尊？这些消息是他们主人最渴望知道的。若是空手而归，免不了要受到责罚。你们多宝阁不让我们好过，那你们也别想好过。探子们和多宝阁的人最终还是形成了乱斗，而那几个带头的蒙面探子却深藏了功与名。尽管长街上的叫骂声、兵器相交声此起彼伏，但并没有影响摘星阁内的静谧。此时摘星阁内，杨欢与江离相对而坐，气氛微妙。面对满桌的美酒佳肴，两人谁都没有动，而是静静地坐着，似乎都在等待着对方先开口。时间过去良久，江离终于沉不住气，率先打破了沉默。今夜之事，多宝阁的确多有冒犯，本座在此代表多宝阁向木仙尊致以最深的歉意。他轻轻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以示敬意。杨欢的目光在江离身上打量了一番，尽管他的俏脸被一层轻薄的白纱覆盖，但透过那层朦胧的面纱，依然可以隐约窥见他精致的五官。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的美感。素雅的长裙更是难掩她曼妙的曲线，平易近人的圆弧，盈盈一握的纤腰，不愧是魅力值93的存在。杨欢只是淡淡的欣赏了几眼，便收回了目光。他缓缓举起面前的酒杯，又放了下去，说道：倘若本尊实力不济，阁主自然不会在本尊身上浪费时间。本尊算是通过了江阁主的考验了吧？尽管杨欢的声音听不出明显的喜怒，但他的言辞之间还是隐含了一丝不满。江离眼神一凛，再提了一杯，声音中带着明显的歉意，说道：木仙尊言重了，多宝阁向来尊重实力，也重视与强者的合作。说到这，江离微微仰头，再饮了一杯，随即郑重地说道：今夜的误会绝不会影响我们未来的交往。杨欢在长街上点出了江离的阁主身份，现在又提及了他的姓氏，看似轻描淡写的言语，却让江离的态度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别人对你了如指掌，你却对别人一无所知，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让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江离甚至有一种错觉，杨欢甚至连自己臀上的蝴蝶印记都知道。这时
他再提了一杯酒。这一次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地将杯中的美酒一饮而尽。饮完之后，江离缓缓地揭下了一直遮蔽着他容颜的面纱，露出了他那精致绝伦的面容。面纱落下的那一刻，仿佛连周围的空气都为之凝固。江离给了杨欢一个微笑，笑容中既有着女性的柔美，也有着强者的自信。男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尼玛修真世界的女霸总。杨欢心中暗自嘀咕，他原本以为还要拉扯一会儿，却没想到江离竟然如此直截了当。不过3杯酒下肚，江离现在的模样确实符合一个掌控着强大势力的女霸总形象。但是霸总又如何？杨欢嘴角挂上了一抹富有深意的微笑，俏皮地回了一句：女人，除了爱情，我什么都能满足你。江离听到杨欢那轻佻的话语，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美眸中掠过一丝意外的错愕。他没料到杨欢会以这样一种轻浮的方式回应他，他的眉宇间闪过一丝不悦，但这份情绪转瞬即逝，被他那女霸总特有的冷静和从容所取代。同时江离的内心也在飞速思考，这家伙不仅实力深不可测，连性格都如此难以捉摸，真让人有些头疼。江离深吸一口气，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心态，眼神再次变得坚定，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穆仙尊真会开玩笑，呵呵。他轻描淡写的回应道，声音中透露出一丝不经意的轻松，仿佛刚才的尴尬从未发生过。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直接切入正题，不知穆仙尊想见本座到底所为何事？杨欢见他直截了当地进入了主题，并且眼神中还带着些许真诚，不禁暗暗给他点了个赞。和聪明人沟通就是舒服。魔渊谷背后站的是噬魂魔宫，想必江阁主是清楚的。玄天宗与噬魂魔宫之间的正面冲突，恐怕已在所难免，届时战火必将重燃。说到这，杨欢轻叹了一口气，也喝了一杯酒，继续说道：战宗、合欢宗、公孙世家必然不会置身事外，他们都会想着分一杯羹。本尊今日前来，就是想问问江阁主，多宝阁是什么态度？在杨欢说话的时候，江离为自己斟满了一杯酒，但听到他在问多宝阁的立场时，他的动作微微一顿，随即将酒杯轻轻放回桌面。多宝阁能屹立万年不到，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不参与纷争。江离停顿了一下，随后语气坚定地说道：这是多宝阁的宗旨，谁来问，答案都是一样。杨欢对江离的回答并不感到意外，他只是淡淡一笑，随即反问道：既然多宝阁不参与纷争，那为何还要扶持那么多势力呢？江阁主是以为自己太聪明，还是认为其他势力都是傻子？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江阁主以为呢？杨欢的一连三问如同3记重锤，敲击在了江离心间，让他一时间无言以对。这些问题直指多宝阁的隐秘策略和立场，让江离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这位看似漫不经心的仙尊，他究竟知道多少？江离心中暗自思忖，甚至开始重新评估杨欢找上自己的意图。从多宝阁的情报网来看，眼前的神秘仙尊仿佛是凭空出现的一般，即便坊间谣传他是琉璃宫的人，但江离笃定他绝非如谣传那般。多年来，多宝阁一直置身于大陆纷争之外，却在幕后默默扶持着各种大小势力。这一切的目的是维持大陆上各方势力的均衡，防止任何一方过于强大，从而破坏整个大陆的稳定。通过扶持这些势力，为6大势力输血，让他们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状态。也正是因为这样，多宝阁才能在大陆上争取到更多的利益。但是事情似乎由于杨欢的突然出现有了变数。在江离的眼中，杨欢这个穆仙尊不仅神秘，而且有可能出自一个比琉璃宫更神秘且强大的势力。这个势力或许才是玄魔大陆真正的幕后统治者也说不定。念及此，江离端直了身子，语气严肃地问道：穆仙尊希望多宝阁如何？尽管江离的话表面上是一个询问，但在杨欢看来，这实际上是多宝阁在某种程度上的妥协。然而多宝阁作为一个商会，其行事自然以利益为先，与奸商打交道，以利驱之才是上上之选。若是以他们一时的妥协而予求予取，说不定有一天会被他们反咬一口。因此杨欢只是佯装思考了一会儿，便微笑着将一个储物袋随手抛给了江离，打开看看。作为多宝阁的阁主，他见过无数珍奇宝物，甚至阁中的宝库还收藏着极品仙宝。他不认为杨欢拿出来的东西会比多宝阁的藏品还要好。然而当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精致的木盒，并在打开木盒的那一刻，他的神情立刻被震惊所取代。这是……杨欢对江离的反应似乎颇为满意，他微笑着解释道：这是星辰淬体丸，服用后能够将星辰之力引入修士体内，从而提升肉身的强度和力量，并且修士的自愈能力会得到极大的提升，轻微的伤势能够迅速恢复，即使是重伤，恢复速度也会比常人快上数倍。此丹药……江离紧紧地将木盒攥在手中，情绪激动之下，语气带着兴奋问道：穆仙尊，此丹药有多少枚？灵石你随便开，只要你愿意将它们卖给多宝阁。杨欢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继续说道：谈灵石太俗，你我之间只谈缘。江离见他眼神不怀好意地盯着自己，心中暗啐了一口，随即恢复了霸总的形象。若是谈缘，穆仙尊想要多少元？噗嗤！听他这么说，
杨欢刚喝下的一口美酒忍不住喷了出来，他抹去了嘴角的酒渍，清了清嗓子说道：“不如江阁主看完储物袋里的所有宝贝，我们再谈谈缘。”江离手指微微颤抖，他小心翼翼地将木盒放在一旁，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心中的激动。他的目光再次转向储物袋，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好奇和期待。轻轻解开袋口的绳结，一股淡淡的灵光从袋中溢散而出，映照着他的脸庞，让他的神色更加凝重。又从储物袋中取出几件散发着不同寻常的气息物品后，江离的震惊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的双眼瞪得大大的，嘴巴微张，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却又因为太过震惊而发不出声音。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惊讶到震惊，再到难以置信，最后变成了一种混合着敬畏和贪婪的复杂神色。他的声音终于颤抖着响起：“木仙尊，这些宝物，您是从何得来的？这简直是……”杨欢看着江离的反应，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当然是从反县工具人那薅来的了，不然像玄魔大陆这样的下界，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多的上界之物？江阁主，不知我与你多宝阁之间是否有缘了呢？缘？这一储物袋的上界宝贝，就算将多宝阁整个卖了，都凑不齐所对应的灵石。一个渡劫期的仙尊，随随便便就能拿出这么多宝贝，其背后势力的恐怖程度可见一斑。到了这会儿，江离坚信，眼前的这个神秘仙尊一定是出自比琉璃宫更神秘的势力了。这还谈什么缘？你若是说这储物袋是你的聘礼，我江离今晚就嫁给你。缘不缘的，那不重要。尽管江离心中是这么想的，但是面子上还是保持着矜持。木仙尊需要多宝阁，或者说您需要小女子，怎么做？杨欢微微一笑，深邃眼神深深看了江离一眼，仿佛能看透他的心。江阁主，你应该知道，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交换的，只看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本尊能保证，往后多宝阁的利益只会比现在更多，而你们需要做的就是维持现状，等待我的安排。但丑话说在前面，若是哪一天多宝阁出尔反尔……不等杨欢把话说完，江离便斩钉截铁地说道：“商人重信，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木仙尊，我们谈谈细节。今晚的摘星阁无疑是所有势力关注的焦点，谁都渴望揭开这位神秘的木仙尊与多宝阁阁主之间对话的神秘面纱。”寒风中，一些探子蜷缩在幽暗的角落，目光紧盯着摘星阁的大门，另一些则三三两两地围坐在火堆旁，议论着：“大兄弟，你是换阴骨的吧？你们这些玩阴律的，怎么也对这事儿感兴趣？嗨，谁说不是呢？我家老祖特别嘱咐了，若是有机会，务必要与木仙尊多多亲近。巧了，我们星辉宗宗主也这么说的。我天剑门倒是想亲自领教一下木仙尊的实力。哎呦，谁在扔石头砸我？”谈笑间，摘星阁的大门缓缓开启，杨欢的身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木仙尊，请。重新戴上白纱的江离走在杨欢身前，为他引路。还未等杨欢走几步，他便立刻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眼神中充满了急切和好奇的探子们纷纷涌上前去，将摘星阁的大门围了个水泄不通。木仙尊，能否透露一下，您和多宝阁阁主究竟谈了些什么？是啊，仙尊大人，您与多宝阁达成了什么协议？在下天剑门剑17，挑战木仙尊。我操，谁又用石头砸我？信不信老子斩了你？面对众人的围堵和连珠炮般的问题，杨欢脸上保持着淡淡的微笑，他指了指那个自称剑17的探子，轻笑道：“你是剑流云那小子的晚辈吧？脾气倒是挺像，不过毛还没长齐，就别学那貂毛到处挑战了，指不定哪天就被人咔嚓了。”说罢，杨欢的目光如同利剑一般，缓缓扫过四周，几乎将所有势力的探子都扫视了一遍。锐利如剑的眼神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禁感到一阵寒意。在杨欢的气场之下，原本嘈杂的场面逐渐安静下来。随手丢了本剑诀给剑17后，他也懒得搭理这些小门小派，转头向江离投去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随后，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渐行渐远。随着杨欢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摘星阁的大门缓缓敞开，一道沉稳的声音从摘星阁中响起：“阁主请各位入摘星阁，共饮美酒，驱驱寒气。”各家探子闻言，纷纷争先恐后的涌入摘星阁，心中充满了对即将获得的一手情报的渴望。在这一切喧嚣之外，杨欢已经悄然回到了琴心房。然而，就在他刚刚迈入门槛，一只脚还悬在门外时，突然停下了脚步。今晚的琴心房异常静谧，没有往常的吟声浪语和客人们放肆的欢笑声。大厅里只有老鸨、岳倾城和一位背对着杨欢的女子，她那隆起的曲线宛如一颗熟透的蜜桃，散发着诱人的风情。曼妙的身姿在衣裙的包裹下勾勒出杨欢熟悉的轮廓，只瞧了一眼，杨欢就认出了女子正是林月。三女围坐在一张精致的圆桌旁，轻声细语地聊着天，手中各自端着一杯色泽诱人的果酒。听说这几天因为一个木仙尊，无仙城里好像很热闹的样子呢。老鸨的目光偷偷地在林月身上打量，心中充满了疑惑。他不是和咱合欢宗有渊源吗？怎么二长老好像不认得他？难不成他拿出来的长老令牌是假的？该死，我不会被他骗了吧？这可怎么办？就在老鸨暗自纠结的时候，岳倾城在一旁轻轻点头，笑着说道：“等小哥哥回来，我介绍他给岳姐姐认识一下。”
林月似乎与岳倾城很早就认识，只见他美眸一亮，调侃道：“哟，听咱们倾城这语气，怎么感觉春心荡漾的？”话还没说完呢，就见岳倾城羞红着脸低下了头，细若蚊蝇般的娇羞道：“啊，哪有？”站在大门口目睹了这番情景，杨欢的第一反应就是转身离开。千里之外，林月不仅见过他年轻时的模样，而且与他有着互知深浅长短的关系，再加上岳倾城现在这副含羞带怯的表现，若是他此时现身，林月指不定会闹些幺蛾子的事出来。不过杨欢转念一想，只要自己死不承认，即便林月察觉到了什么端倪，那又如何？玄魔大陆上从来没有能让人重返青春的宝贝，他所熟知的杨欢正在道玄峰上混吃等死呢。而无仙城中的是神秘的木仙尊，和杨欢没有半毛钱关系。杨欢剑眉轻轻一挑，落下了脚步，发出的声响立刻吸引了3位女子的目光。在欺诈宝珠的作用下，他现在的风采比年轻时更加英俊神武，也更受女人青睐。他心里想着，正好可以借此机会，以木仙尊的身份试试林月对他的真心究竟有几分。最先起身的是岳倾城，美眸满溢着柔情，来到杨欢身边，双手挽上了他的胳膊，朝着林月说道：“木哥哥，我给你介绍下，这位是合欢宗的2长老林月仙子。”他的声音里交织着自豪、得意、甜蜜等等感情，仿佛是个深陷爱河不愿上岸的女子。林月的目光在杨欢出现的那一刻凝固了，瞳孔猛地收缩，美眸中写满了惊讶，就连潭口都微微张大。太像了，实在是太像了，世界上怎会有如此相似的2个人？眼前的木仙尊，他的容貌、气质几乎与他记忆中杨欢年轻时的模样如出一辙，不，甚至比他年轻时更英俊、更迷人。然而林月的震惊只是一时的，很快他便收敛了目光，那双美眸微微眯起，开始更加细致地在杨欢身上来回打量。紧接着他的嘴角悄然浮现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然而林月的笑容落在杨欢眼里，却让他心中不由得为之一紧。坏了，这女人看样子已经发现了什么。为了堵住林月的嘴，杨欢率先开了口：“久仰林月仙子大名，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哈哈哈。林月听到杨欢的话，美眸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她轻启潭口，语气中带着几分调侃：“小女子何德何能，竟能入得了您的法眼？怕是木仙尊的眼里只有月亮湾的小公主吧？”她轻抿着果酒，眼神不经意间流露出了几分浓浓的怨念，这就让一旁的老鸨看出了味道。他们竟然，我看到了什么？2长老竟然和木仙尊有一腿！天呐！老鸨的表情自然被林月与杨欢收入了眼底，他们同时瞪了他一眼。仙尊，你先坐，先坐。说着，老鸨牵起岳倾城的手，温柔的继续说道：“岳姑娘，我刚想起来，药浴给您准备好了，不如现在就去吧。洗完药浴，睡觉会更舒服点。”老鸨也不理岳倾城是不是同意，牵起他的手就往琴心房的后堂走去。待他们离开后，林月将酒杯放到了桌上，翻了杨欢一个白眼：“老小子，你这人皮面具哪里做的？还挺逼真。”话还没说完呢，一双玉手就朝着杨欢的脸上探了过去。林月尝试了很多种手法，却始终无法将他怀疑的人皮面具从杨欢的脸上揭下。他的动作逐渐变得迟疑，最终他似乎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原本自信满满的动作渐渐停了下来，黛眉微微蹙起，眼中闪过一丝困惑。林月的手指在杨欢的脸颊上轻轻滑动，却感觉到的只有真实的肌肤触感，没有任何异常。他的心中顿时涌起了疑惑，眼神流转之间，不禁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难道我真的猜错了？他在心中暗自思忖，眼神中更是闪过一丝不确定，嘴角那抹狡黠的笑容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认真和严肃的神情。就在这时，杨欢轻轻咳嗽了几声，语气淡淡的问道：“林月仙子摸够了没有？”啊！林月突然发出一声惊呼，随即像是被烫到般迅速收回了一双玉手，俏脸上更是掠过些许难以掩饰的尴尬。对不起，木仙尊与我夫君太像了，实在失礼。看着林月这副吃瘪的模样，杨欢的玩心被彻底勾起，他带着一丝促狭，故意用一种遗憾的语气问道：“没想到林月仙子竟然成婚了，哎，可惜，太可惜了。”感觉到杨欢话中有话，字里行间似乎饱含着对自己的兴趣，林月的美眸中顿时闪过一丝不悦。刚才确实是本尊失礼，但请木仙尊也不要误会，本尊心里只有夫君一人。说着，他轻咬着下唇，将目光从杨欢身上移开，心中对自己的失态感到一丝羞愧。林月啊，林月，怎么能犯花痴呢？眼前这个刁毛只是和杨欢年轻时长的像罢了，他们不是一个人，你怎么就那么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呢？杨欢敏锐地捕捉到了林月情绪的微妙波动，内心不禁泛起一丝愉悦的涟漪。他没想到平日里总是表现得疯疯癫癫、不拘小节的林月，竟会有如此细腻而真挚的一面。面对着年轻英俊的自己，林月竟然选择了拒绝，这让杨欢感到意外。而且他似乎对刚才的一时冲动感到十分纠结，内心正在经历着自责的煎熬。杨欢心中暗自思量，尽管林月出自合欢宗这种名声不怎么好的宗门，但是他对感情的态度却是认真的。没想到逗他玩玩，他还当真了。看来我在他心里的地位还挺高的。
嘻嘻。杨欢心中暗自窃喜，脸上的表情也因此变得更加荡漾起来。然而，他脸上的笑容在林月眼中似乎就变得不那么美好了。焦虑和恐惧渐渐在林月的心头蔓延。完了，完了，这貂毛好像真的看上我了。林月心中忐忑不安。这几日传来的消息中，大都是关于吴仙城突然出现的这个木仙尊，说他是渡劫期巅峰体修，能徒手轻松镇压公孙无情，更是隐隐突破了渡劫期的桎梏。来吴仙城的目的之一，是依靠地震为他抵挡了一劫。林月一想到这些消息里真真假假的传闻，娇躯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万一他真的看上我了，我根本无力反抗。如果我真的被他，那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杨欢？想到此处，林月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心中的愧疚和自责交织在了一起，美眸中流露出一丝无助，手指不自觉地绞紧了衣角，显露出他内心的焦虑和挣扎。他偷偷地瞥了杨欢一眼，却发现他的笑容更加灿烂了，这就让林月的心佛沉入了深海，冰冷而沉重。木仙尊，夜已深，小女子舟车劳顿，想早些歇息。杨欢的剑眉微微一挑，原本满面的笑容瞬间被一抹不悦所取代。这才一更天，你就要休息了？在玄天宗那会儿，你过了子时都要来折腾一下，怎么不见你说累？不行，你刚才差点都把老夫的脸抓破了，今晚老夫说什么也要抓一抓你。然而杨欢突然的严肃，惊得林月的心跳不由得加速，眼中闪过一丝慌乱。林月的手指微微颤抖，他强迫自己保持镇定，但内心深处的恐惧却如同潮水般涌来，让他难以自持。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掉，完了！一想到传闻中木仙尊是个贪恋美色之徒，刚来吴仙城的第一天就将花魁折腾到天亮，他心中不断的争斗，一方面想要保持尊严，另一方面又害怕自己无力抵抗木仙尊的强势。林月的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手心也变得湿润，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在大厅中四处游移，寻找着可能的出路或是援助，但四周空无一人，只有他和木仙尊。这种孤立无援的感觉让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他感到自己仿佛被困在了一个无法逃脱的牢笼之中。我不能就这样放弃。林月在心中默默地给自己打气，尽管恐惧几乎要将他淹没，但他仍然试图寻找一线生机。杨欢啊杨欢，老娘这回算是栽了，若是老娘被他强了，回头你要是嫌弃老娘，老娘就先杀了你再自杀。幸好这些狠话是林月在心里想的，若是杨欢会读心术，恐怕会忍不住笑出声来。然而杨欢并不知道林月的内心世界那么丰富，此时此刻他的双眸紧盯着林月，脑海中想的全是一会从哪里开始抓起。素闻合欢宗的双修功法官绝天下，本尊有幸在上古遗迹中寻得一篇残卷，若是林月仙子有兴趣，不如指点一二。从双修功法4个字开始，林月的脑海仿佛宕机了一般，没有再听进去一个字，直到杨欢那白皙的手掌在他眼前晃动了一阵，他才回过神。哦，指点谈不上，你给我看看。话才说了一半，他便停了下来。上古双修功法指点，这是能在琴心房的大厅交流的东西。他意思是回房看 MMP。看来今天老娘真的清白真的难保了。算了，死就死，18年后又是一朵娇艳的鲜花，到时候杨欢肯定也死了，到了地府再续前缘吧。正当林月心中纷乱如麻，思绪万千时，杨欢突然凑到他耳边，用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月姐，还记得你做的那个合欢极乐世界的梦吗？轰！直到此刻，仿佛有一道惊雷在林月的脑海中炸响，他一直紧绷的心弦终于在这一刻松弛下来，他的美眸中迅速涌上了一层水雾，晶莹剔透，仿佛包含了复杂的情感，既有释然，又有一丝恼怒。他的心情如同过山车一般，从紧张的巅峰跌落到安心的谷底。这种巨大的情绪波动让他有些措手不及。突然，林月张开了他的痰口，带着一丝报复的意味，一口咬在了杨欢的肩头，动作中既有亲密，也有责怪。他用力死死地咬着，狠狠地发泄着心中的情绪。这一咬，是他对杨欢戏弄自己的惩罚，也是他确认他真实身份后的一种宣泄。尽管肩头有些疼痛，但杨欢并没有推开他，而是温柔地将他拥入怀中。你是想我了才追到吴仙城的吧？林月见到在他的肩头留下了2排牙印，似乎有些心疼，伸出小舌头舔舐几下，惹得杨欢心里痒痒的。随即他在林月的嘤咛声中将他拦腰抱起，几个闪身便进了密室。死鬼，你这拿你没办法，猴急死了。房阁高处，淡雾缭绕，1更晴，2更雨，3更啼鸣，4更谢。待到5更时，晴雨复缠绵，一曲佳人伴欢摇，良宵苦短增几时。死鬼，青城那丫头，你打算怎么安排？缠绵了一整晚，并没有让林月显得疲惫，在合欢宗地功法加持下，她反而容光焕发，赛雪般的肌肤上桃花出绽，细腻红润有光泽，仿佛昨夜的雨漏滋润了她的每一个细胞。俏脸泛着淡淡的红晕，如同晨曦中的朝霞，眼眸清澈如水，闪烁着满足与幸福的光芒。日后的事，日后再说吧。撤去欺诈宝珠的伪装，杨欢恢复了本来的面貌，他那布满岁月痕迹的手掌轻柔地在林月那不盈一握的腰身上来回摩挲着。我听小凤仙说，前晚你和倾城在房里折腾了一夜。林月轻启朱唇，语气中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酸意。
尽管她也是后来者，但作为一个女人，她的占有欲以及细腻的情感，让她无法完全掩饰内心的波动。啪啪啪，杨欢的手掌落在她的翘臀上轻拍了几下，没好气的说道：“你以为我想占她便宜？她中了尸骨断魂香，不解毒就得死。”林月反手捉住她的手掌，引导着她的大手环绕到自己的腰间，语气中带着一丝调侃：“好好好，你有理，不过你确实要好好想想怎么安排了。我来时的路上，听说公孙无忌带着人已经将月亮湾围了，恐怕……”杨欢听他这么说，猛地从床上坐直了身子，眼中闪过一丝震惊。什么？随即他的白眉拧到了一起，神情之中写满了对月亮湾的担忧。好多年前，月无涯有恩于杨欢，如今月亮湾落难，他又暂时帮不上忙，这就让杨欢心中很不是滋味。公孙世家对月亮湾的觊觎已非一朝一夕，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暗地里支持月亮湾的支脉。他们利用支脉的力量与主脉形成争执，逐步激化双方的矛盾，挑起月亮湾内部的矛盾与纷争。随着主脉势力的日渐衰弱，便到了公孙世家收割的时候。如今月亮湾被围，公孙世家必定是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准备一举拿下月亮湾，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公孙世家，或者说是公孙无忌的惯用伎俩。前段日子，岳无涯领着岳倾城到访到玄风的时候，月亮湾的情况还没那么糟糕。难道是公孙赖的死导致公孙无忌将计划提前了？杨欢心中这般想着，决定先安排林月带着岳倾城先行离开，回到玄天宗，那里相对安全一些。念及此，杨欢轻轻拍了拍林月，语气严肃地说道：“你带着倾城那丫头先回到玄风。”话音未落，就被林月一声娇柔的音鸣打断：“人家才来无仙城，你就这么急着赶我走吗？”看着林月那楚楚动人的面容，杨欢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怜惜。他俯下身子，在林月的唇上印了一下，温柔地说道：“我也舍不得你走，但眼下的局势不容我们有其他的选择。”杨欢的话让林月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似乎想要反驳，但杨欢紧接着话题一转，继续说道：“前不久，公孙无忌那一脉的独苗追着倾城来了无仙城，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叫公孙赖的掉毛死了。”听到这里，林月的眼中立刻闪过震惊之色，她的嘴唇微张，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却又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找回自己的声音，语气中带着难以置信：“什么？公孙赖死了？这怎么可能？他可是公孙无忌那一脉唯一的继承人，谁敢动他？”林月的黛眉紧蹙，显然在思考着这个消息背后可能隐藏的复杂局势。事实就是如此。杨欢语气严峻，他知道这个消息对于林月，对于整个局势都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下山的目的就是布局，布一个很大的局，让所有势力都逃脱不了的局。死道友，绝对不能死贫道。然而，作为6大势力之一的合欢宗二长老，林月很清楚死了一个公孙赖意味着什么。传闻中，公孙无忌因为功法的原因，仅育有2男1女后便无法再添子嗣。他那一脉在支持公孙无敌争夺家主的时候遭受重创，男丁凋零，最终只剩下公孙赖这一根独苗。如今公孙赖作为他唯一的继承人突然死去，这无疑是对公孙无忌的致命打击。这也难怪公孙无忌会带人先围了月亮湾，当他发泄完怒火后，第一时间会来无仙城杀岳倾城泄愤。不管之前公孙世家为何非要取岳倾城，但现在公孙无忌那一脉死了继承人，他一定会发疯。行了，我明白了，我这就带着倾城那丫头先回到玄风。林月一边说着一边穿起了衣服。杨欢点点头，出言打断了他：“你们先去找多宝阁的江离，他有办法让你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无仙城。如果你们就这样贸然出去，一定会被发现。”公孙世家的眼线遍布全城，危险太大。听到江离的名字，林月黛眉一挑，风情万种地白了杨欢一眼，酸溜溜地问道。片刻之后，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叹息中却包含了太多的情绪，有对月亮湾悲剧的哀悼，有对月无涯下落不明的忧虑，也有对未来局势的深深思索。若是我所料不差，公孙无忌不日便会围了无仙城。杨欢目光远眺，似乎已经看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他敢？江离冷哼一声，打断了杨欢的话，接着语气冷冽道：“他以为他公孙世家天下无敌了吗？”他的话音刚落，一阵张狂的大笑声从远处传来。公孙无情携着不屑的表情登上了城楼。小姑娘，公孙世家会让每一个轻视他们的人付出代价。江离目光如刀，紧盯着公孙无情，美眸慢慢眯起，透出一丝冷酷的杀意。袖中的手掌悄然握紧，寒光闪烁间，一柄锋利的匕首悄然出现在他的掌心，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寒意。霎时间，城楼上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杨欢眼神一凛，一步拦在了江离与公孙无情之间，素着脸说道：“无情兄是自己人，3日后摘星阁顶楼。”杨欢与揭去面纱的江离对坐于雅室之中，这一次美酒换成了香茗，整间雅室弥漫着淡淡的茶香。相较于城外的剑拔弩张，这里宁静而致远，云淡而风轻。江离优雅地端起精致的茶盏，轻抿一口，眼中流露出满意的神色。他轻声说道：“尝遍天下名茶，终究还是蓝山的翠云仙霞最为上乘。”杨欢也模仿着他的动作，
轻轻品尝了一口茶水，随即微笑着称赞道：“茶香浓郁，出入口时略带苦涩，然甘甜之味在舌尖回旋，更有灵气萦绕，滋养身心。”随即咚咚咚的窍门声让杨欢与江离同时皱起了眉头。晋穆仙尊、江姑娘、公孙无敌、公孙无忌虑公孙世家已将吴仙城封锁。说到此处，多宝阁的人微微抬眼，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江离的反应，似乎在等待着他的指示。江离轻轻地将茶盏放到一边，语气淡淡的说道：“吩咐下去，按阁主的调令行事。”是。来人应了一声，弓着身子为两人合上了门扉，退了出去。待他走后，江离瞥了一眼身旁老神在的杨欢，美眸露出了一丝狐疑之色。你就这么笃定，不怕他们两兄弟杀进来？杨欢嗤笑了一声，将杯中的翠云仙霞一饮而尽，随后眯起眼睛，仿佛在细细品味茶水的余韵。平稳的气息给了江离一股成竹在胸的感觉。片刻过后，杨欢才缓缓开口，声音中带着从容和自信：“仙人之下无敌，仙人之上一换一。”江离闻言，手中的茶盏微微一颤，茶水几乎溢出杯沿。他的美眸骤然睁大，眼中闪过一抹震惊之色，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前几日的雷劫，难道是你？那你为何还能留在玄魔大陆？提到雷劫，杨欢心中一动。自从获得系统以来，似乎每一次境界的提升都引来了雷劫。前一次在到玄峰突破到筑基期，便是顾里主持着九星天玄阵扛下了所有。这一次，据江离说，是雷劫意外激活了无仙城的地震，他挡住了雷劫。若是今后每一次境界提升都要引来雷劫的话，这麻烦可就大了。得想个办法堵上这个漏洞。在杨欢沉思的时候，一旁的江离却紧盯着他，似乎想要从他的那里探听到一些关于飞升的秘密。杨欢咳嗽了几声，将眼神瞟向城外，扯开了话题：“你安排的这些炮灰战力如何？”江离见杨欢似乎无意分享飞升的秘密，便也不再追问，语气轻松道：“那么多年下来，那些贪图多宝个好处的家伙，总得付出一些代价吧。”随即他也学着杨欢，将视线投向城外，继续说道：“不死点人，怎么能达到木仙尊引燃战火的目的呢？”说罢，他向杨欢投去了一个狡黠的眼神，一切尽在不言中。杨欢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随即翻了他一个白眼，心中不禁暗道：这女人不简单，有点东西。不过她既然看出来了，却仍旧选择与我合作，说明我们目前的目标是一致的。看来多宝阁所图也不小。念及此，杨欢的嘴角浮现了一抹自信的微笑。有江阁主这样的仙子，怕是公孙世家要倒霉了。哈哈哈哈哈！江离闻言，随即也轻笑起来。本座哪里及得上木仙尊，还得靠木仙尊坐镇，咱们才能渔翁得利嘛。哥哥，哈哈哈哈哈！两人的笑声中都带着一丝不言而喻的默契。尽管他们各自心怀鬼胎，但在坑公孙世家这一点上，他们的利益却是一致的。人无利而不往，以利相交，利不尽则人不散。与此同时，无仙城的8座城门缓缓开启，数不清的宗门世家纷纷涌出城外。这其中，西城门的景象尤为引人注目，代表着各个势力的旗帜在寒风中猎猎作响，色彩斑斓，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宗门弟子、世家子弟们身着各自标志性的服饰，个个精神抖擞，气势如虹。尽管平日里他们在无仙城中可能会因为一些小小的争执就大动干戈，但在今日，他们却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因为公孙世家的霸道行径触及了他们共同的利益底线，构成了对他们所有人的统一威胁。无仙城是自由的城邦，是所有人共同维系的家园。在这里，修为被封禁，修士们不再因修为的高低而被分成3、6、9等，不论出身贵贱，不问修为深浅，每个人都能在这座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你公孙世家想要在无仙城放肆，你得问问大家手上的刀剑同不同意。天剑宗和狂狮堡分别是宗门世家的领袖，他们的人站在了队伍最前方。宗门这边，以剑修著称的天剑宗，其门下弟子背负长剑，剑气冲霄，起步修为便是元婴期，眼中闪烁着如利剑般的光芒。以符箓闻名的天福宗，宗内弟子手持各色符纸，符光闪烁，修为同样不容小觑。世家这边，以武力著称的狂狮堡，堡中弟子个个肌肉虬结，气势磅礴，他们起步的修为同样是元婴期。以击破暗器见长的唐门，门中弟子手持精巧机关，眼中闪烁着愤愤的光芒。面对着集结的宗门和世家联军，公孙世家的人马不禁露出了错愕之色。他们未曾预料到，这些平日里各自为战的势力，竟会在此刻展现出如此强大的团结。云端之上，气氛凝重，公孙无敌眉头紧锁，面色阴沉，如鹰隼般的眼神扫视着下方的人群，心中盘算着应对之策。一旁的公孙无忌同样眉头紧锁，但他的眼中更多的是愤怒和疯狂。公孙赖的死意味着他这一脉断了香火，他的心仿佛被扎了无数根刺，疼得让他发狂。大哥！公孙无忌转向公孙无敌，眼中闪烁着迫切的光芒，他的心中充满了恨意，他需要泄愤，需要用越倾城的血来平息心中的怒火。公孙无敌沉默了片刻，他非常能理解三弟的怨念，但是他也没料到今日为了无仙城，竟然会引起如此剧烈的反弹。这么多乌合之众能联手，背后必有高人指点。
若是贸然引战，后果不堪设想。然而，站在不远处的公孙无情却发出一声嗤笑，语气中满是讥讽：我公孙世家何曾有一脉被人绝了后？先不说岳家有没有能力杀了那儿，但凶手一定还藏在无仙城里。大哥若是怕了，我和三弟杀进去便是。公孙无情边说边走到公孙无忌身旁，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目光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三弟，哥哥将城里的家将都带出来了，只要你一点头，哥哥就陪你杀进去。公孙无忌的脸上闪过一丝感动之色，仿佛被兄弟间的义气所触动。然而在这层感动之下，他的内心深处却涌动着怀疑的暗流。他对公孙无情突如其来的支持感到意外，毕竟两人之间的那些陈年旧怨，不是说化解就化解的。公孙无忌不相信公孙无情会那么好心。多谢二哥。公孙无忌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戒备，仿佛在无形中与公孙无情保持着距离。紧接着，他将目光转向公孙无敌，语气中带着尊重和期待：大哥，你是家主，无忌听你的安排。此话一出，公孙无情的眼中掠过一抹明显的不悦，鼻子里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声。公孙无敌见两兄弟这般，心中也是无奈，刚想出言劝解几句之时，几具公孙世家子弟的尸体被无情地丢在城外的石板路上，激起了一片尘土。一位狂尸堡的壮汉声音充满了挑衅道：呸，你们真当自己天下无敌了？我狂尸堡在无仙城的产业，是你们想搜就能搜的，什么垃圾玩意儿？好，刘兄骂得好。一名背负双剑的男人从天剑门的方向走出，他用着锐利的眼神扫视着公孙世家的人，继续骂道：孙子，你见爷爷在此，还不快来磕头请罪？随着天剑门和狂尸堡的带头，场面愈发激烈。妈了个巴子的，老子早看这群姓公孙的不顺眼了。呸，不就死个儿子吗？在场的各家谁没被你公孙世家害死过儿子？诸君都撕破脸了，还废话个得？干他们！一名身穿战甲的中年男子振臂高呼，他的话语如同号角，彻底点燃了人群的情绪。原本七嘴八舌的人群彻底被最后那句干他们点燃。随着愤怒的呼喊声在无仙城上空回荡，一股汹涌澎湃的力量在联军中酝酿。冲啊！不知是谁先发出了这声怒吼，随即如同山洪爆发，宗门世家的阵线开始向前推进，他们冲出了地阵的保护范围，直面公孙世家的阵线。天剑门的剑修们一马当先，尽管只有100人的规模，但清一色的元婴期修为却让他们如入无人之境。剑气如虹，剑锋所指，公孙世家的弟子纷纷后退，不敢直迎其锋。紧随其后的是天符宗的符师们，他们手持符篆，符光闪烁，一道道符箓被激发，化为火焰、雷霆、风暴，向着公孙世家的阵地倾泻而下，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和破坏。云端之上，公孙世家的3兄弟看着底下不断倒下的家族子弟，神色各异。作为公孙世家的家主以及身边2人的大哥，公孙无敌皱着眉头，目光紧紧锁定着下方的战场，他的眼中充满了忧虑，脸色阴沉，不知在想些什么。情绪最为激动的当属公孙无忌，因为平日里那些被他视作垃圾的人，此刻却骂他骂得最多也最凶，他的眼睛几乎要瞪出血来，目眦欲裂。大哥，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尽管公孙无情脸上也装出一副关切的模样，但眼底却藏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幸灾乐祸。死吧，死得越多越好，最好连你们2个也死了。做家主的优柔寡断，做弟弟的阴险狡诈，家族就是被你们2个玩废了的。他双臂环抱在胸前，也不言语，就这么看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3兄弟站在云端，虽然都关注着同一场战斗，但心中所想却大相径庭。公孙无敌在考虑如何破局，如何重新树立家族在中州的霸权地位，公孙无忌却碍于大哥的威严，极力压制着心中的怒火，而公孙无情则在暗自执行着前几日与杨欢、江离商定的计划。与此同时，底下的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无数年来，公孙世家的压迫和欺凌如同沉重的巨石压在各个宗门世家的胸口，他们心中埋藏的仇恨种子终于在这一刻破土而出，迅速萌芽成长，在鲜血的浇灌下开出了复仇的花朵。随着战斗的持续，鲜血如同雨水般抛洒在大地上，残肢断臂随处可见。战场上的哀嚎声、怒吼声和金属碰撞声交织成一片，形成了一首残酷的战歌，是复仇，是反抗，更是他们为了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可惜真理不是谁喉咙响，谁骂得脏就掌握在谁的手里，真正的真理取决于高阶修士的念头之间。就在公孙世家的子弟们节节败退，形势岌岌可危之际，天际突然闪过一道耀眼的光芒，一柄散发着仙气的折扇从天而降，折扇迎风而动，瞬间变大，如同遮天蔽日的巨翼，覆盖了半边天空。扇面上绘着的山河景象仿佛活了过来，云雾缭绕，波光粼粼，散发出令人窒息的美感。不好，是公孙无忌的流光扇，快撤！公孙家的孙子好不要脸，竟然都用仙气，我诅咒你们不得好死啊！在众人的咒骂声、惊恐声中，流光扇缓缓打开，紧接着天地为之一暗，扇中射出的万道流光仿佛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这些流光如同流星雨一般带着破空之声，向着下方向倾泻而下，流光所过之处，空气都被撕裂，
发出尖锐的呼啸声。随着一袭白衫的公孙无忌落到扇柄处，激射而出的流光在他的控制下，横扫了灵石覆盖的每一寸空间。吴仙城的势力联合瞬间被他击垮，许多修为稍低的修士无法抵挡这股力量，直接被轰成了齑粉。只有少数人逃进了地震范围，侥幸逃过一劫。尔等蝼蚁也敢辱我公孙世家，不自量力！公孙无忌的冷笑声充满了鄙夷与不屑。尽管他的修为尚未真至渡劫期，但凭借手中的仙气流光扇，实力足以匹敌普通的渡劫期高手。高阶修士下场虐杀低阶修士是整个大陆所不耻的，更何况大成期巅峰修士拿着仙气屠杀，更是显得霸道异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已入魔。此时，镇守西门的战宗长老在城楼上眯起了双眼，锐利的目光紧盯着公孙无忌，立刻将此地的情况传至城内。是，长老。片刻过后，一名多宝阁的弟子匆匆登上摘星阁的顶楼，他神色紧张，脚步急促，显然是带来了紧急的消息。穆仙尊，江姑娘。他声音微微颤抖，递上了一个留影币。公孙无忌在西城门大开杀戒，虐杀天剑门、狂狮堡等众多修士。杨欢与江离看完了留影币中的影像后，两人互视了一眼，彼此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喜色。随即江离摆了摆手，吩咐道：告诉秦掌柜，无论用什么办法，天黑之前必须让整个中州知道这件事。多宝阁的弟子闻言，眼神一凛，俯身一揖，然后如同离弦之箭般迅速从雅间退了出去。杨欢的目光从多宝阁弟子离去的背影收回，转向江离，缓缓说道：吴仙城被围，你们多宝阁还能将消息传出去？江离抿了一口灵茶，微微点了点头，笑道：办法多的是。他说着，将眼神落到了杨欢身上，紧接着话锋一转：公孙世家在中州根深蒂固，即便这些小势力能短暂的形成联盟，但终究不是他们的对手。江离没有把话说尽，而是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他好似在说，多宝阁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你穆仙尊若是不表示，恐怕不太好吧。杨欢自然明白江离的言外之意，既然双方是合作关系，而且多宝阁也展示了诚意，自己当然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他端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灵茶，闭眼享受了几息，随后淡淡的说道：两炷香后，让你的人从东南门出去。江离闻言，瞳孔骤然一缩，心中顿时涌现出无数的疑问和震惊。在吴仙城被围困的当下，想要从任何一门突围而出，都势必会遭遇公孙世家的重重阻截，除非能杀出一条血路，否则几乎不可能成功突围。然而吴仙城中有多少修士，这些修士又各自是谁的人，江离比任何人都要清楚。城中没有任何一股势力与他穆仙尊有瓜葛，他凭什么这么自信？难道他准备亲自下场？若是这样，就要重新评估与他合作的必要性了。当江离想要开口询问的时候，雅间的门扉再次被扣响。进，江姑娘，东南门来报，城外公孙世家的人与一群好似战宗的弟子正在激战，战况如何？公孙世家溃不成军，死伤无数。这时杨欢哈哈一笑，朝着江离调侃道：江姑娘，本尊的安排可还满意？江离怎么都没想到，眼前这位神秘的穆仙尊竟能调动战宗的力量。他的目光停留在杨欢身上，美眸中闪烁的全是复杂的色彩。我早就猜到他在城外有接应，但为何是战宗的人？按理说，若他有盟友，也应该是合欢宗的人才对。阁中搜集的情报中完全没有他与战宗往来的证据。想到这儿，江离的一双秀眉微微蹙了起来。显然杨欢又一次显露了脱离他认知的能力，这就让他心里很不爽。而这不爽之中，他又对杨欢的好奇心增加了几分。我对他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他究竟来自哪里？他真正的意图都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江离暗自思忖着，但他没有发现杨欢展现给他的这一切已经悄然让他深陷其中。多宝阁与杨欢之间的合作本是基于共同的利益而建立的联盟，即便在合作的初期，多宝阁可能会吃一些亏，但江离有着绝对的自信，自己能够在未来的博弈中为多宝阁争取到更多的利益。然而东南门外出现战宗的人，而且他们还将拳头挥向了公孙世家，这就让江离蒙圈了。战宗与公孙世家之间明里暗里都有着不少的合作往来，两家的关系错综复杂。先不说两家势力的关系能不能好到穿一条裤子，单看公孙三兄弟选择战宗镇守的西门想要进城，就足以窥见他们到底在玩什么猫腻。如果说战宗真的站在他那一边，再加上他与合欢宗的暧昧关系，六大势力中他竟然已经掌握了30%的力量。若是我全力助他，他到底想干嘛？念及此，江离嘶的一声，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的美眸瞬间睁得大大的，由于急促的呼吸，胸前的高耸随之剧烈起伏。江离的眼神表情尽数被杨欢收入眼底，随即他的嘴角不由自主的微微上扬，勾勒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江姑娘，若是还不让你们的人抓紧时间，再想出城的话，你们就要自己想办法了。杨欢的话将江离的神游在外的思绪拽了回来。江离迅速回神，清了清嗓子，对多宝阁的弟子下达了命令：速去通知秦掌柜。有了命令，多宝阁弟子立即点头称是，从雅间退了出去。待他走后，杨欢起身背负双手，将目光投向了西门的方向，
淡淡的说道：“公孙无忌那碉毛既然发疯了，那自然有人会治他。”他神秘兮兮的提了这么一句，随后转头意味深长的瞥了江离一眼，好似在问：“你知不知道会是谁来治他？”听说公孙无忌从小是公孙无敌一手带大的。江离那清脆的声音从杨欢的背后响起，说话间，他也学着杨欢将目光投向了西门，继续说道：“他最亲近、最敬重，同时也最畏惧的人，是他大哥公孙无敌。”说到这，江离话锋一转，语气带着点调侃道：“以大欺小，又是一扇子杀了那么多宗门世家的人，怕是他大哥就不会放过他。”对此，杨欢笑着摇了摇头，没有认同江离的说法。尽管大陆上有着高阶修士不得大面积屠杀低阶修士的规矩，但是你只要修为够高，战力够强，即便是屠了无仙城，又有几个人敢管这闲事？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后，杨欢率先开口，打破了此间的宁静。公孙无敌的优点是老成持重，但他做事优柔寡断，瞻前顾后，早已没了血性。一个没了血性的家主，一个连血麦子寺被人杀了都不发怒的大哥，你觉得公孙无忌会真的服气吗？话音刚落，西城门的方向就传来了公孙无忌饱含怒意的声音：“无仙城里有人杀了我公孙世家的天骄，此仇不共戴天，该不该报？该报！”周围早就杀红眼了的公孙世家弟子齐声呼应，他们紧握着手中的武器，将声音汇聚成了一股洪流。这群小之辈辱我公孙世家，阻我公孙世家，该不该杀？该杀！这一次，他们的回答更加响亮，情绪仿佛被彻底点燃，杀意沸腾。结，既然我们想报仇，他们又阻我们，儿郎们，你们说当如何？公孙无忌那低沉的声音饱含了疯狂的意味，煽动着，激发着族人骨子里的血性。杀！杀！杀！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从西门爆发，如同狂潮一般席卷至无仙城的其余7门。霎时间，公孙无忌仿佛成为了公孙世家的家主，他振臂高呼：“儿郎们，随我杀进无仙城！”云端之上，公孙无情依然保持着他那双臂环抱的姿态，但他的注意力已经从下方混乱的战场转移，目光落在了公孙无敌的身上。就让他疯，让他这般闹腾。他淡淡的问了一句，似乎想要试探公孙无敌的想法。然而，公孙无敌的反应出乎他的预料，只见他突然放声大笑，笑声中透露出一种从容不迫，似乎对公孙无忌的所作所为并不放在心上，甚至带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畅快。蠢货，你懂个屁！公孙无敌一直看不起这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二弟，自然语气之中尽是颐指气使的感觉。他冷冷地瞪了公孙无情一眼，继续说道：“无仙城里仙凡混居，凡人居多，修士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且城中封禁修为，我们杀了一批修士，在进城，届时谁还拦得住我们公孙世家？”这时，公孙无情冷哼了一声，反驳道：“你别忘了，城里还有其余4家的人。”公孙无敌摆了摆手，直接打断了他，语气带着轻松道：“你以为三弟是真疯？其实我们早就想拿下无仙城了，赖儿的死不过是给了我们一个名正言顺的开战借口。玄天宗、战宗那些在城中的人，只不过是些天赋一般、肉身强大点的废物罢了。杀了就杀了，事后赔一些灵石给他们，这事就过去了。但是家族却获得了无仙城，而且还能将多宝阁端了。”随着公孙无敌讲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公孙无情的脸色微变，眼神中闪过些许复杂的神色。木仙尊果然料事如神，连他们的目的都能猜到。公孙无情心中暗自惊叹，他对杨欢的认同感在这一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惜按照木仙尊的计划，现在还不是我动手的最佳时机。他心中的念头纷乱，又忍不住偷偷瞥向公孙无敌，差点就没能控制住心中的杀意。然而他最终还是强压下心中的波动，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地面。此时此刻，公孙世家的子弟已经踏入了地震的范围内，与无仙城的各家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搏杀。混战中，没有人注意到城门处那些流淌的鲜血正悄然进入大地，顺着地面下那些复杂而细微的阵纹，缓缓流向了阵眼那颗神秘的石头。随着血液的流动，阵眼处的神秘石头开始发出微弱的光芒，仿佛在贪婪地吸收着这些生命之力。寒风凛冽，城外的厮杀声此起彼伏，战火依旧在无仙城外蔓延。除了东南门惊现的疑似战宗的人马之外，其余几座城门也陆续出现了来自不同势力的修士。随着战斗的持续，城外的大地已被鲜血染红。与此同时，无仙城的上空，阴森的乌云逐渐聚集，厚重的云层遮蔽了阳光，冷冽的寒风中更是多了一股诡异的气息，仿佛这儿的厮杀招致了不祥。当公孙无忌带着家族子弟杀了镇守西门的战宗长老，闯入城中大开杀戒之时，嗡！突然，无仙城内响起了一道令人心悸的声音，声音沉闷而深远，仿佛来自地底的巨兽苏醒时的低吼，又似是从远古战场传来的战鼓声，震得人心神不宁。随即，地震的纹路在地面上发出血色的光芒，一股古老而强大的力量从地底深处涌出，直冲天际。霎时间，乌云翻滚，仿佛连天际也在颤抖。一道巨大的虚影在阵法的中心缓缓凝聚成型。尽管看不清虚影的面容，但从他身上散发而出的威严却透露着无尽的霸气。
无仙亦无魔，无道亦无天。随着虚影的声音落下，地震对于修为的封禁之力忽然消失了。原本被压制的修士们突然感觉到体内的力量如洪水般奔涌而出，城中的激战瞬间升级，术法的光芒，武技的冲击在城中四处爆发。顷刻间，无数的房屋、楼阁在强大的能量波动中轰然倒塌，城中的凡人更是成了被殃及的池鱼，死伤一片。无仙，虚影的口中发出了一声带着怒意的咆哮，随即虚影大手一挥，他的动作看似缓慢，却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城中正在厮杀的修士们突然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们包裹，如同狂风卷起的落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卷入空中，然后被一股脑的抛向城外。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城中那道巨大的虚影，心中充满了敬畏。无仙大帝，是无仙大帝！公孙世家，你们完了！哈哈哈！你们触怒了无仙大帝，大帝显灵会清除世间的一切罪恶。无数的声音在无仙城内外响起，有的惊恐，有的兴奋，有的祈求，有的绝望。许多修士和城中的凡人纷纷跪拜，他们祈求着无仙大帝的庇护，希望这位传说中的大帝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覆灭那些胆敢在无仙城中制造血腥和混乱的公孙世家。请大帝为我们做主，惩罚那些恶人。无仙大帝，求您展现神威，让公孙世家付出代价。大帝啊，请您降下天罚，消灭这些侵犯者。自远古以来，无仙城便以其自由、平等、和谐的精神而闻名，它如同大海般包容，庇护着万族生灵的安宁。即便是无仙大帝消失后的无数年里，也从未有一天有人胆敢在无仙城造此杀戮。他公孙世家，公孙无忌是第一人。就在这时，巨大的虚影微微点了点头，仿佛在回应着这些信仰他的修士与凡人。他的手掌轻轻一挥，一道无形的波动随之扩散开来，延绵至无仙城外百里。修为较弱的公孙世家弟子首当其冲，他们如同遭遇了狂风的枯叶，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被这股力量直接抹杀，化为尘埃。而那些修为较高的公孙世家修士则被这股力量震得重伤倒地，他们的身体如同被巨锤击中，口吐鲜血，修为受损，再无战斗之力。在巨大虚影的威严之下，公孙无忌的身影再显得格外突出。随着虚影的手臂再次抬起，一道更为集中的力量直接指向了公孙无忌。感受到这股力量的逼近，公孙无忌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恐，但随即被坚定和狂傲所取代。他将所有的力量灌注至手中的仙气流光扇，妄图抗击来自地震的力量。然而流光扇在虚影的力量面前如同脆弱的纸张，轻易被撕裂。不！公孙无忌发出一声绝望的怒吼，他的身体在这股力量下剧烈颤抖，修为被封，力量被剥夺，最终被高高抛起，重重摔落在地，身体在地面上砸出了一个深坑。他挣扎着想要站起，却发现自己连手都抬不起来，内脏受到重创，经脉受损，修为大减。曾经威风凛凛的他，如今只能躺在地上，喘着粗气，眼中满是不甘和恐惧。云端之上，公孙无敌与公孙无情的震惊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公孙无敌双手不自觉地颤抖着，嘴角微微抽搐，显露出他内心的极度不安和恐慌。这怎么可能？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无仙大帝竟然通过地震投影。公孙无情的双臂不再环抱，他的双手紧握成拳，指节因为过于用力而泛白。他在心中暗自思忖，计划有变，看来要遵循木仙尊的第二套方案了。他看向公孙无敌，声音带着一丝急切：大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公孙无敌沉默了片刻，随即眼神一凛，似乎做出了某些决定。放弃无仙城，将无忌带回去疗伤。自从公孙世家封锁无仙城的消息传开，城外的云端之上便聚集了不少大成期、渡劫期的修士。当巨大的虚影显现，并对公孙世家的修士施以惩罚之时，这些高阶修士无一不感到震惊。这是地境的力量吗？无仙城竟然还有这样的底蕴，公孙世家这次真是踢到铁板了。经此一役，公孙世家算是抬不起头了。过几年的万宗大会，呵呵。震惊之余，这些修士开始四散，他们如同被风吹散的蒲公英，迅速离开了无仙城的上空。这个消息的分量足以震动整个玄魔大陆，必须尽快将此地的情况传播出去。随着高阶修士与公孙世家的离去，地震的光芒也逐渐消散，沉默在摘星阁的楼顶蔓延。杨欢与江离的眼神都在闪烁不定，地震的激活和虚影的出现显然打乱了他们的计划。江离首先打破了沉默：木仙尊，接下来怎么办？杨欢表情平静，似乎默默接受了此番现实。他缓缓回应道：无仙亦无魔，无道亦无天。他说对。说罢，他微微一笑，朝着地震的中心俯身一拜，随即转头看向江离，薄唇轻启：顺其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不用过分执着眼下的得失。江离秀眉微蹙，他显然不能接受眼下的事实。但是我们之前的准备……杨欢打断了他的话，声音中带着一丝安抚：放心吧，多宝哥需要的东西，本尊一样都不会少了你们。蛰伏力量，静观其变就好。接着他话锋一转，声色俱厉道：玄阴体即将重现大陆，你要重点关注玄天宗，必要时给予玄天宗最大的支持。听到这儿，江离的美眸瞪大，
面纱下的红唇微微张开，他显然是被杨欢震惊了。玄阴体真的在玄天宗？杨欢没有回应他，而是纵身从楼顶跃了下去。江姑娘，本尊走了，后会有期。望着逐渐消失的人影，江离的美眸中闪过一丝异色。穆欢，穆仙尊，呵呵，你以为这个身份能瞒得住老娘？不过，你这人倒是挺有意思的，越来越神秘了呢。丁，江离亲密度加10。从无仙城离开的这数日里，杨欢始终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岳倾城对他的亲密度毫无变化，而江离的亲密度却意外的上升了10点。尽管搞不明白女人的事情，但是好消息却是接踵而来。这一日，杨欢正好落脚在落霞州与中州交界的孤雁城，这儿是行商的必经之地，自然遍地都是酒肆和茶楼。你们听说了不？听说啥？公孙无计断了后，一怒之下杀了几10万修士，更是杀进了无仙城。我操，那么凶残！然后呢？然后怎么样了？然后无仙大帝显灵，手一挥，他公孙世家骨一堆，公孙无忌重伤垂死，连仙气都被捏爆了。我勒个去！公孙世家这是犯天下之大不韪啊！听着这些，修士们热火朝天的讨论着前几天的事。恢复本来面貌的杨欢不禁微微一笑，尽管他们的说辞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如今的中州却随着公孙世家的偃旗息鼓，陷入了动荡之中。无数势力仿佛摆脱了公孙世家长期压迫在身上的沉重枷锁，开始蠢蠢欲动，甚至其余几大势力的影子也开始在中州的土地上频繁出现，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多变。从公孙无情那得来的消息，他主动请缨，连着数日领着家族子弟努力稳定中州的混乱局势。先是出手灭了战宗的2位大承期，随后重伤了是魂魔宫的1位渡劫期高手。尽管他没有对玄天宗与合欢宗的人下杀手，但2宗的人马也免不了被他胖揍了一顿。又与江离互传了几次讯息。杨欢得知，随着公孙无情在家族中的声望飙升，一股暗流已经悄悄从中州向外开始蔓延。落霞州、北荒、青兰州乃至苍兰州上的大小势力，似乎都在萌生着摆脱其余4大势力压迫的念头。对于江离的执行力，杨欢老怀甚慰。有多宝阁在暗中推波助澜，用不了多久，整个玄魔大陆的格局就会在悄然中发生变化。倘若合作顺利，杨欢可以利用其雄厚的资源和深远的影响力，如同一只无形的巨手，搅动整个大陆的风云，使这滩浑水变得更加暗流汹涌，从而让公孙世家、战宗、是魂魔宫自顾不暇，无法对玄天宗造成威胁。这样的话，计划的第一步就算完成了。再等柳凝霜踏入元婴期，让他在万宗大会上一鸣惊人，就能执行计划的第2步了。杨欢整理了一下心情，随意在桌上丢下几枚灵石，随后起身走出茶楼，朝着城中的传送阵走去。我自关山点酒，千秋皆入喉，更有费雪灼与风云某。我是千里故人，青山因白首，虽老游借因枪铳风流。阳光洒在哼着小调的杨欢身上，微风轻拂，闪起光芒的传送阵将他送去了下一个目的地。与此同时，远在苍兰州的玄天宗内，一道倩丽的身影孤独地伫立在道玄峰山巅的歪脖子树下，他的目光穿过层层云雾，眺望着遥远的天际。寒风掠过，吹动他的衣袂，似乎在低语着他心中的忧愁与深深的思念。傻丫头，不冷吗？林月轻步走到岳倾城的身边，目光柔和地望着他。岳倾城转过头，眼中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岳姐姐，祖爷爷他。岳无涯前辈吉人自有天相。林月打断了他的话，温柔地将他搂进怀中，继续安慰道：月亮湾的仇自然有人会替你报，而且你家祖爷爷只是失踪，并不是死了。林月轻轻揽过岳倾城的肩膀，让他靠在自己的肩上，轻声说道：一定会有好消息的。接着他话锋一转，问道：你师尊传你地功法最近修炼的如何了？提到师尊，岳倾城的美眸中掠过一丝微妙的神采。他原本以为林月会带他回合欢宗，却没想到他们兜了一圈，最终到了玄天宗。更出乎他意料的是，他莫名其妙的成了杨欢的2徒弟。再次面对杨欢时，岳倾城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在他的记忆里，尽管杨欢银发白眉，看似风烛残年，但却浑身散发着一股仙风道骨的气息，令人不禁想要顶礼膜拜。而且他的脾气性格完全不像一个活了1000年的老头，反而与他颇为投缘，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亲近和舒适。然而这几日，岳倾城所见到的杨欢与他记忆中的形象大相径庭。他木讷，不爱说话，态度总是冷冰冰的，整日坐在摇椅上，默默地擦拭着一根看似普通至极的黑色棍子。即便是收徒这样的人生大事，他也仅仅是草草走个过场，随后扔给了他2本功法秘籍。而且星辰变与诸天星斗风神印对于岳倾城来说太难了，从小被娇生惯养，不好好修炼的小公主眼里，这2本册子里的内容无异于天书。每次他带着疑惑去找杨欢求教，希望得到一些指点，得到的却总是那句冷淡的自己物。岳倾城也只能去找林月寻求解答。尽管林月总是耐心细致地为他解惑，但岳倾城心中仍旧不免感到一丝失落。师尊他是不是不太喜欢我？岳倾城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确定，他低声向林月倾诉着自己的疑惑。林月轻轻一笑，再度安慰道：怎么会，岳姐姐以人品保证，你师尊绝对喜欢你。
他恨不得把你抓在手心，含在嘴里，压在咳。他咳嗽了几声，差点说瓢了。尴尬之下，他将眼神转到了正在晒着太阳的杨欢身上，心中暗骂：杨欢这老小子怎么找这个二愣子来假冒他？怎么也得找个像样点的替身啊！他这木讷的样子，也就能骗不熟悉的人，演技也太不走心了。念及此，林月轻轻地摇了摇头，心中轻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杨欢突然抬起了头，眼神与林月对视了一眼，露出了一个如释重负的笑容。随即他站起身，带着一种轻松自在的步伐，自顾自地出了小院，往山下而去。片刻过后，杨欢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林月与岳倾城的视线中。这一次，他在岳倾城的眼中似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袭金丝白云缎，衣摆随风轻轻摆动，每一缕金丝都仿佛蕴含着天地间的灵气，全身散发着一股仙风道骨的神韵，仿佛是从古画中走出的仙人，超脱尘世，不染凡尘。一根雕工精美的木簪子将满头的银发竖起，如剑般的白眉下，双眸深邃明亮。尽管他的脸庞显露着岁月的痕迹，但那股从容淡定的气质却让他看起来更添魅力。岳倾城看着眼前的杨欢，心神不由得恍惚起来。这个瞬间，记忆中那道穿着黑金缎锦的身影，竟然与眼前的杨欢神奇地重合在了一起。那是他魂牵梦绕的小哥哥，也是填满他心间的慕欢，更是他心灵深处最柔软的牵挂。岳倾城的美眸顷刻间被无数的晶莹填满，在这一刻，所有的坚强从他的身上烟消云散，他不由自主地投进了杨欢的胸膛，仿佛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港湾。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泪水悄然滑落，湿润了杨欢的衣襟。杨欢轻轻抚摸着他的秀发，用他那宽厚而温暖的手掌传递着安慰。丫头，说什么胡话呢？为师只不过下山取点东西罢了。听到这话，岳倾城回过神后，猛然从杨欢的怀中挣脱出来，向后退了几步，俏脸升起些许羞愤。你个糟老头子，你占我便宜！哎，你这丫头，明明是你自己扑进为师怀里的，怎么能反过来说为师占你便宜呢？杨欢嘴角一扯，语气带着点不悦，反驳道：幸好到旋风上没外人，不然以岳倾城这不小的嗓门，指不定被人编排成啥样了。你岳倾城被杨欢的话堵得一时语塞，他那精致的小脸微微泛红，显得有些局促。他默默低下了脑袋，两颊的红晕在夕阳的余晖下更加明显。小巧的玉手不自觉地扯着衣襟的下摆，手指微微搅动，显露出他心中的委屈。然而一想到小哥哥尚无音信，月亮湾又没了，他成了没人疼没人爱的小透明，心中又涌起一股凄凉和无助。哇的一声，岳倾城捂着小脸蹲在地上，放声大哭了起来。你瞧瞧你，一点正经样子都没有，刚回来就弄哭人家，没良心的东西。林月一边轻轻撸着岳倾城的后背安慰着，一边翻着杨欢白眼责备着。杨欢的气质与那个冒牌货13相差太大，从他刚回来的那一刻起，林月就察觉到了不同。我没良心，那我走。杨欢挑了挑白眉，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嘴唇微动，好似在说我没良心的话。那你今晚一个人睡。对此，林月将他如葱段般的中指高高地竖了起来。杨欢选择不惯着他们的臭毛病，入了自己的屋子，用传讯玉璧呼来了秦川与陈凯，三人密谈了一阵。由于柳凝霜闭关修炼，岳倾城与林月又都是娇生惯养的主，平日里十指不沾阳春水，谁也不会做饭烧菜。到了晚膳的时辰，许久没吃上一顿用灵物精心烹饪的饭菜，杨欢注视着灶房里的锅子，犯了难。他环顾四周，看着那些锅碗瓢盆，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双儿那，你啥时候能出关呐？老夫的命好苦啊！不过感叹归感叹，杨欢还是从他的储物袋中取出了众多珍贵的食材，毕竟食物入了口便能转化为精纯的灵气，直接滋养杨欢的太上无极混元圣体。自从重新结丹以来，杨欢无时无刻想让修为更进一步，因此无论是吃还是睡，他都非常重视。半个时辰后，吃饭了。随着杨欢嚎了一嗓子，岳倾城与林月循着声来到了饭桌前。二女看着桌上的四菜一汤，顿时眉头一蹙，满怀期待的心情顿时跌落到了谷底。眼前的菜品实在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翠玉灵菇本应色泽鲜亮，口感滑嫩，但眼前这盘却色泽暗淡，边缘焦黑，仿佛经历了一场灾难。金髓灵根炒得软塌塌的，毫无生气，看起来就像是被遗忘在角落的残枝败叶。两道鲜蔬已是如此，另两道荤腥就更不堪了。我不饿，你们吃吧。林月摆动着玉手，连连摇头，一副狗吃我不吃的表情。我减肥也不饿。岳倾城低着头，戳着手指，一副我很饿但是我不想吃的表情。杨欢站在一旁，虽然尽力保持着镇定，但见二女如此对待他半个时辰的努力，脸色顿时不悦起来。眼神落到岳倾城身上时，只是瞪了他一眼。然而当他的视线转向林月时，却让他浑身一激灵，连汗毛都竖了起来。尽管林月的修为已经达到了渡劫5层，跻身为宗门老祖的级别，但是杨欢的眼神中却饱含了太多只有他懂的讯息。一想到那些，林月的身子就不由得开始发软。几日不见，杨欢肯定憋了大招。不行，林月心中暗自思忖，
这老小子最近有点得寸进尺了，老娘的治治他！念及此，林月悄悄运起了一股灵气，驱散了身体上的冲动，没好气的白了杨欢一眼，朝着身旁的岳倾城说道：“既然咱们都不饿，我们不如回房吧。姐姐跟你说点事。”话音刚落，岳倾城抬眸看了他一眼，眼神中充满了感激。姐姐懂我岳倾城即便饿死，也不会吃上一口。有了林月打掩护，岳倾城立即挽上了他的胳膊，甜腻道：“姐姐，走，伦家也有很多话想和姐姐说。”二女挽着胳膊，还没走出多远，杨欢的声音便从他们身后传来：“哎，翠玉灵菇、金髓灵根、天漏雪蹄兽，还有灵羽鸡都没人吃了吗？”他故意拉长了声调，又故意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随后夹了一筷子灵菇，边吃边嘟囔着：“哎呦，这一口灵菇下去，感觉修为都提升了呢。这些珍贵的食材，每一样都蕴含着丰富的灵气和独特的营养价值。天漏雪蹄兽，其肉质细嫩，蕴含着天漏的清新之气，食用后能让人精神一振，修为大增。翠玉灵菇。”据说是在深山古林中吸收了千年日月精华的奇珍，不仅味道鲜美，更有净化体质、提升修为之效。尽管杨欢的烹饪技艺并不精湛，使得这些珍贵食材的卖相并不尽如人意，但它们所蕴含的灵气和提升修为的功效却是实实在在的。像林月这样的顶尖修士，岳倾城这样出身世家的小公主，寻常的食材早已无法激起他们的兴趣，只有那些珍稀而富有灵气的食材，才能吸引他们的目光，触动他们的味蕾。而且，他们比普通修士见闻更广。深知这些食材的真正价值。这时，林月与岳倾城的脚步同时停了下来。哎，怎么感觉肚子突然有点饿了呢？林月的美眸随之一亮，朝着岳倾城调皮的眨了眨眼，小声说道：“倾城，别减肥了，再减下去胸都要小了，到时候你家木仙尊……”岳倾城被他说的俏脸通红，他连忙捂上了林月的嘴，娇嗔道：“哎呀，师尊还在呢，小点声。”接着，他话锋一转，大声说道：“师尊做的菜真香，好想吃一口呀！”林月的目光在不经意间与杨欢交汇，眼神中带着一丝调皮，仿佛在无声地传递着只有他们才明白的言语。那流转的眼波中充满了促狭的笑意，让杨欢的白眉不由自主地跳动起来。木仙尊是谁？杨欢比谁都清楚。他先是尴尬地摸了摸鼻子，随后狠狠地瞪了林月一眼，好似在说：“你给老夫等着，回头收拾你的时候，你有本事别叫。”酒足饭饱时，杨欢趁岳倾城低头的瞬间，给了林月几个眼色，而他却头一别，看到也当没看到。吃完了没？吃完跟姐姐回房，咱们聊点女孩子的话题。岳倾城见林月这么说，自然乐意。正当杨欢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林月运起灵气，临时传音道：“死鬼，人家想给你解决倾城这丫头的事，你脑袋里竟想些什么呢？解决啥？你给老娘装傻是不是？难道你就打算一辈子让她做你徒弟？”杨欢，岳倾城的屋子是他来了道玄风后，杨欢特意嘱咐13为他新盖的。尽管山巅寒风呼啸，但屋内却温暖如春，点燃的暖炉散发着柔和的热量，驱散了外面的寒冷。此时，林月和岳倾城褪去了厚实的衣物，剩下单薄的绒衣包裹着他们令人遐想的娇躯。他们坐在暖炉旁，聊了已经有一会了。然而，岳倾城似乎一直情绪不高，心事重重的样子。林月注意到了他的沉默，轻声问道：“想什么呢？”岳倾城轻轻叹了口气，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担忧：“我在想祖爷爷，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林月轻轻拍了拍他的手，安慰的话下午他就说过了。他注视着岳倾城迷离的目光，心中也明白这小丫头的所思所想远不止对亲人的担忧。月姐姐，你说小哥哥为什么那么多天不给我传讯息？是他已经厌倦了我，不再喜欢我了吗？还是我与他只是露水情缘，注定没有结果的？又或者他的道侣很凶，不让他再结更多的道侣？一连串的问题如同连珠炮般袭来，直接让林月愣住了。他看着岳倾城那满是忧虑的小脸，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同情。林月轻叹一声，心中不禁暗自苦恼，这老小子真该死啊，又招惹了一个情种。余威就不谈了，阿离、宁霜的心思都在他身上，现在又多了个岳倾城，怎么年纪越大，这老小子的桃花运就越好呢？林月轻轻甩了甩头，暂时将自己的小心思甩到了一边，转而顺着岳倾城的话说了下去。他可能比较忙吧。他的话似乎没有起到安慰的效果，反而让岳倾城的眼眶逐渐红了起来。忙得回个讯息的时间都没有吗？他明明说过我可以跟着他，现在呢？他将我丢到玄天宗，又让我拜杨欢这个废物为师。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情绪也随之变得更加激动。然而随着他的倾诉，林月的美眸中凝聚了一丝不悦，一抹愠怒浮现在了他的脸上，仿佛被触及了逆鳞。顷刻间，渡劫七修士强大的威压从他身上散发而出，如山岳般沉重的压力，仿佛令屋子里的空气都凝固了一般。他不是废物，林月一时不知该如何说下去，但他不允许有任何人再称杨欢是废物。尽管杨欢身上有着他也看不透的谜团，但他始终相信他所展现的只是表面弱而已。从古至今，他是第一个修得九转阴阳双修大法的修士，几日而已便能让他的修为从渡劫3层连跳2级。试问
又有谁能做得到？因此，本就对杨欢倾心已久的林月更加相信，他的修为早就站在了大陆的巅峰。林月回过神，美眸流转之间，似乎想到了一种向岳倾城解释的方法。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微笑，仿佛已经看到了岳倾城即将露出的惊讶表情。倾城，看着我的眼睛。林月的声音带着一丝神秘，他缓缓站起身来，双手轻轻挥动，开始结出复杂的法印。随着他的手势，空气中开始泛起涟漪，他的美眸逐渐被一层淡淡的粉色光芒覆盖。在林月的引导下，岳倾城感觉自己的意识仿佛在无尽的时空中穿越。当眼前的乱流渐渐稳定下来，岳倾城不由得捂住了小嘴，漂亮的大眼睛里顿时露出震惊的神色。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倒悬峰顶的歪脖子树正值繁茂之年，枝叶郁郁葱葱。小院内，一男一女正在练剑。女子身着一袭绛红色的薄裙，在舞动间裙摆轻轻飘扬，衬托出她雪白无瑕的肌肤和婀娜多姿的身段。完美的容颜仿佛女帝下凡，美得令人窒息。即便是岳倾城也不禁感到一丝嫉妒。然而令岳倾城最为震惊的并非那位舞剑的女子，而是在不远处正专注练习平次的男子。穆欢，不对，他不是穆欢，他是杨欢。岳倾城眼中的杨欢不再是那个银发白眉的老者，而是变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他的发丝如墨，眉宇间英气逼人，面容俊朗，棱角分明，散发着青春的活力。一袭素色的宽松短打不仅未能掩盖他那超凡脱俗的气质，反而更衬得他如松之丽。阳光洒在他的身上，为他的身影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边，使他看起来就像是从画中走出的人物。岳倾城凝视着眼前的杨欢，心中的震惊逐渐转化为了深深的着迷。像，实在是太像了。不应该说，穆欢和杨欢根本就是一个人。挂在嘴角的那抹淡淡的微笑，剑眉皱起时微微隆起的鼻子，就连眼角那颗微不可察的痣都在同一个位置。就在岳倾城沉浸在震惊之中时，林月的声音悄然在他耳边响起。那位练剑的女子便是名动天下的寒月仙子余薇，她也是你师尊的道侣。至于她，林月顿了顿，语气带着一抹调侃，继续说道：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你应该很熟悉。岳倾城的目光在余薇和杨欢之间徘徊，心情复杂之间，既感到意外，又似乎在心中早已有了某种预感。穆欢、杨欢，口中不断低声喃喃着。岳倾城的眼中逐渐露出了然之色，原来穆欢就是杨欢，杨欢就是穆欢，也是穆仙尊。直至此刻，岳倾城感觉脑袋里痒痒的，似乎想通了许多事。为何今天的杨欢会给他一种熟悉而又神秘的感觉？又为何他来了到玄峰这么久，今天才第一次吃到如此珍贵的食材？全都是因为他的小哥哥，他的穆欢，他的穆仙尊回来了。外界，林月双手轻轻舞动，再次结印，随着他的动作，幻术渐渐消散。然而时间过去了半炷香，甚至又过去了一炷香，岳倾城依旧紧闭着他那美丽的双眸，似乎不愿从幻术所营造的梦境中醒来。杨欢之前与我说，给你新建的屋子尽量按你在月亮湾的闺房来布置，让13转交给你的星辰便与诸天星斗封神印，说是最适合星辰圣体修炼的。他还让我不要告诉你，他就是穆欢。林月说到此处，岳倾城终于睁开了眼睛，他的美眸中闪烁着复杂的情感，有惊讶，但更多的是深深的感动。岳倾城站起身，快步走至房门前，仿佛要冲出门去，直接找到杨欢，问个究竟。然而当他的手刚刚触碰到门把手，却又停了下来，他的玉手轻轻颤抖，悬在门把手上，犹豫不决。他让岳姐姐不要将他的真实身份说出来，一定有他的苦衷，他怕我知道了后会说他渣，会说他趁人之危，会恨他。想到这儿，岳倾城的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了一抹温柔的笑意。此时此刻，穆欢与杨欢的身影在岳倾城的心中已经完全糅合在了一起，不再有任何分别。不论他的外表是青春焕发还是岁月留痕，他的身影已经深深烙印在岳倾城的内心深处。对他而言，杨欢是他的师尊，是他的小哥哥，更是他的一切。岳倾城放弃了刚才的打算，重新坐回到林月身边，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双手，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急切地说道：岳姐姐，你可千万不能告诉他，我已经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他为我默默做了那么多。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无限的温情，美眸中射出2道坚定的光芒，他一定很爱我。叮！岳倾城亲密度加50，突然响起的系统提示音让杨欢从入定的状态中缓缓睁开了双眸，他的眼神中闪过些许疑惑，心中思忖着：岳倾城的亲密度怎么会突然增加了这么多？我啥都没做呀，难道系统又出 bug 了？系统，杨欢甩了甩头，否定了自己心中的猜想，转而想起了饭后林月私下给他的传音。我操，难道是林月？眸底金光一闪，他捋着白须，脸上露出了然的神色，不由地点了点头，肯定了这个想法。合欢宗的嘴遁术好牛皮，竟然还能靠林月增加亲密度，如此厉害的嘴遁术，一定要找个机会体验体验。杨欢合上眼，再度将意识沉浸到修炼之中，朦朦胧胧之间，他似乎感觉到房门被轻轻推开了一条缝隙，冷风拂过，一具火热的娇躯缠上了他的身子，如兰四射的香气淡淡的悄然钻入了杨欢的鼻子，几乎是在一瞬间，
杨欢就从那熟悉的香味中认出了他。他的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但没有立刻睁开眼睛，而是继续保持着打坐的姿势，任由他在自己身上恣意撩拨。过了许久，他见杨欢不为所动，黛眉蹙了蹙，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悦，但很快又舒展开来，美眸中闪过一丝勾魂夺魄的色彩。紧接着，他单手结印，给杨欢的屋子布下了一层禁制。随后他挺起身，将披在肩上的青丝全都束了起来。道可道，非常道。若论大道所为何，免不了多费一番口舌。翌日，杨欢神清气爽地打开了房门，岁月风霜的脸庞上还带着昨夜的余韵。回想起昨夜与林月坐而论道，他发现九转乾坤阴阳诀似乎又精进了不少。内视之下，气海中的小岛比之前几日又有了一些令人惊喜的变化。灵气环绕间，朦胧氤氲，宛如仙境。浓郁的灵气弥漫在空中，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小岛的中央突然冒出了一汪清泉，泉水如丝般细腻，闪烁着淡淡的紫色光泽。泉水轻轻流淌，发出悦耳的潺潺声，宛如天籁之音，令人心神宁静。而在清泉的中央矗立着一座古朴的石台，石台上散发着淡淡的光辉，似乎在吸引着周围的灵气。一个似弹非弹的椭圆形石头立在石台上，它散发着神秘的紫色光芒，仿佛蕴藏着无尽的奥秘。砰砰砰！突然，沉闷有力的心跳声从它的内部传了出来，仿佛正在回应着杨欢的临时探查。心跳声宛若大地的脉动，一次又一次震动着他的心灵，让他感受到了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其中涌动。这是什么？难道这座小岛不是我的金丹？真正的金丹是这颗蛋。然而，当杨欢进一步探查整个丹田时，直觉告诉他，这颗蛋并不是他的金丹。这种不确定感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随着灵觉的修炼，杨欢仿佛踏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修炼之路。这条路上，炼气、筑基、结丹的每一步都与他以往的认知大相径庭，充满了未知和变数。算了，想不通便不去想了，反正统爷给的灵觉不会害了我。杨欢伸了一个懒腰，舒展了一下身体，正打算去灶房整点吃的。就在这时，几道流光划破风雪，落在了小院之外。符影峰、夏侯倩、巨阳峰、百里冰、雷万钧、金阳峰、莫九哥四人刚刚报上自己的名号，山间小道上一名少年踏雪而来。他见到玄峰的小院门前已经站了4人，脸上顿时露出了一抹尴尬之色，随即朝着院内一拜：“10号来迟，还请杨长老恕罪。”这5人在之前的宗门大比上皆有出色的表现，而且个个天赋极佳，对宗门又绝对忠诚，他们自然就进入了杨欢与顾离的视线。玄天宗需要一批实力强横的弟子，以备几年后的万宗大会。初步拟定的名单里，筑基期以雷万钧和10号一组，结丹期由暗堂那边出2人，至于元婴期和化神期，目前只有柳宁霜与莫九哥，另外2人还得想想办法。尽管炼虚期的这对组合修为尚在炼虚一层，但这并不妨碍杨欢最看好他们。百里冰与夏侯倩绝对会惊艳整个大陆。哈哈，你们到的还挺早。杨欢的声音中透着一丝愉悦，目光逐一扫过小院外的5人，脸上挂着温煦的笑容，继续说道：“进来再说。”该5人在主屋落座后，端着茶水走进来的岳倾城吸引了杨欢的注意。月亮湾的小公主竟然放下身段，做起了端茶送水的活，真是活久见。不过金格尔有外人在，杨欢便没有多问，反而转向众人，向他们介绍起岳倾城。倾城，这几位是你的师兄师姐。还未等杨欢说完，岳倾城便挨个给他们递上了茶水，俏脸带着甜美的笑容，举止间流露出良好的教养和礼貌。岳倾城见过各位师兄师姐。寒暄过后，岳倾城便静静地立在杨欢身后，目光在几人身上不断流转，眼神中流露出几许疑惑与嫌弃。疑惑的是，这些师兄师姐来到玄峰是为了什么事？嫌弃的是，他们影响了自己与师尊哥哥2人世界。岳倾城微微咬着下唇，脸上挂着礼貌的微笑，但内心却在默默的 MMP。你们倒是谈啊，快点谈完快点走，我还要向师尊哥哥请教功法上的事呢。这时杨欢清了清嗓子，缓缓问道：“各位峰主应该已经与你们说过了吧？俺师尊让俺全听师叔的，师叔说往东，俺就往东；师叔说往西，俺就……”雷万钧的声音越说越轻，说到最后连头都低了下去，满脸的不自在。毕竟杨欢那犀利的眼神直逼而来，让他心中不由得生出了几分畏惧。扑哧，看着雷万钧吃瘪的模样，岳倾城一个没忍住，捂着小嘴笑出了声。杨欢回头瞪了他一眼，轻咳了几声，随即正色道：“再有几年便是万宗大会了，老夫与太上长老还有诸位峰主共同决定，由你们代表玄天宗参赛。”话音刚落，周围的气氛瞬间凝固，几人的神态各异，震惊之色尽显。雷万钧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满脸不可置信：“我们要代表玄天宗参赛？”夏侯倩和百里冰也面面相觑，脸上写满了震惊与期待。夏侯倩的嘴唇微微张开，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却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得说不出话来。百里冰则紧握拳头，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显然对这个机会充满了渴望。莫九哥似乎早就知道了消息，他带着微笑朝着杨欢点点头，眼神中满是坚定之色。唯有10号露出了不情愿的模样，似乎不太愿意接受这个现实。杨长老，
弟子可以选择不去吗？杨欢白眉一挑，脸上露出了一丝不解。他笑着摆了摆手，安抚道：“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去，但是吧。”他故意停顿了一下，卖了个关子，让在场的4人心中都不免生出几分好奇和期待。随后，杨欢从怀中取出4个精致的储物袋，手指轻弹，运起灵气，将他们送到了除了10号之外的4人面前。打开看看。随着他们打开了储物袋，一声声倒吸凉气的声音接连响起。8九玄功，惊蛰12变，太虚剑诀，上古神阵录，神符真解。